苏府门口，一位身材丰满、肌肤如雪的美妇人正欲跨过门槛，不成想却遭到了阻拦。不好意思，夫人，这里是苏府，闲杂人不许入内。仔细想想，这里面居住的可是整个齐国都上下都备受畏惧的大人物，想要进入其中确实是有些困难。可是自己的孩子想到这里，赵柔深呼一口气，缓缓开口：我叫赵柔，是送给苏少的礼物，还请你们通融一下，谢谢。这守卫面面相觑，纷纷露出惊讶的表情。在苏府，这样的行为他们已经习以为常，可是像赵柔这么直白的可是第一个。等等，你说你叫赵柔？快请进。听见赵柔的名字，守卫连忙毕恭毕敬地将赵柔请了进来。有些受宠若惊的赵柔被人带到了一处书房。我这就通知少爷，你在这里等候一番，麻烦你了。没过多久，一阵沉稳的脚步声传来，赵柔的心猛地一紧，她微微低头，双手不自觉地揪着衣角。苏轩走进书房，一抬头就看见了肤白貌美的赵柔。结，果然如同传闻中的那样，主角的老妈个个都是角色。苏轩邪魅一笑，不错，苏轩是个穿越者，因为吃饭吃太快没喝水，不小心噎死，来到了自己看过的一本小说剧情当中。在这里，他是天玄大陆齐国皇城星罗城4大家族之首，苏家少主，是苏家的唯一继承人。年纪轻轻就有了真元境修为不说，还有一个貌美如花的未婚妻，对方甚至还是一名齐国皇室的一名公主。父亲是齐国护国大将军，功高权重，手下有数十万兵马。母亲是齐国第一商会的会长，几乎掌管了半个齐国的经济命脉。自己也是小弟无数，身边接触的人非富即贵，是真正的权二代、富二代。本以为是一个王炸开局，可是熟知剧情的苏轩知道，自己如此尊贵的身份也不过是主角林凡的垫脚石。在后面的剧情里面，自己不出意外的跟林凡结仇了，甚至苏家还想造反，掀翻皇室，可以说什么坏事都干了。不仅如此，还一直派出经验宝宝让主角刷经验，成功让主角崛起。辉煌的家世更是变成了林凡的垫脚石，就连自己那没过门的老婆也被林凡抢了去，苏家更是被满门抄斩。这样的剧情若是站在林凡的视角里面，自然是爆爽无比，可是作为当事人的苏轩表示爽个坤儿。这样的事情苏轩自然是不认的，趁着林凡还没崛起，苏轩直接利用自己的权势将其狠狠打压一番。与此同时，一个名为最强反派系统的东西也绑定了自己，只要自己打压主角或者成功改变剧情，那么自己就能获得大量奖励。于是苏轩便把林凡抓了起来，硬生生的污蔑他吃了2碗粉，将其关入了大牢之中。这不，苏轩还顺手通知了林凡的老妈，也就是赵柔过来。赵柔看向苏轩，脸色微红。没办法，这个世界的苏轩身着一袭墨色锦袍，身姿挺拔，面容英俊，就算没有这一层身份，他也能凭借这张脸迷倒万千少女。更别提已经丧夫多年，至今没有再寻他人的赵柔了。你就是林夫人？苏轩问道。想必这位就是苏少吧？果然如传闻的那样，玉树临风，英俊潇洒。苏家能得苏少这样的青年俊才，将来定会更上一层楼。赵柔有些笨拙地奉承着苏轩。没办法，天命之母，打小就有天命光环包含，哪怕丧夫之后，赵柔也没有受到过什么大的委屈。不错，我就是苏轩，夫人找我何事呢？苏轩淡淡地喝了口茶水，抬眼道。不得不说，赵柔这长相和身材都是绝顶的，很难想象这是一个40多的女人。最重要的是，这个女人还只是一个普通人，并不是跟她一样的修士。我，赵柔欲言又止，有些不好意思开口。夫人，有什么事情的话，你就直说吧。我苏轩是这附近出了名的乐善好施，只要你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找我。苏轩喝了口茶，淡定地说道。闻言，赵柔眼中顿时闪过一丝惊喜。昨天苏轩栽赃陷害林凡之后，便马上命人给赵柔带去了口信，还把林凡身上的一些衣物给送了过去。一开始赵柔是不信的，可是当他看见林凡的衣物，再加上林凡这么久还没有回来的时候，他也不信也得信了。赵柔得知林凡被关入大牢的消息，连忙跑去了衙门那里。可是这怎么可能让你得逞呢？在苏轩的暗箱操作之下，赵柔在衙门那边根本得不到什么东西，反而还差点被对方给抓了起来。好在就在这个时候，有人给赵柔提了一个好主意，那就是去苏府找苏轩，并且那人还将苏轩说成了是一个大善人，不管是谁，只要有冤屈的，苏轩都会帮忙对方洗清。林凡，我谢谢你。是这样的，我家孩子林凡最近犯了点事，我想找苏少你帮个忙。赵柔有些犹豫地开口道。夫人，恕我直言，如果你家孩子有冤屈的话，我替你伸冤自然是没有什么毛病的。可是如果他真犯了事，那么我是绝对不可能助纣为虐的，你明白了吗？苏轩开口道。不，
不是这样的，反而他一直是个乖孩子，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他怎么可能去做那些坏事啊？赵柔顿时急了，他相信以林凡的性子，绝对不可能干坏事的。原来是这样子，既然如此，那我便命人调查一下，您稍等。苏轩说完，随后便吩咐一名下人将自己的话给带了过去。见状，赵柔顿时松了一口气，有苏轩帮忙，看来事情应该很快就能得到解决。刚开始的时候，赵柔还以为苏轩会对自己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所以一开始赵柔才会说自己是准备给苏轩的礼物。可是没想到，苏轩居然真的如同那人所说的那样，是个乐善好施的人。这下子，赵柔那担忧的内心就缓和了不少。夫人，那边过去要点时间，你先喝杯茶吧。苏轩将一杯茶水端在了赵柔面前，这可是上好的灵茶，修士喝了可以提高修为，普通人喝了延年益寿不是问题。好香的茶，这个应该很贵吧？苏少，你已经帮了我大忙了，我再得寸进尺那就不礼貌了。赵柔不好意思地说道。夫人，你这就是不给我面子了，我又没有什么害人之心，你这样子显得我好像对你有什么非分之想一样。苏轩开口道。好吧。见苏轩这么说，赵柔只好把茶喝了下去。这一口灵茶下去，赵柔只感觉身心都得到了极大的滋润，仿佛所有的疲惫都消失殆尽了，浑身轻飘飘的。好茶！赵柔忍不住惊呼，这绝对她这辈子喝过最好喝的东西。好喝就再来一杯。苏轩笑了笑，又递给了赵柔一杯。不经意间，苏轩的手跟赵柔碰在了一起，感受到指尖的触碰，赵柔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赵柔瞥了一眼苏轩，苏轩面容英俊，眼神也是清澈无比。赵柔觉得对方应该是不小心的，也就没有多想。在这期间，俩人没有了对话，苏轩一直淡定自若地喝着茶，还拿起一本龙显先写的小说看了起来。反倒是赵柔面对如此的尴尬的环境，倒是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扭扭捏捏的，也不知道做些什么，想要开口打破这尴尬的氛围，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好在没过多久，那名下人就回来了，这让赵柔松了一口气。怎么样了？赵柔有些焦急地问道。是这样的，通过我那边的关系，我知道了你家凡子犯了什么事情的。有人看见他在一家客栈里吃了2碗粉，结果就给了1碗粉的钱，所以别人便报官了。苏轩脸不红心不跳的栽赃道。啊，这怎么可能？我家凡儿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赵柔难以置信的开口道。夫人，万事皆有可能，那边就是这么说的，我也没有办法，您还是请回吧。夫人，我想你是知道我的性子的，助纣为虐这种事情，我是绝对不可能去帮的，您还是请回吧。苏轩直接下了逐客令。赵柔闻言顿时急了，跪在地上抓住苏轩的衣角。苏少，求求你了，帮帮我吧，凡儿他真的是冤枉的，以我对他的了解，他绝对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的。赵柔直接给苏轩跪了下来，声泪俱下，他就林凡这么一个儿子，他是真不想林凡就这么的毁了啊。唉，既然如此，那我便叫当事人过来跟你对质一下便知道了。看着眼前的赵柔，苏轩无奈地叹了口气，随后便命人将当事人喊了过来。很快，客栈的小二就被苏轩命人带了过来。苏少，你找小的有什么事情？店小二一脸谄媚地看向苏轩。有什么事情？我去你妈的！苏轩直接一脚踹了过去，随后拿起长剑架在了店小二的脖子上。哎呦，苏少，您这是干什么？店小二被吓得脸色苍白，连忙求饶。干什么？你昨天干了什么？你不知道吗？苏轩开口道。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啊，我昨天一直在店里工作的好好的。店小二被吓得差点尿了裤子。哦，既然如此，那你说说昨天那个林凡是怎么回事？苏轩进入了正题。你说那个林凡啊？店小二顿时恍然大悟。想清楚再说，不要忘了，我可以随时找到你的家人。苏轩威胁道。说起林凡，店小二立马换了一副面孔，咬牙切齿地开始讲述。大概就是昨天林凡在店里欺男霸女，明明吃了2碗粉就给了1碗钱，甚至还调戏良家妇女，实属过分。不可能，凡儿他不是这样的人。赵柔立即反驳道。苏少，这位是？店小二疑惑地问道。这位是当事人的娘亲赵柔。苏轩回答道。哦，原来是林凡他娘啊，你真是交了一个好儿子啊。你看看我手上的伤到现在还没好呢，还说我冤枉他。店小二直接亮出了手上的淤青，脸上的委屈尽写在了脸上。我看见手上的淤青，赵柔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他长那么大还是第一次被人这么说，一时之间不知道如何反驳。夫人，看来事情已经水落石出了，您的儿子并没有受冤枉。
苏轩无奈地叹了口气，怎么会？赵柔无力地瘫坐在地上。看见这一幕，赵柔感觉天都塌了。苏轩都拿刀架在对方的脖子上了，对方居然还面不改色地说出这些事情，这些不都足以说明自己的儿子林凡真的做了犯罪的事情吗？不，这不是真的，这绝对不是真的，反而他绝对不可能做这种事情的。赵柔直接崩溃大哭，夫人，事到如今，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你自己看着办吧。苏轩将店小二打发走，无奈地叹了口气，呜，苏少，你帮帮我吧，算我求求你了，反而他真的不是那样的人啊。赵柔十分委屈地哭了起来，她打死都不敢相信林凡居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看见这一幕，苏轩无奈地叹了口气，手却十分自觉地抱住了赵柔，安慰了起来。哎，夫人，你是知道我的性子的，你总不能让我违背我的良心去做事吧。苏轩一边抱着赵柔，一边无奈地说道，苏少，算我求求你了，求求你帮帮我吧，只要你愿意帮我，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说出这话的时候，赵柔的目光异常坚定，仿佛下定了什么很大的决心一样。任何事情。苏轩邪魅一笑，你知道我等这句话等了多久了吗？唉，夫人，事到如今，看来只有一种办法能够解决了。苏轩仿佛下了什么很大的决心一般。什么办法？赵柔一听苏轩还有办法，连忙停止了哭闹，眼睛直勾勾地看着苏轩。夫人，你做我的女人如何？苏轩目光坚定地说道。什么？听见这话，赵柔呆若木鸡。只有这种办法，我才能昧着自己的良心去帮助你。毕竟我这个人一向是帮亲不帮理的，如果对方是我的家人的话，那么哪怕违背我自己的良心，我也会帮助对方。你想啊，你要是嫁给了我，那林凡不就是我的儿子了吗？我帮我自己儿子有错吗？苏轩笑道。我虽然说来这之前赵柔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可是苏轩如此的直白，一时之间还是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看见赵柔还在犹豫的态度，苏轩微微一笑，并不着急。你先看看这个，再做决定吧。苏轩拿出一枚留影石，看见里面的内容，赵柔顿时脸色一变。只见在留影石当中，10几个大汉正对着林凡拳打脚踢的，很快就被打得鼻青脸肿。将林凡抓走之后，苏轩自然也不可能让他闲着，很快便给他安排了10几个大汉与其日日作伴，都是怕他寂寞啊。想到自己替林凡做出的贡献，苏轩就愈发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一个万中无一的好人啊。凡儿，我的凡儿。看见林凡被打得鼻青脸肿，赵柔的眼泪顿时落了下来。你家林凡肯定是得罪什么势力了，不然也不会被人这么针对。现在只是被人群殴，到了后面指不定就要遭遇什么了。苏轩好心的提醒道。看着眼前哭哭啼啼的赵柔，苏轩芳心大乱。不得不说，赵柔的颜值实在是太炸裂了，特别是现在哭起来的时候，让他忍不住想要怜悯对方。怎么会这样？反而他一直唯唯诺诺的，从来没有犯过什么大事，到底是谁在针对他？赵柔感到愤怒无比，却又无能为力，自己兢兢业业的努力了那么多年，只是过一个安稳的日子。可谁曾想，你母子2人安安静静的日子，在这2天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好了，夫人，不要伤心了，这个世界就是如此，谁的拳头大谁就有道理。我刚刚说的话，你再好好考虑一下，我给你的时间可不多了。苏轩松开了赵柔，开口道。赵柔还有些犹豫，主要是他害怕苏轩到时候过河拆桥，万一把自己吃干抹净了，不帮自己，那可怎么办？不想就算了，你以为我很想吗？若不是你刚刚苦苦哀求，我也不会出此下策想要违背我自己的良心。我苏轩好歹也是一个有未婚妻的人，你以为我想背着他做这样的事情吗？说起来，这件事情还是我亏了呢。我不知道你在哭些什么。苏轩突然一转态度。啊，听见苏轩的话，赵柔懵了，从苏轩的口中怎么感觉苏轩才是亏的一方啊？不过仔细想想，好像这样也没错，以苏轩的性格，想让他违背原则确实很难。而且苏轩都有未婚妻了，以苏轩的条件，对方肯定也是貌美如花的。说是要让自己当他的女人，实际上只不过是给苏轩找一个借口而已。苏轩他真的是个好人啊。我明白了，苏少。赵柔脸色微红地说道。很明显，他已经下定决心了。说完，赵柔还不忘撩拨了一下苏轩。如果是在一般的情况下，面对这点小诱惑，受过专业训练的苏轩肯定是能够承受的。可是嘛，结，林凡，我一定会好好关照你的。随后，苏轩开始给赵柔做饭。几个小时后，看着已经熟睡过去的赵柔，苏轩顿时露出了得意的目光。叮！恭喜宿主成功改变剧情，获得反派值1万。叮！恭喜宿主成功完成首杀，奖励新手大礼包 X1，1万反派值。
还有新手大礼包，赚大了！听见系统的提示声，苏轩顿时大喜。就在这个时候，熟睡中的赵柔也醒了过来，看见苏轩那结实宽厚的后背，回想起刚刚的，赵柔顿时脸色微红。然而，赵柔心中并没有后悔，反而觉得苏轩是一个真男人。毕竟，对方可是违背了自己的良心，也要不惜将林凡解救出来的人。更何况，苏轩也说了，林凡很可能得罪了什么大势力的人，苏轩想要对付对方，想必也要付出巨大代价，而自己只不过没了而已。而且，自己的牺牲这些跟苏轩相比，那根本不算什么。自己本来就已经寂寞了10几年，还不如索性直接你放心吧，我会对你负责的。我未婚妻那边我会去说的。苏轩开口道。不用了，苏少，我知道的。接下来你要付出的东西可远远比我给你的多，我已经一把年纪了，不值得苏少你这么做的，这样就已经够了，我就当这是一场梦就可以了。赵柔语气温柔地说道。闻言，苏轩情不自禁的脸红了一阵，果然还得是大姐姐好啊，你看看多么温柔，多么懂事。好吧，虽然苏轩嘴上这么说着，可是心里已经决定自己绝对不会放过赵柔的。正所谓有一就有二，苏轩相信要不了多久，赵柔就将是自己的人了。苏少，既然我们已经那么烦儿的事情，还请苏少帮忙。赵柔小心翼翼地开口道，她是真的害怕自己付出了那么多的东西，结果到最后一事无成。如果那样子，那自己直接不活了。放心吧，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现在是我的女人，林凡那就是我的亲儿子。虽然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我会把他当做我的亲生儿子看待的。你放心吧，林凡那边我一定会解决的。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放人。苏轩说完，随即撕碎了一张传音符。另一边，大牢当中，看守林凡的狱卒很快收到了苏轩的消息。看见传音符上的内容，狱卒脸色微变。来活了，苏少说了，让我们放人。随着狱卒话音落下，很快又有7、8个大汉冲进了林凡的牢房当中。不错，苏轩口中的放人可不是大家伙理解中的那个放人，他是真的放人，而不是放人。不过我就问你放没放吧，是不是放人吧？你们想干什么？熟睡中的林凡惊恐地看着突然冲进来的7、8个大汉，顿时感到惶恐。结，苏少说了，让我们放人，好好招待招待你，你就乖乖束手就擒吧。大汉邪魅一笑，该死的姓苏的，老子这辈子都不会放过你的。林凡嘶吼道。本来就招架不住的林凡，在多了这7、8名大汉的加入之后，变得更加招架不住了。这个场面，作者只能用满身大汗来形容。阿秋，谁特么的在背后说老子坏话？被林凡这么一骂，苏轩情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喷嚏。放林凡出来跟我作对，我才没那么傻呢。听见狱卒那边传来的消息，苏轩邪魅一笑。夫人，我已经安排了我的手下去做了，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苏轩搂着赵柔说道。谢谢你了，苏少。赵柔感激地说道。你看，他还得谢谢咱呢。夫人不用客气，我只是完成了我应该有的承诺而已。苏轩摸着赵柔的手说道。多谢苏少，小女人无以回报，只好。为了表达自己对苏轩的感激，赵柔本想着亲手做点豆腐送给苏轩的，可是转念一想，自己刚刚不就带了2袋豆腐过来吗？这都是现成的。2个人又腻歪了一会儿，随后苏轩便命人将赵柔安顿好。安顿好赵柔，苏轩便打开了系统面板。姓名：苏轩，境界：真元境，中期，反派值1万。系统背包：新手大礼包。功法：苏家心法，地级。系统商城已开启。系统开启新手大礼包。定。恭喜宿主获得天级上品功法无极剑法。定。恭喜宿主获得天级神兵无极剑。定。恭喜宿主获得初级剑意。定。恭喜宿主获得反将至光环。定。恭喜宿主获得替身娃娃 X1。在天玄大陆，功法等级分为了黄、玄、地、天、圣、神6个等级，每个等级又分为下品、中品、上品、极品4个小等级。在齐国，地级功法已经是最顶级的存在了，强如苏家拥有的最强的功法也不过是地级极品功法罢了。天级功法或许只有齐国的皇室才有，可现在苏轩直接获得了一本天级上品功法，这特么妥妥的降维打击啊！不仅如此，这还是配套的，除了这本无极剑法，系统还送了自己一柄天级神兵外加初级剑意。有了天级神兵，自己杀敌可谓是削铁如泥，外加初级剑意加持，自己使用剑法的时候也能够得到极大提升。剑意这个东西能够领悟的人可不多。反将至光环
可以让自己在面对主角时不受主角降智光环的影响，还可以消除周围人对降智光环的影响。而替身娃娃可以替苏轩挡一次性命，当苏轩有生命危险时，替身娃娃可以代替苏轩抵挡致命一击，并且将苏轩船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都是好东西啊！苏轩眼前一亮，有了这无极剑法，自己的战力也就更上一层楼了。系统奖励给他的功法都是直接修炼到大成的，仅仅片刻之间，苏轩对这本天级功法从入门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结，这下子在真元境当中，应该没有几个人是我的对手了。苏轩心想，有了反降智光环，那么自己在面对主角时就不会不受控制的做出降智举动。最重要的还是那个替身娃娃，有了这个替身娃娃，那么苏轩还不是随便浪。要是这个替身娃娃用不完，那就好了。当然了，这也就是想想而已，要真是那样，那这本书就可以直接完结了。系统加点修为。随着苏轩话音落下，10000点反派值一扫而空，苏轩的境界也来到了真元境巅峰，真特么爽！之前苦修1-2个月，甚至半年才能突破一个境界，如今只需要加点就能提升境界，我快无敌了！感受到自身实力的变化，苏轩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真元境巅峰在齐国绝对是最顶尖的天才少年了，哪怕是目前的第一天才，也才真元境后期罢了。姓名：苏轩，境界：真元境巅峰，反派值0，技能：反降智光环，特殊，初级建议：系统背包，无极剑，替身娃娃，功法：苏家心法，地级，无极剑法，天级，系统商城已开启。事已至此，睡觉。一夜无眠，苏轩没有给赵柔姐姐太多的休息时间。第二天清晨，苏轩早早的起来了。昨天忙活了一天，苏轩却没有感到太多的疲倦，毕竟是修士，体力远超常人，比体育生还要厉害。更别说苏轩昨天还提升了自己的修为，反观赵柔就不一样了。作为普通人的她，此刻睡得正香。苏少，您来了。昨天按照您的吩咐，我们给那小子好好的喝了一壶，现在睡得正香呢。大牢当中，狱卒谄媚地对苏轩说道：“做得不错，这是给你的奖励。”苏轩从储物戒中取出几块零食，外加几瓶丹药，随手将对方打发了。大牢之中，伤痕累累、奄奄一息的林凡蜷缩在角落里。不久之后，意识有些迷糊的林凡感觉到有人在拿棍子戳自己的脸。“不是，哥们，你不会死了吧？”听见熟悉的声音，林凡猛然惊醒，再次看见苏轩那张熟悉的脸。“你这个畜生，为什么要污蔑我？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林凡张牙舞爪地朝着苏轩冲去，可是冲到一半的时候，他被迫停了下来。没办法，此刻的林凡修为被废，又被扣上了铁链，只能无力地挣扎着。“污蔑你？我哪里污蔑你了？大家当时的口供都是一致的，怎么可能污蔑你？”苏轩淡淡一笑：“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你最好祈祷，到时候别落在我手上。”林凡恶狠狠地盯着苏轩开口道：“不愧是天命主角啊！”听见这熟悉的台词，苏轩莫名的感到有些酸爽。“行了，别说废话了，这个令牌怎么解开？”苏轩拿出一块令牌，看见令牌的那一刻，林凡顿时傻眼了。这是自己师父给自己的最重要的东西，没想到居然落在了苏轩的手上。自己师尊可是叮嘱过自己，在自己的修为没有达到真元境的时候，绝对不能激活这枚令牌，不然的话，那就是白忙活。只是他师尊千算万算都没有想到，到头来这枚令牌居然会落到了苏轩的手中。“你怎么会？”林凡突然想起自己晕倒的时候，苏轩这个老六就把自己身上的东西给全部扒干净了，连裤衩子都没有留下。令牌也是那个时候落在了苏轩的手中的。这个令牌就是一个普通的木牌而已，哪有什么解开不解开的。林凡强行压制住了自己的表情，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可是熟知剧情的苏轩自然是不吃林凡这一套的。苏轩知道这枚令牌是林凡前期崛起的一个重要东西，而且还跟林凡的一个后宫有关。只是勾曹的作者在剧情里面关于激活令牌的过程完全只是一笔带过，所以苏轩虽然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但是具体怎么用，苏轩还真不知道。“哼，你少骗我了，别以为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是10大圣地之一天武圣地的东西，你在这里装傻充愣没有用。”苏轩冷笑道。闻言，林凡眼中充满了惊讶之色，他怎么都没有想到苏轩居然知道这块令牌的来历。你怎么会知道？”林凡大惊，自己师父可是说了，天武圣地乃是传说中的10大圣地，在齐国这种小地方无人认识这块令牌，但是为什么苏轩会认识？
而且只是一眼便说出了令牌的来历。行了，少废话了，赶快说出怎么使用这块令牌的方法，不然的话，我的手段你是知道的。你也不想满身大汗吧？苏轩冷笑。听见苏轩口中的话，林凡浑身上下打了一个寒颤。这个苏轩简直是魔鬼。被苏轩污蔑入狱的时候，林凡想过自己会经历怎样的折磨，可千算万算，他都没有想到过苏轩居然会用那种方法来对付自己。这真的是人类能够想出来的东西吗？我都说了，我不知道，这就是一个木牌子而已，什么天武圣地，我一个底层人怎么可能跟那种东西有接触？林凡嘴硬道。呵呵，不说是吧？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苏轩冷笑一声。赵柔今年41岁，目前居住在城北巷子里面，平日以卖豆腐为生，肤白貌美大长腿，其颜值更是倾国倾城，有豆腐西施的称号。目前育有一个儿子，名字叫做林凡。说到这里，苏轩停了下来，目光看向眼前的林凡，期待一手林凡的反应。闻言，林凡顿时瞪大眼睛，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看向苏轩。不错，苏轩口中的赵柔就是他的娘亲，他最爱的娘亲。你说这个林凡会不会是你呢？你这个王八蛋，你想对我娘亲干什么？林凡很想直呼苏轩的大名，可是直到现在他都不知道苏轩叫什么，只知道他来自苏家，好像还是什么少主，身份很尊贵的样子，但是名字是什么就不知道了。以前苏家这种庞然大物对他来说是那么的遥不可及，他也曾幻想过自己有朝一日能够成为里面的人物，可是现在苏家的少主就在自己面前，林凡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毕竟就是眼前这个恶魔污蔑了自己，如今还要对自己的亲人下手。可是他始终不知道自己到底得罪了苏轩什么。苏轩要这么针对他，他一个底层平民，哪怕前几天得到了一些奇遇，那也跟苏家扯不上任何一点的关系啊。干什么？谁知道呢？你娘亲肤白貌美，又死了老公那么久，谁知道我想干什么呢？结，我有幸看过你娘亲一次，不愧是被称为豆腐西施的女人，那颜值，那身材，实在是让人……苏轩没有把话说完，不过眼神当中的贪婪已经说明了一切。狗日的姓苏的，收起你脑海中那些东西，我不准你用那些下流的思想对我娘亲去幻想那些东西。林凡破防了。结，既然不想，那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是说出如何使用这枚令牌的方法，还是想让我跟你娘亲在你面前表演一下二人转？苏轩没有过多废话，直接切入正题。你……闻言，林凡顿时陷入了犹豫之中。这枚令牌，师傅说过是自己逆天改命的重要东西，如果没有这枚令牌，自己想要崛起的话，那绝对不轻松。而这枚令牌的使用方法也十分的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一滴精血滴入令牌当中，就可以将其激活。激活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林凡也不知道，师傅也没说，只知道激活令牌之后，让自己按照里面的内容去做就行了。可是现在自己还没来得及逆天改命呢，就面临了一个2选1的下场。为什么？我林凡到底做错了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20年，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违背良心的事情。我只是想习武，想改变我的生活，想让我的娘亲过得好一点，不再受人欺负。我有什么错？为什么这种事情要发生在我身上？林凡在心中歇斯底里的嘶吼着，仿佛在抨击着命运的不公。行了，别废话了，你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若是你再不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的话，那么最多5分钟，你的娘亲就会和我一起出现在你的面前。结，你也不想你娘亲出事吧？说出这句话，苏轩感到无比的畅快，他憋着这句话已经很久了，就等着呢。尽管赵柔已经被自己吃干抹净了，但是林凡并不知道啊。林凡还在犹豫。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内心有一道声音突然告诉他：凡儿，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是身怀大气运之人，你的母亲不会有事的，放心吧。师父。听见这道声音，林凡最终还是选择了相信对方，只因对方是自己的师父。好吧，我告诉你，激活这枚令牌的方法就是将我的精血滴入其中，然后就可以激活了。林凡咬着牙说道，心中满是怨恨。识物者为俊杰，小凡子，你以后必将出人头地啊！这以后被埋了头还在上面。苏轩满脸的敬佩。结，不要怪我啊，小凡子，我本来也想当一个好人，可是谁叫我是反派呢？苏轩在心中邪魅一笑。叮，恭喜宿主成功强迫主角做出不愿意做之事，奖励反派值500。叮，恭喜宿主成功让主角破防，奖励反派值500。古人有云，识时务者为俊杰。林凡，我很欣赏你啊，
看见林凡那么受用，苏轩哈哈大笑，十分欣慰地拍了拍林凡的肩膀。我已经把激活的办法告诉你了，你可以放过我娘亲了吧？林凡开口道。苏轩直接忽略了林凡的话，拿出令牌放在林凡的面前，少废话，现在立刻马上把你的精血滴入里面，不然的话……结。苏轩嘴角微微上扬，一脸坏笑地看着林凡。精血是一个修炼者的命脉，少一滴都会受到很大的损伤，除非是对方自愿献出，不然的话，苏轩还真没什么办法逼迫林凡。可惜的是，这个时候林凡还是一个修炼小白，压根不知道这一点。他的师傅只教会了他怎么用精血，完全没有跟他提这一点。你先答应我把我娘亲放了再说。林凡开口道。他当然不傻，知道现在听了苏轩的话，那么苏轩肯定会反悔。可是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苏轩在外面，他现在跟老大一桌，苏轩就算不答应，他也不能干什么。到底还是个年轻人啊。结，这样的主角我喜欢。苏轩心想，你没有跟我商量的资本，不然的话，后果你是知道的。你也不想你娘亲出事吧？苏轩再次威胁道。闻言，林凡脑海中顿时出现了赵柔被苏轩这样那样可能出现的画面，一股屈辱的感觉顿时涌上心头。该死的家伙，30年河东30年河西，等我有朝一日崛起，我一定不会放过你。林凡恨得咬破嘴唇，口中满是鲜血，最终还是答应了苏轩的要求。随后苏轩将林凡的枷锁解开，林凡随后咬破自己的手指头，将一滴嫣红的血液滴入了令牌当中。随着血液与令牌融合，令牌顿时散发出了一道耀眼的光芒。与此同时，天武圣地圣女闺房，一名身穿鹅黄色纱裙的女子正静坐于榻上，她的容颜堪称绝美，肤若凝脂，吹弹可破，恰似那刚剥壳的鸡蛋般细腻光滑。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天武圣地圣女李秋月。正在静坐的李秋月突然发现，一旁的令牌居然散发出了一道光芒，娘亲给我的令牌居然有反应了。李秋月十分震惊，这枚令牌是上代的圣女，也就是她的娘亲留下来的。在天武圣地，每隔20年都会选一个圣女，一个圣子。圣女圣子每人都会得到一块令牌，只要将精血滴入其中，那么就可以进入一处秘境。秘境里面有着各种各样的机缘，其中包括天武圣地最顶尖的功法之一。只是这功法是什么，除了那些圣子圣女，还有老祖无人知晓。不过有一个很确定的事实，那就是从秘境出来之后，他们的实力都突飞猛进了。只是因为某种缘故，上一代圣子失踪了，这枚令牌也跟着失踪了，至今已经有几十年没有出现了。为此，天武圣地也立了一个不成文的人规定，谁若是拿到了这枚令牌，那么他就是新的圣子。可惜的是，已经几十年过去了，依然没有人找到这枚令牌。这2枚令牌可是天武圣地的根基。如今这枚令牌再次被人催动，李秋月的心情可谓是十分激动。正好我最近的修炼也进入了瓶颈期，何不试着这个机会进入秘境中找些机缘？李秋月心想，顺便还可以看一下我未来的夫君。想到这里，李秋月顿时脸色微红。在天武圣地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每一代的圣女圣子，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都是要结为夫妻的。他的娘亲也是如此，跟之前的圣子结为了夫妇。只是可惜的是，他爹在几十年前就因为一场战斗去世了，只留下自己的娘亲守了几十年的活寡。因为上一代圣子失踪的缘故，天武圣地已经有几十年没有立圣子了，但是圣女依然还存在着。也不知道我那未来的夫君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是帅哥还是……李秋月忍不住想入非非起来。作为圣女，李秋月一直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存在，别说是结婚了，平日里李秋月就算跟男人说话，那可都是要经过长老们的同意的。她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李秋月内心自然是有些激动的。娘亲说过，有个男人是这辈子最快乐的事情，也不知道为什么她会这么说。想到这里，李秋月心中开始思绪万千。可是未经人事的她，哪怕想破脑袋也不会知道她娘亲说的到底是什么。不管这些那么多了，我先将这件事情上报，然后还着手准备秘境的事情。李秋月脸色微红，随后起身前往自己娘亲的闺房当中。圣子回归，这在天武圣地可是一件大事，自己必须上报给圣地的高层才行。另一边，苏轩看着令牌被激活，内心十分的激动。熟知剧情的他自然知道这其中到底意味着什么。林凡啊，林凡，真是谢谢你啊，你特么的可真是我的财神爷啊！看见令牌被激活，苏轩忍不住哈哈大笑，发出属于反派的笑声。只是令牌虽然被激活了，但是并没有如同苏轩所想的那样马上进入秘境之中，这倒是让苏轩有些意外。难道说是我打开的时机不对吗？印象当中，
林凡到达真元境之后，便按照他那便宜师尊的吩咐，很快将其精血滴入其中，而且也顺利的来到了秘境当中。可是到了自己手里，怎么剧情好像变得有些不一样起来了？果然，还是因为我不是主角吗？苏轩若有所思，算了，还是不想这些了。反正令牌现在在我手上，只要他有反应，我就可以马上知晓。苏轩心想，姓苏的，我答应你的事情已经做到了，现在你可以放过我娘亲了吧？林凡大声说道。结，放！当然了，我苏轩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答应你的事情，我又怎么可能不做到呢？苏轩嘴角微微上扬，眼中的邪恶展现得淋漓尽致。姓苏的，你个狗日的东西，你居然骗我！看见苏轩这副表情，林凡知道自己是被苏轩给骗了。苏轩这个卑鄙小人，从头到尾都在理由自己，他从来就没有想过放过自己还有赵柔。不，娘亲，都是我不好，听信了姓苏的话，都是我的错啊！林凡悲痛欲绝，他不怪自己的师父，只怪自己，毕竟是自己将方法告诉苏轩的。凡儿，不用担心，你是大气运者，那个人敢接近你娘亲，肯定不会有好下场的，所以你大可放心。林凡的师父安慰道。叮，恭喜宿主成功让主角认识到了社会的险恶，奖励反派值500。听见系统的提示声，还有林凡的哀嚎，苏轩顿时感觉畅快无比。结，小凡子，先别伤心的太早，更伤心的事情还在后面呢。苏轩拿出一把小刀，缓缓地走向林凡。你想干什么？看着步步紧逼的苏轩，林凡满脸恐惧。干什么？拿来吧你！苏轩手起刀落，直接一把将林凡的无名指给剁了下来。与手指一同掉落的，还有一枚玉做的戒指，沾染了血色之后，显得有些怪异。不！在大喊一声之后，林凡整个人昏死了过去。这么废物，断了根手指就晕了，无趣！看着已经昏迷过去的林凡，苏轩便命人像拖条死狗一样给拖了下去。结，出京了！看着眼前的戒指，苏轩邪魅一笑。这枚戒指里面可是住着主角的金手指，也就是传说中的老爷爷。之前自己污蔑林凡的时候，已经把林凡浑身上下的东西都给扒了个干干净净，唯独这枚戒指怎么都弄不下来。后来苏轩尝试了许多办法，依然没有将这枚戒指弄到手。随后苏轩转念一想，自己特么的可是反派啊，对林凡那么仁慈干什么？既然拿不下来，直接把林凡的手指也给一块拿下不就可以了？于是便有了之前那一幕。真是的，浪费了我不少时间，真特么的是一个老顽固。苏轩一脸嫌弃的将戒指泡入水中，把血水泡开，然后将多余的零件丢掉。红衣尊者，出来见一面吧。苏轩对着林凡的储物戒喊道。红衣尊者便是林凡师傅的封号，到了尊者境，基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封号。林凡的师傅因为喜好穿红衣，所以便有了红衣尊者的封号。可是任凭苏轩怎么呼喊，对方始终沉默着，好像已经死掉了一样。虽然说对方确实已经死了，现在只不过是灵魂状态，不出来是吗？结，我可是有一个特别的好办法。苏轩邪魅一笑，随后将手放在了储物戒中。因为储物戒跟林凡师尊绑定的缘故，所以这枚储物戒就等于是林凡师尊本人。像林凡这样的太监，平日里对他师尊恭敬无比，自然不会做些什么。但是现在储物戒落到了苏轩手中，而苏轩可是一个反派，那他自然不会客气的了。居然这么能忍，看来我好像还可以上一些强度啊！搞了半天，对方居然还不出来，苏轩不得不佩服起对方的强大。不愧是能够当主角师傅的人，面对自己的这番冒犯，还能保持淡定。随后，苏轩便给对方上了一些强度。混蛋，你居然敢如此对我！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满脸愤怒的红衣女人从戒指中冒了出来。此时此刻，苏轩也见识到了林凡师尊洛红衣的真身。此刻的洛红衣身穿红色长裙，长发飘飘，肌肤如雪，容貌更是倾国倾城。只是一眼，苏轩就差点沦陷了。居然这么好看，难怪林凡在原本的剧情后期也会忍不住。苏轩吞了口水，看见洛红衣的真面目，苏轩也是忍不住吞了一口口水。没办法，眼前的女人实在是太漂亮了，哪怕自己受过专业的训练，也差点把持不住。你这个混蛋，居然敢如此对我，我一定要将你碎尸万段。刚刚苏轩对林凡动手的时候，洛红衣忍了下来，为的就是等日后找机会。可是如今面对苏轩这赤裸裸的调戏，哪怕洛红衣再有忍耐力也忍不了了。洛红衣身体发光，一道光芒顿时射向苏轩。就在光芒即将射到苏轩的时候，洛红衣预想中的苏轩灰飞烟灭的情况没有发生。大胆狂徒！
谁敢动我们少主？察觉到有人攻击苏轩，马上就有2道身影拦在了苏轩面前。面对骆红衣的攻击，对方只是随手一挥，轻而易举的便将骆红衣的攻击挡了下来。什么？不过是一道残魂，竟敢对少爷出手，真是不知死活。2名老者挡在苏轩面前，虽然面容老道，但是身上散发的气息依然强大无比。2尊疯狂巅峰。骆红衣面色一冷，少爷，这道残魂敢对你出手，我这就帮你把他抓去，给你当下酒菜。苏轩的护道者莫老说完，抬手就要将骆红衣的魂魄给捏在掌心。不好！见状，骆红衣脸色一沉，凤凰镜放在以前，他根本不把对方放在眼里，可是如今他仅仅是一道神魂，根本不可能是对方的对手。莫老、林老，别人年纪大了，难免有些老眼昏花，一时之间分不清楚形势。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必须耐心劝导。苏轩微微一笑，少爷说的对，全听少爷的。听见苏轩这么说，莫老顿时停止了攻击。俺也一样，林老附和道。随后莫老跟林老一个闪身，消失在了黑暗当中。红衣尊者，现在我们2个可以好好谈谈了吗？苏轩冷笑一声，现在的他可谓是狗仗人势，就是狂。偏偏骆红衣又拿他没什么办法。骆红衣也冷静了下来，知道自己现在奈何不了苏轩。刚刚那一击消耗了自己的不少力量，自己现在已经很虚弱了，能不能打过苏轩还是一个问题呢。苏轩上下打量着骆红衣，那是越看越满意。眼前的骆红衣，不管是身材还是颜值，都是自己印象中最顶尖的存在。唯一能够与之相比的，恐怕也就只有自己那个便宜的未婚妻了。可是哪怕是他跟眼前的骆红衣相比，也少了一丝韵味。如果算上一些特殊 buff 的话，赵柔也不是不能跟骆红衣抗衡。苏轩喜欢成熟一点的女人，眼前的骆红衣少说也有几百岁了，那简直不要太成熟了。你想跟我谈什么？我想我们2个之间应该没有什么好谈的吧。还有，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存在的？骆红衣被苏轩这么一直盯着，感觉自己被监视了一样，感觉非常的不舒服，他只好率先开口。你猜？苏轩没有回答骆红衣的问题，只是一脸冒犯地看着骆红衣，像猎人审视着猎物一样。这种目光让骆红衣女子感到无比难受，但是又无可奈何。你再看，我就把你的眼睛挖掉。骆红衣威胁道。只是这样的威胁在苏轩耳中没有造成任何威胁，甚至让苏轩有些想笑。毕竟骆红衣现在拿自己一点办法没有，这些所谓的威胁的话，只不过是给苏轩图添乐趣罢了。你不过区一个真元境，连神识都没有觉醒，到底是怎么发现我的？骆红衣还是忍不住好奇。按理来说，苏轩不可能发现自己才对，但是苏轩就是那么的笃定自己就在林凡的储物界当中，而且这个家伙刚刚居然还，要不是自己出来的快，恐怕自己我说是我的直觉，你信不？苏轩笑了笑，我信你个鬼！骆红衣白了苏轩一眼，什么直觉能够让一个还没有觉醒神识的真元境发现自己这位尊者？那也太搞笑了吧！你他妈爱信不信，谁管你啊？问问题的也是你，说不信的也是你。你要是不信，你问老子干什么？脑子有病！苏轩直接骂了回去。你骂我？骆红衣错愕道。他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听见有人骂自己脑子有病，还是一个真元境的小辈。最气人的是，对方骂了自己也就算了，自己现在还没有资本反驳。你居然骂我！骆红衣握紧了拳头，尽管内心气愤无比，但是他现在拿苏轩一点办法都没有。骂你怎么了？不服憋着！苏轩毫不客气地说道。你……骆红衣一时语塞，他本来就不擅长吵架，平日谁敢这么说他，他早一巴掌打爆对方了，才不会跟对方逼逼赖赖。面对苏轩的话，骆红衣纵使再不爽，也只能把这口气给憋了回去。行了，不说这个了，你把我逼出来，到底想要我干什么？骆红衣懒得跟苏轩斗嘴了。在说这些话之前，你不应该跟我说一声谢谢吗？苏轩嘴角微微上扬。谢谢？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谢谢？骆红衣冷笑道。先不说苏轩刚刚冒犯了自己，就他和林凡的关系，也不值得自己说谢谢。如果刚刚不是我大发慈悲，你现在早就已经灰飞烟灭了。难道你不应该跟我说一声谢谢吗？你父母怎么教你的？苏轩冷笑。你……骆红衣没想到苏轩的脑回路居然这么神奇，但是他偏偏无法反驳。谢谢。尽管一脸的不情愿，但是骆红衣还是低着头跟苏轩说了句谢谢。苏轩将骆红衣的慷慨收入眼底，随后开始进入正题。骆小姐真有礼貌，我最喜欢跟有礼貌的人说话了。我逼你出来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跟你做一个交易而已。苏轩一脸的坏笑说道。交易？呵呵，我为什么要跟你做交易？我的好徒儿现在还昏迷不醒呢，我怎么可能跟伤害我徒儿的人去做交易？那我也太不是人了。况且
你刚刚可是在我面前表演了一首过河拆桥，你当我是傻子吗？骆红衣开口道。先不说苏轩和林凡是敌对关系，就刚刚苏轩表演的一首过河拆桥，恐怕苏轩已经在全世界人面前丧失了信誉。首先，你现在本来就不是人，其次，你没有拒绝的实力。苏轩笑道。你……骆红衣一时语塞，对于苏轩的话，他一时之间居然无法反驳。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别急，你先听听交易的内容再拒绝也不迟。苏轩不紧不慢地说道。他的要求也很简单，让骆红衣跟自己，只要成为了自己的女人，自己可以替骆红衣重塑肉身，甚至帮骆红衣报仇也不是不行。让我跟你，就你一个真元境的小辈。骆红衣哈哈大笑，自己堂堂一个尊者，苏轩居然想让一个尊者当他的小弟，真是天大的笑话。自己当初之所以选择林凡，是因为骆红衣修炼过一门关气法，可以隐约地感受到对方的气运。当初林凡捡到他的时候，他便看出了林凡是一个大气运者，再加上身份低微，所以骆红衣才会收林凡为徒。林凡好忽悠是一个原因，重要的是林凡身上有着大气运，这样的大气运者，哪怕只是让自己跟在身边，也有不少好处。而苏轩呢，一脸的短命相，最多3年内就会被人干死，这样的人想让自己跟随，真是搞笑中的搞笑。至于帮自己报仇，更是可笑。想当年他遨游天下的时候，意外结识了天武圣地的圣子，2个人成为了朋友。后来他们在途中遇到了皓月宗的人在修炼魔功，屠戮了整个村子。2人看见这一幕都是怒发冲冠，为了心中的正义，他们当即找到了附近皓月宗的一个据点，可谁知道因为情报出错，这个据点居然藏了一个圣境魔修。2人虽然都是尊者，但是也不过是准至尊而已，哪怕联手也不是圣境的对手。2人双双陨落，天武圣地圣子用神魂自爆，吸引了对方的注意力，骆红衣的神魂这才带着圣子的储物借逃了出来，帮自己报仇。恐怕苏轩知道了自己的仇家是皓月宗之后，会吓得屁滚尿流吧。那可是天玄大陆10大魔宗之一，就连天武圣地都要忌惮3分的存在。苏轩一个真元境，居然说要帮自己报仇，实在是可笑。想当初他与天武圣子2人联手，也没有拔除对方的一个据点，就苏轩居然口出狂言帮自己报仇，除非苏轩开挂。等一下，好像有什么不对。敏锐的骆红衣突然发现自己好像感觉不到苏轩的气运了，就连苏轩的短命相也变了一副样子。这是什么情况？骆红衣难以置信。自从自己修炼了关气法以来，哪怕是同为尊者的存在，自己也能看到一些东西，但是在苏轩身上，自己居然看不透对方了。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怎么会看不到？骆红衣难以置信地开口说道。我是大齐国皇城4大家族苏家长子，起名单字一个轩字。苏轩笑道。原来你就是苏轩。骆红衣若有所思。在自己苏醒之后，骆红衣也是从林凡的口中了解到了齐国现在的格局。现在的齐国除了皇室还有宗门之外，最厉害的就是4大家族了，而苏家就是其中之一。在4大家族里面，苏家是鹤立鸡群的存在，因为苏轩的父母都是身份尊贵的存在，尤其是苏轩的父亲苏龙，更是手握数十万大军，跟当今的陛下更是亲如兄弟。要不是远在边关，恐怕现在苏家的势力还要更上一层楼。不过尽管如此，如今的苏家也还是齐国的皇室之下第一势力了。看你的样子，应该是知道我的。你若是答应我刚刚的条件，我保证，要不了1年时间，你就可以重塑肉体。苏轩十分自信地说道。为什么他这么自信呢？因为林凡在原作当中也就花了差不多1年时间，就给骆红衣重塑了肉体。虽然那不是骆红衣的完全体，但是林凡都能做到，自己熟知剧情又有系统，这个外挂在，自然也是可以做到的。1年时间。闻言，骆红衣顿时有些心动。他等着重塑肉体已经等了几10年了，而辅佐林凡不知道还要过多久，更何况现在林凡能不能活着还是一个大问题呢。骆红衣可不觉得苏轩会这么轻而易举就放过了林凡，况且苏轩还是第一个让自己看不透的人，骆红衣对他也有些好奇。至于报仇什么的，骆红衣暂时没有什么想法，如果能够恢复肉身，对于骆红衣来说也是一件好事不？我是小凡的师傅，1日为师，终身为父，我怎么可能背叛他？虽然对苏轩的条件很心动，如果是一般人的话，说不定就同意了。但是骆红衣夫毕竟是天命女主外加主角的师傅，骆红衣还是没有那么容易背叛林凡的。哼，狗屁的1日为师，终身为父，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小心思。你们2个不过是互相利用罢了，一个想利用对方变强，一个想利用对方复活，还特么的1日为师，终身为父呢。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2个认识了多久。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们2个现在认识的时间
也不过3天而已。3天时间，你跟那个林凡感情就有那么好了？真是可笑！堂堂尊者，3天时间就跟一个普通人打成一片了，是你傻还是我傻？苏轩冷笑。苏轩毫不客气地戳破了骆红衣的那点伪装。若是后期的骆红衣，他还真没那么容易说服对方，仅仅靠画大饼肯定是不行的。但是现在，骆红衣跟林凡只是刚认识不久，2个人之间完全没有产生什么大的羁绊。骆红衣之所以拒绝自己，不过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人设罢了。你被戳破的骆红衣有些心虚，因为苏轩说的没错，他之所以选择了林凡，就是想要利用对方罢了。既然都是利用，那你为什么不选择一个更好的存在呢？林凡是什么垃圾？一没背景，2没实力，他拿头跟我比？苏轩开口道。听见这话，骆红衣彻底动摇了。是啊，苏轩说的不错，眼前的苏轩和林凡相比，确实是一个好的选择。况且苏轩的天赋也不差，最关键是苏轩点背景挺不错的。新罗城苏家，骆红衣在这几天苏醒的时候也是有所耳闻的。苏家也是有尊者存在的，虽然不知道跟自己相比如何，但是这种层次的强者绝对有着能够重塑肉身的材料。就算没有，那也比现在的林凡更容易的接触到手。话虽如此，可是我凭什么相信你呢？万一你过河拆桥怎么办？虽然苏轩的条件很心动，但是骆红衣也不傻，万一苏轩中途反悔，那自己不是亏大发了吗？苏轩刚刚过河拆桥的举动还历历在目，你除了相信，我别无选择。苏轩冷笑道。在巨大的实力差距面前，骆红衣根本没有拒绝的权利。要不是骆红衣长得漂亮，而且苏轩还要利用她办事，不然的话，现在的骆红衣恐怕已经魂飞魄散了。那我再考虑考虑。骆红衣微微皱眉，开始权衡利弊。哦，对了，忘记提醒你一句，你可以选择拒绝我，但是下场只有一个，那就是死。或者说，我也可以把你交给你的仇家，好像叫什么皓月宗是吧？苏轩冷笑。若是骆红衣拒绝自己，那自己完全可以杀了骆红衣，或者去跟皓月宗接触。但是后者明显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皓月宗是魔门，苏轩可不傻到去跟人人喊打的魔门接触，那不是找死吗？既然骆红衣不答应自己，那自己就让骆红衣灰飞烟灭算了。反正不管是让骆红衣服从自己，还是自己灭杀了骆红衣，都起到了改变剧情的作用，自己一样可以有反派值。不管是哪个选择，苏轩都是赚的。皓月宗，你怎么会知道这个名字？骆红衣瞪大眼睛。让骆红衣惊讶的不是苏轩知道皓月宗这个门派，作为一个魔门，皓月宗在天玄大陆可谓是路人皆知，只是苏轩是怎么知道自己是被皓月宗的人干掉的呢？骆红衣愈发的看不透苏轩了。我怎么知道的？这你就别管了，我就问你一句，你答不答应吧？是跟随我，还是让我将你交到皓月宗手中，换取一些好处？你自己想吧。虽然只是一尊准至尊敬的神魂，但是我相信他们对你一定会很感兴趣的。你威胁我？你居然威胁我！骆红衣气麻了，他长那么大，还是第一次被一个真元境的小辈威胁。威胁你怎么了？这里是天玄大陆，谁的拳头大谁就有理。现在我的拳头比你大，老子才是爷，知道不？苏轩冷笑。你！骆红衣涨红了脸，指着苏轩，被苏轩气得半天说不出来话。你什么你？我再给你5分钟的时间，5分钟之后你再做不出选择，那你就去死吧。苏轩给骆红衣下达了最后通牒。我想想。骆红衣有些犹豫，可是苏轩可不会给你那么多考虑的时间。现在1分钟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你还有4分钟的时间。苏轩开口道。什么？这才过去几秒钟而已啊，怎么就过去1分钟了？骆红衣错愕道。5分钟是我提的，我想怎么数就怎么数，你管得着吗？哦，对了，在你刚刚跟我说话的时候，时间又过去了1分钟，你还有3分钟时间。苏轩邪魅一笑，嘴角微微上扬，仿佛已经吃定了骆红衣。我还有最后2分钟。苏轩说着，已经准备开始摇人。只要莫老林老一出手，骆红衣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不是，你玩真的啊？骆红衣懵了，他还以为苏轩刚刚是在跟他开玩笑，是让他就范想手段，结果他发现苏轩手里捏了枚传音符，真的准备摇人了。这下子骆红衣是真的慌了，想起刚刚莫老跟林老的恐怕，骆红衣就有些绝望。他已经死过1次了，平心而论，他是绝对不想再死1次。还有最后1分钟。苏轩直接无视了骆红衣的话，同时准备捏碎手中的传音符。行了行了，我怕了你了，我答应你还不行吗？最终骆红衣还是选择妥协了。不错不错，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很欣赏你啊，骆红衣小姐。苏轩温柔地摸了摸手上的储物戒，惹得骆红衣一阵酸爽。骆红衣涨红了脸，想骂苏轩，但是半天憋不出一个字来。
没办法，现在苏轩的拳头比他大，他就算再怎么不服，那也只能憋着。叮！恭喜宿主成功改变重大剧情，奖励反派值1万。听见系统的提示声，苏轩有些惊讶，没想到系统又给他来了个大的，直接奖励了他5位数的反派值。看来主角的女人都不太一般啊。想到这里，苏轩的目的也愈发的明确了，看来跟主角有关的女人都能够给他提供不小的反派值。好了，现在把你的神识放开。苏轩开口道。把神识放开？什么意思？你想干什么？听见苏轩的话，骆红衣心中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叫你放开就放开，哪来那么多废话？听见苏轩的话，骆红衣虽然心里气得咬牙切齿，但也只好乖乖的照做。这样就对了，这才乖嘛。苏轩邪魅一笑，趁着骆红衣放开神识的间隙，苏轩毫不犹豫的施法，在骆红衣的神识里面种下了一道奴隶印记。你给我种了什么东西？察觉到神识里面多出的异物，骆红衣大惊失色，他愤怒地瞪着苏轩，眼中似要喷出火来。没什么，怕你不听话，给你种了一个奴隶印记而已。结。苏轩嘴角微微上扬。什么？骆红衣错愕道。自己居然被人种下了奴隶印记，还是被一个小辈？自己可是堂堂尊者啊，万人之上的存在，居然被一个真元境的小辈当成了奴隶，奇耻大辱，简直是奇耻大辱。从古至今也没有听说过哪个尊者被一个真元境的人当做了奴隶。你这个卑鄙无耻的混蛋，亏我那么的信任你，你居然套路我！骆红衣气得破口大骂。被种下奴隶印记之后，苏轩不仅可以掌握自己的一举一动，但凡升起一丝反抗的念头，苏轩都可以让骆红衣生不如死。而且苏轩给他种下的奴隶印记还是最阴险的、最卑鄙无耻的欲望印记，只要骆红衣有违抗的念头，那么他就会被心中的欲望支配。这个时候若是没有人替他解开，那么解，赶快把奴隶印记解开，不然的话我以后绝对不会放过你的。骆红衣骂道。还敢顶嘴！苏轩见状，直接操控奴隶印记，狠狠地惩罚了骆红衣一顿。骆红衣顿时感到浑身上下痛，苦无比，感觉好像有无数只蚂蚁在撕咬他一样。我错了，别搞我了。面对如此巨大的痛苦，骆红衣只是稍微承受了一会儿就顶不住了，这就对了吗？苏轩满意的点了点头。哪个？既然我已经知道错了，所以你能不能？骆红衣面红耳赤的看着苏轩，尽管心中憋屈无比，但是此刻难受无比的他还是希望苏轩能够替他解开印记的惩罚。行吧，看在你认错态度那么诚恳的份上，这一次我就原谅你了。看着在自己面前求饶的骆红衣，苏轩心中畅快无比。尊者，主角师傅，狗屁玩意，还不是得乖乖的给自己跪下。在读者们一阵过程呢，声音呢，动作呢的疑问中，骆红衣终于摆脱了奴隶印记的折磨。好恐怖，好可怕，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恐怖的东西？骆红衣满眼惊恐，身子都止不住的颤抖。活了几百年了，骆红衣还是第一次感受到这么恐怖的东西。别人帮了你，不会说谢谢的吗？苏轩冷笑道。看见这一幕，骆红衣气得咬牙切齿，但是又拿苏轩无可奈何。可是光是想想，刚刚那种感觉又会出现在骆红衣的身上。有了几次经历之后，骆红衣彻彻底底的老实了，看向苏轩的眼神都清澈了不少。谢谢主人。高傲的骆红衣最终还是低下了他的头颅。苏轩哈哈大笑，满脸得意。既然如此，你现在已经是我的人了，那么我自然要收点好处了。苏轩一脸坏笑。看见苏轩的笑容，骆红衣下意识地捂住了胸口，警觉地看向苏轩。他总感觉苏轩这个时候笑肯定是没有安什么好心的。把你压箱子的东西全部给我交出来。苏轩开口道。没记错的话，骆红衣可是一名尊者，虽然只是一个准至尊，但是拥有的高阶功法想必也是不少的。你这是要把我吃干抹净啊！骆红衣没有想到苏轩这么的迫不及待，这才过去多久，苏轩就已经逼迫自己把自己会的东西全部交于他了。这可恶的苏轩，到时候不会要给自己来一招卸磨杀驴吧？联想到之前的举动，骆红衣已经开始幻想出来了自己把东西交给苏轩之后，苏轩直接给自己过河拆桥的举动了。不好意思，你没有选择的余地。苏轩揉了揉戒指，在精神和语言的双重压迫之下，骆红衣最终还是选择了低头，把自己的毕生所学都给交了出来。真是个没用的东西，连本像样的功法都没有，我要你有什么用？还不如杀了呢。苏轩一脸嫌弃地看着骆红衣身上的几本地级极品功法，这些功法虽然都是顶级，放在齐国也是能够引发血腥风雨的存在，但是跟自己的无极剑法比起来，那可就差太多了。
再来多少本地级功法，也无法跟自己的天级功法比。苏轩怎么都想不到，骆红一作为一名准至尊，身上居然连本天级功法都没有。闻言，骆红一脸色微红，他居然被一个真元境的小辈给嫌弃了。你以为天级功法都是烂大街的吗？能有几本地级极品功法已经不错了，你居然还嫌弃？看见苏轩一脸嫌弃的表情，骆红一感觉自己受到了莫大的屈辱，被套路了，种下奴隶印记也就算了，现在苏轩居然还反过来嫌弃他，他都没有嫌弃苏轩呢，好不好？呵呵，没用就是没用，你太让我失望了。苏轩嫌弃的摇了摇头。不过仔细想想，原剧情里面林凡前期修炼的也是地级极品功法，后面的高级功法都是去到天武圣地之后得到的。骆红一在那段时间之后，基本上就是起到一个指导的作用，或者百科全书。苏轩还以为自己穿越了之后，剧情稍微的会有些改变呢，看来事情的发展并不是他想象的那样。说我没用，你倒是拿出一本天级功法来给我看看。骆红一满脸不服气地说道。天级功法，这可是在整个齐国都极其少见的存在，一旦出现，那可是会引发血腥风雨的存在。骆红一可不相信苏轩能够拥有天级功法，也许苏家有，但是苏轩不一定有。不就是天级功法吗？说的我好像没有一样。苏轩冷笑。那你倒是拿出来啊。骆红一不服气地说道。那你要的天级功法？苏轩随即将自己的无极剑法拿了出来。怎么会？你居然有天级功法？骆红一满脸震惊，接过苏轩手中的秘籍，仔细翻阅了一番。苏轩给他的这本无极剑法绝对达到了天级功法的程度，而且在天级功法里面也是属于上层的存在。苏轩明明只是一个苏家少主，怎么会有如此顶级的东西？看见天级功法的那一幕，骆红一的内心顿时产生了一丝挫败感。难道自己真的如同苏轩所说的那样，是个一无是处、什么用都没有的废物？我真的是废物吗？骆红一对自己产生了一丝怀疑。叮，宿主扑爱天命女主成功，奖励反派值1000。听见系统的提示声，苏轩的心情也偷鱼睡跃了几分。你虽然我没有天级功法，但是以我的修为指导你也是可以的。不管怎么说，我也是个准至尊巅峰，距离至尊也就一步之遥而已。说到这里，骆红一不由自主地挺直了腰杆。只有说到这里的时候，骆红一那丧失的尊严仿佛才挽回了一些。行了，就这样吧，没你什么事情了，你先回去歇着吧。苏轩懒得跟骆红一逼逼了。骆红一涨红了脸，他是真的生气了，他还是第一次被一个真元境的小辈这么嫌弃。你给我等着。骆红一气呼呼地说道，被一名小辈3番5次的这么嫌弃，哪怕骆红一再怎么不跟小辈计较，此刻也是有些受不了了。气呼呼的骆红一直接缩回了储物界当中。哦，对了，过2天我会把你送回林凡身边，你要把他的一举一动都告诉我。苏轩开口道。我知道了。骆红一一开始想拒绝的，但是刚想开口，苏轩就交出了几瓶养神丹给他。3品上阶丹药养神丹。看着眼前的丹药，骆红一顿时两眼发光。虽然只是3阶丹药，但是对于目前神魂力量不足的他，也依然是大补之物啊。不错，孺子可教也。苏轩邪魅一笑。收下养神丹之后，骆红一对苏轩有了些许改观。有了这些养神丹，他足以恢复巅峰时期1%的实力了。虽然说跟巅峰时期相比依然不算什么，但是起码比刚刚好了太多了。主人，你之前说会帮我报仇，是真的假的？对手可是那个皓月宗啊。骆红一小心翼翼地说道。什么皓月宗不宗，不过是我路上的垫脚石罢了。苏轩淡淡的说道。骆红一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的苏轩，因为就在苏轩说出这段话的时候，他隐约之间好像从苏轩身上看到了一丝王者之气。解决完骆红一的事情，苏轩便回到了苏府。刚回到自己的卧室，就见赵柔满脸担忧的坐在自己床边不知所措。看见苏轩回来，赵柔的脸上顿时升起了一丝红晕。她刚刚醒来之后，突然发现苏轩人不见了，顿时感到心里空荡荡的。她还以为苏轩不要自己了，一打听，赵柔才知道，原来苏轩刚去了新罗城的大牢打探消息去了。听见这个消息，赵柔紧张的心这才稍微的缓和一些。要是苏轩真的跑路了，那么他都不知道该去哪里找。夫君，你回来了。赵柔把玩着自己的头发，有些害羞。夫人，你今天怎么那么着急？刚睡醒就迫不及待的来找我了。苏轩一脸坏笑。什么着急啊？我只是想找你问问有关凡儿的事情怎么样了。赵柔脸红道。夫人这么说可真是太伤我心了，我还以为夫人是专程过来找我的，没想到居然只是为了林凡。苏轩悲痛的说道。见状，赵柔顿时急了，连忙解释自己并不是这样想的，自己来找苏轩除了林凡之外，自然还是有别的事情。别的事情？那是什么事情？苏轩邪魅一笑。
赵柔知道自己不拿出点什么东西，苏轩是绝对不会松口的了。我明白了，夫君。赵柔含情默默地看向苏轩。夫君，很抱歉，我今天实在是太累了，只能做到这里了。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吗？赵柔吧唧了下嘴，开口道。不错，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那我就告诉你关于林凡的事情吧。多谢夫君。听见苏轩这么说，赵柔大喜，果然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啊。关于林凡的事情，我已经有了线索了，大概是林凡获得了什么不得了的机缘，所以才会被人陷害。林凡的机缘不太简单，这背后恐怕皇室也参与进来了。苏轩语气凝重地说道。听见皇室2个字，赵柔倒吸一口凉气。对于齐国什么4大家族、什么宗门的，赵柔可能不熟悉，但是关于皇室势力，赵柔自然是知道的。皇室在齐国就是第一势力，不管是4大家族，还有那些所谓的宗门，都不如皇室。虽然皇室现在出了点问题，但是余威还在，拥有传国玉玺的加持，在皇宫之内更是无人能敌。反而他到底造了什么孽啊？怎么会被这些人物盯上？赵柔不由自主地红了眼眶。他辛辛苦苦努力那么多年，就是想让林凡和自己过上个安稳日子而已。夫人莫慌，虽然林凡现在被关了起来，不过以我的势力，你见他一面是不难的。而且你也不用太担心，林凡虽然被几大势力给盯上了，但是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林凡的机缘罢了。只要林凡识趣一点，再加上我与之周旋，那么他肯定不会有什么生命的。苏轩保证道。有你真好，夫君。听见苏轩这么说，赵柔顿时感动不已。如果没有苏轩，那她一个弱女子真的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夫人，你累了，天色已经不早了，我们是时候好好休息了。苏轩一脸坏笑地看向赵柔。全听你的，夫君。赵柔含情脉脉地说道。少爷，宁公主来找您了。第二天清晨，熟睡中的苏轩被莫老叫醒。宁公主。苏轩昨晚修炼的有点晚，一时之间没有反应过来。少爷，你昨天玩得太晚了，难道你忘记了？宁公主宁怡轩是您的未婚妻啊。莫老说道。什么？听见这话，苏轩猛然惊醒，自己那便宜未婚妻居然来找自己了。印象里面，自己这个便宜未婚妻对自己不是很感冒，哪怕自己送了不少东西给对方，依然如此。不久之前，宁怡轩更是当着满朝百官的面狠狠地羞辱了自己一顿，还说什么自己的婚姻自己做主，打死也不跟自己结婚。当时可把苏轩他爹苏龙气的脸都绿了，要不是看在宁怡轩他爹跟自己是生死之交，恐怕苏龙都要当场翻脸了。少爷，这宁怡轩之前在大庭广众之下羞辱你，如今又厚着脸皮过来找你，我看呐，少爷完全不必给他面子，大可以让属下把他给轰出来。莫老生气地说道。他对苏家忠心耿耿，从小看着苏轩长大，平日里想攀附苏轩的家都从这里排到了法国。可是那个宁怡轩简直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对苏轩百般羞辱不说，竟然还直言与其嫁给苏轩，还不如嫁给一个下人，这些东西都让莫老无比生气。让他进来吧。苏轩淡淡的开口道。少爷。苏轩的态度让莫老有些错愕，但是他也不敢多说什么，只好照办。殿下，陛下实在是太过分了，竟然强迫你去做这种事情，好歹你也是齐国的公主啊，他的亲女儿啊，堂堂齐国公主居然委身去求那个苏轩，他凭什么啊？就凭他爹手里有几十万人大军吗？真当齐国没了他不行吗？苏府外2道身影踏入其中，宁怡轩身后的丫鬟小翠满脸愤懑，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小翠，这样的话以后绝对不能在外人那里说，在我面前说说也就算了。宁怡轩看着小翠说道。他也知道小翠说这话都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但是却说出了他的心声，他何尝不是这样想的？可是身处皇室，这些都是迫不得已的，更何况现在正是有事急需苏轩的时候，这也是为什么他把小翠当作是贴身丫鬟的原因之一。嗨，殿下，你就放心吧，虽然我平日里话特别多，但是也不是没长脑子的，这些话我也就在你面前说说罢了。小翠笑道。不过话说回来，你真的要去求那个苏轩吗？你不是最讨厌他了吗？而且上一次你还在那么多人面前羞辱了他，现在你去求他，他对你提出一些特别过分的要求怎么办？小翠担忧地说道。虽然苏轩上次嘴上说着不介意，可是在那样的场合被羞辱，恐怕圣人来了都难以平息自己的怒火吧。宁怡轩此番前来苏府，恐怕会被苏轩提出一些过分的要求啊，那可就完了啊。小翠已经在心中想到了无数种恐怖的方式了。那你还有什么办法吗？宁怡轩叹了口气，他也不想这么干。殿下，要是我长得有你那么漂亮就好了，这样子就算苏轩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你大可以把我交出去。小翠笑道。这番话让宁怡轩也是笑了，真到了那个时候，他打死也不会这么做的。很快
二人便来到了苏轩的书房门前。小翠，你在这里等我，我去就回。宁一轩说完便跨上了台阶。望着宁一轩的背影，小翠心里五味杂陈的。殿下，有什么事情你就拍门告诉我。那个苏轩要是敢对你不利，我一定让他没有好果子吃的。小翠愤愤不平地说道。别看他体格有些娇小，可是好歹也是有着接近真元境的修为，要是一拳过去，足以打死一头牛。推门而入，宁一轩身着一袭鹅黄色的锦缎长裙，裙摆随着他的步伐轻轻摇曳，宛如一朵盛开的雏菊。他的腰肢纤细，步盈一握，一条淡紫色的丝带束于腰间，更显身姿婀娜，肌肤如雪，眉如远黛，身材前凸后翘，不愧是天命女主一般的存在。苏轩细细打量了一番，将其收入眼底，眼神当中露出一抹贪婪。夫人，几天不见，你又变漂亮了啊。还没等宁一轩开口，苏轩便来到了宁一轩的面前，一把拦住宁一轩的腰，顺势关上了书房的大门。细，真细啊，到底是怎样的基因才能生出这样的腰来？想必宁一轩的母亲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美人吧。苏轩，你疯了，找死是不是？宁一轩一时之间没有反应过来，毕竟此刻的苏轩跟以往有些不太一样。等察觉到腰上的动作时，宁一轩顿时脸色通红，整个人勃然大怒。看着眼前的宁一轩，苏轩表情冷漠。没记错的话，原本的剧情里面，齐国的边境遭遇了外敌入侵，作为边境的将领，苏龙居然没有去迎敌，反而带领着大部队原地不动。是个人都知道，苏龙是因为上次宁一轩的事情才这么干的。对于苏轩，苏龙可是宠溺到了极致，平日里打骂不得的存在。可是那日宁一轩的行为实在是欺人太甚，哪怕苏龙跟宁一轩他爹关系再好，也是冷着脸离开了大殿之中。为了让宁一轩低头，苏龙不惜放弃了边关的地盘，带着平民百姓退到了百里之外。这可苦恼了宁一轩他爹，因为这件事情，皇室本来日渐日下的威望变得更加少了，甚至为此还引发了几场暴动。不得已，皇室只好派宁一轩过去讨好苏轩。明眼人都知道，这是皇帝他老人家把自己的女儿给卖了。一开始，宁一轩还是抗拒不已，甚至不惜以死相逼，甚至还说出了要御驾亲征的话。可是，在宁一轩的母亲劝说之下，宁一轩最终还是同意了来找苏轩。可是现在，宁一轩居然敢给自己甩脸色，真是有些不知好歹了哈。生气了？既然你生气了，那你便请回吧，我不跟生气的人说话。苏轩反手就将宁一轩推到了门口。苏轩的举动让宁一轩有些意外，这是要把拒自己之门外吗？他怎敢？拒之门外也好，这样子苏轩不帮自己，那也不是自己的错了，是苏轩本来就不想帮自己的忙。轩儿，你要记住，这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一旦齐国亡了，我们祖祖辈辈的心血就毁于一旦了啊！这次无论如何，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也要把苏轩给说服。宁一轩的耳边突然响起母亲的话，想到这里，宁一轩咬了咬唇，强行露出了一个笑容。苏轩，我是跟你开玩笑的，这不是逗逗你吗？你不要介意。宁一轩笑道。哦，逗逗我的。这么说，你是把我当成猴子一样来耍咯？苏轩淡淡一笑。苏轩这态度让宁一轩气愤无比，尽管如此，宁一轩还是强行压制住了心中的怒火。他来这里找苏轩，可是有正事的，怎么会呢？你这么想我的话，那可就让我太伤心了啊！宁一轩笑道。行了，废话少说，公主殿下，你有什么事情的话，就快点说吧。苏轩有些不耐烦道。苏轩，这周五新罗城有个赏灯节，你要不要陪我一起去？宁一轩开口道。说完的同时，宁一轩也在观察苏轩的面部表情。以往的时候，苏轩听见自己这么说，肯定会一脸的高兴。可是现在的苏轩，虽然嘴角也带着笑容，却是那种不怀好意的笑容。宁一轩总感觉苏轩变了。不去，没空。苏轩笑着拒绝。叮，恭喜宿主成功改变剧情，奖励反派值500。一句话，500反派值。苏轩对宁一轩的好感度提高了不少。这样的邀请，麻烦你多来几次好吧？什么？宁一轩有些意外，那个苏轩居然拒绝了自己的邀请。平日里他可不是这样的。我说公主殿下，你是真的把我当成傻子一样去忽悠啊？不久之前你在那么多人面前羞辱了我，现在一句话就要我干这干那的，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你的舔狗吗？苏轩冷笑道。你果然还是有怨气吗？虽然不知道苏轩口中的舔狗是什么意思，但是宁一轩听出了苏轩言语中的不高兴。不过这也正常，在那种情况下，有哪个人会高兴得起来的？什么叫我果然还是有怨气吗？你这话说的，我好像不应该生气一样。这宁一轩还真是有种绿茶婊的那种感觉了。苏轩已经有些邪火了。那件事情，我跟你道歉，我不知道这样子做会让你生气了，对不起。宁一轩低着头说道。自己都说了对不起了，
苏轩应该原谅自己了吧？一句话就想让我原谅你了，你也太高看自己了吧？真把我当以前了。苏轩冷笑，这个宁一轩把自己当成什么东西了，就应该给他也来一个奴隶印记。苏轩，那你要我怎么做，你才能原谅我？虽然宁一轩很不情愿，可是为了父母的请求，宁一轩还是低下了头。很简单，我现在火气很大，你自己想个办法让我降降火，否则的话，结。苏轩的话，宁一轩不是很明白，可是苏轩的眼神已经完全的出卖了他。苏轩，你不要给脸，不要脸！我好心邀请你，想缓解你我二人的感情，你这么羞辱我是什么意思？难道你是要跟我取消婚约了吗？宁一轩生气的说道。羞辱？我就羞辱你怎么了？没记错的话，现在是你有求于我吧？况且现在齐国可谓是内忧外患啊，老皇帝突破失败，修为跌落，现在又有外敌来袭，你说你还能当这个公主多少天？至于解除婚约这个，你若是想的话，那也不是不可以，可是你考虑清楚那样会有什么后果吗？苏轩一边说着，一边来到宁一轩面前，端起宁一轩的下巴仔细欣赏起来。美，真美啊，不愧是有着公主称号的美人儿，比前世他看见的那些开了美颜的明星还要好看无数倍。闻言，宁一轩沉默了，面对苏轩的挑逗也无动于衷。毕竟苏轩刚刚所说的话确实是现在皇室的处境，内忧外患，不少势力蠢蠢欲动，若不是皇宫当中有国运加成，恐怕现在皇室已经各大势力给踏平了。可是国运又能撑多久呢？国运是民心所向，一旦失去了民众支持，那么国运也就不复存在了。如果这批外来者苏龙不去处理，那么等他们踏破齐国的几座城池之后，民心就会下降，到那个时候齐国离灭亡也就不远了。现在皇室手里能够动用的军队不多，最精锐的便是皇城的禁卫军。可是禁卫军是用来保护皇城的，一旦把他们调出去了，虽然能够解决事情，不过那个时候皇城无兵可用，这无疑是给了几大势力机会。想到这里，宁一轩顿时后悔无比，他也不明白为什么当初自己会这么对待苏轩，就好像冥冥之中有股力量指使自己一样。如今再次面对苏轩，宁一轩好像没有那么讨厌苏轩来了。我知道你来找我是为了什么，不就是想让我父亲出兵对付他们吗？这个没有问题，我可以说服我父亲，但是前提是你得换个条件。苏轩目光一转，什么条件？你说吧。宁一轩开口道，条件是我要你马上跟我履行婚约的内容，并且皇室要把抚恤金还有打仗需要的物资给准备好。苏轩开口道，后面的条件我可以答应你，但是第一个条件不行。宁一轩拒绝道，虽然他现在对苏轩有了改观，但不代表他会跟苏轩那个啥，毕竟是包办婚姻，宁一轩是一点也不喜欢这种东西。拒绝？可以，既然如此，那你请出去吧。苏轩一甩手，苏轩，慢慢来不可以吗？感情的事情你是知道不能强求的，就算你得到我的人，你也得不到我的心，不如我们先从赏花灯开始，慢慢培养我们的感情，后面感情到位了，还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宁一轩妩媚地说道。如果是以前的苏轩，说不定还真就被宁一轩给忽悠住了，可是现在的苏轩早就不是之前的苏轩了，还有反将智光还在，苏轩绝对不会听宁一轩的话的。去你妈的，只是去赏个灯，你就想让我父亲的几十万人去送死？你这花灯是香精了还是什么？就约个会的事情你就想他们去打仗了？苏轩冷笑道，这宁一轩不知如何反驳。苏轩说的有道理，如果换作是他也不会答应。难道除了这个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宁一轩低头握拳说道，要么你履行婚约内容，要么你就乖乖的从这里给我滚出去。不过你可想清楚了，要是你从这里出去了，那我们就没得谈了。你也不想齐国毁灭吧？苏轩邪魅一笑，这是想白嫖自己呢？想太多了，从来只有他白嫖别人的份，没有别人白嫖他的份。既然如此，那没办法了。宁一轩一边说着，一边服下一枚小药丸，随后满脸妩媚的来到苏轩面前。我的发，这天命女主这么顶的，居然试图想用药物给自己找个借口。然而很明显，苏轩想错了。服下这枚丹药之后，宁一轩的气息突然提升了数倍，从原来的真元境一跃来到了神通境巅峰。本来想着好好跟你沟通，既然你不答应，那我便将你挟持。我就不信苏龙看见你这样子还不出兵。宁一轩一个箭步就要将苏轩抓住，如此近的距离之下，除非提前有预警，不然的话哪怕是疯狂强者也反应不过来。早特么提防你呢。熟悉剧情的苏轩知道，宁一轩这次来早就做好了两手准备，要是自己愿意跟宁一轩去那个什么灯会，那么宁一轩就会跟他演一演。原剧情里面，苏轩屁颠的就跟了过去，也是这个时间点，林凡跟宁一轩居然见了一面，
而且林凡对宁一轩一见钟情了。如果苏轩不答应的话，那么宁一轩就服下暴气丹，强行提高自己的境界，将苏轩抓走，以此来威胁苏荣。可惜的是，苏轩对此早有提防。无极剑法，面对宁一轩的攻击，苏轩直接开大，丝毫不拖泥带水了。这恐怖的一击，再加上剑意加持，恐怕一般的神通境都要含恨。可是宁一轩不同，她是天命女主，现在又是神通境巅峰，没那么容易死。剑意，这怎么可能？宁一轩惊讶无比地看着面前的席卷而来的剑意。苏轩不过一个真元境，怎么可能领悟剑意这个东西？而且他刚刚施展地功法，自己从未见过，自己修炼的功法在苏轩面前屁都不是。苏轩手上更是握着一把自己没见过的神兵利器，这还是自己认识的那个苏轩吗？虽然服下了暴气丹，但是终究只是虚浮的境界，跟真正的神通境没得比。不过好在宁一轩的身体机能也被暴气丹激发了出来，硬吃了苏轩这一击，居然没有死。定，恭喜宿主成功改变剧情，获得反派值2000。定，宿主暴揍天命女主，恭喜宿主获得无辈楷模称号。少爷，这小丫头刚刚居然想偷袭你，还好老夫出手的快。苏轩解决完宁一轩的时候，莫老正好发现了门外的小翠也想加入战斗，于是便把她抓了过来。快放开我，我可是殿下的贴身丫鬟，你居然敢抓我，你这是在倒反天罡。小翠像只小鸡一样被莫老抓在手中，拼命地挣扎着，却怎么也挣扎不开。少爷，这丫头就交给你处理了。莫老没有多说什么，直接将小翠丢在地上，随后便离开了。哎呦，痛死我了！殿下，你没事吧？小翠连忙跑到宁一轩面前，给宁一轩喂下一枚疗伤丹药之后，宁一轩的脸色明显有了好转。苏轩，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了，居然对女人出手，你真不要脸！小翠大声说道。这是武士的对决，哪里分什么男女？况且还是你家殿下先偷袭的我这可是在正当防卫。苏轩笑道。你……小翠想要反驳，可是苏轩说的没错，他在门外看得一清二楚，确实是宁一轩先动的手。殿下，你可真是糊涂啊！你怎么不早跟我说，你还留了这么一手？早知道这样，我就跟你一块进来了。宁一轩的第二手，小翠并不知情，这是在计划之外的东西，不然的话，他也跟着一块进来了。虽然最后面他还是进来了。事已至此，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我们走吧。小翠，宁一轩说完，在小翠的搀扶下就要离开。慢着，我什么时候说过你们可以走了？苏轩冷笑道。你想怎么样？宁一轩有些错愕，莫非苏轩还想赶尽杀绝？你刚刚想挟持我，现在又想一走了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苏轩来到宁一轩身边，直接将小翠丢在一旁，强行撬开了宁一轩的嘴，给他喂下了一枚蓝色的小药丸。你给我吃了什么东西？宁一轩本能地咽了下去。服下之后，宁一轩突然发现自己的灵力居然不能用了。我的灵力，我的修为！宁一轩大惊失色，失去灵力的他此刻跟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殿下，你没事吧？小翠连忙来到宁一轩身边。差点忘了，还有你呢。苏轩扫了一眼小翠，虽然容貌上小翠没宁一轩那么好，但是身材可比宁一轩好了不止一星半点。如果说宁一轩是 B 起步，那么小翠起码得有个 D 以上了啊。这叫什么？这叫荤素搭配。于是苏轩也给小翠也喂了一颗蓝色药丸，只要吃了这枚药丸，在1天之内都不可以使用灵力。苏轩，你想要干什么？宁一轩惊恐地说道。我想干什么？不是很明显吗？刚刚你想拿剑捅我，我现在自然是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不是很特么的公平吗？苏轩哈哈大笑。不，苏轩，你不得好死，离我远点，滚开啊！从我身上下来！苏轩，有本事你就冲我来，快把殿下放了。定，恭喜宿主成功改变剧情，奖励反派值1万，又是1万反派值入账。不错不错。听见系统的提示声，苏轩十分努力，不枉费自己这几个小时的努力啊！这天命女主真是好人啊！千里送人头这种操作，苏轩估计半夜在被窝都会忍不住笑出声来的。苏轩，你混蛋！你这个畜生，你简直不是人类！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种人？宁一轩捂着肚子厉声呵斥道。一旁的小翠已经昏睡了过去，要不是他常年浸泡药浴，体质远超常人，恐怕他现在的下场跟小翠没有区别。谢谢你的夸奖。听见宁一轩的辱骂，苏轩哈哈大笑。看见苏轩这个表情，宁一轩愣住了。苏轩是疯了吗？自己骂他，他居然还笑。其实仔细想想，这也正常，毕竟在现实生活当中，你会在乎一只蝼蚁说什么吗？
你要的东西已经得到了，现在你可以履行当初的承诺了吧？虽然吃了大亏，但是宁一轩依然没有忘记父母交代的事情。毕竟自己最珍重的东西已经失去了，若是连目的都没有达到，那岂不是亏上加亏？什么承诺？我有承诺过什么吗？苏轩细细回想。哦，你说那个拿剑捅回来那个啊？我刚刚不是已经在你身上拿回来了吗？苏轩嘴角微微上扬。你无耻！我是说出兵的那个事情。宁一轩羞愤地说道。出兵？什么出兵？你家里人出兵了？如果是在齐国还强盛的时候，苏轩敢这么说，早被人抓起来了。可是如今老皇帝突破失败，只能蜷缩在皇宫里面，苏轩就不带怕的。我是说让你爹带兵去抵御外敌。宁一轩纵使心中愤怒无比，还是强忍住了想暴打苏轩一顿的冲动。哦，你说这个啊？我什么时候答应你了？苏轩冷笑道。什么？你刚刚不是说只要我履行了婚约里面的内容你就去？放你妈的屁，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了？前面我给你机会了，你自己不中用啊。苏轩冷笑道，自己明明给宁一轩机会了，可他偏偏不吃好果子，要吃自己的无极剑法，这哪怕是他也没有办法。你不讲信用。宁一轩指责道。都没承诺，何来的信用？何况后面是我强迫你的，又不是你自愿的。所以说这特么的关我屁事啊？我跟你很熟吗？苏轩哈哈大笑。你怎么可以穿起裤子就不认人？泪水在眼睛打转。宁一轩活了这么多年，哪里受到过这样的委屈，直接就哭了出来。哭吧，哭吧，你就使劲哭吧，最好哭死去。面对宁一轩的示弱，苏轩根本不为所动，只是冷眼看待。哭了半个小时之后，苏轩依然没有什么感触，反而像看猴子一样看着宁一轩。宁一轩见状，知道这样子对苏轩没用，直到发泄完自己的委屈之后，宁一轩这才重新开口跟苏轩谈条件。苏轩，你说吧，到底要怎么样，你才肯让你父亲出兵？宁一轩委屈地说道。很简单，还是刚刚的条件，履行婚约内容，并且打仗的物资还有抚恤金准备好。哦，对了，你们皇室的宝库也得给我开启，我要进去拿一件东西。苏轩直接变本加厉，在原本的条件上又增加了一个。这一次宁一轩没有拒绝，只是最后那个条件并不是他可以做主的，他还得问问他爹同意不同意。皇室宝库里面的资源足以让一般的圣者都要眼红，却要给苏轩打开，这换作是谁都要考虑一番。行吧，既然这样子，那就开始吧，给我看看你刚刚都学到了什么东西。苏轩微微一笑。听见苏轩这么说，宁一轩娇躯一震，纵使心中再怎么有所不满，宁一轩最终还是给苏轩做了之前不愿意做的事情。姓名：宁一轩，境界：真元境初期，颜值97，好感度20，定。恭喜宿主获得宁一轩20好感度，奖励反派值2000，好感度每增加20都可获得奖励。这是因恨生爱了。苏轩淡淡一笑，没想到宁一轩居然还跟他玩出一点感情来了。不过这样也好，只要稍微提高一下宁一轩的好感度，就能获得奖励，那也不错。苏轩。宁一轩脸色红润，欲言又止。有什么事吗？苏轩笑道。没什么。这一次宁一轩学聪明了。过来，我刚刚累了，帮我揉揉肩。苏轩使唤道。宁一轩捂着肚子，缓缓地来到苏轩的背后，轻轻地按了起来。你那么用力干什么？都弄疼我了。到底是公主，连按个摩都不会，这跟前世的88号技师相比，还是差得太远了。真是没用，按个摩都不会，你说要你有什么用吗？苏轩毫不客气地说道。宁一轩低着头不敢说话，有了刚刚的事情，他的锐气已经被挫败了不少。行了，少给我摆那些动作，我不吃你那一套，再给我摆那些动作，那你就可以给我滚一边去了。苏轩没好气地说道。你能不能不要那么凶？好歹我刚刚也是和你。啪！宁一轩话音未落，苏轩直接一个大嘴巴子打了过去。让你说话了吗？你就说。宁一轩，你给我记住了，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一条狗，我让你往东，你就不能往西，呼之欲来，呼之欲去，明白了吗？苏轩冷笑道。宁一轩有些不舒服，可是看见苏轩的大手，再想到安塞腰骨上面的巴掌印，宁一轩顿时身子发抖。怎么？你不服气吗？记住了，这都是你自找的。你以前是怎么对我的，你都忘了。现在我只不过把以前你的所作所为加在了你的身上而已。你有什么不服的？我没有提出一些更过分的要求，应该已经知足了。苏轩冷笑道。更过分的要求？苏轩居然还想更过分？天哪！
难道苏轩刚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还不够过分吗？还有更过分的。宁一轩不敢想象，这真的还是自己认识的那个苏轩吗？以前的苏轩自己可是呼之欲来呼之欲去的，可是现在那个对象居然变成了他。你若是不答应的话，有什么后果你也是知道的。你也不想皇室出事吧？苏轩邪魅一笑。听见苏轩的话，宁怡轩娇躯一震，这个苏轩怎么老是拿这个东西说事？我明白了。宁怡轩低着头说道。定，恭喜宿主成功改变剧情，奖励反派值5000。定，宿主长乖天命女主，教其做人，奖励反派值2000。定，恭喜宿主触发无倍楷模效果，本次奖励翻倍，恭喜宿主获得4000反派值。看着宁怡轩此刻的表情，苏轩感到满意无比，这才是自己想看到的。不过系统的提示声也让苏轩注意到了自己刚刚获得的新技能无倍楷模，当对付好感度低于20的天命女主之时，可以获得双倍反派值。居然这么爽！想到这里，苏轩反手又给了宁怡轩一巴掌。你干嘛？哎呦，为什么突然打我？宁怡轩委屈巴巴的捂着脸，这下子好了，两边脸都平衡下来了，苏轩也不用纠结那么多了。定，宿主长乖天命女主，教其做人，奖励反派值2000。定，恭喜宿主触发无倍楷模效果，本次奖励翻倍，恭喜宿主获得4000反派值。又是4000反派值入账，美滋滋。苏轩本来还想再来一次的，可惜的是，就在刚刚，宁怡轩对他的好感度突然上升了一点，触发不了了。苏轩只好就此作罢。这宁怡轩不会有什么特殊癖好吧？怎么我打他，他好感度反而上来了？想到这里，苏轩顿时有些后怕，这打着打着不会给他打爽了吧？你问题咋那么多？我有强迫症，想打了就打了，还想吃小巴掌是不是？听见苏轩这么说，宁怡轩顿时不敢作声，只能低着头把玩裙角。不错不错，还算懂事。看着宁怡轩一脸乖巧的样子，苏轩顿时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既然你那么懂事，我父亲那边我会去向他说明情况的。相同的是，希望你们那边快点准备好相应的东西，不然的话，我父亲是不会行动的。苏轩一边说着，一边准备用传音符告诉苏龙这边的情况。看见苏轩这样，宁怡轩顿时眼神有光，自己努力那么久，终于达到目的了。对了，拿一张传音符过来给我。苏轩开口道。这里距离边境很远，一张传音符的价格可不低，苏轩不打算花自己的钱。姐，宁怡轩表情有些古怪，不过也没有多说什么。行了，没你什么事了，你回去吧。传音过去之后，苏轩下了逐客令。宁怡轩如获大赦，急忙拉着熟睡的小翠就准备离开。慢着，你的丫鬟我很喜欢，以后就留在苏府如何？苏轩邪魅一笑。什么？这不行。宁怡轩下意识地拒绝道。小翠可是他的贴身丫鬟，已经在他身边差不多10年了，虽然是主仆关系，但是俩人在日常生活中情同姐妹。不行，既然如此，那我便把之前的话收回。苏轩威胁道。你……宁怡轩气抖冷，可是又拿苏轩没有什么办法。你放心，我又不是什么魔鬼，平日里也不会折磨他，他在这里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你放心吧，我不会亏待他的。苏轩保证道。听见苏轩这么说，宁怡轩这才稍微的有些放心。苏轩总不能过河拆桥吧？好吧，既然这样子，那小翠就暂时留在你那里了。不过你记住了，这只是暂时的。宁怡轩开口道。行，暂时的就暂时的。苏轩也懒得跟宁怡轩争，在他的地盘上待久了，到时候说不定别人都不行走了呢。既然如此，那你打钱吧。宁怡轩开口道。打钱？苏轩微微一愣。对啊，打钱。小翠跟了我差不多10年，哪怕就算是一条狗，那也有感情了。可是现在你一言不合就要把他带走，那我找你要点利息没错吧？宁怡轩说的铿锵有词。苏轩觉得宁怡轩说的有道理，偷偷的将宁怡轩的话用留影石记录下来之后，随后将一个储物戒交到了宁怡轩手中。宁怡轩打开一看，苏轩出手居然还挺大方的，居然有3瓶4品丹药，还有足够修炼到神通境的资源。不，还不够，这可是我最好的姐妹，你还得加钱。宁怡轩伸手道。宁怡轩已经预料到了，从今日后小翠的心可能都不在自己这边了，这样子还不如在苏轩身上多坑一点东西，弥补自己的损失。听见宁怡轩这话，苏轩被逗乐了，不过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又丢给了宁怡轩1瓶3品丹药。见状，宁怡轩也是见好就收，随后一瘸一拐地离开了苏轩的书房。可恶的苏轩，真就一点不懂怜香惜玉。宁怡轩心里抱怨了一句，不愧是好姐妹啊，说卖就卖，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塑料姐妹花吗？苏轩微微一笑。不过在这种情况，宁怡轩就算不卖，那苏轩也会威胁他。所以说宁怡轩这是想明白了，与其被苏轩威胁一顿，
还不如直接顺着苏轩的意思。这样也好，多顺从几次，当顺从变成一种习惯的时候，那么宁一轩就离沦陷已经差不多了。苏轩邪魅一笑，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对自己都是有利的。随后，苏轩的目光放在了小翠身上。不得不说，作为宁一轩的贴身丫鬟，小翠的颜值还是不错的。虽然没有宁一轩那么好看，但是也能够打一个90分差不多了。这种级别的人物，在一般人眼里已经是最顶级的存在了，尤其是某个方面，平常人根本不可能能够与这种人物结婚。至于为什么不可能，那当然是因为这种级别的存在都是被人类定了的，哪里轮得到普通人出手？系统，给我来一套女仆装。既然是女仆，那就得有一套统一的服饰。苏轩一脸坏笑。本次操作需要花费1000反派值，请问宿主是否花费？花费吧。苏轩有些意外，不就是一件女仆装吗？ JD 上面几十块100来块就能买到的东西，怎么在这里居然那么贵？然而到货之后，苏轩才发现这1000反派值可真是物超所值啊！这件女仆装不仅可以改变外观，还是一件防御力不错的防具一般的真元修士都不能轻易的破开这件衣服的防御。趁着小翠还在熟睡，苏轩直接代替对方换上了早已准备好的衣服。我这是在哪里？待小翠再次睁开眼，她已经不在地板上，而是躺在了床上。只是这不是熟悉的天花板，并且身边还多了一个人，一个男人。苏轩，你怎么会在这里？小翠大惊失色，连忙捂住自己的身子。昨天的记忆涌入脑海之中，小翠这才想起来她跟苏轩之间发生了什么。想到之前的一切，小翠顿时羞愤不已。她真没想到苏轩居然这么过分和 BT， 居然我这衣服是怎么回事？小翠看着身上女仆装，害羞无比。她还是第一次见到那么性感的、有些暴露的衣服。你可别弄坏了这件衣服，小鬼，这玩意可是很贵的。苏轩开口道。殿下呢？你把殿下怎么了？小翠不顾身子的疼痛，大声说道。你的公主殿下不要你了，把你卖给我了，价格是3瓶4品丹药，1瓶3品丹药，外加足够修炼到神通境的资源。苏轩微微一笑，仔细欣赏小翠的表情。不知为何，看见小翠那不知所措的表情，他就有些兴奋。难道说这就是反派吗？看见别人的痛苦和担忧就会感到高兴的反派？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我不信。小翠丝毫不相信苏轩所说的话，这肯定是苏轩在骗他。你不信？看看这个吧。苏轩懒得解释，直接把昨天录到的东西给小翠看了一遍。看完留影时的内容，小翠崩溃了，尤其是那句得加钱的时候。他跟宁一轩10年的感情，居然是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吗？怎么会这样子？小翠崩溃大哭，苏轩趁势将其拥入怀中，好生安慰。不哭不哭，这不是还有我呢吗？你家殿下不要你了，可是我要你啊！自从我看见你的第一眼，我就被你给吸引住了，不然的话，我也不会出手将你买下。宁一轩他有眼不识泰山，连这么珍贵的东西都不要。但是没关系，他不要你，我要你。在苏轩一连番的哄骗之下，小翠最终缓和了情绪，渐渐的，她也想开了。之前自己跟宁一轩关系那么好，都不过是他自己给对方加了一层滤镜而已。可是如今，宁一轩把他卖了之后，过去的种种不满就开始浮现出来。比如说，宁一轩经常衣服乱丢，不管小翠怎么说，他还是那样，每次都要他自己去收拾。甚至有的时候，一不小心丢到了哪个角落里面，一待就是几天，直到发出异味了，小翠才知道。这些只是其中之一罢了。想起了这些回忆，小翠突然觉得，好像宁一轩也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好。真的吗？你没骗我。小翠红着眼睛说道。她打小就被家里人卖进了宫，要不是遇上宁一轩，恐怕也就没有今天的她。可是如今，宁一轩居然把她给卖了，这让她一下子没有了安全感。如今苏轩的这一番话可谓是带给了她极大的安全感，可是她又有些不敢相信对方。你若是不信我，那我可以发誓。苏轩说着就要对天发誓，同时也观察起小翠的动作。要是他真要发誓，那自己就强买强卖。见状，小翠连忙把苏轩拦了下来，这顿时让苏轩松了一口气。他还以为自己真的就要对天发誓了呢。我相信你，少爷，既然你花钱买了我，那我从今以后就是少爷你的人了。小翠接受得很快，既然苏轩花钱把他买了下来，宁一轩又不要他了，那他以后就跟在苏轩的身边算了。最重要的是要有个依靠，而且苏轩对他也挺好的。小翠能够感受到，这么奇怪的一件衣服居然能够根据他的意念改变外观，而且还有防御效果。这种东西他在齐国简直闻所未闻，肯定是非常珍贵的东西。然而这么贵重的礼物，苏轩居然说给就给了，实在是让他有些感动。叮，恭喜宿主成功改变剧情，奖励反派值3000。
两个人腻歪了一番，随后苏轩便给小翠安排了一个女仆队长的活。简单的来说，就是要出得厅堂下的厨房，还得必须能干才行。时间一晃，3天的时间过去了，林凡的令牌依然没有什么动静。苏轩也不急，反正东西在自己手上，迟早会引发动静的。这3天的时间，苏轩帮助赵柔解决了原剧情里面一直骚扰他的一个屠户的麻烦，这让赵柔感动不已。除此之外，苏荣在得知苏轩跟宁一轩的事情之后，十分的满意，在老皇帝给的抚恤金还有物资下来之后，便出兵了。至于皇室的宝库，老皇帝要苏轩亲自过来，他才肯开启。对此，苏轩肯定是不会过去的，去了皇宫，那可就是对方的地盘了，哪怕是自己的父亲也不敢在皇宫里面跟有国运加成的老皇帝对战。不过苏轩也薅了对方一笔羊毛才肯罢手。至于宁一轩，自从那天之后，他就把自己给关了起来，茶饭不思的，也不知道在自己的房间做些什么。夫君，反而他什么时候才有消息啊？这都过去那么久了，我好担心他。赵柔依偎在苏轩怀里，眼神中满是对林凡的担忧。这段时间赵柔一直担心林凡，这都那么久了，他所知的林凡的信息都是从苏轩口中得知的，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他很想亲眼看一下林凡如今怎么样了，他就害怕林凡是死了，苏轩不敢告诉他。夫人，不用担忧，经过我这段时间的周旋，今晚我有信心把林凡从牢里捞出来。苏轩开口道，一直把主角放着不管也不是个事。正好洛红衣服下自己给的丹药之后，神魂力有了很大的恢复，如今有了洛红衣这个保镖在，自然是可以将林凡丢出去放养，当自己的寻宝鼠了。赵柔听闻苏轩所言，眼中顿时闪过惊喜与期待。夫君，你说的可是真的？你真的能将凡儿救出来？他紧紧揪住苏轩的衣袖，仿佛生怕这只是一场空欢喜。苏轩轻轻拍了拍他的手，安抚道，自然是真的，我已安排妥当。不过夫人，你也须知晓，林凡虽能救出，但他此后怕也不能在这城中安稳度日了。他身上背负着诸多秘密与麻烦，我会给他安排一处安全之地，让他暂避风头，也给他些历练的机会。听见苏轩这么，赵柔顿时感动不已。苏轩对他还有林凡实在是太好了，不仅将他救出来，还给他历练的机会。赵柔知道林凡这辈子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够成为一个强者，苏轩无疑是助力林凡完成自己的梦想啊。谢谢你，夫君，你对我真好。赵柔在苏轩唇边轻轻一吻。不过很快，赵柔似乎想到了什么，刚刚眼神中的兴奋消散了不少。怎么了，夫人？你在想什么呢？怎么突然之间就不开心了？苏轩笑道，唉，我只是突然想到，日后我跟凡儿恐怕是很难再见面了。一想到这里，我就感到担忧无比。打小我的愿望就是希望凡儿她能够平平安安的过完一生就好了。如今这个局面，赵柔叹了口气。苏轩见状，连忙将赵柔拥入怀中，轻轻地安慰起来。夫人，不要多想，林凡多出去历练一下也好，这个世界终归是弱肉强食的，就算你平平安安的不惹事，也总会有麻烦找上来。曾经我就听说过2个圣人大战，打得天崩地裂，不少小国都被他们的战斗余波毁灭了。遇上那种情况，你就算安分守己又有什么用呢？有剑不用和无剑可用是两码事。听见苏轩的话，赵柔点了点头。苏轩说的没错，在这样的世界，只有自己的实力强大，才能真正的做到平平安安。我明白了，夫君，只是我现在没有什么安全感而已，你可以给我一些安全感吗？赵柔脸色红润的说道。安全感，有的是。说完，苏轩掏出无极剑，在赵柔面前表演一下无极剑法。夜幕降临，满脸紧张的赵柔在苏轩的带领下来到了大牢之中。活了那么多年，赵柔还是第一次来到这样的地方。大牢中弥漫着腐臭与潮湿的气息，昏黄的火把摇曳不定，映照着阴森的过道。牢房里的犯人或蓬头垢面的蜷缩在角落，或眼神呆滞地望着前方。当赵柔出现时，那些犯人瞬间像被什么刺激了一般，纷纷抬起头来，他们的眼神中满是惊艳与贪婪，仿佛饿狼看到了鲜美的猎物。有的犯人甚至拖着沉重的锁链，费力地靠近栅栏，想要看得更清楚些，嘴里还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呼喊。赵柔心中一阵慌乱与恶心，她下意识地往苏轩身后躲了躲。她从未见过如此不堪与丑恶的场景。干什么？干什么？找死是不是？苏少的女人也敢看？小心我挖了你们的眼珠子！狱卒拿起一根棍子，像赶一条野狗一样，将周围的犯人给驱逐了回去。听见苏少2个字，那些犯人仿佛听见了什么洪水猛兽一般，纷纷退了回去。夫君，这个地方好恶心啊！小凡他不会受到什么折磨吧？赵柔有些心疼地说道。放心吧，夫人，我吩咐过他们了，这段时间他们都有好好照顾林凡。苏轩邪魅一笑，说是照顾，实际上也就在昨天晚上的时候，苏轩命人给林凡洗了个热水澡，
然后叫人打扫了一下他的豪华单间而已。在昨天晚上之前，林凡一直遭遇着非人的虐待，可谓是生不如死。那我就放心了，谢谢你，夫君。幸好有你，不然的话，我都无法想象反而他会遇到什么样的折磨。赵柔靠在苏轩怀中，感受到苏轩胸膛的温暖，她差点把持不住。幸好在看清楚周围的环境之后，赵柔最终还是停止了自己心中的多想。夫君，那我们快些找到凡儿，带他离开这可怕的地方吧。赵柔轻声催促道。苏轩微微点头，带着赵柔沿着过道缓缓地前行着。每经过一间牢房，里面的犯人都会投来各异的目光，有畏惧，有麻木，更多的是对自由的渴望。终于，他们来到了一间较为特殊的牢房前。苏轩示意狱卒打开牢门，随着沉重的铁门缓缓开启，赵柔迫不及待地冲了进去。只见林凡面容略显憔悴地坐在简陋的床边，身上的衣物虽破旧，却还算整洁。看到赵柔的瞬间，林凡眼中顿时闪过一丝3分惊喜，3分激动，4分意外。娘亲，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林凡既激动又意外，这段时间他一直没有外界的消息，可担心死他了。现在看见赵柔完好无损地出现在自己面前，这叫他怎能不激动？娘亲，你怎么会在这种地方？林凡激动地说道。这里到处都是苏轩的眼线，赵柔这个时候过来，那不是给苏轩送菜吗？之前苏轩就表示过对自己的娘亲感兴趣，如今这么漂亮的娘亲居然出现在这种地方，他很难保证苏轩不起什么歪心思。凡儿，我终于见到你了，这段时间我担心死你了。再次看见林凡的脸，赵柔激动的直接哭了出来，她担心死林凡了。这几天时间不见，要不是有苏轩的消息，她都怀疑林凡是不是死了娘亲。先别说这个了，你赶快走啊，这个地方非常的不安全。林凡焦急地说道，他相信再过不久，苏轩就会收到消息赶来，到那个时候，那岂不是谁说这个地方不安全了？有我在，这里不是安全的很吗？一道熟悉的声音传入林凡耳边，当他看清来人是苏轩之后，林凡顿时变得面目狰狞起来。果然，最坏的还是来了。你怎么会在这里？你怎么会在这里？狗日的姓苏的，折磨我还不够，你还想对我的娘亲下手吗？林凡冲着苏轩大喊大叫，暴跳如雷，顿时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不过在狱卒的威压之下，周围人还是将自己的目光收了回去。凡儿，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啊？苏少怎么可能是你说的那样？赵柔微微皱眉。娘亲，你听我说，苏轩就是把我关入大牢的罪魁祸首，这一切都是他污蔑我的，你赶快离他远一点，离他远一点。姓苏的，我告诉你，离我娘亲远一点，不然的话，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林凡激动的大喊大叫，周围人都用一种可怜的眼神看向林凡。可怜的孩子，年纪轻轻居然就有了新父亲，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说。唉，谁叫他得罪了苏少呢？不过话说回来，苏少居然有如此爱好，正好我家那位。在场的犯人顿时窃窃私语起来，不过很快便被狱卒给吓得收声了。凡儿，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啊？苏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你知道为了让我来见你，苏少付出了多少努力吗？赵柔焦急地解释着，试图让林凡冷静下来。然而林凡此时满心的愤怒与仇恨，根本听不进赵柔的话。娘，你被他骗了，都是他把我关在这里的，他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啊！我根本没有做错任何事。林凡双眼通红，额头上青筋暴起，他奋力挣扎着想要冲向苏轩，却根本做不到。苏轩静静地看着失控的林凡，脸上没有丝毫的恼怒，反而带着一丝玩味。怎么会？苏少他不可能做这种事情的，事情的原委我都已经弄清楚了。林凡的表现让赵柔有些失望。那一天，苏轩都把刀架在对方的脖子上了，还用家人威胁那个店小二，可是店小二依然坚称自己没有说谎，这让正直的赵柔怎能不相信对方的话呢？他不相信一个人会在死亡还有自己的生命的安全面前说谎。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他们都是一伙的，都是骗你的啊！林凡崩溃了，这个苏轩到底动用了什么花言巧语，把赵柔骗成这样？自己跟赵柔生活了那么多年，难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赵柔不清楚吗？住嘴！我不许你这么说，苏少！赵柔呵斥道。娘亲，你……看见赵柔发火，林凡愣住了。他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看见赵柔发火，而他发火的理由，居然是为了袒护苏轩，袒护污蔑自己的罪魁祸首。糊涂啊！娘亲，凡儿，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苏少那么好的一个人，你居然说他是罪魁祸首。你知不知道，当初我去找苏少的时候，他可是违背了自己的原则帮我的。而且这件事情从始至终都是你的错，娘亲当初是怎么教育你的？
得到了力量，就要去帮助弱小的人，可你是怎么去做的？居然去欺负别人！我当初就是这么教你的吗？想当初林凡修为突破的时候，赵柔还感到非常高兴，可是在这件事情出现之后，赵柔就有些失望了。如今看见林凡没有悔改，甚至还把锅甩向苏轩的样子，他是真的失望不已。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娘亲，你不要听他胡说八道！林凡大吼道：“林凡，你真是疯了！在今天之前，我从来没有跟你见过面，你这么污蔑我，可真是让我伤心啊！”苏轩悲痛地说道：“你特么的，还给我装！”林凡破防了，彻底破防了。苏轩这个书生，特么的不去做演员，真是白瞎了他这么好的演技天赋。够了，凡儿，你不许再说苏少了，苏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如果没有他，你早就死在这里了，知不知道？赵柔呵斥道：“不是这样的，都是他污蔑我的，他才是罪魁祸首啊！”林凡快哭了，他这辈子都没有受到过那么大的委屈，哪怕被苏轩污蔑，还有那么多大喊折磨的时候。可是现在自己最亲近的人，自己最信任的人，自己的娘亲不相信自己，还助纣为虐，这让他彻底破防了。够了！啪！一个响亮的巴掌印出现在林凡的脸上。赵柔打完这一巴掌后，自己也愣住了。他看着自己微微颤抖的手，又看着林凡那满是不可置信和委屈的脸，心中一阵刺痛。可是尽管如此，赵柔对自己刚刚的所作所为并不后悔。林凡作为自己目前唯一的孩子，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误入歧途。凡儿，我不能让你这样污蔑苏少，他对我们有恩，你不能这么说他。你再这样说，那你就别出去了，一直待在这里算了，不要让我再失望了。凡儿，赵柔痛心地说道。林凡到底怎么了？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这不是他认识的林凡啊！林凡的脸颊火辣辣的疼，可身体的痛远远比不上心中的伤。他的嘴唇颤抖着，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却倔强的不肯落下。娘亲，你打我就为了他？林凡身子都忍不住颤抖。你太让我失望了，林凡。赵柔眼角流下了泪水。夫人，别气坏了身子，也许凡儿只是一时糊涂，我想他会想明白我对他的良苦用心。苏轩摸了摸赵柔的头发，轻声安慰道：“不许你碰我娘！”林凡张牙舞爪，好像要把眼前的苏轩的撕碎，可是俩人之间隔着一个牢门，林凡根本触碰不到他。够了，林凡，你再这样说，那你以后就一直待在这里算了。赵柔大吼道：“你有什么火？等出去之后，再找那些对付你的人去说，在这里对苏少发什么脾气？又不是苏少把你关进来的。如果是苏少把你关进来的，他为什么要帮你弄出去呢？你当别人是傻子吗？”赵柔呵斥道。什么？闻言，林凡也冷静了下来。赵柔说的不错，现在就算自己对着姓苏的发火，那也没用，反而跟个跳梁小丑一样，除了逗姓苏的笑，没有屁用。其次就是林凡也开始自我怀疑起来，姓苏的污蔑他，把他关入大牢，如今居然又要把自己放出来，这是何居心？好烦啊！除此之外，林凡还十分好奇赵柔跟姓苏的关系。他是知道的，自己的母亲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而已，家里最值钱的也不过是他卖的豆腐而已。可是这种凡间之物，怎么可能让那个姓苏的放过自己？除非是赵柔自己的豆腐。想到这里，林凡气得身子发抖。如果真的是那样子，他绝对不会放过姓苏的。不管怎么说，如今当务之急还是先要逃出这里。如果我一辈子被困在这里，那么日后我就算想报仇，那也没有机会了。林凡心想，娘亲，我知道错了，刚刚都是我一时冲动，所以才把火气撒到了苏少身上。苏少大人有大量，还请苏少不要跟我计较。林凡毕恭毕敬的样子跟刚刚判若两人，这让苏轩差点忍不住笑了出来。行了，你解释清楚就好了，我也不会跟你过多计较。苏轩淡淡一笑，苏少真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啊，能够遇上苏少真是太好了。凡儿，以后对苏少要恭敬一下，他可是我们家的恩人。赵柔含情默默地看向苏轩，要不是林凡现在还在这里，恐怕他已经忍不住扑入苏轩的怀中了。叮！恭喜宿主成功让天命主角破防，奖励反派值1万。叮！检测到天命之母对天命主角产生一丝失望，奖励反派值2000。叮！恭喜宿主成功打压天命主角，奖励反派值5000。叮！检测到天命主角与天命之母产生一丝裂痕，奖励反派值5000。听着脑海中的系统提示声，苏轩的嘴角忍不住微微上扬。一旁的林凡看见苏轩这一幕，恨不得把苏轩的祖坟都给他刨了。来人，给我把林凡的牢门打开，这个人对我有大用，我要把他带出去。换做一般人，狱卒肯定是不会听的，可是这个人是苏轩，
那可就不一样了。在皇城里面，苏轩的话语权可是仅次于皇室的存在，更别提现在苏龙还在抵御外敌。遵命，苏少。很快，狱卒就打开了牢房的大门，看着一直关押自己的枷锁解开，林凡激动万分，嘴角都哆嗦起来。自由了，我特么自由了，我特么的终于自由了！哈哈哈！林凡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林凡兴奋地冲出牢房，然而刚踏出牢门一步，他便猛地停住了。他警惕地看向苏轩，生怕苏轩这个时候又突然反悔。然而苏轩并没有搭理林凡，此刻的他正拉着赵柔的手，轻声安慰。看见这一幕，林凡心中虽然很不爽，外加十分的好奇，可是终归还是忍住了。万恶的姓苏的，居然当面 NTR， 日后有机会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林凡心里暗暗发誓，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迟早有一天他要让姓苏的体会一下自己今天的痛苦。凡儿，答应娘，这次出去之后你就不要再胡乱惹事了，有什么事情你就跟苏少说，他会替你安排好的，毕竟苏少现在也是一家人。说到一家人3个字的时候，赵柔的表情明显有些不自然。可是这种事情现在不说，以后林凡也是会知道的，还不如趁早说了。什么？一家人是什么意思？林凡身子一颤，最坏的结果终究还是来了吗？赵柔居然就是你想那个意思，在你被关入大牢的时候，你娘亲主动上门找我，也是我心善，看在她那么可怜的份上，所以我才决定帮她一马。如果没有我，你娘亲恐怕已经被某些心存不轨的人给盯上了，所以你还得感谢我，知道不？苏轩冷笑道。我去年买了个表。放你妈的狗屁！林凡根本不信姓苏的说辞，他知道肯定是姓苏的哄骗了自己的娘亲，不然的话赵柔也不会说出那些话。然而这段话林凡并没有说出口，只是在心中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毕竟以自己现在的实力，又能拿姓苏的怎么样呢？现在苏轩能够把自己放出去，到后面也能够把自己放出来，所以林凡得忍，必须得忍。正好有赵柔作为一个牵制的对象麻痹姓苏的。师父说过自己是有大气运之人，要不了多久姓苏的之类人物就会被自己踩在脚下。哎，师父。想到自己的师父，林凡看了看自己少掉的一根手指，也不知道自己的师父怎么样了。苏少说的不错，如果没有苏少，现在你还一直被关在大牢里面呢。这段时间也是多亏了苏少对我照顾有加，不然的话我现在能不能好好的待在这里还是个问题呢。赵柔开口道。谢谢苏少，我明白了。林凡咬了咬牙，他深知此刻自己别无选择，若继续留在牢中，只有死路一条。此刻虽然心中有万般憋屈，他也得强行忍住，不然的话就没有翻盘的机会了。定，宿主成功打压天命主角，奖励反派值2000。懂事的孩子。苏轩欣慰一笑。对了，苏少，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林凡开口道。他从来不斩无名之辈，作为自己出道以来最大的对手，林凡至今不知道苏轩到底叫什么。你叫我苏少就行了。苏轩淡淡的说道。好吧，那就多谢苏少了。林凡有些不爽，自己被打压了那么久，结果连苏轩叫什么都不知道。看来自己只能日后有机会再去打听一下对方了。对了，还有自己的师傅，这才是最重要的。对了，这里有件东西是我从污蔑你的人手中得到的，不知道是不是你的。苏轩拿出一枚玉戒指，看见戒指的那一刻，林凡难以掩饰心中的激动，这戒指居然回来了。师傅，居然是师傅。林凡身子一颤，不行，我得表现得淡定一点。姓苏的既然能够把戒指还我，那就说明他不知道这枚戒指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也就是说姓苏的并不知道师傅的存在。淡定，我必须保持淡定，要是我此刻表现出什么异常，恐怕苏轩就会马上看出什么。是我的东西，这是我当初捡到的东西，谢谢苏少帮我取回来。林凡佯装感激地说道。不用客气，咱俩谁跟谁。苏轩欣慰地拍了拍林凡的肩膀，随后转头走向了赵柔的方向。看见苏轩没有起疑心，林凡顿时松了一口气。还好他没有起疑心，不然的话那我就彻底失去翻盘的机会了。林凡心中庆幸，不过此刻的他并不敢联系骆红衣，生怕苏轩看出什么。苏轩跟赵柔又闲聊了几句，随后苏轩便让狱卒给林凡安排一个热水澡。没办法，林凡现在实在是太臭了，若不是来之前苏轩带了一些屏蔽气味的东西，恐怕他现在已经被臭死了。洗完澡后，林凡的精神状态明显好了不少，不过对苏轩的敌意并未消失。凡儿，你现在干净了不少，终于是有点以前的样子了。看见干干净净的林凡，赵柔欣慰地笑了笑，这才是他印象中的林凡，干净、帅气、阳光，这才是自己的好儿子，
之前的林凡绝对是被鬼上身了。娘亲，我本来就没变。林凡吐槽了一句。洗干净之后，林凡的心情难免舒缓了一些。可是当他看见苏轩的脸之后，还是有些不爽。叮，检测到天命主角对宿主不满，奖励反派值1000。这个林凡真是不知好歹，我好心救你出来，又细心贴身的照顾你娘亲，没想到居然对我不满，真是个忘恩负义的东西。杀林凡的理由又多了一个。既然凡儿已经洗漱完毕，那么是时候离开这个鬼地方了。丹药的效果就要过了，再迟一点离开，苏轩恐怕会忍受不了这里的恶臭。一路上，林凡都在留意周围的动静，试图寻找可能存在的危险迹象。直到现在，他还是不敢相信自己有朝一日居然能从杏苏的手里跑出来。但苏轩却表现得极为悠然自得，仿佛只是在进行一次寻常的散步。当他们走出监狱大门时，刺眼的阳光洒在林凡脸上，他不禁眯起了眼睛。许久未曾感受过阳光的他，此刻心中五味杂陈。啊，是自由的感觉，我终于自由了。林凡激动无比，高兴得手舞足蹈。姓苏的，你狂妄自大，不知放虎归山的道理，早晚有一天我要你的命。林凡心中发誓。凡儿，苏少说了，这段时间不少势力都盯上了你，所以苏少给你安排了一处历练的地方，让你避避风头。赵柔开口道。不用了吧，娘亲。听见是姓苏的安排的东西，林凡直接选择了拒绝。鬼知道姓苏的有什么鬼主意。凡儿，苏少也是为了你好，难道你要寒了苏少还有娘亲的心吗？赵柔继续劝说道。好吧，全听苏少安排。林凡虽然不想去，可是姓苏的压根就没有给他拒绝的机会。如果拒绝的话，恐怕他又要被关进去了。苏少，凡儿他同意了。听见林凡答应，赵柔连忙跑到苏轩身边。孺子可教也。这是历练的地图，你收好，里面是我给你准备的食物还有装备，你收好了。苏轩将一张地图和一枚储物戒交到林凡的手中。待林凡接过地图和储物戒之后，苏轩的嘴角微微上扬起来。凶兽山脉，这是齐国最危险的地带，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妖兽出没，甚至兽王级别的存在也有不少。但是其中蕴含的机缘还有宝藏数不胜数，齐国建立了那么多年，至今没有将里面完全的探索干净。当然那都是因为缺少像林凡这种天命主角的存在罢了。结，小凡子，你可得好好的给我当好寻宝鼠啊，千万不要让我失望啊。苏轩邪魅一笑。我明白了。林凡接过地图说道。凶兽山脉听着就是很危险的地方，姓苏的居然让自己这个那灵境都不到的人去这么危险的地方，这是纯纯的不想放过自己啊。去他喵的历练，这明显就是想让自己狼入虎口，悄无声息的死在外面，然后好霸占赵柔。姓苏的简直是个畜生。不过好在姓苏的还算有点良心，储物戒里面不仅给了自己一堆玄级装备，还有充足的食物和水。师傅说过，我是有大气运之人，再加上这么多的装备，我是不会这么轻易的死掉的。林凡在心中稍微的安慰了一下。行了，既然知道了，那就快点动身吧，我会安排人送你出去的。苏轩开口道。很快就有一辆马车开了过来，驾驶马车的不是别人，正是苏轩的护道者林老。苏轩本来想着派其他人去的，可是仔细想想，林凡毕竟是天命主角，万一一个不小心被人嘴遁了，那可就不好了。所以苏轩只好派自己的护道者过去。作为自己的护道者，林老对自己可谓是忠心耿耿，是原剧情里面为数不多能够抵御林凡嘴遁的存在。有林老在，苏轩自然是不必担心了。上来吧。林老没有多说什么，看向林凡的眼神也十分的正常，既没有生气，也没有讨好。这样的人是最难接近的，哪怕林凡有意想要讨好对方，也没机会下手。很快林凡就上了马车，赵柔看着马车渐渐远去，直至消失在视野尽头，眼眶泛红，泪水在眼眶中打转。他的双手紧紧揪着苏轩的衣角，心中满是对林凡的不舍与担忧。夫君，凡儿他此去真的不会有事吗？赵柔声音略带颤抖的向苏轩问道。苏轩轻轻揽过他的肩膀，安慰道。夫人，你且放心吧，不会有事的，我给他准备了诸多保命之物，屁都没有，况且还有林老护道，至少在林老回来之前，他是不会有事的。苏轩抚摸着赵柔的秀发，轻声安慰道。那就好，听见夫君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赵柔靠在苏轩怀里。夫君，我突然又没有了安全感，你能给我一些安全感吗？赵柔脸红道。夫人既然这么说，那我一定会让足够的安全感填满你的内心的。苏轩淡淡一笑。马车里，林凡透过车窗缝隙望着母亲那越来越模糊的身影，心中五味杂陈。俩人亲密的样子，林凡尽收眼底，
这种事情虽然林凡感到十分难受，但他拿姓苏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为什么我要经历这种事情？林凡想不通自己到底哪里得罪了苏轩，苏轩居然这么针对自己。最可气的是，直到现在他还不知道苏轩的名字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自己一直以来被一个不知姓名的人给污蔑了，打压了。最气人的人，这个人居然还用花言巧语骗走了自己的娘亲，而自己娘亲居然还替对方说话，这是让他最难受的事情。气死我了！林凡气抖冷，恨不得把这辆马车给他砸了。可是林老给他的压迫感实在是太强了，光是看着对方的背影，林凡就忍不住打了一个恶寒。这真的是一个看起来快要老死的老头能够带来的压迫感吗？难道说越老越妖这句话是个真理？林凡的小心思林老并不知道，实际上马车内部设置了一个阵法，林老并不知道林凡在里面想什么。这辆马车是早些时候的苏轩亲自设定的，据说是为了玩一个叫什么车阵的东西。在这里面设置一个阵法可是很贵的，尤其是连林老这种疯狂强者都看不透的阵法。但是宠溺苏轩的苏龙并没有多说什么，而是花费重金满足了苏轩的想法。凡儿，是你吗？就在这个时候，林凡的戒指传来了一道熟悉的声音。再次听见这熟悉的声音，林凡顿时激动万分。这么久不见自己的师尊，林凡可是想死对方了。师尊，是我是林凡，终于又见到你了。师尊，听见骆红衣的声音，林凡差点哭死。不对，师尊，现在这里不是说话的时候啊！这辆马车是那个姓苏的东西，师傅你这么出来，不怕被他知道吗？林凡担忧地说道。尤其是外面还有一个压迫感那么恐怖的老者，若是他强行要抢走这枚戒指，那他拿对方一点办法也没有啊。徒儿，你放心吧，这辆马车设置了一个阵法，哪怕是一般的尊者也看不透里面的东西，你安心即可。骆红衣淡定地说道。居然这么神奇！听到这里，林凡恍然大悟，难怪骆红衣敢这么出来。师尊，那个姓苏的没有对你怎么样吧？林凡担忧地说道。那天之后，林凡就陷入了昏迷当中，再度醒来的时候，自己已经满身大汗了。一直以来，他都十分担心骆红衣，可是一直没有骆红衣的消息。如今看见骆红衣失而复得，林凡可谓是高兴无比。师尊，你好像变得比以前结实了不少。林凡有些惊讶地说道。记得自己当初遇见骆红衣的时候，骆红衣已经虚化的有些严重了，若不是自己偶然捡到了一株三品运魂草，恐怕骆红衣已经灰飞烟灭了。如今骆红衣的状态好像比起先前好了不少，这让林凡难免起了些疑心。说来话长，那日我被他抓走之后，他就叫了许多强者对我进行研究，可惜的是我隐藏得很好，他们并没有发现我的存在。我还趁此机会找到了不少凝固神魂的丹药，如今我的实力已经有了巅峰时期的1%，一般的凤凰境都不一定是我的对手。骆红衣自信地说道。除此之外，骆红衣如今的神魂力已经可以支撑他自由行走了，以后就不用跟个挂件一样被林凡带到手上了。当然了，这都是骗林凡的，如今的他已经是苏轩的形状了。原来如此，还是师尊你厉害啊！虽然有些怀疑，不过听见骆红衣这么说，林凡高兴无比。骆红衣越强，对他就越有利。至于骆红衣有没有背叛自己，这个还不好说，反正留个心眼子总没错的。看见林凡这么信任自己，骆红衣顿时松了一口气。他还以为林凡会起什么疑心呢，看来都是自己想多了罢了。不过看见林凡这么信任自己，骆红衣的内心顿时有些愧疚。背信弃义，这是我该有的样子吗？骆红衣喃喃自语。身体。话音刚落，骆红衣的身子顿时传来一丝异样的感觉。师尊，你怎么了？林凡有些意外，在他的视角里，那枚玉戒指此刻剧烈的抖动着。林凡不知道骆红衣发生了什么事。嘤，我错了，主人不要惩罚我了。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感到愧疚了。如今我已经是主人的人了，愧疚什么的根本不存在。林凡作为主人的敌人，我一定会帮助主人好好收拾他，完成主人的任务的。骆红衣痛苦不已，拼命的求饶。他是真没想到，此刻的苏轩居然在注视着他。再有下次，可就不是这样子了。苏轩揉了揉赵柔的头发，邪魅一笑。遵命，主人。此刻骆红衣是真的怕了，这个苏轩是真的不懂怜香惜玉的。我没事，就是有些激动而已，毕竟能够跟徒儿再次遇见，我也很开心。骆红衣大口喘气地说道。原来是这样子，你也不用太激动了，师尊，从今以后哪怕我豁出了性命，也不会把你弄丢了的。林凡保证道。这样最好。骆红衣没有多说什么。几个小时后，林老将林凡送到了一处传送阵当中，踏入传送阵就可以去凶兽山脉了。多。
林凡本着礼貌想跟林老道个谢，可是林老连给他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就直接驾驶着马车离开了林凡的视线。我们走吧。徒儿，这个凶兽山脉里面可是有着不少机缘呢。骆红一开口道。林凡点了点头，随后走进了传送阵当中。天武圣地议事大厅，诸位长老与高层齐聚一堂，气氛十分的凝重。自从李秋月将令牌重新激活一事上报，已经过去了差不多1个星期的时间了。这1个星期的时间，天武圣地的高层就圣子一事吵得不可开交。一方面，由于天武圣地已经几十年没有立新的圣子了，所以天武圣地决定重新立圣子。就在圣子准备立下来的时候，李秋月居然收到了令牌的消息，这就让圣子一事耽搁了下来。失去了这枚令牌，对天武圣地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因为这枚令牌里面蕴含了天武圣地的重大机缘秘境。每一代的圣子圣女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提升实力的原因就在这2块令牌当中。只要将2块令牌激活，那么就会形成一个传送阵法，进入一道秘境当中。这处秘境可是天武圣地的重要根基所在。如今失去了重要的1块令牌，这几十年来天武圣地的根基薄弱了不少，隐约之间被其他的圣地压了一头。现在天武圣地就因为圣子一事吵得不可开交。一方面有人认为应该遵循传统，谁拿到了这枚令牌就是圣子；另一方面有人认为令牌的主人不确定因素实在是太多了。双方说的都有道理，不过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李秋月的母亲堂妹不想把自己的女儿就这么交出去。议事大厅里面，堂妹身姿婀娜地坐在椅子上，她一袭华丽的紫色锦缎长裙，领口开得恰到好处，露出白皙修长的脖颈。想看的东西只知其外不知其内，给人一种心里痒痒的朦胧感。身材也是前凸后翘，雪白的肌肤像牛奶一样光滑。很难想象堂妹的年龄已经超过100岁了。议事大厅里，一名白发苍苍的老者率先开口说道：诸位，我就说说我的意见吧。关于圣子一事，既然原本我们已经决定了由蔡坤担任，如今因为这个小插曲就贸然的取消了，这对蔡坤来说是不是有点不太公平了？虽然说按照传统来说，令牌的主人才是圣子，但是谁知道那边是谁？如果就这样让一个来路不明的人担任圣子，这对圣地来说实在是有隐患。说话的老者是天武圣地的内门大长老蔡虚，他是蔡坤的父亲。想当年他也是堂妹的追求者，结果自己没有当上圣子。既然自己泡不到堂妹，那蔡坤索性就让自己的儿子将李秋月拿下。若是蔡坤能将李秋月拿下，那么2家就是亲家了。到那个时候，自己说不定有机会弥补一下当年的遗憾。想到这里，蔡虚的脸上顿时露出邪魅的笑容，仿佛吃定了对方一样。看见蔡虚的脸，堂妹脸上顿时露出嫌弃的表情。蔡坤的天赋是不错，可是他的为人堂妹十分的了解。这家伙经常仗着自己的身份去玩弄圣地里面的女弟子，而且玩完了就丢弃，在圣地里面可谓是臭名昭著。堂妹是绝对不会把李秋月交给这样的人的。堂妹柳眉倒竖，怒声对道：蔡虚，你莫要在此处假公济私。你儿子蔡坤是何德行，你我心中都清楚。他在圣地之中肆意妄为，玩弄女弟子感情，此等品性之人怎配得上圣子之位？若让他成为圣子，岂不是让我天武圣地蒙羞？堂妹的话让蔡虚脸色一沉。这件事情一直是蔡坤的污点，但也不算污点。在圣地之中，哪个位高权重的大人物没有过这种黑料的？除此之外，蔡坤其他方面的表现还真的没有什么。堂长老言重了，在天玄大陆，这样的东西比比皆是。蔡坤的努力还有天赋，我们都看在眼里。你不能因为这点事情就质疑他吧？支持蔡坤的一名王姓长老说道。此话一出，支持蔡坤的长老也是纷纷附和。王长老，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我们的传统就是圣子圣女一对。蔡虚早些年追求堂妹没成功，现在又把主意打在了别人女儿身上，别以为我们不知道蔡虚的心思是什么。支持堂妹的女长老名叫苏瑶，是堂妹的好闺蜜。此刻看见王长老开口，她自然也是要出来力挺堂妹的。你也是真的站着说话不腰疼，如果秋叶是你的女儿，你还会这么说吗？支持堂妹的女长老毫不客气地说道。你被苏瑶这么一对，王长老顿时不知道如何开口。苏瑶说的确实有道理，如果要自己的女儿去跟蔡坤结合，他自己确实也是做不到的。人都是双标的，如果蔡坤结合的对象是李秋月，那他肯定会觉得俩人郎才女貌，可要是换成自己的女儿，那就不行了。蔡虚的老底被揭，顿时恼羞成怒，他猛地站起身来，双手握拳，额头上青筋暴起，大声吼道：苏瑶，你休要在这里血口喷人，什么叫我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刚刚说的话有错吗？那我刚刚说的就有错吗？怎么不服气吗？苏瑶也不惯着蔡虚，直接硬刚起来。看来你今天是想打一架了。
蔡旭一边说着，身上的气息开始不断攀升，随时准备出手。一把老骨头了，你打得过我吗你？就想来找我打架，小心3分钟都扛不住。苏瑶冷笑道：气煞我也，今天我打你，以后我老蔡家还有什么脸见人？蔡旭说罢，正准备出手。就在这个时候，一直没有说话的圣主终于是开口了：行了，你们别吵了，大家都是自己人，这都吵了多少天，还不够吗？你们的情况我都了解，不如这样子，我们采取一个折中的方案吧。正中央的男人开口说道。折中的方案？堂妹跟蔡旭异口同声地说道。不错，我的建议是，不如过几天时间，我们开启令牌，让秋月跟那人见上一面，只要他能够通过秘境的几道测试，那么自然就没有问题的。当然了，如果不通过，那么就改立蔡须为圣子，令牌也交给蔡须。蔡长老，你没意见吧？圣主开口道。没意见。其实蔡须是有意见的，但是既然圣主都发话了，他再开口对着干，那就找死了。唐长老呢？圣主的目光又看向堂妹。既然圣主开口了，那我自然也是没意见的。堂妹思考片刻过后开口道。身为上一代圣女，秘境里面的东西她还是有所了解的。如果真能通过秘境里面的测试，那么自己把李秋月交出去也不是不行。既然如此，那就先这样吧。唐长老，我给你3天的时间做好准备。遵命。圣主。不行了，今天就这样子了。不行，这才哪到哪呢？哎呦，求求你了，夫君，人家真的不想再练这个功法了。另一边，书房的苏轩正在指导赵柔修炼，可是赵柔早就已经错过了最佳的修炼年纪，她的年龄和悟性都有些跟不上。在修炼的时候，赵柔根本参悟不透功法里面的东西，哪怕服用丹药也没用。赵柔作为一个普通人，根本不具备纳灵的能力，要是服下了，很有可能爆体而亡。毕竟是自己的女人，苏轩不想看着赵柔以一个人普通人的身份就这么老去。行吧，今天就先到这里了。见赵柔已经没了兴致，苏轩只好作罢。我先回去睡觉了。赵柔怕又被苏轩拉回去练功，连忙跑回了自己的房间当中。见状，苏轩只是笑了笑，没有多说什么。姓名：苏轩，境界：真元境巅峰，反派值6万，系统背包，替身娃娃，无极剑，特殊，初级建议，技能：反将至光环，无背楷模，功法：苏家心法，地级，无极剑法，天级，系统商城已开启。不知不觉间已经存了6万反派值了。苏轩十分满意的说道。系统，我要提升境界。定。从真元境巅峰突破到神通境初期需花费反派值3万，宿主是否花费？花费。没有犹豫，苏轩直接选择了加点。随着3万点反派值被扣除，一股磅礴的力量自他体内涌起，原本已经达到巅峰的真元境修为开始疯狂突破至骨。苏轩只觉经脉在不断拓宽，灵气化作真元如汹涌潮水般在周身奔涌，汇聚向丹田之处。随着力量在体内逐渐稳定，苏轩能清晰地感知到一种全新的更为强大的力量源泉在灵魂深处缓缓觉醒。这是踏入神通境的标志，神通觉醒。定。恭喜宿主觉醒神通灵隐幻步与心眼通。温馨提醒宿主，宿主可在系统商城购买所有神通，也可以通过开盲盒的方式。去你的，我才不买呢。苏轩扫了扫系统商城里面的神通价格，最便宜的神通都得10万起步，至于那个开盲盒就更加搞笑了，同样10万起步还有可能开出一样的东西来，并且开出同样的东西，系统还不带回收的属实是坑。灵隐幻步，此神通可让苏轩在战斗中身形如幻影，瞬息万变，移动速度快到极致，且能留下多个具有迷惑性的残影，让敌人难以捉摸其真实方位。而心眼通则赋予了苏轩强大的感知与洞察之力，不仅能够看穿一定程度的隐匿与伪装，还能在战斗中预判敌人的攻击轨迹，料敌先机。在天玄大陆，大部分人到达神通境之后都只能觉醒一种神通，少部分天才能觉醒2种以及2种以上的神通。而苏轩的原身也算是个天才，毕竟是尊者的后代，天赋自然不算差的。对于自己能够觉醒2种神通，苏轩并没有感到意外。如果连2种神通都觉醒不了，苏轩自然不可能是主角林凡前期最大的对手了。继续加点。苏轩直接梭哈把剩余的反派值也全部加点了进去。此刻苏轩的境界已经来到了神通境巅峰。20岁的神通境巅峰，在目前的天玄大陆里面，放在大部分地方都是天才了。姓名：苏轩，境界：神通境巅峰，反派值0，系统背包，替身娃娃，无极剑，特殊，初级建议，神通，灵隐幻步，心眼通，
技能：反降至光环，无背楷模。功法：苏家心法，地级，无极剑法，天级。系统商城已开启。零蛋。此刻苏轩的小钱包已经变成了零蛋，苏轩突然有了莫大的危机感，再不努力赚点反派值，他就危险了。少爷，你没事吧？就在苏轩思考该怎么获取反派值的时候，莫老的声音传了进来。只见莫老一脸焦急地冲了进来，看见苏轩平安无事的样子，顿时松了一口气。莫老说笑了，我能有什么事？苏轩淡淡一笑，吓死老夫了，我还以为少爷你出了什么问题呢，真是吓死我了。莫老顿时松了一口气。在苏轩破镜的时候，莫老突然感应到了有股异常的灵气波动在苏轩书房出现，自己还靠近不了半点，这可吓坏了莫老，他还以为有什么强敌出现，或者是苏轩走火入魔了呢。于是莫老只能等，直到3天之后，苏轩书房的灵气波动消失，莫老才赶早进来。在这期间，莫老又不能告诉苏龙，此刻的苏龙还在前线打仗呢，若是因此扰乱了前线的战士，那苏家可就完蛋了。不过好在苏轩最终还是平安无事，这让莫老松了一口气。少爷啊，以后你要搞这些动静，麻烦通知一下老夫，这3天的时间可真是吓坏老夫了。莫老欲哭无泪地说道。下次一定。苏轩淡淡一笑。等等，你说3天是什么意思？自己明明记得自己加点过去的时间也不过一瞬间而已，怎么突破就过去3天了？少爷，你在书房里面待了足足3天，期间赵夫人还有小翠都来找过你。莫老将这几天的事情都告诉了苏轩，不过并没有什么大事。看来突破一个大境界的时候是需要花费一些时间的，只不过被系统加速了。苏轩若有所思，看来以后突破大境界的时候还是不能那么的随意，不然的话引起什么骚乱那可就不好了。少爷，你突破到神通境了。莫老察觉到苏轩的气息比起之前更加的浓厚了，明显是破境的迹象。可是他清楚的记得苏轩在1个月前才刚刚破境过一次，如今居然这么快就突破了一个大境界，夸张，实在是太夸张了。苏轩到底是什么怪物啊？这才过去多久啊，苏轩居然又破境了，还是一个大境界。想当初他在苏轩这个年纪也不过才刚进入真元境而已，真是人比人气死啊。不错，苏轩点了点头。闻言，莫老的脸上带着一丝惊喜，苏轩年纪轻轻就取得了这样的成就，在整个齐国历史也就只有苏龙还有当今的老皇帝做到过，如今那2位都已经是尊者级别的存在了，苏轩还这么年轻，又有前人的基础，日后恐怕成圣也不是问题。恭喜少主，贺喜少主，少主不愧为人中龙凤，我在你这个年纪跟你相比可就差远了。莫老恭敬地说道。莫老说笑了。苏轩淡淡一笑，自己不过是开挂的，莫老这种可是真正修炼者，自己跟莫老相比可真是差远了。如果让自己修炼，自己还不知道要花多长时间才能走到如今的境界呢。对了，宁公主刚刚来了，她让我转告一下少主你，问你明天的花灯会有没有兴趣跟她去欣赏一下呢。莫老开口道。跟她说我没空。苏轩直接拒绝了，原剧情里面自己屁颠屁颠就跟了过去，结果就是宁一轩不仅迟到了2个小时，到最后来的时候花灯会都已经差不多结束了。到最后的时候，宁一轩甚至还借口去上了个厕所，2个人总体在一块的时间也就不过3分钟，比在座各位的仇人的时间还短。虽然现在宁一轩肯定是不敢像之前那样对待自己的，可是苏轩就是不去。遵命，少主。莫老恭敬地说道。定，宿主成功改变剧情，奖励反派值2000。随后莫老便离开了，他打算将这个好消息告诉远在战场的苏龙。红衣尊者小姐姐，这几天时间不见，林凡在凶兽山脉历练的怎么样了？正在偷懒躺平的骆红衣听见这熟悉的声音，顿时打了一个激灵。在苏轩突破的这段时间，骆红衣其实一直都有向苏轩汇报情况，可谁知道骆红衣一直没有收到苏轩的回信，他还以为苏轩是不是死了呢。可惜的是，印记一直没有解除的迹象，苏轩只是单纯的不想回他而已。如今再次听见苏轩这讨厌的声音，骆红衣顿时感到有些高兴。没办法，不高兴不行啊。回主人的话，林凡这几天时间都在按照您的计划进行着。骆红衣将这几天的经历一五一十地告诉苏轩。不得不说，作为天命主角的林凡，运气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刚来到凶兽山脉没多久，就发现一株可以提升实力的灵药。吸收这株灵药之后，林凡的修为直接突破到了那灵境。突破到那灵境之后，林凡一路上没有遇到什么妖兽，安稳地度过了第1夜。第2天，林凡还发现了一尊凤凰强者的尸体，尸体特么的都化成灰了，储物袋居然还是好的。可惜的是，储物袋里面设置了禁锢，需要一定的时间解除。
所以骆红衣直接将其保管了过来。现在林凡又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秘境，此刻的骆红衣跟林凡正处于秘境当中，真不愧是天命主角啊，这个运气就是好。苏轩感叹了一下，如果不是天命主角，谁他妈的运气会这么好？那你注意一下，这个秘境里面的所有有价值的东西，待林凡收集起来之后，你就通知我，我全都要。苏轩开口道。遵命，主人。骆红衣点头答应。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苏轩储物袋里面的令牌突然有了动静，只见一道白光突然亮起，一道传送阵法顿时出现在苏轩面前。终于来了吗？看见眼前的传送阵法，苏轩激动不已，这里面可是林凡的重大剧情。随后苏轩毫不犹豫地踏入了里面，伴随着一阵天旋地转，苏轩仿佛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苏轩刚一落地，便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这秘境中仿佛是另一个世界，四周云雾缭绕，如梦似幻。脚下是柔软的草地，每一棵草都闪烁着淡淡的荧光，像是地上的繁星。不远处有一条潺潺流淌的小溪，溪水清澈见底，却散发着神秘的气息，水面上似有灵光浮动。溪边生长着奇花异卉，色彩斑斓，花瓣上的露珠折射出五彩光芒。这里就是传说中的天武秘境了吗？苏轩震惊地看着眼前的景象，这里的灵气可比外面浓郁不少，在这里修炼速度起码是外面的10倍不止。不过除此之外，苏轩也感受到了这里有规则之力在压制。他本来神通境巅峰的实力，在这里只能发挥出真元境的实力来。不过尽管如此，这里却并不影响境界的突破。如果他积累够了突破大能境的灵力，那么依然能够突破。这是灵泉吗？苏轩走到溪边，蹲下身子，将手轻轻探入那散发着神秘气息的溪水中。泉水清冽，入手微温，苏轩能清晰地感觉到一股纯净的灵力顺着手臂缓缓流入体内，滋养着他的经脉与丹田。只是触摸了一下，苏轩竟然有种瓶颈快要松动的感觉。我受不了了，这个灵泉老子是非泡不可了。灵泉这种东西平日里可不多见，反正苏轩从小到大都没有泡过，对于他的印象也只是在书籍中的印象罢了。想到这里，苏轩二话不说，直接脱光了衣物，一头扎进了灵泉当中。这里的水温还算凑合，苏轩并没有感觉到有多冷，反而感觉身体暖洋洋的。随着苏轩不断地吸收着灵气，一股浓雾也随之在周围生成。苏轩能够感觉到自身的实力正在不断的增长，周围的灵泉也开始逐渐消失。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苏轩突然看见了一道亮丽的身影出现在自己的面前。看见对方的那一刻，苏轩感觉自己的心跳都慢了半拍。只见一名身姿婀娜，肌肤如雪，宛如谪仙的极品美女出现在自己的面前。少女的青丝如瀑般垂落，几缕碎发在脸颊边舞动，面色红润。由于有雾气的存在，对方并没有第一时间发现苏轩的存在，只是自顾自地做好泡灵泉的准备。随着一件又一件的衣物的滑落，少女与灵泉彻底的融为一体。少女不是别人，正是李秋月。哦，该死的，是什么蒙蔽了我的双眼？苏轩忍不住惊呼。是谁？察觉到灵泉的吸收有一丝不对劲，李秋月顿时警觉了起来。结果一转头，李秋月就看见了苏轩的脸。救命啊！有流氓啊！还未等对方开口，苏轩就直接开启了恶人先告状模式。流氓？我……李秋月听闻苏轩的呼喊，先是一愣，随即脸上泛起羞愤的红晕。自己还没有说话呢，苏轩怎么反倒恶人先告状起来了？说的就是你！我苏轩一世英名，虽然自认为长得还算不错，可是没想到有朝一日居然会遇到你这个女流氓。快说，你这个女流氓跟踪本少爷来到此处，到底有何目的？苏轩直接开始了恶人先告状。通过系统的侦查，苏轩发现眼前的女人不是别人，正是原剧情里面的天命女主李秋月。这可坏事了，他知道自己不是什么天命主角，可不会在看见天命女主的玉体之后还会落得一个完好无损的下场，所以他直接进行反套路，率先将对方给说懵逼了先。什么目的？我还没说你有什么目的呢，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李秋月又羞又恼，他还没有开口呵斥苏轩呢，没想到苏轩反而恶人先告状起来。我能有什么目的？我不过偶然打开了一道令牌，下一秒我就出现在了这里，然后我就发现了这么一道灵泉，我刚进去不久，结果就遇见你了。天哪，家人们谁懂啊？我好不容易发现一处灵泉，结果泡得好好的，突然就有人闯了进来。我说他一句流氓有问题吗？苏轩说的振振有词，直接把李秋月给说懵了。李秋月发现苏轩说的好像还真没有问题，按照苏轩的说法，自己好像真的就是对他耍流氓了。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在这里，不然的话我也不会。李秋月下意识的道歉。算了，这次我就原谅你了，下不为例。女孩子家家的，
怎么可以见到一处东西就随便脱衣服呢？成何体统？苏轩直接教育起了李秋月。先不说这个，你说你是通过一处令牌进来这里的？李秋月将衣服穿好，脸色通红地说道。苏轩也穿好了衣服。不错。苏轩一边说着，一边将令牌拿了出来。果然是他。看见令牌的那一刻，李秋月有些激动。苏轩手上的令牌正是天武圣地苦苦寻找了几十年都没有找到的令牌，怎么？难道你要将我的令牌抢走吗？苏轩直接将其护在了身后。苏轩的模样将李秋月逗笑了，眼前这个男人倒是真有些有趣。怎么会？令牌到了你手上，那就是你的东西了，你放心吧，我不会抢的。李秋月淡淡一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李秋月，是天武圣地的圣女。你是怎么得到这枚令牌的？李秋月好奇地问道。天武圣地？是那个10大圣地之一的天武圣地吗？苏轩佯装激动地说道。不错。李秋月有些得意地点头。我叫苏轩，至于令牌，我是无意中得到的，因为好奇，所以……苏轩随口编了一个谎话。原来如此，看来这也是我们2个人之间的缘分啊。说起这话，李秋月脸色微红，因为眼前的苏轩不仅长得帅气无比，而且看起来还十分的年轻。李秋月刚开始还有些紧张，生怕对方是一个跟蔡坤一样的坏人，或者是一个糟老头子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他便马上退出秘境。可是如今，什么坏人，什么糟老头子，那都是不存在的，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帅哥。这让李秋月也有些高兴。而且刚刚他还发现苏轩除了长得帅之外，身材也是格外的好，居然还有8块腹肌和人鱼线呢。这让李秋月对苏轩情不自禁的垂涎3尺。他现在甚至希望苏轩是一个坏人嘞。而且苏轩的背景也不算特别差的，人家还是尊者的儿子呢，虽然跟天武圣地比没有可比性就是了。叮，检测到天命女主李秋月对素主好感度提升至20，奖励反派值5000。这么快好感度就上20了。苏轩有些意外，没想到李秋月这攻略速度完全超乎了自己的想象。姓名：李秋月，境界：封王巅峰，秘境压制，当前为真元境。好感度20，颜值98，身材97。不愧是天命女主，身材和颜值居然都达到了恐怖的97以上。这种级别的女人要是放在古代，估计特洛伊战争都得演变成欧洲大战。而且李秋月的天赋也着实恐怖，明明差不多的年纪，李秋月居然已经是封王巅峰了。这要是在齐国，那绝对可以是横着走了。什么缘分？圣女大人，你这是什么意思？苏轩佯装不知。在我们天武圣地，圣子和圣女都是一对的，你捡到了令牌，那么从今以后你就是我们天武圣地的圣子了。李秋月解释道。什么？圣子？我妈？苏轩惊讶道。是的，在天武圣地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谁拿到这枚令牌，谁就是新的圣子。话说回来，你可是我们天武圣地那么多年来第一个圣子呢。李秋月笑道。对于苏轩的表现，李秋月并不意外，任谁听见这个消息不惊讶才怪。这信息有点接收的太快了，我一时之间有些接受不了。苏轩有些犹豫和担忧。有什么接受不了的？这些都是你的机缘，你放心，我不会害你的。李秋月笑道。再说了，你也不用担心去到了那边会被人欺负，我娘亲还有长老们会支持你的。李秋月开口道。跟原著一样，李秋月当初跟林凡也是这么说的，只不过李秋月对他的态度要比林凡要好上不少。原著里面，李秋月看见林凡的时候可是带有一丝嫌弃的。果然，这就是反派跟天命主角的不同待遇啊。或许是因为我太帅了吧？倒不是苏轩自命不凡，只是苏轩在齐国确实被很多人追捧，还有人把他吹成了什么齐国10大公子之首。不过这些都是虚名罢了，跟在场的读者相比，苏轩算个屁啊。这样子，苏轩佯装还是有些难以接受。李秋月也没有多说什么，苏轩的表现都是正常的。你也不用叫我圣女大人了，按照地位，我们2个是平等的，你叫我秋月就好了。李秋月笑道。这样子，那好吧，秋月。苏轩叫了一句，李秋月不怒反喜。那我以后就叫你苏轩了。李秋月笑道。先别说那么多了，这处灵泉，你我2人平分了吧，这可是难得的好东西。李秋月脸色通红的开口道。灵泉哪怕在天武圣地也是不可多得的存在，作为圣女，她每1年也才有1次的机会享受而已。虽然此处的灵泉等级不算特别高，但是其中蕴含的灵气也是十分充沛了。听见李秋月的话，苏轩有些激动，但是强行镇定了下来。刚刷起来的好感度，他可不想那么快就破坏了，以后机会多的是呢。全听圣女大人吩咐。苏轩恭敬地说道。那你转过身去吧，不许偷看。李秋月脸红地说道。
随后苏轩便听话的转过了身，刚刚自己该看的和不该看的都看到了，现在不如安安静静的修炼。听着后面衣物滑落的声音，苏轩依旧不动声色，这让李秋月对他多了些欣赏，居然能够如此的坐怀不乱，倒也算是一个正人君子了。李秋月心想。叮，李秋月对速煮好感度提升5点。听见系统的提示声，苏轩并不意外，此刻的他正在专心的修炼。好恐怖的天赋，这就是圣女吗？苏轩震惊的发现自己吸收灵泉的速度居然有些跟不上李秋月，准确的说是有点抢不过对方。好大度的男人。李秋月还以为苏轩这是在让着他，对苏轩的喜爱更加的深了。叮，李秋月对速煮好感度提升5点。几个小时后，李秋月吸收完毕，此时只剩下了苏轩。没有人跟自己抢，苏轩也是大口大口的吸收起了灵泉。1个小时后，剩余的灵泉也被苏轩吸收完毕。苏轩此刻的境界已经突破到了大能境，真爽啊！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苏轩的境界又迎来了不小的提升。你好了。李秋月眼神中对苏轩的喜爱十分的明显。好了。苏轩穿好了衣服说道，既然如此，那我们先把这里的灵草什么的都给收集一下，这些可都是修炼用的，我们收集起来，回到圣地之后可以让长老炼成丹药供给我们修炼。这里的东西你随便拿，这道秘境正是属于圣女圣子特有的奖励，这里面的任何东西都是属于我们2个的。李秋月兴奋地说道。不过相比之下，最重要的是这处秘境里面的功法，据说这是天武圣地最顶级的修炼功法，就藏在秘境当中。我这里有娘亲之前留下来的地图，我们一会儿先去那里。李秋月一边说着，一边将地上的灵草还有各种杂七杂八的东西给收集到储物戒中，并将储物戒交到了苏轩手中。愣着干啥？快帮我一起捡东西啊！这里面的东西都是咱俩的，你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拿就是了。反正出去之后你也不会被传送到圣地里面，没人知道是你拿了。李秋月开口道。哦，好。见状，苏轩也不装了，跟着李秋月将这些灵草还有各种各样的高级药材给收集起来。2个人一路收集，一边按照李秋月娘亲给的地图前往一处试炼之地。在路上，李秋月表现得很主动，跟个小媳妇一样，这跟原著里面李秋月对待林凡的可是差了不少。凡子啊凡子，本来这些东西都是你的，现在都是我的咯。结。苏轩忍不住邪魅一笑。你笑什么呢？李秋月有些疑惑。嗨，没什么。苏轩咳嗽了2声，掩饰了一下自己的尴尬。没过多久，2个人的储物戒和储物袋都被各种高级灵药堆积得满满的。根据娘亲所说，整个秘境里面最珍贵的东西藏在一处试炼之地当中，只不过想要得到里面的东西，那就得经过一些考验才行。李秋月开口道，这也是堂妹进来前跟她说的计划，要借助这个试炼之地考察一下苏轩的天赋如何。那我们要去那里吗？你就不怕我拖你后腿？苏轩开口道。没事，我相信你，以你目前的表现，我相信你通过测试还是没有问题的。李秋月自信地说道。他现在就把希望寄托在苏轩身上了，苏轩最好能够通过考验，不然的话他跟娘亲就只能实现 B 计划了。根据地图上的指示，没过多久，李秋月就跟苏轩来到了一处密林当中。刚踏入这里，苏轩就感觉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出现。林凡，苏轩，2人同时惊叫，彼此都在对方的眼神当中看见了警惕和意外。苏轩是最感到意外的一个，自己都把林凡的令牌给抢过来了，结果林凡居然还是阴差阳错的来到了这里，这就是所谓的气运眷顾吗？苏轩感叹不已，自己掠夺了林凡的几个重大机缘，天道看不下去了，强行干预，这在原剧情里面可是没有的东西。苏轩，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果然，你先前说放过我的话都是假的吗？该死的东西，居然欺骗我的娘亲！我要跟你拼了！通过这几天的调查，林凡也是知道了那日陷害自己的人就是苏轩。林凡越说越激动，就要拔剑相向，可是当他看见一旁的李秋月之时，顿时就被李秋月精致的面容给吸引住了。看着李秋月那如秋水般的眼眸，心中泛起层层涟漪，情不自禁地吞了口水。察觉到林凡的目光，李秋月脸上顿时露出了嫌弃的表情。叮，天命女主李秋月对林凡观感下降，奖励反派值5000。你是谁？李秋月嫌弃地看着眼前其貌不扬还缺了根手指但是全副武装的林凡，这种情况他简直闻所未闻。以往的圣子圣女进入秘境的时候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居然有个第三者。姑娘你好，我叫林凡，来自齐国新罗城。见李秋月问自己，林凡马上换了一副嘴脸。你们认识？李秋月的目光看向苏轩，他记得苏轩说过自己也是来自齐国的。虽然他也十分好奇林凡是如何来到这里的，
不过他现在更好奇林凡与苏轩的关系，自然是认识的。这人跟我是一个地方来的，为人乐善好施。他身上的装备还是我送的呢。苏轩没有撒谎，把林凡的优点说了出来。通过系统的提示，他已经明白了李秋月对林凡的好感度是处于下降状态的。这个时候，如果自己再诋毁林凡，反而会取得不好的效果。所以说，苏轩直接反其道而行，具体的形象李秋月自己想，这样子直接把自己的人设立了起来。李秋月结合刚刚林凡看他的表情，对苏轩所说的话没有完全相信。林凡刚刚看他的表情，跟当初的蔡坤看他的表情一模一样，是贪婪的、渴望的，不似苏轩那么的清澈。不过有一点苏轩没有说错，那就是林凡现在身上的状态都刻了一个苏字，跟苏轩所穿搭的形象一致。真是恶心，真没想到居然还有这样的人。李秋月心中已经有了自己的猜测，对林凡的为人已经明白了七七八八。林凡应该就是跟蔡坤一样的伪君子，表面看起来光鲜亮丽的，实际上内心恶心到不行，这种人最讨厌了。李秋月有些嫌弃的看了林凡一眼。叮，天命女主李秋月对林凡观感下降，奖励反派值5000。收到系统的奖励，苏轩十分满意，一切都在按自己的想法进行着。美女，你不要信他说的，他说的都是假的，都是污蔑我的啊。林凡虽然不知道苏轩跟李秋月说了什么，但是从李秋月对他的态度就已经猜出了大概。这个苏轩实在是可恶，居然又一次的在别人面前污蔑自己，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啊。听见林凡的话，李秋月顿时笑了，这岂不是说明自己刚刚的猜想全是正确的了？别人苏轩好心在自己面前给他增加好印象，结果林凡倒好，全给自己败完了。叮，天命女主李秋月对林凡感到极度厌恶，奖励反派值10000，2万反派值直接到手。果然想要反派值还得从天命主角身上拿。苏轩心里笑嘻了，自己好心在李秋月面前给他说了几句好话，没想到林凡居然直接给败坏了，这可怪不得我。姑娘，不如我们结伴同行吧，这里我都侦查过了，十分的危险。林凡开口道，如果不是自己踩了狗屎运，以他现在的实力，恐怕已经死无葬身之地了。不过相比之下，他认为最危险的人物还得是眼前的苏轩。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李秋月会跟苏轩结伴而行，但是他知道苏轩绝对不怀好意。呵呵，李秋月没有给林凡好脸色，拉着苏轩进入了试炼之地当中。正如林凡所说，这处秘境也是十分危险的，虽然机缘多，但是也有妖兽存在。以林凡那临近的实力，是绝对不可能在这里生存那么久的。哎，等一下我。林凡焦急地说道。李秋月长得这么好看，林凡绝对不能放任对方落入苏轩的口中，不然的话，到时候李秋月被苏轩吃干抹净了，还得帮他数钱呢。等一下我。姑娘，这里挺危险的，不如我们结伴同行吧。林凡继续厚着脸皮说道。尽管他直到现在都不知道李秋月的名字，但是本着英雄救美的好心，林凡还是十分厚着脸皮过去了。滚！李秋月对林凡本来就印象不好，如今看见林凡又死缠烂打，顿时想起了一些不好的回忆。在天武圣地的时候，那个叫蔡坤的人也是这么的死缠烂打。那时候碍于蔡坤的身份，李秋月不好对对方动手，可是眼前的林凡算什么东西？区区一个纳灵镜，自己随手就可以捏死的玩意也敢纠缠，滚一边去！李秋月抬手就是一巴掌扇向林凡。直到此刻，林凡才明白眼前的李秋月到底是多么恐怖。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李秋月的巴掌已经出现了在他脸上。啪！随着这一耳光下去，林凡整个人倒飞了出去数米远，躺在了地上。好痛啊！痛死我了！林凡的半边脸差点都被打烂了，捂着脸在地上龇牙咧嘴的叮。检测到宿主间接导致天命女主长乖天命主角，奖励反派值6666，居然没死。李秋月看了看自己的掌心，有些惊讶。他很确定自己刚刚绝对是用了全力的，虽然这里限制了他的实力，但是哪怕是这样子，他也依然比林凡高了一个大境界。林凡吃了自己全力一击，居然只是脸肿得跟个猪头一样，确实有古怪。看着躺在地上的林凡，苏轩差点没有笑出声来。叫你死缠烂打，叫你胡搅蛮缠，真当你是什么天命主角了不成？在反将至光环面前，林凡的那点基本操作屁用没有。秋月，你怎么可以打人呢？林凡他也只是想抱个大腿而已，毕竟他一个人在这里确实危险了一些。我看啊，不如让他跟我们一起算了吧。苏轩出于好心的说道。苏轩，你还是太好心了，这个林凡看着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李秋月皱眉道。唉，我也是看他可怜，既然秋月你不答应的话，那就算了吧。苏轩摇了摇头。看见苏轩这副模样，李秋月顿时有些心软了。苏轩可真是个大好人啊。算了，
反正就林凡这点实力，就算有什么阴谋诡计，在我绝对的实力面前也使不出来。李秋月思考片刻之后，心想，再加上他也想看看林凡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居然能够硬吃自己全力一击不死。好吧，既然苏轩你都这么说了，那一会儿就让林凡跟上吧。李秋月开口道。3个人同时参加试炼，这简直前所未有。不过李秋月也不介意，他只是拿林凡当作炮灰来用的。太好了，谢谢你，秋月。苏轩感激地说道。师傅，你刚刚为什么不直接出手？林凡有些埋怨地说道。刚刚李秋月对他出手的时候，骆红衣完全是可以替他抵挡的，可谁知道骆红衣居然没有出手，不然的话他的脸也不会肿得跟个猪头一样了。不过好在骆红衣后面还是出手了，替他挡住了这致命一击，不然的话林凡此时此刻恐怕已经变成了一个死人了。他的速度太快了，我一时之间没有反应过来，抱歉了，徒儿。骆红衣开口道。苏轩刚刚给他下了命令，让他保证林凡死不了就得了，所以他才没有出手。不过林凡这番埋怨的态度也是让骆红衣有些不满。本来林凡是可以不吃这个大嘴巴子的，结果林凡可倒好，人家李秋月都已经摆明了不想搭理他了，还要过去，那不是找打是什么呢？真以为这里是和平社会啊？李秋月可是不好惹的，骆红衣帮助他挡下这么一击，也是花费了不少力量的。林凡不感激自己就算了，居然还想要埋怨自己，真是让人失望。叮！天命女主骆红衣对天命主角感官下降，奖励反派值5000。听见系统的提示声，苏轩有些惊喜，本来想着从李秋月身上薅点羊毛的，没想到在骆红衣身上也薅到羊毛了。好吧，挨了这一巴掌，林凡一肚子火没地方发，只好憋在了肚子里面。听见骆红衣的话，林凡也感到惊讶，眼前的李秋月居然这么可怕，居然连骆红衣都有些反应不过来。那李秋月到底有多强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他更加不能看见李秋月落入苏轩的手中了。这要是苏轩拿李秋月干什么坏事，那岂不是要生灵涂炭了？徒儿，你切莫冲动，不要再去招惹那个女人了，她的实力可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再说了，她跟你非亲非故的，何必要多管闲事呢？对吧？骆红衣教育道。师傅，那怎么行呢？这么好看的姑娘，我怎么忍心让她落到苏轩的手里呢？林凡反驳道。凡儿，一切都以大局为重，这秘境里面还是有着不少资源的，等你拿到这些资源，用来提升自己的实力，到时候什么女人找不到？再说了，以我们现在的实力，又如何能够跟苏轩抗衡呢？骆红衣劝解道。毕竟是师徒一场，骆红衣不想让自己日后留下心魔什么的，所以他才会这么说。可谁曾想，林凡再一次反驳了自己。师傅，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身为修士，怎么能够见死不救呢？你难道忍心看着那么漂亮的姑娘羊入虎口吗？我反正是做不到像你那么冷血和利己的。再说了，这不是还有师傅你在吗？你一定会帮我的吧？师傅，林凡开口道。说完的同时，林凡也直视的骆红衣。之前的时候，骆红衣可不是这样子的。自从那天骆红衣失而复得之后，林凡就对他有了些许怀疑。可是这几天的时间，骆红衣都尽心尽力的帮自己，这也让他打消了一些疑惑。可是如今在提到了苏轩的问题上的时候，骆红衣居然一反常态，之前对骆红衣的怀疑又在心中生根发芽了。随便吧。看见林凡这个样子，骆红衣也懒得说了，既然林凡一意孤行下去想找死，那自己就帮林凡找死算了。林凡作为自己的徒弟，一而再再而三的反驳自己，那自己跟他也没什么好说的了。反正他现在已经是苏轩奴隶了，日后迟早是要跟他脱离的，这才对嘛，这才是我的好师傅。看见骆红衣愿意帮助自己，林凡顿时眉开眼笑，这才是自己的好师傅嘛。刚刚的师傅肯定是被鬼上身了，虽然骆红衣本来就是鬼。就在他思考如何死缠烂打下去的时候，李秋月居然主动邀请他了。我得发。李秋月一改刚刚的态度，让林凡惊讶无比，不过他也没有多想，直接一口答应了下来。毕竟他本来就是为了将李秋月拉出水深火热之中才死皮赖脸的跟过来的。没救了。看见林凡如此的沉迷李秋月，骆红衣知道林凡估计是彻底的没救了。被一个女人迷得团团转，林凡这辈子估计都很难有起色了。嘿嘿嘿，姑娘，重新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林凡，你叫什么名字呢？林凡跟在李秋月后面，一脸殷勤的说道。至于身边的苏轩，则是直接被他忽略了，毕竟苏轩可是他的仇人嘛。苏轩见状也没有多说什么，毕竟林凡这番死皮赖脸的样子，在失去了降智光环之后，只会显得很蠢。我叫李秋月。出于礼貌，李秋月淡淡的说道。原来是秋月姑娘，真是好听的名字啊。林凡殷勤的说道。林凡的态度让李秋月有些恶心，不过苏轩都没有说些什么，
他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他没有再搭理林凡了。一路上，林凡都在给李秋月画着大饼，各种骚话听得他耳朵都要起茧子了。到后面，李秋月索性直接屏蔽了林凡。很快，三人就来到了一处密室当中。李秋月看了一眼地图，根据地图上面记录的东西，这里面是有机关的。除此之外，前面还有一道傀儡阵，只要穿过傀儡阵，那么就可以顺利的来到试炼之地了。三人在这里停下的脚步。秋月姑娘为何止步不前了？林凡疑惑的说道。前面有机关。李秋月看向苏轩说道。麻烦吗？苏轩回了一句，有点危险。李秋月表情有些沉重，根据堂妹告诉的信息来看，这里的机缘足以对付真元境的修士了，稍有不慎就可能会受伤。危险？放心吧，有我林凡在，什么危险都是不存在的。林凡拍着胸脯说道。这一路上他基本没遇上什么危险，甚至还获得了不少机缘，这也让他对自己是气运之子的说法越来越坚信了。既然如此，那你便走前面探路吧。李秋月邪魅一笑，本来他就是想拿林凡当炮灰来用的，没想到他居然主动送上门。我走前面。听见李秋月跟自己说话，林凡一开始还有些高兴，可是李秋月的话让他沉默了。这个地方一看起来就知道是什么危险之地，而且李秋月刚刚还说了有点危险，这不是摆明了让自己去送菜吗？怎么？你刚刚不是说有你在，什么危险都不存在的吗？李秋月冷笑道，他现在对林凡的观感更加的差了，谁都不喜欢自大的人。听见李秋月的话，林凡顿时有些不知所措，他刚刚一直自顾自的，脑子一热话就说出去了，结果现在好了，收不回来了。不走？可以，不过不走的话，那你就等着被我丢过去吧。李秋月冷笑道。好吧。听见李秋月这么说，林凡只好硬着头皮在前面开始走动，毕竟自己走的话或许没事，要是被李秋月丢过去，保底也会触发几个陷阱的啊。师父救我。林凡站在入口前，神色十分紧张，现在他只能寄存希望在骆红衣身上了。没事的，徒儿，有我在，这些陷阱还对付不了你。骆红衣自信地说道。这些陷阱对他来说还是太嫩了，他只是一眼便看穿了陷阱的布置。按照骆红衣的话，林凡一步一个脚印，慢慢地走了过去。我们等会儿再跟上吧。李秋月对着苏轩说道，同时他也开始在脑海中记着林凡前进的路线。苏轩看向李秋月，心想这女人倒是真挺腹黑的啊。然而出乎李秋月预料的是，林凡居然一个陷阱没有触发，就这么平安无事的快要走到了终点。我的发，这个林凡真的假的？运气那么好的吗？看着眼前的这一幕，李秋月震惊不已。然而林凡的狗运还是到头了，在这最后一刻，苏轩直接给他使了个绊子，而一直沉寂在骆红衣的指导中的林凡并没有发现这一处问题所在。卧槽，谁暗算我？林凡走得好好的，可谁知道他突然一个不小心被个石头子绊了一下，结果一不小心就触碰到了一个机关。刹那间，各种暗器从四面八方射向林凡，林凡顿时陷入了危险之中。看见这一幕，苏轩邪魅一笑。原剧情里面，林凡在骆红衣的帮助下没有触发机关，就这么完好无损地走了过去。可是既然遇上了自己，那么他自然不会让林凡如愿以偿。叮！恭喜宿主成功改变剧情，奖励反派值500。看见这一幕，李秋月有些意外，刚刚林凡还一直完好损失的，眼看他们就要跟着林凡走到终点了，结果林凡居然不小心触碰到了陷阱，还是那么明显的。这个林凡不会是在报复我们吧？想到这里，李秋月心中对林凡的感官又下降了不少。叮！天命女主李秋月对林凡观感下降，奖励反派值5000。是苏轩？肯定是苏轩那个王八蛋暗算老子，不然的话我也不会这样。林凡把一切都怪在了苏轩头上，尽管他现在没有证据，不然的话他为什么刚刚走得好好的，突然就触发了机关呢？总不能是李秋月要害自己吧？他相信眼前那么漂亮的李秋月是绝对没有理由害自己，哪怕他刚刚打了自己一个大嘴巴子。至于骆红衣，林凡保持怀疑态度，毕竟他这一路上都是听从骆红衣的话去走的，结果到了最后一步出了问题。相比之下，他还是更加怀疑苏轩。林凡在暗器雨中左躲右闪，身形灵动如猴，在苏轩给的装备加持下，林凡一开始没有受到什么伤害。很快有几道致命的暗器朝林凡飞奔而来，这几道暗器哪怕林凡身穿苏轩给的护具也都顶不住。该死，躲不开了。林凡心想。危急时刻，骆红衣暗中施展一股柔和的力量，稍稍改变了部分暗器的轨迹，林凡这才显知又显得避开了要害。师父，幸好有你啊。骆红衣这一幕直接让林凡打消了对他的怀疑，毕竟骆红衣如果要害他，就不会在这里多此一举了。面对眼前的机关，李秋月和苏轩倒是十分轻松地躲开了。
这里的机关只能针对到一般的真元进修士，他俩可是真元巅峰。姓苏的，你为什么要暗算我？你是什么意思？我哪里招你惹你了？躲过了机关，林凡就直接把矛头对准了苏轩，他要在李秋月面前揭开苏轩的真面目，远离这个男人。林凡，你莫要血口喷人，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何要暗算你？你自己不小心触发了机关，如今把过错归功到我身上，你未免有些太搞笑了吧？面对林凡质问，哪怕被说中了，苏轩也是脸不红心不跳的。你特……还没等林凡说完，李秋月上去就是一脚将林凡踹倒在地。好你个林凡，我还没有说你呢，你倒是恶人先告状起来了。李秋月满脸怒火地说道，我刚刚可是看得清清楚楚，当初你脚下明明就有一处机关，结果你却突然改变了路线，你还说你不是为了报复我们，亏苏轩刚刚还那么好心劝我把你拉入队伍当中庇护你，还把那么好的装备给你，没想到你就是这么对待我们的吗？李秋月越说越气，拔剑就要把林凡杀死。不，秋月，听我解释啊，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的，他都是骗你的啊。林凡万万没有想到，李秋月之所以主动邀请自己入队，居然都是因为苏轩开口了。难怪李秋月那么生气，原来这一切都在苏轩的计划之中吗？这个苏轩实在是太卑鄙了啊！唉，林凡啊，林凡啊，你做事情还是太冲动了，完全被苏轩玩弄股掌之间啊！戒指里的洛红衣看见这一幕，顿时感到失望无比。林凡在苏轩面前还是太嫩了，照林凡这么个表现来看，以后估计也是走不了多久的。幸好自己当初跟了苏轩，还说不是这样，亏苏轩之前还给你说好话呢，没想到你居然说苏轩说的都是假话。现在看来，苏轩确实说的是假话没错，你就是一个卑鄙无耻的小人罢了。李秋月越说越红温，脸色通红。叮，检测到天命女主李秋月对天命主角好感降到冰点，奖励反派值5万。叮，检测到天命主角委屈到了极致，奖励反派值2万。听见系统滔滔不绝的奖励，苏轩差点没有乐疯，这一波下去直接差不多10万反派值了啊，都不知道能升多少级了。林凡感到既委屈又郁闷，这个苏轩实在是太阴险狡诈了，难怪李秋月会对他印象那么差，都是苏轩从中作梗。还有，你知不知道这处秘境是我们天武圣地的东西，你一个没有令牌的人能够来到这里，我不杀你，还让你在这里收集资源，已经是仁义尽致了，没想到你居然如此的忘恩负义，你实在是太让我失望了。李秋月摇了摇头，什么？这里居然是天武秘境？听见这里，林凡顿时气抖冷，原来自己意外闯入的地方居然是天武秘境，那么岂不是说眼前的李秋月就是圣地的圣女了？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属于他的，结果却被苏轩抢先了一步。林凡，真没想到，原来你是这样的人，看来我之前真的是看错你了。苏轩十分失望地说道。听我说，圣女大人，那块令牌本来是我的，是苏轩抢了我的令牌，所以才来到这里的，我俩本来是一对的。林凡大声说道。真恶心，事到如今居然还说这种话。林凡，我看你真是不知死活了。李秋月说着就要拿剑刺死林凡，这个林凡真是不知死活，居然还好意思说和自己是一对，真是恶心。明明苏轩都展示过自己的令牌了，并且令牌也不是假的，林凡怎么好意思的？算了，秋月，林凡可能是发生了什么大事，比如亲人去世什么的，我们还是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了，我们先去里面通过试炼吧。苏轩握住李秋月的手说道。开什么玩笑，自己薅林凡的羊毛还没有薅够呢，要是被李秋月给一剑刺死了，那自己还怎么薅羊毛呢？看见这一幕，林凡气得面目挣扎，李秋月本来是他的女人，结果现在却跟苏轩手拉着手，这何尝不是一种当面 NTR？ 最重要的是，李秋月居然还脸红了，他们才认识多久啊？恐怕也就几天时间吧。你还是太善良了，苏轩，这样的人如果不杀了，日后有后患怎么办？李秋月摇了摇头，苏轩还是太善良了，日后自己必须要纠正苏轩才行，毕竟斩草就要除根，我留他还有用。苏轩邪魅一笑，看见这一幕，李秋月有些意外，他怎么感觉眼前的苏轩有些腹黑？好吧，那我们不要管他了，让他在这里自生自灭吧，这样的人真让我感到恶心。说完，李秋月拉着苏轩的手朝着深处走去，本来还想着让林凡当个炮灰的，现在想想还是算了，就算没有林凡这个炮灰，自己也能凭借自己的实力走出去。眼睁睁地看着李秋月拉着苏轩前往了深处，林凡莫名感到心如刀绞，他感觉自己好像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东西一样，那个东西本来是属于自己的，结果却被苏轩抢走了。好气啊，真是气死我了。我不管了，你们爱怎么样
就怎么样吧。林凡气抖冷，既然李秋月那么听信那个苏轩的话，那他也懒得管了，就等着被苏轩给吃干抹净吧。反正李秋月在他看来也不过是一个放荡的女人罢了，能够跟认识几天的男人就那么快的熟络，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说完，林凡起身就要按照原本的路线离开这里，去别处收集资源。徒儿，我能够感受到这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千万不要让苏轩得到。就在林凡准备离开的时候，骆红衣在这个时候放话了。听见骆红衣的话，林凡顿时感到有些尴尬，自己刚刚还放了话说不管他们了，结果骆红衣这转头又让自己跟上去。徒儿，大丈夫能屈能伸，在这些机缘面前，面子算什么东西呢？骆红衣劝解道。在骆红衣的洗脑下，林凡最终还是硬着头皮追了上去。不过林凡刻意放慢了步伐，始终跟李秋月还有苏轩保持一段距离。没过多久，李秋月跟苏轩就来到了一处傀儡阵当中，只要跨过这处傀儡阵，他们就可以来到试炼之地了。刚踏入这里，苏轩就感觉到了一股危险的气息出现，小心了，进入试炼之地之前，要先打败门口驻守的傀儡。这里的傀儡最低也是灵海境，你得小心一点了。李秋月提醒道。放心吧，秋月，不必担心，这点困难还是难不倒我的。话音落下，苏轩一掌便将一尊神通境的傀儡给轰碎。厉害，不愧是我看中的男人。看见这一幕，李秋月眼中带光。刚刚苏轩使用的功法，没有看错的话是天级功法，还是很高级的，并且苏轩居然已经将这本功法修炼到了大成地步了。他才多大啊，居然就有了这样的天赋。这样的天赋虽然跟自己比起来不算什么，但是两个人的背景可不一样。自己自小就在圣人的教诲下成长，各种不要钱的资源倾泻在其中，而苏轩不过是尊者的儿子罢了，仅凭这些，苏轩就拥有不差于他的天赋。苏轩这个圣子可谓是实至名归。反观林凡，要背景没背景，要实力没实力，一看就是个吃软饭的货。但是想吃软饭，那你也得有实力才行啊，要么有实力，要么活好。林凡哪样占了？很快，两人联手在解决了一波又一波的傀儡后，他们终于来到了一处神秘的山洞前。山洞周围弥漫着浓厚的灵气，门口还有一头布满了灰尘的石狮子。好浓郁的灵气，在这里修炼可比在外界修炼要快上10倍差不多了。苏轩吸了一口这浓郁的灵气，只是一口下去，他就感觉自己的瓶颈松动了不少。根据娘亲所说，只要我们两个将令牌放在石狮子上面，试炼就开始了。李秋月开口道。说罢，李秋月和苏轩对视一眼，同时拿出了各自的令牌，向着石狮子走去。当令牌触碰到石狮子的瞬间，石狮子的双眼闪过一道光芒，身上的灰尘簌簌落下，一股古老而强大的气息扑面而来。你们就是这一代的圣子圣女。一道古老的声音传来，声音的来源是眼前的这头石狮子。前辈，正是我们。李秋月恭敬地开口道。你不是天武圣地的人吧？石狮子看向苏轩，作为这里的守护者，石狮子还是能够看到一些不同寻常的东西的。眼前的苏轩似乎不是用自己的精血进入秘境当中的，他使用的精血另有其人，而且那人似乎还在赶来的路上，这倒是让事情变得有趣起来。不过石狮子也没有多说什么，他只负责测试，是谁来测试他根本无所谓。他一向遵循的原则就是能者居之，如果眼前的苏轩就算用了一些卑鄙的手段，那么他也一样欣赏。毕竟在天玄大陆，想要变强就得抢资源，每个人都是这么过来的。这一代的圣子如果没有守护好自己的机缘，那都是他自己的问题。回前辈的话，李秋月不知道苏轩的事情，他便开口向对方解释了这几十年来的来龙去脉。没想到这几十年来居然发生这样的事情。石狮子感叹了一句，这几十年来一直没有人来这里，可差点没有把他给憋死。我名为凌霄，是这试炼之地的守护者。既然你们来到了这里，那么你们是否准备好了接受试炼之地的考验？凌霄开口道。准备好了。苏轩跟李秋月异口同声地说道。等一下，还有我也要参加考验。就在苏轩跟李秋月说完话的时候，先前的林凡竟然也赶了过来。林凡，你可真是阴魂不散啊！李秋月阴阳怪气地说道。多谢秋月姑娘关心。林凡淡淡一笑。刚刚凌霄跟他们的对话他可是听在了耳里，只要自己在这里展现真实实力，那么李秋月一定会认清苏轩的真面目的。徒儿，接下来可就得靠你自己了，为师需要好好休息一下了。骆红衣开口道。因为现在的林凡实在是太菜了，在通过刚刚的傀儡阵时，全是借助骆红衣的帮助，林凡才通过的。为此，骆红衣可是花费了不少力量。放心吧，师尊，既然都来到这里了，我一定不会失败的。林凡自信地说道。前辈，这会不会有些不太好？3个人参加测试，还是第一次。李秋月开口道。
无妨，既然有3个人参加，2位的关系又有些非比寻常，不如就看看谁能通过最后的测试来决定圣子位置的归属如何。凌霄突然开口道：前辈，您恐怕有所不知，这个林凡他是没有令牌就来到这里的，按理来说他是没有资格参加这个测试的。李秋月开口道：圣女大人有所不知，这2位的渊源恐怕比你想象的要有趣。凌霄邪魅一笑，按道理来说苏轩才是没有资格参加测试的那一个，可是凌霄还是让他参加了，只因眼前的苏轩竟然让他看不透，这让凌霄对苏轩充满了好奇。他倒想要看看眼前的苏轩到底有什么本事能够跟林凡这个大气运者竞争。听见凌霄这么说，李秋月也不好说什么了，只是瞪了一眼林凡。面对李秋月的目光，林凡并不在意，只是将目光放在了苏轩身上。苏轩，你敢接受挑战不？林凡挑衅地看了一眼苏轩。挑战我自然敢接受，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还需要经过秋月小姐的同意才行。众所周知，天武圣地的圣子圣女的关系自古以来都是微妙的，我们的比试何尝不是将秋月姑娘当成了一件物品在比试。苏轩一番绅士风度的发言赢得了李秋月的很大好感，他刚刚都没有想到这一点，苏轩他还真是体贴啊。李秋月心想。听见苏轩的发言，林凡当场愣住了。不是哥们，你一个反派说出这样的话，你的良心不会痛吗？看见李秋月满脸欣赏地看向苏轩时，林凡气得差点又破防了。苏轩说的有道理，圣女大人你的意思如何呢？凌霄还是尊重李秋月的意见的，如果李秋月不同意的话，那就另寻他法。无妨，我相信苏轩。听见李秋月的话，林凡情不自禁地握紧了自己的拳头。本该是自己的女人，如今居然替别人说话，还是自己的仇人，这让他无法忍受。30年河东30年河西，我一定会让你们2个奸夫淫妇后悔的。林凡心中发誓。恭喜宿主成功改变剧情，奖励反派值5000。既然如此，那么3位一同参加考验吧。凌霄微微一笑。好，前辈，不过我希望在这挑战上再加多一点东西。若是我赢了，那么苏轩你就得把事情的真相说出来，并且给我永世为奴。林凡开口道。可以，那你输了呢？苏轩反问道。若是我输了，任你处置。林凡自信地说道。行，我没意见。苏轩淡淡一笑。考验一共分为3道，第1道考验是测试你们2人的天赋，你们把手放入这块测试水晶中，水晶会根据你们的天赋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凌霄说完，一旁的地面顿时缓缓升起一块巨大的水晶。测试的等级分别是白、黄、绿、蓝、紫、黑、红7种颜色，只要你们的天赋达到紫级，那么就算你们3个过关了。凌霄开口道。随后3人依次上前。首先上前测试的是李秋月。待李秋月将手放在水晶上面时，刹那间水晶开始发光，光芒先是柔和的白色，随后迅速变化，黄色、绿色、蓝色迅速闪过。这一代的圣女天赋还不错嘛，哪怕是在历代圣女里面也是不错的存在了。凌霄看见这一幕十分欣慰，历代圣女大多数都是达到紫色，稍微厉害一点的有接近黑色，更有甚者甚至连紫色都没有达到的，不过都是极其个例。而能够达到红色的，在天武圣地的历史上也就只有1位而已。在李秋月的努力之下，最终的测试成功为黑色天赋顺利通过了考验。到你了。第2个上场的是林凡。凌霄对林凡说道。对于林凡，凌霄是目光露出了些许疑惑，他发现林凡身上有大气运加持，不过这道气运好像快要消散了，而且似乎还被霉运缠身，反正不是什么好兆头。这样的林凡让他有点难评。林凡的手刚一触碰到水晶，那幽蓝之光乍现之后，竟迅速被一股浓烈的黑色所吞噬。黑色如墨汁在水晶中肆意蔓延，很快整个水晶都被染成了纯粹的黑色。黑色天赋，不错不错。凌霄倒是没有想到，眼前其貌不扬的林凡居然能觉醒黑色天赋，居然也是黑色天赋。李秋月有些意外，没想到眼前的林凡居然和他一个档次。不过李秋月并没有因此对林凡有所改变，反倒是更加厌恶了。因为在天武圣地里面，那个蔡坤跟林凡也是一样的货色，有天赋但是人品不行，这样的人李秋月可不会有什么好感。苏轩看见这一幕倒是没有感到多意外，毕竟原剧情里面林凡也是觉醒的黑色天赋。你过关。凌霄看了一眼林凡，闻言林凡顿时大喜，同时有些得意，看向苏轩和李秋月的方向。本以为李秋月会因此对自己有所改观，没想到对方看都没看他一眼。苏轩，你不用担心，我相信你，一会儿你觉醒个红色天赋给他看看。李秋月握着苏轩的手鼓励道。放心吧秋月。苏轩十分自信地说道。下一个。随着凌霄话音落下，苏轩走了上去。
很快，苏轩将手放在水晶之中。就在这个时候，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只见眼前的测试水晶突然剧烈晃动起来，一道耀眼的光芒开始散发。很快，水晶上面的颜色就超过了黑色，到达了红色。卧槽！凌霄瞪大眼睛，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一幕。红色天赋在历代圣子里面也是绝对的顶尖中的顶尖了啊！自己只是随口一说而已，没想到苏轩他居然真的做到了。这苏轩居然这么厉害！凌霄心想。然而，令凌霄惊讶的是，天赋水晶还在发生变化，从红色变成了绝无仅有的金色。我的发！金色传说。凌霄想起了上千年前来自己来到这里的时候，第一代圣主所说的话。凌霄啊，其实天赋水晶一共有8种颜色，不过传说中的金色从来没有人见过，所以以后你测试的时候不用说第8个颜色。毕竟如果只有7个颜色的话，那么给人的成就感是不太一样的。然而苏轩的到来无疑是打了第一代圣主的脸，这不是明明有人能达到吗？前辈，我这是……苏轩有些惊讶，他刚刚花了1000反派值收买了系统，开了个小挂，本来想着搞个红色天赋装13，没想到居然出金了。我的发，这倒是有些出乎他的意料了。天选之人啊，天选之人啊，你就是传说中的天选之人啊！凌霄哈哈大笑，金色传说在天武圣地的历史上都没有出现过啊！前辈，这是什么情况？不是说只有7个等级吗？李秋月有些懵，看着眼前的金色传说，这你就不懂了。凌霄解释了一番，李秋月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这么说的话，既然如此，那么也就说明以苏轩的天赋加入天武圣地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肯定是被当作真正的圣子对待。想起圣地的圣子圣女历代结局，李秋月的脸色就不由自主地通红起来。叮！恭喜宿主成功改变剧情，获得反派值2000，投资1000，返利2000，真是一个划算的买卖啊！系统，你都可以去开装了。苏轩心里调侃道。苏轩的惊人天赋让凌霄感到激动不已，他围着苏轩转了好几圈，口中不停地念叨着天选之人。不仅如此，李秋月看向苏轩的眼神也多了几丝暧昧。一想到自己日后的夫君可能是苏轩这么优秀的男人，李秋月就忍不住轻哼起来。一旁的林凡看着眼前的苏轩，表情跟吃了几斤屎一样难受。他想不通，为什么眼前的苏轩居然会觉醒这种天赋？不，我不信，苏轩他这个卑鄙小人怎么可能会有这种天赋？林凡不服气地说道。测试水晶几千年来从未出错，怎么？难道你这是在质疑我吗？凌霄语气不善地说道。本来凌霄还有些可怜林凡的，现在看见林凡的样子，顿时又不可怜了。此子嫉妒心太强了，身上穿的装备都是苏轩给的，没想到还嫉妒苏轩。我……林凡憋了半天，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在凌霄的气场压制下，现在的林凡可谓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闭上你的嘴巴，真让人恶心。如果测试水晶有问题的话，那也一定是出在你身上。李秋月没好气地说道。哎，林凡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以前他遇到这种情况，群众明明都是帮他的啊，怎么现在1个2个的都来踩自己了？群众里面有坏人啊！林凡表示心好累。好了，既然没有什么问题，第1道考验你们都已经顺利通过，这次就算双方战平如何？凌霄开口道。我没意见。苏轩很大度地说道。看看别人，再看看你。李秋月嘲讽道。本来这第1场测试应该是苏轩赢的，结果苏轩十分大度地选择了平手。接下来是第2道考验。凌霄平复了心情，大声说道。这第2道考验是有关心境的试炼，你们将进入我身后的幻阵之中，只要能坚持1炷香的时间，就算过关。凌霄开口道。这第2道测试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李秋月率先进入，很快1炷香的时间就过去了，李秋月依然面无表情地走了出去。从小没受过什么挫折的他，心态好到离谱，压根不知道恐惧是什么，所以很轻松就通过了这道测试。很快就到苏轩了，他直接花了1000反派值，直接在系统那里开了个小挂，可以在1炷香的时间以内不受任何幻阵的影响。在李秋月满眼期待的眼神和林凡巴不得苏轩早点死的眼神当中，苏轩径直地走入了幻阵当中。很快1炷香的时间就过去了，苏轩同样也是毫发无损的出来。不过跟李秋月的面无表情不太一样，苏轩反而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开了挂之后的苏轩，在幻阵里面，那些本该让人恐惧的东西都变成了各种各样的美女，甚至前世那些2次元角色也闯了进来。什么 C， 什么狂三，什么慧慧，玉版美琴地法，全部都是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朝着苏轩冲了过来。这特么哪是什么幻阵啊，
简直是造福人类的福音，好吧？这小子居然面不改色的，甚至还有些意犹未尽，这是何等心境？凌霄震惊不已。这道考验对于大多数圣子圣女来说都算不了多难的东西，他们自小身居高位，也没有受到过什么挫折，自然不知道恐惧为何物，心境坚定一点也可以理解。所以他对李秋月的表现并不意外。可是像苏轩这样的，他还是第一次看见，怎么感觉苏轩是去里面玩了一圈，还泡了几个美女，正准备干坏事的时候被自己传送了回来呢？这就是天选之人的逆天之处吗？果然不是我这等凡物可以理解的。凌霄感叹，不愧是苏轩，居然这般镇定，甚至还有些意犹未尽的感觉，这比起我来实在是强了太多了。李秋月满脸崇拜地看着苏轩，在林凡的衬托下，苏轩是那么的优秀，李秋月对他的好感度很快就来到了40。定，天命女主李秋月对宿主好感度达到40，奖励反派值2万。林凡满脸嫉妒地看着苏轩，此时此刻的他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挫败感。苏轩无视林凡那几乎能杀人的目光，嘴角微微上扬，带着一抹若有若无的笑意，慢慢走向李秋月。苏轩，你真是太厉害了，比我厉害多了。李秋月满脸崇拜地看向苏轩，他还是第一次见有人这么从幻阵里面走出来的，雕虫小技罢了。苏轩微微一笑。林凡冷哼一声，忍不住开口，哼，不过是走了狗屎运罢了，有什么好得意的？面对林凡的嘲讽，苏轩也是毫不客气的回应，可不要怪我没提醒你，林凡，你现在情绪那么的不稳定，进了幻阵，小心你的负面情绪被无限放大。听见苏轩的话，林凡不知是真是假，顿时被吓得汗流浃背。看见林凡害怕的样子，苏轩差点没有笑出声来，这小子居然真的相信了。好了，多说无益，林凡，到你测试了。凌霄淡淡的说道。林凡硬着头皮踏入幻阵，心中虽满是恐惧与忐忑，但还是走了进去。幻阵里面各种各样的恐怖的景象如潮水般涌来，林凡被这突如其来的手段给吓了个半死，竟然直接尿了出来。李秋月和苏轩二人情不自禁地捂住了鼻子。定，宿主间接导致天命主角当众出丑，奖励反派值1000。定，检测到天命主角即将黑化，请宿主小心行事。尽管被吓尿了，不过作为天命主角的林凡在最后一刻还是有惊无险地从幻阵当中走了出来。我成功了，我活下来了。哈哈，劫后余生的林凡顿时哈哈大笑。别笑了，去那边换件衣服吧。凌霄随手丢出一套新衣服给林凡。直到此刻，林凡才发现自己刚刚到底做出了什么样的举动。面对李秋月和苏轩充满善意的目光，他又羞又恼，但又无可奈何。这一次苏轩依然10分人的大度，双方再一次战成了平手。待林凡换好衣服之后，凌霄开始宣布了第3场考验。这个时候李秋月看不下去了，前辈，既然前面2场表现双方都不相上下，不如就用第3场一决胜负吧。李秋月实在是看不下去了，苏轩的为人实在是太好了，照这样子下去，要比到什么时候才能打败林凡可以？正好，林凡也是憋了一口气，前面2道测试让他感觉很丢面子，他必须在第3道测试里面找回自己的场子才行。我也没意见。苏轩点头同意。可以，刚好测试也差不多结束了。凌霄本来想先提出来的，没想到李秋月居然比他率先开口了。既然如此，第3道测试开始吧。凌霄话音落下，很快一道传送阵就在3人脚下触发。下一秒，3人来到了一个洞穴之中。3人出现在洞穴之中，只觉一股腐臭潮湿的气息扑面而来。这洞穴幽深的仿若巨兽之口，四壁怪石嶙峋，挂满了滑腻的苔藓，丝丝缕缕的散发着幽绿的暗光。洞顶不断有水滴落下，滴答滴答的声音在寂静中回荡，更添几分阴森。地面坑洼不平，积着一汪汪散发着刺鼻气味的污水，隐约可见一些细小的白骨散落在其中，不知是何种生物遗留。这就是你们的第3道测试，只要你们能够取得里面蛇王的蛇胆，那么就可以通过这一次测试了。前辈，这不公平吧？我的境界都在他们之下，这对我来说不太好吧？林凡开口道。林凡只不过是纳灵境，可是苏轩跟李秋月现在都是真元境巅峰，这怎么比？放心吧，为了保持公平，所以这一切我短暂的给予你同他们相同的境界，除此之外也不能使用功法。随着凌霄话音落下，苏轩、林凡、李秋月3人发现自己的功法不能用了。不仅如此，林凡的境界也从纳灵境来到了真元境巅峰，只不过是暂时的。哦，对了，稍微提醒你们一下，蛇王是有毒的，请务必做好保护措施。随着凌霄的声音落下，这次测试正式开始。终于来了，这第3道测试可是林凡前期剧情里面的重要剧情啊。印象里面，
李秋月跟林凡在跟蛇王的战斗当中不小心受伤了。随后林凡帮李秋月吸出了毒素，这也就导致了俩人的关系极度升温。可惜了，现在有我在，林凡注定是完不成他的梦想了。苏轩邪魅一笑，苏轩，你怎么了？李秋月的声音将苏轩拉回了现实。此刻的李秋月正满脸好奇地盯着苏轩。苏轩不愧是奇才啊，面对如此险境居然还能笑得出来，难怪刚刚进入幻阵的时候依然面不改色的。李秋月心中对苏轩的佩服又多了几分。哦，没事，我只是想起了高兴的事情而已。苏轩笑了笑。这样子，李秋月没有多想，你们就在那里唧唧歪歪吧，等我拿到了蛇胆，这一切都是我的了。说完，趁苏轩和李秋月二人不注意，林凡率先冲入了洞穴之中。我们也进去吧。说完，苏轩主动拉起李秋月的手，在后者的脸红当中进入了洞穴之中。虽然拉着手，不过苏轩是跟在李秋月后面，后者右手手持长剑，剑身上闪烁着淡淡的灵光，勉强照亮了周围几步的范围。随着深入洞穴，那股腐臭气息愈发浓烈，令人作呕。突然，一阵轻微的嘶嘶声传来，李秋月瞬间警觉，停下脚步，紧张地注视着前方。只见一条数米长的、手臂粗细一般的毒蛇从旁边的石缝中缓缓爬出，它的身体呈现出诡异的青紫色，三角形的头颅高高昂起，口中吐着信子，毒牙上闪烁着寒光。毒蛇身形灵活，迅速扭动，后猛地弹射而起，直扑李秋月门面。滚！李秋月娇喝一声，挥剑斩去，剑锋呼啸，精准地朝着毒蛇劈去。只是一击，便将这只堪比真元境的毒蛇给劈成了两半。苏轩小心，这洞穴之中到处都是危险，你得跟紧我了。李秋月将剑身上的血液甩掉，英姿飒爽地说道。我明白了，秋月。随后苏轩一把抱住了李秋月，正如李秋月所说的那样，紧紧地跟在了李秋月的后面。李秋月，两个人的亲密接触无疑让李秋月的身子如同触电了一般，整个人都不对劲了起来。怎么了？秋月，不是说让我跟紧你吗？是我哪里做的不对吗？苏轩不知道李秋月发生了什么事，他只是一个听话的乖孩子罢了。苏轩，我是让你紧跟着我，但也不至于这样子，你这样子都有点限制我的发挥了。李秋月害羞地说道。虽然苏轩这样做他并不讨厌，可是不要忘了，现在他们还在试炼呢。苏轩，是啊，这就是一场试炼。原来如此，是我唐突了。苏轩随后收回了手上的动作，转而拉着李秋月的左手。这样子应该不影响了吧？苏轩笑道。算了，就这样吧。李秋月也没多说什么，他对苏轩有好感，苏轩这么主动，倒是让李秋月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怎么说呢？就好像是霸道总裁遇上了自己的小娇妻一般。而恰好以李秋月此刻的身份跟苏轩的身份来对比，还真挺像那么一回事。这一路上，李秋月可谓是过关斩将，战斗力堪比超级赛亚人。不管是什么境界的妖兽，在李秋月面前都只不过是一件的事情。虽然不能使用功法，不过李秋月的战斗能力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作为天武圣地的圣女，李秋月的战斗力那自然是没话说的，区区妖兽不足挂齿。在李秋月的一通乱杀之下，不知不觉间，二人已经来到了蛇王面前。而林凡此时此刻已经不知所踪。林凡哪去了？李秋月好奇道。倒不是他多担心林凡，只不过他害怕林凡会躲在暗中偷袭他们。不用管他，既然他不在，那我们两人合力拿下这只蛇王不就可以了？苏轩邪魅一笑。好，那我们得速战速决了。李秋月点头道。很快，俩人来到了蛇王面前，看着眼前的蛇王，苏轩感觉自己弱小的跟蚂蚁一样，哪怕是刚刚还淡定的李秋月，此刻都露出了些许凝重的眼神。这只蛇王居然已经是大能境了。李秋月脸色凝重地说道。眼前的蛇王足有数十米长，身躯粗壮如桶，浑身覆盖着一层乌黑发亮且带有奇异纹路的鳞片，在暗淡的光线中闪烁着幽冷的光泽。他那巨大的头颅高高昂起，三角形的眼睛犹如两团燃烧的绿色火焰，冰冷而凶残地注视着闯入者。分叉的信子不时吐出，发出令人胆寒的嘶嘶声，仿佛正在宣告着他对这片领地的绝对统治。大能境的蛇王可是比他们高了差不多2个大境界，在不使用功法的情况下，他们想要取胜还是有些困难的。见状，李秋月随后拿起一枚丹药吞服下去。在苏轩惊讶的目光当中，李秋月的肉身气息顿时攀升到了另外一个档次。前辈说的是不能使用功法，可是没说不让我们嗑药啊。李秋月握了握拳，感觉全身上下充满了力量。有道理啊。苏轩恍然大悟，没想到李秋月居然这么懂。随后苏轩也问李秋月要了一枚相同的丹药，服下之后，苏轩的肉身力量也提升了一个档次。不仅如此，李秋月还拿出了一套装备，
外加几枚爆破符，4阶爆破符，爆炸的威力足以杀死神通境的修士了。其实李秋月还有威力更加强大的爆破符，只不过因为他的灵力被限制在了真元境，他现在无法催动。不过这倒无所谓，因为像这样的爆破符他还有几十张。去死吧！李秋月瞬间引爆10几张爆破符，巨大的爆炸声在洞穴里面响起。不愧是大能境的蛇王，尽管吃了这10几张爆破符，蛇王依然屹立不倒。他脑袋晃悠了几下，随后发起反击。他猛地一甩尾巴，如同一根巨大的石柱横扫而来。苏轩和李秋月见状，连忙跳跃躲避，身后的地盘被砸出了一个大洞。两人都心有余悸地看了一眼身后的惨状，这要是落在自己身上，恐怕已经被砸扁了。然而对方并没有因此放过他们，巨大的头颅高高扬起，口中喷出一股黑色的毒雾，毒雾中夹杂着丝丝缕缕的幽光。这是蛇王的神通，可以让自己的毒液变成一团毒雾，造成范围性伤害，其威力之巨大，就连一旁的岩石都被渐渐腐蚀掉了。眼看李秋月就要被毒雾吞没，危急时候，苏轩挡在了李秋月面前。给我炸！苏轩一连催动7、8张爆破符，硬生生地将蛇王的神通给炸了个粉碎。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必须想办法将他一击必杀才行。李秋月开口道，眼前的蛇王恢复能力有些太强了，刚刚的爆炸给他造成的伤害很快便恢复了过来。打蛇要打7寸，我们将爆破符集中起来，二人合力对准他的7寸地方。苏轩开口道。闻言，李秋月眼前一亮，果然在这个时候还是苏轩靠谱。不过他全身上下都有鳞片保护，除非他主动暴露，不然只怕没有那么简单。李秋月开口道，一头畜生罢了，跟林凡一样的东西，只要我们稍微挑衅一下，他就会不攻自破。苏轩淡定地说道。很快俩人就按照计划进行，苏轩以身涉险前去挑衅蛇王。傻逼玩意，来打我啊！苏轩勾了勾手指，虽然听不懂苏轩在说什么，不过蛇王还是看出来了苏轩在挑衅他。很快在苏轩的挑衅下，蛇王将苏轩逼退到了角落里，他高昂着头，居高临下的看着眼前如同羔羊的苏轩。就是现在！苏轩大喊一声，同李秋月二人合力将爆破符粘在了蛇王的7寸上面。爆破符瞬间引爆，一阵耀眼的光芒和巨大的冲击力从蛇王的7寸处爆发开来，蛇王发出一声痛苦的嘶鸣，庞大的身躯疯狂地扭动着，将周围的岩石纷纷震落。至此，苏轩只闻到了一顿香酥无比的烤肉味，战斗就这么结束了。苏轩，我们成功了！李秋月欣喜地说道。是啊，我们成功了！结。就在李秋月和苏轩高兴的时候，林凡的声音突然在他们耳边响起。不是哥们，你不是天命主角吗？这种反派干的事情你也干啊？苏轩心中吐槽。林凡，你想干什么？李秋月警惕地说道。干什么？你说呢？林凡邪魅一笑，手中拿着李秋月和苏轩的储物戒，这是他刚刚趁苏轩和李秋月与蛇王对战的时候偷拿的。我的储物戒？什么时候？李秋月有些意外，林凡什么时候居然有如此实力了？不错，这当然不是林凡的实力，而是洛弘一出手了。经过这段时间的休息，洛弘一也是恢复了部分力量，在林凡的要求下，洛弘一帮助他拿到了苏轩跟李秋月二人的储物戒。不仅如此，洛弘一还在林凡的吩咐下，将蛇王的毒给下在了李秋月和苏轩身上。结，我想你们两个现在应该非常的难受吧？林凡一脸坏笑地看向苏轩跟李秋月，他等了那么久，就是为了这么一个机会。在洛弘一的帮助下，他比苏轩和李秋月都要更早一步的来到这里蛰伏。他等了许久，就是为了等这么一个机会，一个夺回自己一切的机会。其实他也不想这么干的，可是看见苏轩的天赋和实力之后，林凡也是知道了，光凭自己的努力，恐怕这辈子都超越不了苏轩，只好玩阴的了。所以林凡直接黑化了，变成了他以前最讨厌的样子。哈哈哈哈！你们现在应该很难受吧？林凡哈哈大笑。我的身体……林凡话音落下之后，苏轩整个人顿时瘫软无力的倒在了李秋月怀里。啊，这里简直是天堂啊！苏轩情不自禁的埋身了几分。林凡，你到底干了什么？李秋月瞪着林凡开口道。由于打小就在各种药浴中浸泡，所以李秋月的体质远超常人，一般的毒还真的难以伤到他。但是在秘境当中，他的实力受到了限制，再加上出手的人是洛弘一，所以李秋月此刻也是中了蛇毒。只不过由于他体质过人，此时此刻还在硬撑着罢了。当然是让你中毒了。林凡一脸坏笑。不仅如此，他还让洛弘一把俩人的储物戒、储物袋都给拿走了。这样子，就算李秋月跟苏轩有什么解毒丹药，那也服用不了了。不可能，以你的实力，怎么可能拥有这个本事？李秋月不知道洛弘一的存在，但是他知道，
仅仅靠林凡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这你就别管了，反正我自有妙计。林凡一脸坏笑的越走越近。你想干什么？李秋月眼神冷厉。干什么？你说我想干什么呢？林凡满脸贪婪的来到李秋月面前，他能够感受到李秋月的气息正在逐渐削弱，很快就要坚持不住了。他要当着苏轩的面夺回属于自己的一切，然后再把苏轩杀死。滚开，不然的话，信不信我杀了你？李秋月持剑与林凡对峙。杀我？来啊，你来杀我啊！你现在越动，蛇毒就扩展得越快。林凡哈哈大笑，这种一切尽在自己掌握之中的感觉已经许久没有出现了。这一切都归功于苏轩，自从遇到苏轩之后，自己都没有遇到过一件好事。你……李秋月还想开口说些什么，可是他体内的蛇毒已经愈发严重，李秋月说话都是个问题。渐渐的，李秋月已经无力举起长剑，整个人瘫软在了地上。哈哈哈哈！我成功了！我成功了！我成功了！我终于要得到自己的一切了！林凡哈哈大笑。叮！恭喜宿主成功改变剧情，奖励反派值5000。叮！检测到天命主角已黑化，失去天命主角身份，奖励反派值1万。请宿主尽快完成击杀。听见系统的提示声，苏轩邪魅一笑。终于，等了那么久，苏轩终于得到了系统的击杀允许，不枉费他装了那么久。畜生，你得了什么？就在林凡得意的时候，刚刚还好好躺在李秋月怀里的苏轩突然暴起，直接一巴掌甩在了林凡的脸上。林凡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巴掌打得眼冒金星，脸上瞬间浮现出一个红红的掌印。他瞪大了眼睛，满脸的不可置信看着眼前给了自己一巴掌的苏轩。你怎么可能？林凡捂着脸颊，满脸的不可置信。他瞪大了眼睛，死死盯着苏轩，仿佛看到了什么怪物。他明明让洛弘一给苏轩下毒了啊，苏轩怎么可能还能动？惊不惊喜，意不意外？苏轩戏谑地看着惊讶无比的林凡。你刚刚都是装的。林凡大声说道。苏轩看了一旁的李秋月，确认对方已经昏迷了过去。不错，都是装的，如何呢？苏轩嘴角微微上扬。师傅，这是怎么回事？林凡想要联系洛弘一，结果却发现自己突然联系不上洛弘一了。我的奴婢，还不快点过来！随着苏轩开口，洛弘一屁颠屁颠的来到了苏轩的手中。主人，一切都按照你的计划进行了。洛弘一满脸谄媚的看着苏轩。林凡的那点小伎俩，苏轩早就通过洛弘一知道的一清二楚了，他只不过想要将计就计而已。这样不仅可以改变剧情，也可以让林凡彻底黑化。虽然不知道林凡黑化之后自己会得到什么，不过肯定有反派值。可谁知道林凡黑化之后居然直接就失去了主角的身份。既然如此，那可怪不了他了。师傅，你怎么会？林凡难以置信，自己一直信任无比的洛弘一居然背叛了自己。看来自己的猜测都是对的，只不过因为苏轩的存在影响了自己的判断。林凡想要逃跑，可是他根本做不到，因为洛弘一这个老六不仅把他的东西都给拿走了，还给自己也下了毒。此时此刻，蛇毒已经爆发了，身体素质本就不行的林凡这个时候根本行动不了。你下手还真是狠啊，连自己的徒弟都杀，你真的不怕遭天谴吗？苏轩调侃道。主人的命令是绝对的，就算遭天谴又算得了什么呢？洛弘一笑道。被种下奴隶印记之后，就会起到一个潜移默化的效果，再加上被折磨了几次，洛弘一此时此刻满脑子想的都是苏轩了。什么遭天谴之类的，他根本不怕，他现在最害怕的事情只有一个，那就是苏轩的惩罚。不错不错，做得好。苏轩摸了摸洛弘一，表示奖励。贱人，亏我对你那么好，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吗？林凡目眦欲裂，眼中满是愤恨与绝望，他恶狠狠地瞪着洛弘一，仿佛要把他生吞活剥。林凡，你还好意思说？你摸着自己的良心的问问，跟着你的这段时间，你有给过我什么好处吗？我尽心尽力的教你，在我能力范围之内的东西，我还不是尽力满足你。早在之前我就提醒过你，让你不要招惹李秋月，可你是怎么做的？我替你挡下他的致命一击，你不感激我就算了，反而责怪我为什么不早点出手。洛弘一越说越气，上去就给了林凡2个大嘴巴子。这段时间他是彻彻底底的变成了林凡工具人，什么事情都要他出手，他好不容易在苏轩那里恢复过来的一点力量，差点全被林凡给霍光了。幸好苏轩在这里，虽然他不是不能理解，林凡是出于对自己的不信任，所以才这么做的，不过理解不表示洛弘一可以接受。我听见洛弘一的话，林凡表示无话可说，自己这段时间确实是把洛弘一当工具人用，念在你我师徒情谊一场，我就不替苏少求情了，不然的话只怕你会遭受更加痛苦的折磨。洛弘一冷笑道。主人，
我任务完成的那么好，能不能给我一些奖励？骆红衣看向苏轩，撒娇道：当然有了。苏轩宠溺地将一瓶增强神魂的丹药交到了骆红衣手中。拿到丹药之后，骆红衣满脸兴奋地回到了戒指当中，看着在自己面前一向高冷无比的骆红衣，在苏轩面前表现得跟个奴隶一样，灵顿时破防了。痛，实在是太痛了。这本该是属于自己的东西，怎么偏偏到了苏轩手中？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苏轩冷笑着，步步紧逼。你想干什么？林凡望着步步紧逼的苏轩，脸上顿时出现了害怕的表情。此时此刻的他哪里还有刚刚嚣张的样子？我想干什么？当然是杀你啊！苏轩邪魅一笑，让林凡活了那么久，自己已经仁义尽致了，再让林凡活下去，那可就不礼貌了。不，你不能杀我，求求你了，不要杀我！在死亡的恐惧面前，林凡彻底放下了尊严，苦苦哀求着苏轩。他的眼神中满是恐惧与绝望，身体因蛇毒的侵蚀和内心的恐惧而瑟瑟发抖。放过你？你让我怎么放过你啊？你都要杀我了，我还放过你？苏轩将林凡踩在脚下，狠狠地出了一口恶气。原剧情当中，苏家被林凡剿灭的时候，他也是这么的被林凡踩在脚下。如今双方角色对调，苏轩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感。爹，求求你了，放过我吧！看在我娘亲的份上，放过我吧！为了活命，林凡哪里还顾得上什么尊严，直接把赵柔搬了出来。求求你了，爹，放过我吧！我会在我娘亲那边替你美言几句的，我保证，到时候你不管叫我娘亲做什么，她都会同意的。林凡求饶的样子让苏轩感到有些恶心，他还是更加喜欢林凡之前放荡不羁的样子。林凡啊，林凡，你真恶心啊！为了活命，甚至不惜把自己的娘亲也搬了出来。可惜的是，我不需要你，他也会完全的听我的吩咐的。结，因为他就是我的人了啊！哈哈哈哈！苏轩哈哈大笑。苏轩，我 CNM， 你不得好死，我诅咒你活全家！见苏轩不给自己机会，林凡也懒得求饶了，直接把苏轩的祖宗19代都骂了一个遍，闭嘴吧你！苏轩稍微一用力，直接把林凡脑袋给踩爆，鲜血溅落在地上，充斥着腥味。来到这个世界，苏轩还是第一次杀人，不过他并没有感觉到什么不适，反而感到一股莫名的兴奋。也许这就是我为什么是反派吧。苏轩心想。叮，恭喜宿主成功击杀天命主角林凡，奖励反派值10万。叮，恭喜宿主成功击杀天命主角林凡，奖励终极剑意。叮，恭喜宿主成功击杀天命主角林凡，奖励天玄护符。叮，一连串的系统提示声差点没有把苏轩的脑子给炸掉，不过他并没有生气，反而是非常的兴奋。大丰收，大丰收啊！这系统是把林凡给挫骨扬灰了吗？居然一下子爆出那么多奖励。先不说高达10万的反派值，就那终极剑意就不知道价值多少。除此之外，苏轩还获得了一件天级护符，可以抵御至尊的攻击，哪怕是精神攻击也能够抵挡，这简直就是神器啊！对于现在的苏轩来说，姓名苏轩，境界大能境初期，反派值251666，系统背包替身娃娃，无极剑天玄护符，特殊终极剑意，技能反将至光环，无背楷模，功法苏家心法地级，无极剑法天级，系统商城已开启。撕看着眼前的属性面板，苏轩手都快要颤抖起来。反派值6位数，大能境修为，自己才来到这个世界多久啊，就拥有了这么多的东西，开挂就是牛逼。系统，我要加点，给我加点境界。苏轩大手一挥，叮，大能境初期突破到大能巅峰需花费10万反派值，宿主是否加点？加点。苏轩毫不犹豫，直接选择了加点。不过区10万反派值，现在苏轩完全不缺这么一点东西。叮，扣除反派值1万，正在为宿主加点境界。随着系统提示音落下，苏轩只感觉一股磅礴的力量在体内涌动，经脉被拓宽，灵力如同汹涌的潮水般在周身流转，原本就不凡的气息更是节节攀升，整个人都散发着一种更为强大且威严的气势。不过很快，这股气势就被压制住，但是对苏轩没有影响。苏轩握紧拳头，感受着这全新的力量，尽管被秘境限制了实力，不过苏轩还是能够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得到了巨大提升。姓名苏轩，境界大能境巅峰，反派值151666，系统背包替身娃娃，无极剑天玄护符，特殊终极剑意，技能
反将至光环，无备楷模。功法：苏家心法，地级、无极剑法，天级。系统商城已开启。定。从大能境巅峰突破到封王境初期，需花费10万反派值，宿主是否突破？暂时不突破。本来苏轩还想一直加点下去的，可是不要忘了，李秋月现在还躺在那里呢。加点小境界不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可是突破一个大境界，那可就不一样了。上次从真元境突破到神通境，那可是花费了自己3天的时间，这一次谁知道要多久？等自己突破归来，恐怕李秋月已经被蛇毒给毒死了。冷，实在是太冷了，是那种寒风刺骨的冷。此时此刻，李秋月躺在冰冷的地面上，蛇毒在他体内肆虐，那股寒意仿佛来自九幽地狱，丝丝缕缕地钻进他的骨髓。他的身体止不住地颤抖，眉头紧皱。这是毒素已经入侵到五脏六腑了啊！苏轩观察了一下此刻李秋月的情况，李秋月的情况有些危急，如果再不把蛇毒给吸出来的话，那么恐怕会有生命危险。没办法了，看来只能这样了。片刻之后，李秋月渐渐有了意识，看见苏轩趴在自己身上，李秋月的脸颊瞬间涨得通红，如熟透的樱桃般娇艳欲滴。他的双眼不自觉地微微睁大，眼神中满是羞涩的表情，可那急促的呼吸却怎么也掩饰不住，胸脯也随之微微起伏，整个人像是一只被猎人困住的小鹿，在羞涩与不安中挣扎。苏轩，不要，不可以这样子！在李秋月的挣扎和羞涩之中，苏轩顺利地将毒素给全部吸了出去。呸！苏轩一把将吸出来的毒素吐了出来，毒素落在地上，直接将地面腐蚀。而李秋月此时此刻也彻底苏醒了过来。没事了，秋月。苏轩的表情有些虚弱，身体摇摇欲坠。苏轩，你没事吧？李秋月看着摇摇欲坠的苏轩，连忙将他搀扶了起来。可是尽管如此，苏轩还是支撑不住自己的身体倒下了。嘿嘿嘿嘿，洗面奶。尽管倒下了，苏轩依然是面带笑容的。苏轩，李秋月故意把将瘫倒的苏轩给抱在了怀里。此刻的苏轩嘴唇发紫，很明显是中毒了。苏轩，你怎么那么傻？你帮我把毒吸出来了，那你自己可怎么办？看见苏轩中毒，李秋月心急如焚。苏轩的修为不如自己，若是不能及时把毒解开，恐怕要不了多久就会死。苏轩，你可千万不要出事啊！李秋月心急如焚。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在这个时候，他找到了刚刚被林凡拿走的储物戒。谢天谢地，终于找到了！李秋月连忙从储物戒中拿出解毒丹。可是此刻的苏轩因为中毒失去了意识，不管李秋月怎么喂，苏轩始终都不能够把解毒丹服用下去。没办法了，只能那样了。李秋月仿佛下定了很大的决心。只见他将解毒丹含入口中，在里面彻底嚼碎之后，以嘴对嘴的方式让苏轩服下。苏轩，你一定要醒过来啊！等你醒过来了，你让我干什么都可以。李秋月在心中祈祷着。服下解毒丹之后，苏轩的意识渐渐的恢复了过来。当然了，主要是听见了李秋月的话，所以他才醒过来的那么快。我这是怎么了？苏轩有些懵逼的说道。太好了，你终于醒过来了。苏轩，看见苏轩醒了过来，李秋月不疑有他，直接一把抱住了苏轩。啊，这是天堂吗？苏轩直呼。你说什么傻话呢？你不会中毒变傻了吧？你放心吧，苏轩，哪怕你变傻了，我也会照顾你一辈子的。我李秋月从来不是那种无情无义之人，你是因为我才这样子的，我一定会报恩的。李秋月还以为苏轩被毒傻了，开始说起了胡话来，抱着苏轩的力气也变大了些，差点没有把苏轩给勒死。行了，秋月，我没事，倒是你现在这样子，可能会把我勒死。苏轩虽然一瞬间感觉自己来到了天堂，但是下一秒他就来到了地狱当中，一时之间有些无法适应。啊，对不起，苏轩。察觉到自己的动作，李秋月连忙放开了苏轩。你没事了吧？秋月。苏轩苏醒过来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关心起了李秋月，这让李秋月有些感动。定，李秋月好感度提升20。定，天命女主李秋月对宿主好感度达到60，奖励反派值4万，5阶极品疗伤丹药 X10。经过苏轩的一番操作，李秋月对苏轩的好感度也来到了60，这让苏轩有了不小收获。我没事了，倒是你怎么那么笨啊？我的储物戒里面明明有解毒丹药的，你还要冒着自己中毒的风险去帮我。对不起，秋月，让你担心了。可是你的储物戒有禁锢，我打不开，情急之下，我只好出此下策了。要是再晚一点的话，你就有生命危险了，我也是没有办法才这样子的。苏轩有些自责地说道。看见苏轩自责的样子，李秋月有些心疼，如果不是自己一时大意，
又怎么会让苏轩陷入了危险当中？不管怎么说，谢谢你，苏轩，这都是我欠你是人情，以后我会还你的。李秋月脸色通红地说道。不过话说回来，你刚刚怎么没有中毒呢？李秋月情不自禁地好奇了，那林凡下毒的手段连他都没有提防住，苏轩居然没事。而且印象里面苏轩可是比自己先倒下的。那都是我装的，主要就是为了迷惑林凡，我早就察觉到了。苏轩随便编了一个理由。好吧，原来是这样子。李秋月恍然大悟，下次这样子的时候能不能也通知我一下？你这样子实在是太冒险了。李秋月忍不住说道。看见李秋月因为担心自己滔滔不绝的样子，苏轩笑了笑。原剧情里面那个高冷无比的圣女此刻跟个老妈子一样，着实有意思。你还笑？真的是，万一你要是出了什么问题，那问题可就严重了。看见苏轩嬉皮笑脸的，李秋月扬了扬拳头。对了，话说回来，林凡呢？林凡呢？李秋月扫了一眼四周，只发现一具无头尸体，尸体穿的衣服跟林凡之前穿的一模一样。这个不会就是林凡吧？他被你杀了。李秋月有些震惊。不错，他要杀我，我自然是把他反杀了。苏轩点了点头。随后在苏轩惊讶的目光当中，李秋月直接将林凡的尸体给碎尸万段，最后还直接一把火给烧了，所谓尸骨无存。更恐怖的是，李秋月连地下3尺的蚯蚓都没有放过，只因他曾经在堂妹那里听说过一个故事，曾经有尊者以上的强者就是躲在了蚯蚓当中复活的。我去，这不是我想干的事情吗？你把事情都干完了，我干嘛？是不是要干我了？望着眼前满脸认真的李秋月，苏轩莫名的多了一些恐惧。不好意思，吓到你了，苏轩，林凡的人有些古怪，我这么做也是为了防止他复活。正所谓斩草要除根，这种事情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是不能携带的。李秋月满脸认真的说道。你说的对。苏轩情不自禁的给李秋月点了个赞。好了，现在蛇王的蛇胆已经拿到了，我们是时候回去前辈那边复命了。顺便我们也把林凡的事情告诉凌霄前辈，让他帮忙盯梢一下，这样才能永绝后患。李秋月开口道。有道理。苏轩看了一眼林凡的骨灰，结果突然一股怪风吹过，林凡最后残留在世上的痕迹就这么的灰飞烟灭了。哦，不对，还有一个痕迹，那就是林凡当初的戒指还在这里呢。走出试炼之地，凌霄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了。你们的速度有些慢了，以往那些圣女圣子可没有花费那么多的时间。凌霄对李秋月等人的表现有些不满，按他们的天赋，解决一个区区大能境的蛇王，不应该浪费那么多的时间才对。不仅如此，他还发现本来3个人的队伍居然只剩下了2个。那个原本天赋还算不错的林凡，此时此刻不在了队伍当中，自己也没有感受到他的存在。是这样的，前辈，我们中途发生了一些意外，林凡那个家伙。李秋月将洞穴内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了凌霄。真没想到林凡居然干出了这样的事情。凌霄听到后有些震惊，毕竟当初林凡给他的感觉完全不像是会干出这种事情的人。而且林凡曾经还是个大气运者，更加应该不会干这种事情也对，毕竟是曾经，不能用以前的目光去看待一个人。我今天又学到了。凌霄若有所悟。身为守护者，凌霄对人类的特性和性格不是特别了解，都是从以前的圣子圣女留下的书籍当中得知的。前辈，还得麻烦你盯梢一下林凡，我感觉林凡这个人有些古怪，说不定他还隐藏了什么手段在里面。李秋月认真的说道。放心吧，这件事情就交给我了。盯梢这种事情他可太擅长了，他在这里都盯梢了上万年了。既然如此，那么我宣布，这第3项考验你们已经通过，下面进行的也是对你们的最后一项考验了。这最后一项考验本来只能2个人进行的，如果你们愿意的话，3个人也不是不行。可是现在因为林凡已死，苏轩你在对决当中获得了胜利，所以这最后一项考验自然是由你跟李秋月进行了。凌霄开口道。苏轩十分认真的听着，这第4项考验原作并没有过多描写，据说是因为什么不可抗拒的因素导致在全网删除了，所以第4项考验到底是什么，苏轩本人也不清楚。该死的作者，你真是有取死之道啊，你就不能搞个备份什么的吗？苏轩心中吐槽。在第4项考验开始之前，苏轩你先将蛇胆服用了再说。凌霄开口道。服用？生吃吗？是的。苏轩有些意外，这玩意居然要自己生吃，不用煮一下的吗？没有过多犹豫，苏轩直接一口将这巴掌大的蛇胆给自己吞了下去。看见苏轩将蛇胆吞了下去，凌霄的嘴角忍不住微微上扬了几分。服下蛇胆之后，苏轩只感觉自己的身体正在不断炼化这枚蛇胆，自身境界的瓶颈也发生了一些松动。不愧是大补之物啊，苏轩感叹道。李秋月看了苏轩一眼，
没有多说什么。大能境的妖兽内脏，到了他这个境界，能够提供帮助已经不大了。既然如此，那么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凌霄一边说着，一边拿出了一本秘籍。这本秘籍便是你们这次试炼的最关键物品了。现在我把它交给你们。凌霄说完，随后将一本秘籍交到了苏轩和李秋月的手中。终于来了！看见秘籍的那一刻，苏轩有些激动。原剧情里面，林凡最重大机遇的就是这本秘籍了。名称：乾阳玉气坤英纳灵诀，等级：圣品。介绍：二人转大法，据说由上古圣者所创，天赋越好的人修炼越快。这本功法居然是这么修炼的。看完功法的介绍，李秋月顿时面红耳赤。难怪每一代天武圣地的圣子圣女都是一对，合着是因为这门功法。不必惊慌，在上万年前，天武圣地还不是圣地，他的前身是合欢宗，有这样的功法自然是不足为奇。可别小看这本功法，这本功法是需要真心相爱的俩人才能修炼的。修炼之后，不仅可以突破境界，连自身的体质也可以改善，不知道多少人想要呢。凌霄介绍道，这本圣品顶级功法可是天武圣地的最大底蕴，根据每个人的体质和情况，他所需要修炼的口诀也不一样，所以这本功法也就没有在圣地里面流传下去，只有历代的圣女圣子才能修炼。除此之外，这本功法确实有些逆天了，为了防止圣地变得不再圣洁，所以第一代圣主才会将这本功法交由凌霄保管，只有每年的圣子圣女才有资格修炼，并且不得外传。原来是这样子，直到现在李秋月才明白，原来天武圣地的前身居然是万年前的大宗合欢宗。古籍上对合欢宗的记载可不少，不过大多数是不堪入目的记载，李秋月一个黄花大闺女了解的也不是很多。不过说到相爱之人，李秋月就有些害羞，情不自禁地看向苏轩，毕竟他现在对苏轩算不上讨厌，再加上苏轩刚刚可是救了自己一命，李秋月对他的好感更加深了。那么前辈，第4道考验是什么呢？李秋月有些好奇，明明功法已经达到了，按照目的，那么理论上考验应该已经结束了才对。不要着急嘛，现在属于你们的第4道考验也正式开始了。凌霄说完，大手一挥，下一秒，李秋月跟苏轩来到了一处木屋当中。木屋当中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身为老司机的苏轩一眼就看出来了一个会震动的棒子形状的东西，以及类似鸡蛋的东西。墙上更是写满了各种各样的币，字面意思上的那种画，让人不知道看向何方。除此之外，木屋里面还有一张大床，一看起来就十分的舒适。苏轩还发现了几枚流影石，就是不知道里面记录的是什么东西。我的灵力怎么不能用了？李秋月有些惊恐地说道。修士没有了灵力，那可就完完全全的变成了一个普通人。我的也不能用了。苏轩也感受了一下，跟李秋月一样，此刻的他也变成了一个普通人。不仅如此，他们身上的保命手段，包括储物戒什么的都被收走了。可以说，他们现在已经彻彻底底的跟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了。前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我们的灵力突然不能用了？这又是哪里？失去灵力之后，李秋月就是个普通女子，心态也发生了些许变化。在如此陌生的环境，又面对着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任谁都有些忌惮。虽然李秋月相信苏轩并不是那种会被欲望冲昏头脑的人，可是该有的担忧还是少不了的。结，这倒是正合我意。苏轩邪魅一笑，虽然他没有了灵力，但是其实他还是可以靠系统开挂获得暂时的灵力的。不过对付一个没有灵力的弱女子，苏轩倒也犯不上浪费自己的反派值。这第4道考验主要是为了培养你们的感情，虽然我不知道感情是什么东西，不过你们在7天时间内能够修炼10次这本功法，就算是成功的了。若是修炼不了，那些小玩意还有床边的流影石也许可以帮助你们。哦，对了，这里面是设置了阵法的，在没有解决那次突发事件之前，你们的灵力是不能恢复的哦。最后一个提示，最多还有2个小时的时间，秘境里面的妖兽就会来袭，你们要是想活命的话，最好快点完成修炼。说完，凌霄便没了声音。哎，前辈，李秋月刚想说些什么，但是凌霄那边已经没有了回应了。在这样幽静的环境，又是孤男寡女的，李秋月莫名的有些紧张。而且这第4道考验算什么考验？这不就是明摆着要他们那个啥吗？还有什么叫解决突发情况？意思是说其中还有意外。不过这倒也算是培养2个人感情的一个手段。天武圣地不愧是合欢宗的前身，对于这些事情的研究不可谓不精通。孤男寡女共处一地，双方又是俊男美女，再加上木屋里面充满了各种暗示的东西，而且还有外患，在这样的巨大压力之下，很难有人能够压制得了自己。反正原剧情里面的林凡也没有压住自己，更何况是苏轩了。
我能做的助攻就只有那么多了。圣女、圣子大人，你们可得自己把握住了。凌霄喃喃自语。当了守护者那么多年，除了把功法交给每一代的圣子圣女之外，凌霄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一代的圣子圣女给撮合成一对，这样子才能将天武圣地的底蕴发挥到最大。这算哪门子考验啊？这也太过分了吧！李秋月有些怨气，这不就是明摆着逼人那个啥吗？李秋月虽然不讨厌苏轩，但是也接受不了这种强迫的行为。看了一眼苏轩，李秋月就不由自主地回想起自己刚刚在洞穴里面的场景。想到这里，李秋月就有些面红耳赤。怎么办？苏轩问了一句。你要问我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李秋月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一开始他很害怕苏轩直接就这么扑过来，可是看见苏轩规规矩矩的，李秋月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虽然他对苏轩不排斥，但是他也还是一个黄花大闺女，对于这些事情他也是有着自己的追求和理想的，好吧。做这些事情不难，可是李秋月想要的更多是一种仪式感。他看过自己娘亲结婚时候的留影，这让他心中多了一些向往。这种事情就得在洞房花烛夜的时候，两个人身穿红装，含情脉脉的互相看着，最终由最主动的那个人先动手制手。李秋月的脑子是这么想的。然而就在李秋月这么思考的时候，小木屋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刹那间，小木屋的墙壁上攀爬起了蜿蜒的红色绸缎，如灵动的火蛇相互交织缠绕，在烛光的映照下闪烁着光泽。原本简陋的木桌被蒙上了绣着龙凤呈祥图案的锦缎桌布，桌上摆放着一对精美的龙凤烛台，烛火摇曳，地上铺满了柔软的红色绒毯。这还是之前的木屋吗？这不是婚房吗？李秋月震惊无比，他刚刚只是将脑海中的幻想想象了一遍而已，没想到居然影响到了现实世界里面。不过跟想象中的婚房有所不同的是，之前墙上的壁画居然也没有消失。看着那些让人面红耳赤的画面，李秋月就不由自主地感到心跳加速。这是怎么回事？莫非这里的阵法还会根据我们心中所想幻化出不同的场景？难道说……苏轩来了兴致，也随之想象了一下，直接将自己前世的房间给想象了出来。如此充满二次元味道的气息让李秋月小脸一红。苏轩脑子里想的都是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啊？怎么服饰都那么怪异？别玩了，苏轩，我们还是想办法怎么从这里出去吧。李秋月开口道。说的不错，可是你也知道的，我们被困在了阵法里面，想要解除阵法就得找到阵眼，而想要破坏阵眼，凭借我们两个人现在的实力又怎么可能破坏呢？苏轩叹了口气。当务之急，我们还是先考虑一下如何把灵力拿回来再说吧。苏轩开口道。可是把灵力拿回来，那不就得……李秋月望了一眼苏轩，想要拿回灵力，那就得跟苏轩，这让李秋月有些难以启齿。这种强推的风格不是李秋月所喜欢的，想必苏轩也不会喜欢的吧。我尊重你的选择，秋月，如果你不愿意的话，那么我自然也是不会强迫你的。苏轩趁机说道。谢谢你，苏轩，还是你懂我。闻言，李秋月顿时有些感动，苏轩果然是个正人君子。见状，苏轩也没有说什么，只是盘膝在地，一副坐怀不乱的态度。反正要不了多久，李秋月就会妥协的。毕竟凌霄可是说了，这里可是有妖兽的，在生命面前，李秋月不可能不会做出一个聪明的选择。然而还没等所谓的妖兽出现，苏轩的身体就突然发生了巨变。怎么回事？苏轩脸色通红，只觉得体内有一股燥热之气在不断地冲刷着他的理智。脱衣服，好想脱衣服，好热。苏轩一把扯下了自己的外衣，只有这样子才能感到稍微舒服了一下。苏轩，你怎么了？李秋月看见苏轩突然扯下自己的外衣，顿时吓了一跳，还以为苏轩要干什么，连忙捂住了自己的胸口还有眼睛。可是苏轩那闪闪发光的身材还是情不自禁的让他打开了一条小缝，线条分明，8块腹肌还带光。李秋月情不自禁的吞了口水。我也不知道身体怎么回事，突然感觉到很燥热。苏轩也不明白，突然就变成这样了，难道这是林凡留下来的后手？可是骆红衣当初跟林凡的一举一动，他都看在了眼里，林凡绝对没有机会给自己留下什么所谓的后手。那么真相就只有一个了，那就是凌霄。只有凌霄才能做到这一切。我知道了，是那枚蛇胆。苏轩恍然大悟，难怪凌霄当初让自己服下蛇胆之后再参加所谓的第4道考验，合着在这等着自己呢。那个蛇胆虽然是大补之物，让自己的境界发生了松动，可是也是有副作用的，那就是服下之后会让自己的欲望变得强烈无比，如果不及时解决，恐怕会有麻烦。到底怎么了？苏轩，你不要吓我啊！李秋月慌乱无比，如今的他已经失去了所有底牌，面对此刻的苏轩，他想要帮忙也没有办法，只能干着急。
如果是之前的话，遇到这种情况，只需要一颗丹药就可以解决了。可是凌霄那个老六不仅把他们的储物戒还有储物袋都给收走了，还把灵力也给拿去了。就算给他储物戒，他现在也没有办法将储物戒里的东西取出来。是那枚蛇胆的副作用生效了，我现在有些控制不住我自己。苏轩挣扎着说道。那我帮你干什么？不管是什么，我一定会去做的。李秋月眼神坚定点说道。他对苏轩本就有好感，再加上苏轩之前不惜冒着自己中毒的风险也要救自己，苏轩在李秋月的心中早就已经占据了一个重要的地位了。既然如此，你过来。苏轩悄悄地将方法告诉了李秋月。李秋月听见苏轩的方法之后，顿时变得面红耳赤起来。居然要用这种方法吗？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李秋月害羞地说道。没有了，如果不这样子的话，我恐怕……苏轩话还没说完，李秋月却直接用手指堵住了苏轩的嘴。我知道了，你别说了，再说就过不了身了。你想这本书被封吗？李秋月脸红道。闻言，苏轩点了点头。我已经做好决定了，从你救我的那时候起，我对你就已经有好感了。虽然我更加希望这一天的到来是我们两个的大婚之日，可是现在情况危急，我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李秋月含情脉脉地看向苏轩。秋月，苏轩有些感动，不过这也在他的意料之中，毕竟自己救了李秋月，再加上有林凡在一旁衬托，不知不觉间，李秋月对他的好感度已经快要达到恋人级别了。到了这个级别，说简单点，俩人就差捅破那一层纸的关系了。这都要多谢林凡还有凌霄他们两个人啊。林凡，你特么的真是个好人啊，死了还要给我为爱发电，我特么的谢谢你啊。还有凌霄，虽然你不是个人，但是你在背后给我打的助攻，我也是不会忘记的。看着眼前的李秋月，苏轩都忍不住以后要在自己的族谱里面写上凌霄还有林凡的名字，以后一个叫苏凡，一个叫苏潇。苏轩，我没有经验，还请你教教我。随着李秋月话音落下，木屋的场景也发生了变化，之前李秋月所幻想的景色再度出现，周围喜气洋洋的灯光一闪一闪，隐约之间仿佛看到两道人影。叮，恭喜宿主成功改变剧情，奖励反派值1万。叮，恭喜宿主成拿下天命女主，奖励反派值2万。叮，李秋月好感度提升至80，奖励宿主反派值5万。初级鉴定技能 X1， 初级恢复技能，初级精神抗性。叮，恭喜宿主获得高级建议，恭喜宿主获得神行靴 X1。随着1个小时过去，之前一闪一闪的灯光也是恢复了原状。苏轩心满意足地盘膝在床上，身旁的李秋月满脸害羞，含情脉脉地看着他。听着脑海中的系统提示声，苏轩乐得合不拢嘴，又是一笔大收获啊！在李秋月的帮助下，他也是成功地消除了蛇胆的副作用，刚刚那种欲火焚身的感觉总算是退去了。不仅如此，苏轩能够感觉到自己的灵力也已经恢复了。秋月，我的灵力恢复了，谢谢你，这都是多亏了你啊！苏轩笑道。听见苏轩的话，李秋月害羞地将被子盖过自己的脑袋，只露出一双眼睛。不客气，我也要谢谢你，让我的灵力能够恢复。此时此刻的李秋月已经没有了一开始的样子，娇羞得像个小媳妇一样。刚刚的体验给她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感觉，她也是明白了之前娘亲说的话是什么意思。虽然一开始有些痛苦，不过后面是真的快乐，简称痛并快乐着。苏轩，我们继续吧。想要完成试炼，没有记错的话是需要运转功法10次，我们刚刚都没有运转功法呢。出乎苏轩意料的是，刚刚腼腆不已的李秋月此时此刻居然主动开口。说得对，我们还是尽快完成试炼再说。苏轩点了点头。平心而论，他也不想在这里待太久，毕竟在苏府还有一个赵柔嗷嗷待哺呢。有了这个功法，日后赵柔也可以踏入修道这一路了。俩人情不自禁地对视起来，就在快要擦出什么电光火花的时候，嗷呜嗷呜。就在这个时候，周围突然传来了野兽的嘶吼声，还有什么东西在茂密的草丛中穿梭的声响，似乎有什么大型的妖兽正在迅速靠近。凌霄前辈说过，过段时间会有妖兽来袭，没想到居然这么快。苏轩一下子被扰乱了兴致，我去砍死他们。李秋月满脸怒火，自己好不容易主动开口一次，结果却被一群畜生打乱了，换作是你不生气吗？李秋月说完，一改刚刚的柔弱女子形象，直接单枪匹马就冲了出去。秋月，等一下。苏轩想拦住李秋月，可是后者根本不听。苏轩，我现在火气很大，一会儿我收拾完了，他们再来收拾你。李秋月小脸发烫，一边说着一边自顾自地冲了出去。我去，这小娘皮还挺牛逼的啊！听见李秋月的话，苏轩有些惊讶，索性也就不再拦着李秋月了。反正原剧情里面
这秘境里面的妖兽对于李秋月来说都是弟弟，想必也是不会出现什么危险情况的。我倒要看看，到时候你怎么收拾我。苏轩心想，姓名苏轩，境界大能境巅峰，反派值271666，系统背包替身娃娃无极剑天玄护符5阶极品疗伤丹药 X10 神行靴高级建议，特殊终极建议，神通灵眼幻步心眼通，技能反降至光环无背楷模初级鉴定技能初级恢复技能初级精神抗性，功法苏家心法地级无极剑法天级，系统商城已开启。刚刚李秋月的好感度到达80之后，可是直接给自己报了不少奖励。姓名神行靴，品质天级，功能可以提高50速度，特殊可以瞬移千里之外的安全地方，冷却时间24小时。好东西啊，这不就是相当于每24小时得到一张千里瞬移符吗？比起瞬移符的随机性，神行靴这个瞬移到安全地方的定义还是比瞬移符要好得多的。除此之外，苏轩还拿到了3个初级技能。初级鉴定技能可以让他拥有了鉴定物品基础的能力，初级恢复技能增加了他的肉身恢复速度，初级精神抗性可以让他更好地应对强者的神魂攻击。在修为达到尊者境之后，修士就可以觉醒神魂之力，只要神魂不死，那么修士也就不死。洛弘一之所以能够在肉身被灭的情况下依然存活也是如此，只不过想要维持神魂需要大量蕴含神魂之力的东西。检测到高级建议是否融合，融合没有过多犹豫，苏轩直接选择了融合。刹那间，一股磅礴的剑意涌入他的识海，苏轩只觉脑海中一阵刺痛，仿佛有无数把剑在其中搅动。不过在剧烈的刺痛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豁然开朗的感觉。在融合的过程中，他对剑道的感悟不断加深，原本简单无比的剑招也能在他手中发挥出不一样的威力。渐渐的，苏轩的眉头逐渐舒展起来，眼神当中闪烁出兴奋的样子。高级剑意成了。苏轩有些兴奋，有了高级剑意，那么他施展剑招的时候威力会提高30%，也是极大的增强了他的个人能力。与此同时，李秋月已经冲入了妖兽群中，他身姿矫健，手中长剑挥舞如风，每一剑都带着凌厉的剑气，所到之处妖兽纷纷倒下。那些妖兽虽然数量众多，但在李秋月的猛烈攻击下竟毫无还手之力。李秋月的剑意已经来到了凝形剑意的层次，到了这个境界，每一招都带着凌厉的剑气。剑气这种东西，修士也可以依靠灵力施展出，可是普通的修士施展是需要花费灵力的，到了凝形剑意的地步，那就是免费的。通俗点来说，那就是我的每个瓶 A 都是招式。姓名苏轩，境界大能境巅峰，反派值271666，系统背包替身娃娃无极剑天玄护符5阶极品疗伤丹药 X10 神行靴，特殊高级建议神通灵眼幻步心眼通，技能反降至光环无背楷模初级鉴定技能初级恢复技能初级精神抗性，功法苏家心法地级无极剑法天级，系统商城已开启。终于我在这个世界也算是拥有了一丝自保能力了啊。苏轩邪魅一笑，等到试炼结束，他再将修为加点一遍，到那个时候在齐国就算光靠他自己也能横着走了。苏轩此时此刻还沉浸在融合了高级剑意的快乐之中。突然木屋的大门被人一把推开，仔细一看，原来是李秋月抓着一只妖兽的尸体回来了。此刻的李秋月依然还是那么美丽，身上一尘不染，苏轩差点看呆了。苏轩，我回来了。李秋月含情脉脉地看着苏轩，欢迎回来。苏轩尴尬地笑了笑。要说刚刚的李秋月可真是恐怖，他老远就听见了那群妖兽的惨叫声。果然，千万不要招惹女人，尤其是一个兴致上头了的女人。麻烦的事情已经解决了，现在可以解决我们两个的麻烦了吗？李秋月满脸红润，苏轩很快就明白了对方到底是什么意思。接着二人便合力运转了乾阳玉气坤阴纳灵诀。由于是第一次修炼，所以二人在功法的修炼上难免有些不熟练，不过这些都问题不大了，二人都是天才，克服这些困难问题不大。叮，恭喜宿主成功改变剧情，奖励反派值2万。在成功修炼了乾阳玉气坤阴纳灵诀一次之后，李秋月和苏轩都是收获满满。好神奇的功法，只是修炼了一次，我之前一直突破不了的修为居然直接突破了。李秋月兴奋不已，
他之前卡在蜂王境巅峰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想要从蜂王境突破到蜂皇境，哪怕是他这种天才也需要花费一段时间。可是如今只是进行一次修炼，居然就直接突破了，这让他怎么不惊喜？我悟了，原来这才是娘亲说的真正的快乐。我之前领悟到的都是什么庸俗之物啊！此时此刻，李秋月才彻底明白堂妹之前所言到底是什么意思。用这种方法破境实在是太爽了，在整个天玄大陆恐怕也没有多少人这么破境吧。不过李秋月也发现了前阳玉器昆音那灵诀的一个弊端，那就是突破境界之后其实是不够稳定的，自己还需要花费一点时间将境界稳定下来。不过这点时间跟自己正常修炼比起来算个屁。苏轩，我突破了，好神奇的功法，只是修炼了一次我就突破到了蜂皇境。李秋月兴奋无比，姓名李秋月，境界蜂皇中期，秘境压制，当前为真元境。好感度83，颜值98，身材97。苏轩扫了一眼李秋月的属性面板，不愧是圣品功法，第一次修炼就有了那么大收获。李秋月直接从蜂王巅峰突破到了蜂皇中期，短短1个小时连破2个小境界。你呢，苏轩？你有没有什么特殊感觉？李秋月好奇地问道。姓名苏轩，境界蜂王境初期，反派值291666，系统背包替身娃娃、无极剑、天玄护符、5阶极品疗伤丹药 X10 神行靴，特殊高级剑意五行之体，神通灵眼幻步、心眼通，技能反降至光环、无背楷模、初级鉴定技能、初级恢复技能、初级精神抗性。功法苏家心法地级无极剑法天级，系统商城已开启。我自然也是突破了，不过我发现我的体质好像发生了变化。苏轩看着属性面板上的新字眼，因为底蕴不同的缘故，所以苏轩这次突破只是突破了一个小境界。不过苏轩惊讶地发现，他好像觉醒了一个特殊体质，叫什么五行之体。我好像觉醒了特殊体质。苏轩开口道。特殊体质吗？李秋月有些惊讶。在天玄大陆，有些人天生的体质就和普通人不一样，比如有些体育生就是如此。当然了，这是开玩笑的。在天玄大陆，一般修士的体质分成了凡体、灵体、圣体、神体。凡体就是天玄大陆大部分人的体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普通人，而能够觉醒灵体的就是所谓的特殊体质了。有的特殊体质可以让你拥有天生神力，有的可以让你修炼速度加快，这些人也就是平凡人眼中的天才出生就在了起跑线上。拥有特殊体质的人少之又少，哪怕是李秋月这个圣女也没有特殊体质。不过她是圣境强者的后人，自小就在各种药域中长大，悟性丹之类的高阶丹药小时候都是当糖豆吃的，所以哪怕李秋月没有什么特殊体质，她也依然不比那些人差。这就是所谓的富人靠科技，穷人靠变异。苏轩，你觉醒了什么特殊体质？是灵体还是圣体还是传说中的神体？李秋月有些羡慕，毕竟就连他也没有拥有特殊体质。好像是灵体，叫什么五行之体。苏轩开口道。居然是五行之体吗？李秋月有些惊讶。五行之体是一种灵体，在灵体之中也算是比较强大的存在。所谓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5种属性，五行之体不仅可以让这类功法修炼速度加快，威力也能得到提升，并且在突破神通境的时候，觉醒的神通绝对是五行神通。要知道，一般人觉醒的神通通常只有一种，大概率是金木水火土5种中的一种，而苏轩5种神通都有，再加上之前的双神通，现在的苏轩已经拥有了7种神通了。7种神通，这在天玄大陆简直闻所未闻。恭喜你啊，苏轩！前辈之前说过，这本功法可以改善我们的体质，没想到你第一发居然就中了，还觉醒了灵体。李秋月的眼中充满了羡慕，不过更多的还是替苏轩感到高兴。苏轩越优秀，他得到圣子称号的概率也就越大，他可不想让那个蔡坤当圣子，这都是多亏了你啊，秋月！如果不是有你在，我也不会觉醒这种体质。苏轩笑道。当然了，这其中最要感谢的人还得是他的好大林凡了。如果他的好大林凡，他也不可能拥有这样的成就。不愧是父子关系啊，哪怕林凡死了，也依然为他发光发热。苏轩发誓一定会好好照顾赵柔，好安慰林凡的在天之灵的。林凡，时间很快过去，苏轩在这几天的时间里，不是在打怪，就是在打圣女的路上。经过3天的努力，
苏轩跟李秋月也是顺利的通过了最后一道考验。其实苏轩本来还可以更快的，只不过被来犯的妖兽给耽搁了。不过好在那些来犯的妖兽最终都被苏轩和李秋月二人联手拿下了。而那些妖兽尸体，苏轩跟李秋月也是把值钱的部位留下，肉身部分就直接拿来炖肉吃了。这3天的时间可以说是李秋月跟苏轩最快乐的时间了。在这里不仅可以肆无忌惮的修炼，甚至随时更换场景，给予不一样的感觉，而且修炼的速度也远比外面要快。在这里仅仅是1个小时的修炼，就可以比得上外面差不多1个月的修炼时间了。这换作是谁来谁不快乐啊？这3天的时间，二人的感情也是升温的很快。李秋月已经开始喊苏轩夫君了，只不过李秋月还有些生涩，叫的时候脸也是红扑扑的，这让苏轩忍不住想要欺负他。不过以苏轩目前的境界来看，苏轩反而更像是被欺负的那个。不仅如此，李秋月也顺利的进入到了凤凰境后期。凤凰境后期，这要是在一些偏僻的地方已经是宗门老祖了。而苏轩也来到了蜂王境中期。蜂王境中期已经不算差了，在苏轩这个年纪，在任何地方都算得上天才了，哪怕是在天武圣地也是如此。看看林凡跟苏轩是同样的年纪，到死都没有突破真元境。年轻人，你居然这么快！看见李秋月跟苏轩那么快就手拉着手出来，凌霄感到有些惊讶。这苏轩好像比自己想象中的要猛啊！印象里的圣子圣女不带个1个星期，恐怕一时半会儿还出不去。不过凌霄不知道的是，苏轩在里面吃了许多大补之物，不然也不会那么快出来。正是因为如此，苏轩才能异于常人，仅仅用3天的时间就完成了任务。看来你以后有福了啊！凌霄若有所思地看着李秋月。什么有福了？李秋月好奇地看了一眼凌霄。嗨嗨，没事。凌霄咳嗽2声，缓解了一下尴尬。李秋月到底还是年轻了一些，不知道他这个老登的话。行了，考验已经结束了，这秘境里面还有不少的好东西，你们自行探索吧。凌霄说完，随后便消失不见了。夫君，趁着秘境还没有关闭，我们把里面的资源都收集一下吧。李秋月含情脉脉地看向苏轩。好，没问题。苏轩正想这么干呢。剩余的时间，李秋月跟苏轩除了收集秘境里面的药材，就是修炼前阳玉气坤英纳灵诀。等到事件结束，李秋月跟苏轩都收集了大量的资源。夫君，这些药材你就交给我处理吧，等你到了圣地，我会一个不差全部留给你的。李秋月开口道。倒不是他贪图这些药材，只是在圣地里面有着最好的炼丹师，在他们手中这些东西才能发挥最大作用。好，那就交给你处理吧。苏轩点头道。本来苏轩也不是贪图这些药材，他有系统这个外挂，这些东西他也不是很需要。而且他的想法也跟李秋月一样，这些东西在天武圣地里面才能发挥最大功效。夫君，你告诉我你在哪个地方，我派人过去接你。李秋月突然开口道。其实苏轩之前已经说过了，这都怪这段时间太疯狂了，完全是997的运营模式，李秋月被搞得直接忘了。幸好在这最后的时间，2个人没有完全的丧失理智，李秋月这才想起来这件事情。我在齐国星罗城苏家。苏轩开口道。齐国吗？李秋月细细品味了这个名字，印象里面这是一个小国，距离天武圣地估计得有个108000里，恐怕都不止。一想到他跟苏轩离得那么远，李秋月就有些不舍和伤心。放心吧，夫君，我一定会来找你的，最多半个月的时间，你等我。李秋月一边说着，一边将自己的储物借交到了苏轩手中。夫君，这里面是我的全部家当了，你一定要乖乖等我哦。李秋月说完，随后就被秘境传送了出去。一眨眼，苏轩也消失在了原地。再度睁眼，他已经出现在了自己的房间。望着手上的储物戒，苏轩感叹无比。不得不说，李秋月给他的感觉不错，又能打，身份又高贵，最主要是长得是真的漂亮，又大又白嗨嗨。还是不要多想了，反正再有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就能再见了。半个月时间对于修士来说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罢了，这点时间苏轩也等得起。没过多久，随着一道白光出现，苏轩也被秘境传送了出去。等到苏轩再次出现，已经是出现在自己的书房当中了。苏轩不知道的是，此时此刻整个苏府已经乱成了一锅粥，毕竟苏轩突然消失，而且还是7天那么久。平日里苏轩也会突然消失，可是从来没有试过消失那么久，这可把整个苏府上下给吓坏了。莫老跟林老也是吓得满头大汗，赵柔和小翠直接哭成了泪人，就连宁怡轩也是急得团团转。他才20多，而且跟苏轩已经有了夫妻之实，他可不想就这么年纪轻轻的就守了活寡。这么大的事情，莫老和林老也不敢告诉苏龙。现在前线战事吃紧，他们害怕苏龙因此分心耽误了战机。
他们出动了整个苏府的力量去寻找，可是依然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这让他们不得不怀疑，是不是苏家的潜在对手把苏轩给绑架了。可是能够在2个凤凰巅峰面前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苏轩绑走，就算是准至尊也做不到啊，除非是至尊或者圣境强者出手。可是那样子的话，凭借他们的实力完全可以把苏家给覆灭了，他们完全不需要这么做，这不是完全多此一举吗？柔儿、小翠，你们哭什么呢？发生了什么事情吗？苏轩刚回来就发现赵柔和小翠在自己的床上一直抽泣，眼睛都哭肿了。更要命的是，自己还看见了自己的寻人启事，甚至还有给自己摆贡品的。我的发，老子不就是去秘境里面历练了几天，怎么一个个的搞得自己好像死掉了一样？苏轩一脸懵逼，他完全不知道这7天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苏轩的突然出现让赵柔和小翠先是一愣，随后转为狂喜。夫君，你可算回来了，你去哪里了这一段时间？我们还以为你遭遇不测了。赵柔直接一头扑进了苏轩的怀里，泣不成声地说道：少爷，我还以为你不要人家了呢。小翠也是两眼泪汪汪地扑入苏轩的怀里。听见书房里的动静，莫老跟林老也是匆匆忙忙地赶了过来。少爷啊，你总算是回来了，吓死老奴了。莫老直接给苏轩跪了下来。少爷，以后你办事情之前能不能先通知一下老奴，真的会死人的。林老也是泣不成声。行了行了，别哭了，我这不是还没死呢吗？你们这哭的好像我死了一样。苏轩安慰了一下众人，我没有事先通知你们，确实是我的疏忽，不过那也是因为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接着苏轩就将自己进入天武秘境的事情稍微改编了一下，告诉众人。听见苏轩的话，众人这才恍然大悟，难怪苏轩这几天没有消息，原来是去秘境里面了。这秘境里面我可是有不少奇遇，光是这境界就突破了好几个。苏轩没有将封王后期修为展现出来，而是展现出了神通境巅峰的实力。毕竟1个星期不见，苏轩直接从神通境突破到封王后期，那确实是太夸张了一些。以苏轩目前的实力，如果贸然暴露出太多的实力，势必是会被人惦记上的。在没有去到天武圣地立足之前，苏轩是绝对不会贸然暴露自己的真实实力的。少爷果然是天选之子啊，居然有这等奇遇，老奴实在是佩服。莫老跟林老恭维道。行了，你们先出去吧，我在秘境当中待了7天，现在已经很累了，我需要休息一下。苏轩将莫老还有林老打发走。莫老林老互相对视一眼，没有多说什么，随后便恭敬地离开了。少爷，你累坏了，我给你揉揉肩吧。小翠非常懂事，直接来到苏轩的后背给苏轩按摩起来。夫君，我也来帮你。赵柔见状也是不甘示弱，帮苏轩按摩起了大腿。在俩人一前一后的按摩环节之下，苏轩这几天的疲劳也是退散了不少。少爷，其实我还有更放松的东西，你要不要体验一下呢？小翠突然贴到了苏轩的身后。该死，教练，他带球撞人啊！苏轩惊呼。小翠，放松的事情晚上再说，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柔柔说一下，你可以等到晚上的时候再来找我吗？苏轩开口道。啊这……小翠有些不舍，自己刚刚才进入状态，怎么苏轩说结束就结束了？好吧，少爷。听见苏轩这么说，小翠也没有办法，只好暂时离开了这里。夫君，怎么了？赵柔停止了手头的动作，看见苏轩满脸认真的样子，顿时有些紧张起来。他隐约之间能够感受到苏轩肯定有什么大事要宣布，而且是跟自己有关的大事。柔儿，待会儿我要跟你说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苏轩脸色凝重地说道。夫君，你说吧，我可以接受的。赵柔的眼神当中已经有了泪水，他本能地以为苏轩是不是玩腻自己了，不要了。哭什么？我是想告诉你，刚刚我观察了一下你的脉象，你有喜了啊。苏轩开口道。什么？赵柔直接愣在了原地。你怀孕了。柔儿，你没听错，你肚子里面有小宝宝了。苏轩补充了一句。我有了。赵柔的双手不自觉地抚上自己的腹部，声音微微颤抖。苏轩点了点头，握住赵柔的手。是的，你没听错，柔儿，你怀孕了，是我们的孩子。苏轩也有些意外，到了他这个境界，其实想要怀孕没有那么简单的，所以苏轩也就猛烈输出了那么一点。谁知道啊，这才多少天啊，他就发现赵柔居然怀了。他也是刚刚才发现的，随着境界越来越高，他对这些生命体的存在也是感知的越深。他刚刚看了赵柔半天，发现赵柔体内多了一个别的生命体，很弱小，但是很健康，所以苏轩才怀疑赵柔是不是怀了自己的小宝宝了。自己才20多，居然就当上爸爸了。苏轩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种感觉，他只知道
以后要节制一些了，不然的话可能会给赵柔一些不好的影响。不过话说回来，林凡都已经投胎了，赵柔怀的不会是转世重生的林凡吧？苏轩细思极恐，仔细想想，好像特么的还真的有这么一种可能存在。嗨，怎么可能？肯定是我想多了。那天林凡的骨灰都被扬了，更别说还有凌霄在那里盯梢，林凡怎么可能还活着？苏轩心想。不过就算是林凡转生又怎么样？自己能够弄死林凡一次，也能弄死他第二次。赵柔的泪水夺眶而出，不过这一次是喜极而泣的泪水。她靠在苏轩的肩头抽泣不止。呜，真是吓死我了。夫君，我还以为你要说什么不好的事情呢，真是吓死我了。赵柔崩溃大哭，她还以为苏轩不要她了呢，真是吓死人了。好了，柔儿，不要哭了，我怎么可能不要你呢？我这么喜欢你。乖，别哭了，一会儿动了胎气可不好。你现在要保持情绪稳定，知道吗？苏轩开口道。突然，苏轩有了个恶趣味，要是这个时候告诉赵柔林凡阵亡的消息，会怎么样呢？卧槽，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这还是个人类吗？我去，呸呸呸！苏轩连忙把脑海中的想法给甩走，自己可是一个大好人，怎么能够做出反派一般的行为呢？看来我天生就是个反派的命啊！赵柔现在都跟我老婆没有区别了，我居然还想着去做这些事情。苏轩心想，我知道了，夫君，我很乖的。赵柔点了点头，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你的，我会给我们的孩子一个舒适的环境的。苏轩揉了揉赵柔的脑袋，毕竟是自己的孩子，苏轩不管怎么说，肯定会尽他所能给他安排上最好的东西。莫老，林老，苏轩喊了一句，老奴在，老奴在。莫老二人瞬间出现，吩咐下去，准备些适合孕妇滋补的食材与药材，再将西院的厢房收拾出来。苏轩吩咐道，少爷，你这是？莫老有些惊讶，不错，柔儿已经怀孕了，我会对她负责的。苏轩点了点头。莫老情不自禁地看了赵柔一眼，心里默默地给对方竖起了一个大拇指。牛，实在是牛。莫老表示无话可说。少爷放心，老奴会办好一切的。莫老和林老恭敬地说道。柔儿，你且安心养胎，若有什么不适或需求，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我一定会尽全力去解决的。苏轩温柔地摸了摸赵柔的头发。夫君，我知道了，我没什么需求，只要夫君多陪陪我就好了。赵柔靠在苏轩的怀里，气氛逐渐变得暧昧起来。赵柔和苏轩的脸都有些通红。怀孕之后，赵柔身上的气息变得更加成熟和有韵味了，再加上她是林凡的母亲，试问哪个反派经受得住这种诱惑？夫君，你不要太过分了，一会儿弄坏了我们的孩子就不好了。赵柔别过头去，脸色通红，满脸的害羞，连苏轩的脸都不敢去看。放心吧，我自有分寸，不会有事的。苏轩邪魅一笑，随着境界的强大，他对力量的掌控可是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保证会让赵柔拥有最好的体验，毕竟这样的机会在3个月可就不多了。不过苏轩还有别的女人来解闷就是了。刚好我这几天有些奇遇，夫人，你身子弱，不如试着修炼这门功法试试。苏轩尝试着将前阳玉气坤英那灵诀传授给赵柔，好让赵柔走入修炼之道。毕竟赵柔虽然外表年轻，还跟个小姑娘一样，可是她的实际年龄在产妇里面已经算是很大的了。这要是放在蓝星，稍有不慎，那很有可能就是一尸两命的存在。更别说此刻的赵柔怀的还是修士的孩子了。一个普通人怀了修士的孩子，在孩子出生的时候要承受的痛苦只会更大。更别说苏轩日后还要给他喂数不清的灵药之类的存在，这些东西都需要赵柔有个强大的身体去支撑苏轩这么去做。苏轩本来想传授的，结果却发现自己只有一半的口诀，功法的原本还在李秋月身上。系统，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多少反派值？没办法，苏轩只好开个挂了。定，看在是宿主老婆的份上，本次操作只需要20万反派值即可。我去，我谢谢你啊，系统。这么多反派值都快赶上苏轩现在的身家了，狗系统还真是狮子大开口啊！而且这还是系统所谓的打折之后的。不过苏轩也能理解，毕竟这本功法可是圣阶功法，放在天玄大陆也是顶尖的存在，只需要20万反派值已经是自己赚大了。温馨提醒宿主，由于该功法的特殊性，本次口诀只能在宿主跟赵柔之间使用。宿主若是与李秋月修炼，还请宿主不要忘了之前的修炼口诀。你还挺良心的哈。苏轩笑道。没过多久，苏轩就收到了系统给的口诀。夫君，我年纪已经大了，已经过了修炼的最佳年龄了吧？现在修炼会不会太晚？赵柔有些担忧地说道。年轻的时候
他也不是没有尝试过修炼，可是当时他们家哪里有这个条件？后面嫁给了林凡那个死鬼老爹之后，赵柔为了柴米油盐就更加没有那个时间了。虽然没有接触过修炼一路，但是赵柔也知道，修炼一途肯定是越早越好，等时间晚了那就来不及了。20岁之前那可都是修炼的黄金时期，一旦过了这个阶段，再想修炼，除非有什么奇遇，那可就难了。放心吧，柔儿，这本功法是我在秘境里面得到的，没有什么年龄限制。待会儿的时候，你只需要念着这段口诀就可以修炼了。苏轩笑道。可是我觉得还是算了吧，到了我这个年纪，就算修炼也不会有什么用的。赵柔低着头说道。柔儿，不要说这种话，你是我老婆，那么我肯定是为你着想的。你现在的体质太弱了，日后生孩子的时候，要是你承受不住，那我可怎么办？难道你想看我伤心吗？苏轩像哄小孩一样说道。好吧，我听你的。夫君，我再也不说这种话了，不会让你伤心的。赵柔点头道。他也不是真的不想修炼，他就是想让苏轩哄他而已，这样他就安心了。毕竟他再怎么说也是一个女人，好不容易有了这么一个依靠，要是不撒娇什么的，那怎么说得过去？真乖。苏轩摸了摸赵柔的头发。开始吧。2个小时后，赵柔满脸的机灵，因为她发现自己好像感受到了苏轩口中的灵力。夫君，好神奇啊，这就是你说的灵力吗？我好像能够感受到了。修炼前阳玉气坤英纳灵诀之后，赵柔只觉得空气中好像多了一些她以前没有体会到的东西，暖洋洋的，像是雨点一样的东西。不仅如此，赵柔能够明显感觉到自己的体质比以前要好多了。姓名：赵柔，颜值97，身材99，境界纳灵境巅峰，好感度90。怎么样，柔儿，我给你的这个口诀不错吧？只要日后多加修炼，你的体质也会跟着慢慢改善的，说不定日后也能像那些天才一样觉醒了什么特殊体质。苏轩笑道。这前阳玉气坤英纳灵诀果然神奇，仅仅是修炼了一次，赵柔的境界就从一个凡人突破到了纳灵境巅峰，距离灵海境那也不远了。到了灵海境就可以开辟灵海，灵海的范围越大，日后能够容纳的灵力也就越多。真的吗？夫君，谢谢你。赵柔此时此刻很想大哭一场，在这之前她以为自己就这么作为一个普通人过一辈子了，后来遇到了苏轩，苏轩的出现可谓是弥补她这么多年的心灵空缺。可是她知道自己再怎么漂亮也不过是一个凡人，终究会有老去的那天。如今自己终于是踏上了修炼一途，虽然还只是一个起步，一个开始，但是这无疑是意味着自己日后有了跟苏轩长相厮守的机会。想到这里，赵柔感动不已，心中对苏轩的好感度更加了，即将到了满分的地步。接着苏轩又想把苏家的心法传授给了赵柔，虽然只是一本地级功法，但是他现在也只能给赵柔这么多了。对了，我记得当初李秋月走的时候可是把他的储物借给了我，刚刚玩得太开心了，以至于苏轩差点忘记了这个事情。随后苏轩打开李秋月的储物戒，只能说不愧是圣女，这里面的东西可谓是琳琅满目，功法就不说了，除了之外还有各种高阶丹药，也有一些高阶兵器，其中还有不少上品灵石。这就是吃软饭的感觉吗？真是太香了，这样的软饭请务必再来几碗。苏轩心想。柔儿，这本功法你拿着，以后有时间的话你就对着上面的内容练一下，若是有什么不懂的地方你问我就行了。苏轩将一本天级功法交给了赵柔。其实李秋月还留下了不止这本天级功法的，可是赵柔的天赋摆在那里，一下子全都塞给赵柔，会给她不小的压力。毕竟这又不是入洞房，那能一股脑的全部灌进去，那也太不是人了。我知道了，夫君，谢谢你。赵柔视若珍宝的把功法收入了自己的怀中，苏轩给的东西她必须好好收藏起来。对了，这里还有一个储物袋，现在我教你怎么去用，里面还有我给你的一些资源。苏轩将之前从林凡那里拿走的疯狂强者的遗物交到了赵柔手里，里面还有一些修炼资源可以使用，这些资源苏轩看不上，给赵柔绰绰有余了。林凡啊，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娘亲的，你看看你的遗物我都交到他手上了，还不够照顾吗？结。想到这是林凡留下来的东西，苏轩免不了心中又多了一些恶趣味。夫君，你对我真好。赵柔忍不住抱住苏轩。叮，检测到天命之母，赵柔对宿主好感度达到100，奖励反派值10万，终极鉴定技能，终极恢复技能。没想到居然还有意外惊喜，这10万反派值倒是来得挺及时的，可算是弥补了一些之前的损失。
两个人就这么抱了一会儿，苏轩突然感觉到赵柔有些忧伤了起来。怎么了，夫人？苏轩温柔地说道。女人就是这样的生物，有时候开心起来，你都不知道是为什么，有时候又突然忧伤起来，实在是奇怪得很。唉，真不知道现在凡儿过得怎么样了。赵柔突然想到了林凡，仔细想想，林凡去历练已经那么久了，也没有一个音信什么的，赵柔就不由自主的有些担心了起来。再者，她也想把自己能够修炼的好消息告诉林凡，林凡知道了之后肯定会很高兴的。还搁着林凡吗？林凡骨灰都不剩了。苏轩心想，夫人别多想，凡儿他吉人自有天相，肯定没事的。况且你也不用担心，虽然我把凡儿带去了凶兽山脉历练，但是我也给他安排了不少人在暗中保护他的，你不用担心。苏轩安慰道。我知道，主要是这么久了，凡儿也没个音信什么的，我就是担心。赵柔抱着苏轩，无妨，我现在发个信息问问就知道了。随后苏轩当着赵柔的面点燃了一张传音符，只是一不小心他传音给了宁怡轩。苏轩，宫殿里的宁怡轩有些惊讶，苏轩失踪了那么久，怎么突然给自己传音了？难道说苏轩失踪了那么久终于回来了吗？这让他有些兴奋，毕竟苏轩回来了。不对，我高兴什么？那个家伙死了才好呢，我高兴个屁啊！宁怡轩将心中的喜悦压制了下去，随后他便准备回复问问苏轩这几天去哪里了。谁知道他刚想回复，另外那边苏轩就中断了联系。苏轩不会出什么问题了吧？宁怡轩突然有些担忧。柔儿，我刚刚问了一下那边的人，林凡他运气不错，找到了一个秘境，现在正在里面历练呢。你不用担心，不过秘境有境界限制，我的手下进不去，所以秘境里面的情况他们也不清楚。不过他们暗中给了林凡不少保命装备，还在秘境外面等着，想必是不会出什么大问题的。苏轩撒起谎来，那是脸不红心不跳的，对着赵柔就是一顿忽悠。在孩子没有生下来之前，林凡在赵柔那边绝对不能死，苦了谁都不能苦了自己的孩子啊。苏轩对自己的孩子还是的好的。赵柔听见苏轩的话，自然也是安心起来，他对苏轩还是十分信任了。柔儿，趁着天色还早，不如我们再好好修炼一下功法如何？苏轩微微一笑，赵柔也是害羞的点了点头。对了，还有一个在外面偷听的，你也一块进来吧。苏轩推开门，将一直偷听的小翠也给一并抓了进去。正所谓春宵一夜值千金，价值千金的东西直接也是需要千金才能表达给大家。由于作者是个穷笔，所以在这里就不描写给大家了。苏轩，你回来了。第二天，一道亮丽的身影匆匆忙忙地闯入了苏轩的书房当中。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宁怡轩。昨天收到苏轩的传音符之后，宁怡轩一整晚都差点没有睡着。在经过了一个晚上的挣扎之后，宁怡轩还是决定第二天去苏府看看。这不，刚来苏府就从下人口中得知了苏轩已经回来的消息，所以宁怡轩就第一时间跑到了苏轩的书房的当中。你是谁？怎么会在这里？宁怡轩刚一进门就看见赵柔正在穿衣服，苏轩还在一旁帮忙。不知为何，看见这一幕，宁怡轩的心中顿时有种被人抢走重要东西的感觉。啊，我看着宁怡轩，赵柔有些不知所措，有些害怕的躲在苏轩的身后。眼前的宁怡轩衣着华丽，再加上对苏轩的态度，赵柔有理由怀疑眼前的宁怡轩就是苏轩之前提到过的未婚妻。现在这种情况跟抓奸现场有什么区别？他一个小的遇见了大房，不躲着怎么行？你瞎嚷嚷什么呢？这是我的房间，我让你进来了吗？你就进来。苏轩皱眉道，看来自己必须找个时间惩罚一下小翠了。这今天一大早起来出去工作的时候，也不记得把门给带一下，出门必须关门，这是每个人应该牢记的东西。你，宁怡轩欲言又止，然而苏轩可没有给他继续说话的机会。滚出去，给我重新敲门再进来。苏轩呵斥道。敲就敲。宁怡轩本想拒绝，可是似乎想起了什么不好的回忆，只好回去重新敲了一次。夫君，你这样子对他是不是有些不好？赵柔小声地说道。不怕，夫君这几天有些奇遇，现在在整个齐国我都无所畏惧。苏轩一脸坏笑。夫君真坏，以后是不是你力量强大了，对我是不是也会这样？赵柔害羞地说道。怎么可能呢？你是我最爱的女人，我怎么可能会对你凶呢？苏轩温柔地说道。好吧。赵柔听见苏轩的话，顿时感觉心里暖洋洋的，这就是被偏爱的有恃无恐。咚咚咚，俩人你情我浓的时候，门外顿时传来了宁怡轩不爽的敲门声。进来吧。宁怡轩再次进来的时候，赵柔已经穿好了衣服，有些紧张的站在苏轩旁边。你是谁？为什么会在他床上？刚进门，宁怡轩就迫不及待地质问道。亏他昨天晚上担心了苏轩那么久，
结果苏轩刚回来就给自己整了个大的。自己不管怎么说，好歹也是堂堂一国公主，苏轩平日里玩的怎么花他不管。可是现在，苏轩这么的明目张胆起来，哪怕他脾气再好，那也忍受不了啊！我叫赵柔，是苏少的人。赵柔一边说着，一边情不自禁地拉住了苏轩的胳膊，寻找安慰。看见这一幕，宁一轩差点气炸了，这特么的，这简直是把脚往自己脸上踩啊！这换作是谁都受不了的好吧？你实在是太过分了，赶快给我把他手放开！你知道我是谁吗？宁一轩指着赵柔说道。面对宁一轩的质问，赵柔没有说话，只是摇了摇头回答，随后便趴在了苏轩背后。夫君，我怕。赵柔撒起娇来。贱人，给我放开他！我是他未婚妻。你这个贱人，放开他！看见这一幕，宁一轩顿时急了，他实在是忍受不了赵柔这种起脸的行为，当即就要上前把赵柔扒开。可是就在宁一轩准备动手的时候，苏轩却一把拦在了他面前。住手！你想干什么？苏轩一把拉住宁一轩，放开我！苏轩，不然我跟你没完。你平日里怎么样我不管，可是你当着我的面，未免也太过分了。不管怎么说，我也是你的未婚妻。宁一轩生气地说道。未婚妻？试问你跟我订婚以来，我们有过什么亲密接触吗？不要忘了，那天在朝堂之上，你是怎么跟文武百官说的？你可是亲口说了我不配的。现在好了，看见我跟别人好上了，你急什么？你不是应该感到开心才对吗？苏轩冷笑道。他自然知道宁一轩为何生气，不就是占有欲犯了吗？这种事情每个人都有，不过这也说明了自己在宁一轩的心中已经有了一定地位了，不然的话他也不至于这么生气。如果一个人，一个异性看见这一幕还能对你保持理智或者不管不顾，那他肯定是不会有任何反应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能伤到最爱你的人，因为他们在乎，他们在意。你像网上的那些网友网民，有几个在乎你的？巴不得看你笑话呢。听见苏轩的话，宁一轩他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怎么了。如果换做以前，他确实会像苏轩说的那样开心的不得了。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宁一轩跟苏轩之前已经有了夫妻之实，他对苏轩的感情明显变得比以前不一样了。那不管怎么说，我也是你的未婚妻，我有这样的反应不是很正常吗？而且你刚刚说的事情，那不是都已经过去了吗？现在我也已经知道了自己的错误了，我跟你道歉。对不起，苏轩。听见宁一轩的话，苏轩有些意外，那个宁一轩居然破天荒的给自己道歉了，这让苏轩感到有些意外。要知道宁一轩以前对自己有多么嫌弃，自己可是一清二楚的。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苏轩也知道让一个天命女主对自己道歉到底有多么艰难。不过艰难归艰难，苏轩目前对宁一轩的态度也不会变得多好，顶多就是改观而已。至少宁一轩还是个人类，知道道歉。夫君，宁公主已经知道错误了，你就原谅她吧。她年纪也还小，对这些事情有些抗拒也是正常的。赵柔在一旁开口道。好吧，都听你的。既然赵柔都开口了，那自己也不好多说什么了。主要是宁一轩一句对不起，把苏轩很多想说的话都给堵住了。行了，先不说这个了，说说看吧，你来找我到底有什么事情吧。苏轩坐了下来，一旁的赵柔贴身的给苏轩按起来肩膀。看见苏轩的语气缓和了下来，宁一轩也坐在了苏轩对面，看着还在给苏轩按摩的赵柔，宁一轩虽然心里还是有些不爽，不过也没有那么的生气了，毕竟生气也没用啊。苏轩都敢起脸输出了，自己再生气有什么用？我来找你确实有重要的事情，不过事情比较机密，你可以让他先出去吗？宁一轩指了指赵柔。都是一家人，有什么不能说的？苏轩笑道。那我不说了。宁一轩双手抱胸。那你回去吧。苏轩起身就要把宁一轩推走，本来他还想着趁今天有时间多指导指导赵柔修炼呢，没想到突然冒出来，所以苏轩也不惯着他，既然你不说，那就直接给我滚蛋。哎，我说还不行吗？宁一轩真是服了，这个苏轩就不能对自己稍微温柔一点吗？不管怎么说，自己跟他也是有了夫妻之实，一日夫700日恩，苏轩对自己就不能友好一点吗？算了，夫君，我还是先出去吧，这些事情我不方便听。赵柔最终还是走了出去。行了，现在就我们2个了，可以说了吧？苏轩悠哉悠哉地说道。你不知道，在你不在的这段时间，齐国发生了很大变化。宁一轩娓娓道来。在苏轩不在的这段时间，老皇帝的病情变得更加的严重了，有了摇摇欲坠的感觉。虽然苏龙在前线取得了不小的胜利，给齐国又续了一口气，可是老皇帝的伤势也是愈发的严重了起来。
现在老皇帝上朝的次数越来越多，朝堂下面的文武百官也纷纷开始站队起来。首当其冲的就是2位皇子，那便是大皇子还有2皇子。在老皇帝突破失败之后，朝堂上的大部分事情就基本掌握在了2位皇子手中，他们的野心也是逐渐的膨胀了起来。最终在齐国遭遇了外敌入侵，苏龙出兵抵抗外族的时候，2位皇子为了皇位也是开始争斗了起来。毕竟谁也不知道老皇帝什么时候就驾崩了，索性现在分出个胜负。一时之间，朝廷重臣纷纷站队，各大家族也是纷纷开始出手。如今双方的实力倒是不相上下，新罗城4大家族里面其他3个都表态了，如今就剩下苏家没有表态了。所以你想让我支持你？苏轩大概猜到了宁宜轩想说什么，这在原剧情里面倒是没有出现的剧情，看来林凡的死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本的剧情走向。以后的原剧情苏轩也不能盲目的相信了，顶多是作为参考存在。这不是我的意思，主要是我父亲那边这么要求的，他希望苏家能够看在我们联姻的份上帮个忙。如果齐国内忧外患的，若是2位皇子再这么斗争下去，日后齐国覆灭只是时间问题。所以我父亲希望苏家能够出面，至少表个态，稍微平缓一下，有什么事情等我爹死了再说也不迟。宁宜轩小心翼翼地开口道，生怕得罪了苏轩。其实他对谁当皇帝其实都无所谓，他只希望自己的母亲还有苏轩能够平平安安最好。出生在这种家庭里面，亲情是最不值钱的东西，在顺风局的时候还好，一旦开始逆风起来，那就知道什么叫冷血了。不过若是有可能的话，宁宜轩还是希望苏轩能够坐上皇位的。他的2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实在是让他感到恶心。根据他手上传来的消息，他的2个哥哥居然对自己还有自己的娘亲有想法，这让宁宜轩感到恶寒。所以宁宜轩希望苏家能够出面，他不想日后落在那2个人面兽心的家伙身上。你凭什么觉得我一个苏家能够对抗那么多家势力？听见宁宜轩的话，苏轩虽然对那2位皇子没有好感，可是也不想让苏家进入这趟浑水之中。毕竟宁宜轩可是天命女主啊，主打的就是一个红颜祸水好吧。那2名皇子敢这么的明目张胆，背后保不齐有其他势力支持，若是冒出个什么圣境之类的存在，恐怕自己刚刚宣布站队，苏家就被人拍死了。苏家虽然很强，但也没有夸张到能够以一己之力对付那么多人的地步，更何况2名皇子背后说不定还有其他势力。苏家手握几十万大军，又掌握了如今齐国上下大部分的经济来源，如果苏家愿意站队的话，我相信不少还在观望的家族都会加入我们的一边。宁宜轩开口道，总结一句话，现在皇室的存亡就看苏家的态度了，所以苏家愿意站队皇室，那么3方就会形成一个制衡的情况。若是苏家投靠另外2位皇子，那么投靠的那方很大程度上都可能是新一任的皇帝了。不过不管是哪一方都不敢要苏家的，毕竟苏家实在是太强大了，很难得到信任。除非老皇帝修为重返巅峰，否则的话没有人可以限制苏家。而且如果苏家不站队的话，那么2位皇子肯定会联手先把苏家铲除，苏家再怎么强也不可能同时对付那么多的势力。如果我站队你们的话，那么我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苏轩问道。其实苏轩哪家都不想投靠，他更想自己去当那个皇帝。不过如果他要是有这个想法，势必会被3方势力针对。毕竟别人2位皇子打架是为了争自家的产业，苏家要是出手，那可是谋反了。如果苏家愿意出手，皇室的宝库你们可以任意挑选10件东西。不仅如此，苏家还可以获得3州之地，愿封你为异姓王。宁宜轩开口道，这个奖励不可谓不丰盛，在齐国历史上可从来没有过异姓王的存在，并且老皇帝开口就3州之地。要知道整个齐国也不过10个州而已，这是差不多直接把1/3的东西分给苏家。老皇帝可真是下了血本了，我若是不答应呢？苏轩开口道。为什么不答应？听见苏轩的话，宁宜轩惊讶无比，顿时感到了一阵失落。难道苏轩一点都不在乎自己吗？行了，逗你玩的，关于你的话我会认真考虑的，最多3天时间给你答复。苏轩开口道。反正他也不急，等李秋月的人来了，什么势力都没用了。而那2个皇子居然对自己的2个女人动起了歪心思，他肯定要给对方一点颜色瞧瞧的。闻言，宁宜轩大喜，苏轩终于答应了。看来苏轩心里面还是有自己的，虽然苏轩没有明说答应，不过苏轩的态度基本上已经说明了一切。既然来了，那么我现在先收点利息，先总可以吧？苏轩挑起宁宜轩的下巴，邪魅一笑。随后在宁宜轩羞涩的目光当中，苏轩一把将宁宜轩抱了起来。2个小时之后，房门再次打开，宁宜轩面红耳赤，稍微整理了一下衣服和发丝之后，便匆匆忙忙地离开了。叮，宁宜轩对素煮好感度达到40，
奖励反派值2万。真润啊！苏轩闻了闻手，上面还有宁怡轩残留的发丝的香味。早知道就问一下，宁怡轩用的是什么洗发水了，居然那么香，到时候可以给赵柔也弄一个来试试。苏轩心想。主人。完事之后，苏轩听见了一道熟悉的声音，原来是几天不见的洛红衣。怎么了，红衣小姐，有什么事情吗？苏轩邪魅一下，回主人的话，之前您答应过我的事情，什么时候可以履行呢？洛红衣有些期待地问道。之前苏轩可是答应了自己要帮自己重塑肉身的，如今苏轩已经是天武圣地的圣子，帮自己一个小小的尊者重塑肉身，那不还是一句话的事情吗？放心吧，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等到了天武圣地，我就调用资源帮你重塑肉身。苏轩点头道。洛红衣不出现，他都差点忘了自己曾经还答应过要帮洛红衣重塑肉身的。在干掉林凡的过程当中，洛红衣也是帮自己出了不少力气，自己给予对方一些回报也是应该的。他才不是眼馋洛红衣的身子呢，只是他单纯的想试试堂堂尊者居然变成了自己的奴隶会是什么感受而已。谢谢主人。听见苏轩的话，洛红衣大喜，自己等了那么多年，终于有了重塑肉身的机会。等重塑肉身之后，自己必须得好好回报一下苏轩才行。眨眼间3天的时间过去了，随着苏家的入场，本来风起云涌的星罗城此时此刻也变得平静了起来。苏轩被封为异姓王的消息震惊了整个齐国，毕竟这位是历史以来的第1位异姓王。在这期间，大皇子和二皇子也不是没有想过来拉拢苏家，但是都被苏轩拒绝了。正如之前苏轩所想，以苏家的势力，就算加入了，他们也会被各种忌惮。不仅如此，根据苏轩的调查，附近的几个国家也加入了这次的皇位争夺当中。在齐国周围还有着5个跟齐国势力差不多的国家，在老皇帝病重之后，他们就一直对齐国虎视眈眈起来。还好这其中没有胜者势力参与，不然的话这段时间我恐怕也不好过啊。得知这个调查结果，苏轩也是松了一口气，只要没有胜者出手，那么自己倒是也没有什么好怕的了。这3天的时间，他每天不是指点赵柔修炼，就是跟宁怡轩还有小翠拉拉家常，偶尔他也会让几个人一起修炼李秋月留下的一些高级功法，算是自己给的一些回报。不过苏轩最近收到了一个小道消息，那就是之前不见踪影的3皇子突然出现。说起这个3皇子，那可算是齐国津津乐道的一个传奇人物了。为什么被津津乐道呢？因为他是一个废物，一个不折不扣的废物。在所有皇室血亲都在修炼的时候，他除了吃就是睡，并且干什么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渐渐的，3皇子逐渐在皇宫里面失了宠，连带着母妃也被打入了冷宫。如果不是还有皇子这一层身份在，恐怕3皇子在皇宫里面过得还不如一个下人。可就是这么一个废物，却在最近几天时间异军突起，杀了很多欺负他的人，就连大皇子和2皇子与其争斗也是频频吃亏。不仅如此，苏轩还通过调查得知，此人在暗中还收服了不少势力，隐约之间已经形成了第3股势力。我好像嗅到了天命主角的味道，这个3皇子不会是天命主角吧？苏轩邪魅一笑，印象里面原本的剧情可没有这个所谓的3皇子还有皇子之间的争斗，只因原剧情里面的老皇帝在林凡的帮助下，不仅治好了暗疾，还傍上了天武圣地这个大腿，谁敢造反啊？所以林凡的死算是改变了这个世界的世界线，从而有了新的天命主角出现了。苏轩若有所思，这样也好，主角越多越好，来的主角越多他越兴奋，正好他也需要大量的反派值。新的主角会是什么流派的天命主角呢？是老爷爷流还是歪嘴战神呢？苏轩思考了片刻，还是更加倾向于老爷爷，就是不知道这个所谓的老爷爷是男是女。不过这些都不重要，相比之下，我倒是有些好奇，3皇子那个被打入冷宫的母妃现在还活着吗？如果还活着的话，那我把她带走，是不是也能得到一定的反派值呢？苏轩邪魅一笑，毕竟这种背景的主角肯定有着舅妈的想法的，那这个好人苏轩就替他当了。诸位不要误会，苏轩可没有别的想法，他只是单纯的想当一个好人而已。谁要是想的太多了，那可以乱棍打死了。能够当上妃子，想必也是个漂亮的女人吧？苏轩心想。随后苏轩身影一闪，离开了苏府，来到星罗城。这里还是一如既往的繁华和拥挤，如果正常走在大街上，就算不被人挤死，身上的东西也会被扒了个七七八八。所以苏轩直接御空飞行起来。到了大能境界，修士已经通过控制自身的灵力达到御空飞行的效果。星罗城也不限制这种行为，只要你不杀人不为非作歹，没人管你。再者就是谁敢拦啊？居然是大能境修士，好年轻啊！这是哪家的少爷啊？我们齐国什么时候来了这样的大人物啊？讨论什么？大佬的事情也是你能够讨论的。苏轩的行为很快引来了不少人的注意，
毕竟苏轩的面容看起来比较年轻。如今年轻的大能镜放在齐国，那绝对是震惊四方的存在，怎能不讨论？一处茶楼里，三皇子宁庄也是注意到了眼前的这一幕。王老，你看见了吗？这是什么飞行兵器吗？宁庄自言自语的行为，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他发神经了呢。实际上，他是在跟自己的玉佩说话。不，我能感受到，此人绝对没有动用任何的特殊手段。王老眼神凝重的说道。这样的年轻人突然出现在星罗城，宁庄不可谓不担心，年纪轻轻就达到了这个境界，只有那些万年世家、万年大宗的天才才能做到。哪怕是自己这个大气运之人，现在的境界也不过是神通境而已。好强啊！我若是也能这样，那就好了。宁庄叹了口气，如果当初他也有这种实力，那么也不会导致母后被打入冷宫，自己也不会被人欺负了。徒儿，你不用担心，你是大气运者，又觉醒了特殊体质，以后你的成就不会比他差的。王老安慰道。我知道的，师傅。宁庄点了点头，既然师傅说自己，那么自己就一定可以。自己当初能够从一个废物变成如今这样，也全是依靠眼前的王老。如果不是王老发现了自己的特殊体质，那么自己也不会有如今的成就。在宁庄眼里，王老就是奇迹的代表。我现在的神魂太虚弱了，徒儿你得多给我准备一些增强神魂的丹药了。王老吩咐道。知道了，师傅，我会尽快寻找的。宁庄点了点头，不过他又仔细想了想，刚刚的青年他好像在哪里见过，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不可能吧，在这种地方，我的天赋绝对是最强的，怎么可能有人在这种时候超过我？宁庄打消了内心的想法。叮，检测到天命主角对宿主产生挫败感，奖励反派值5000。苏轩，我这是让谁感到压力了？苏轩有些疑惑，但是也没多想，反正系统既然给自己反派值，那自己照单全收就好了。眨眼间功夫，苏轩就来到了皇宫之中。看守的守卫还想阻拦，但是看见是苏轩之后，马上就停止了这个想法。毕竟现在的苏轩在齐国可谓是如日中天，说是第2个皇帝也差不多。原来苏少，宁公主还在寝室，要小的帮您传话吗？守卫很恭敬，十分的谄媚的说道。他本能的以为苏轩是来找宁怡轩，殊不知另有其人。我今天没安排他，你知道祭冷殿在哪里吗？苏轩淡淡的说道。祭冷殿自然就是齐国被称为冷宫的地方了，那里不仅地方偏僻，环境也优良，正常人待在那里可能没个几天就会变傻了不少。可是宁庄的母亲足足在那里待了10年。10年？你知道她在里面是怎么过的吗？苏少，小的斗胆提醒您一句，祭冷殿那可是冷宫，您真的要去那里吗？守卫有些不明所以，苏轩好端端的去冷宫干什么？那玩意平日里鬼影都不见一个，那里都是一些不受宠的妃子什么的待的地方，苏轩不会看上他们了吧？守卫不敢多想，只能说苏少的想法确实与旁人有所不同。少废话，你带路就行，如果你不认识路的话，我就找别人。苏轩懒得跟他逼逼那么多，皇宫他本来也没来过几次，就是想找个向导的，结果这人屁话怎么那么多呢？早知道自己就去找宁一轩了，至少宁一轩敢多逼逼，他还能堵住他的嘴。小的明白，小的明白。守卫当然不会放过这个讨好的机会，连忙带着苏轩去祭冷殿。没过多久，苏轩总算是在一处偏僻的地方找到了所谓的冷宫。赏你的，滚吧！苏轩随手丢出一些上品零食，在守卫流着哈喇子的眼神当中走了进去。踏入祭冷殿，一股潮湿腐朽的气息扑面而来。殿前的庭院中，杂草丛生，几株枯瘦的老树扭曲地矗立着，树枝张牙舞爪地伸向天空幽冷的大殿里，时不时还传来不知道是不是疯子的嚎叫声。寂寞、冷清、恐怖，这是苏轩来到这里最直观感受到的事情。如果是普通人待在这里，恐怕要不了几天的时间就会发疯了。没过多久，苏轩就在里面发现了一个女人，一个很美、风韵犹存的女人。姓名：沈清婉，境界：纳灵境，初期，年龄40，颜值98，身材98，好感度0。这便是三皇子宁庄的母亲沈清婉。据说沈清婉原本是一个农夫的孩子，因为长得漂亮，所以便被父母卖进了皇宫当中。没过多久，漂亮无比的沈清婉就被如今的老皇帝看上，没过多久就生下宁庄。随着宁庄逐渐长大，再加上后宫妃子的增多，自小处在那种环境当中的沈清婉怎么可能斗得过其他的妃子？再加上宁庄也不争气，这就导致沈清婉最终被打入了冷宫之中。娘娘，你看，那边有个人哎，他一直在看着你哎。沈清婉身边的侍女说道。被打入冷宫那么多年来，沈清婉没有发疯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她不争不抢的性格。因为不争不抢，
所以他对现在的生活非常的满足。其次就是他的侍女小冉在这10年间不离不弃的陪伴。这位公子，你来这里有什么事情吗？沈清婉好奇地问道。在这冷宫10年，他还是第一次看见除了送饭的人之外的人，而且苏轩还是个帅哥。娘娘，他有点帅啊，是我喜欢的类型。小冉看着苏轩，情不自禁羞红了脸。待在冷宫那么久了，再加上他从来没有体验过这些事情，面对帅气的苏轩，他忍不住心动了。小冉，咱还是别想这些了，这位公子一看就知道并非池中之物，怎么可能看得上我们这种人啊？沈清婉叹了口气，说的也是啊，娘娘。不过小冉有娘娘陪着就够了。小冉有些依依不舍地说道。不好意思公子，我们2个这么多年来第一次见到别人来这里，所以有些激动。我们刚刚说的话，你不要太在意。沈清婉解释道。无妨。苏轩笑了笑。公子，你来这里有什么事情吗？是不是皇上又发了什么通知？沈清婉有些失望地说道。一开始的时候，沈清婉不是没有想过老皇帝会回心转意，可是时间久了，沈清婉也就死心了。每次听到老皇帝的消息都是对他的剥削，这就是不受宠的地方。没什么通知，老皇帝就快要死了，你们不知道吗？苏轩开口道。听见这话，沈清婉和小冉连忙捂住了苏轩的嘴，随后2人合力将苏轩拉到了别的地方。直到确认四下无人之后，沈清婉和小冉才将苏轩给放开。吓死我了，公子，还好这里没有眼线。沈清婉松了口气，虽然住在冷宫，但是他们的一言一行还是会受到眼线的监视的。一旦他们意图什么事情，要不了多久就会被老皇帝知道。所以这10年来，他们也是一直活得规规矩矩的，对于朝廷上的事情那是根本不敢说，连提一嘴都不敢，生怕被人扣上什么帽子。所以苏轩刚刚那么直白的话，对于他们来说无疑是一个重磅炸弹。出于善心，他们还是带着苏轩这颗炸弹来到了相对安全的地方。公子，这里虽然是冷宫，可是眼线还是蛮多的，你刚刚的话要是被别人知道了，那可是会要杀头的。小冉担忧地说道。杀头？真的假的？苏轩故作惊讶。是真的，以前就有一个人这么干过，他就是说了一句皇帝不好的话，然后第2天就被人拉出去了。自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有人说他被杀头了，肉还被人吃了，似乎是想起了什么不好的回忆。沈清婉说这段话的时候，浑身鸡皮疙瘩都快要起来了。那你们刚刚救了我，岂不是我的从犯了？是不是说你们也要杀头？苏轩吓唬道。闻言，沈清婉和小冉先是一愣，待缓过神来之后，他们也是明白了苏轩的话。呜，娘娘，我们是要死了吗？我还不想死啊，我长那么大都还没有过男人呢。小冉抱着沈清婉哇哇大哭。一开始沈清婉还好，可是看见小冉哭了起来，她的泪水也情不自禁地溢出了眼眶。呜，好像是这样的。没想到我们都进到冷宫10年了，终究还是逃不过那个男人的魔爪。沈清婉也哇哇大哭。我不想死啊，娘娘。苏轩看着眼前的2个活宝，顿时感到有些好笑起来。最起码这俩人还算有点脑子，这要是换成别人在这里待上10年，恐怕他们现在已经变成一个疯子了。公子，求求你要了我吧。小冉突然扑向苏轩，力气大得惊人。呜，公子，小冉这辈子都没有体验过这种事情，如今小冉已经快死了，希望公子能够成全一下小冉。小冉一边哭一边开始扒拉苏轩的衣服。喂，你干嘛？苏轩有些懵，这个女人疯了吧？果然在冷宫里面待久了，脑子确实会不正常。夫人，一会儿你得教教我，我没有经。小冉话还没说完，苏轩就直接给了他一拳，直接让他无伤晕了过去。呀，你怎么可以打人呢？沈清婉惊呼。看着眼冒金星的小冉，苏轩摇了摇头，看来在这里待久了，人的智商多多少少还是会受到那么一些影响的，更何况是小冉这种普通人。放心吧，他没事，我收了力的。苏轩淡淡的说道。没事就好，如果小冉现在装死的话，会不会就不用杀头了？沈清婉开口道。苏轩，行了，不逗你们了，刚刚我说的都是骗你们的，现在齐国的情况早就不同往日了，老皇帝现在都自顾不暇了，哪里还有时间去管你们？苏轩笑道。随后苏轩给沈清婉解释了一下齐国现在的情况，还有自己的身份，沈清婉这才恍然大悟。难怪我说你看起来那么眼熟呢，原来你就是苏家的公子啊，想当年我还抱过你呢，记得那个时候你尿了我一脸。沈清婉想起来20多年前苏轩刚刚出生的时候，老皇帝带着当时刚刚成为妃子没多久的沈清婉来庆贺，也就在那个时候，沈清婉将当时还小的苏轩给抱了起来，结果苏轩直接给沈清婉来了一波尿浴。
听着沈清婉给自己回想起之前小时候的窘迫事，苏轩顿时就有些不好意思起来，应该说是尴尬。过去的事情就不用再提了。苏轩有些尴尬地说道，这都是原生干的事情，跟自己一点关系可都没有，不要瞎回忆哈。哈哈哈哈，这有什么，不都是一些回忆吗？沈清晚上前揉了揉苏轩的头发，像对待一个小孩子一样，时不时还笑。我都能当你妈了。笑着笑着，沈清晚突然把苏轩抱了起来，嘴里一边哼着哄睡的歌，一边傻笑起来。看着一脸傻笑的沈清晚，苏轩算是看出来沈清晚确实有病，还挺严重的，在医学上应该叫做间歇性精神病。不过没关系，有病就治嘛。苏轩可是医学大师，什么疾病不疾病的，一颗丹药下去，那不是轻轻松松的吗？这是什么东西啊？不要，我不吃。苏轩想给沈清晚喂药，结果沈清晚拒不配合。那你想吃什么？苏轩没有办法，总不能直接撬开沈清晚的嘴巴，那也太暴力了一些。自己怎么说也是个蜂王境，这要是用暴力手段，那沈清晚岂不是嘎了？我想吃东西，你有东西吃吗？哥哥。不知不觉间，苏轩的称呼就从公子变成了哥哥。当然有了，哥哥的东西可多。弟，你要试一下吗？苏轩指了指自己的嘴巴，随后将丹药藏在了自己的嘴巴当中。我想吃。沈清晚靠了过来，张开了嘴巴。也就在这个时候，苏轩抱住沈清晚，通过传输的手段将丹药喂了过去。一枚丹药下去，沈清晚这么多年的精神创伤没过多久就慢慢得到治愈起来。说白了，从天玄大陆的角度来说，之所以会有这种疾病，就是神魂力受伤了。只要给沈清晚喂一枚增强神魂力的丹药，让沈清晚的神魂力达到一个正常的水准就行了。随着神魂力的恢复，沈清晚的意识也渐渐清醒过来，察觉到俩人此时此刻的动作，沈清晚顿时瞪大眼睛，脸红了起来。沈清晚想要分开，可是苏轩根本不给沈清晚这么一个机会。沈清晚最终还是斗不过苏轩，浑身瘫软的被苏轩抱住。我的病已经好了，可以放开我了吗？病情恢复之后，沈清晚的眼神也变得比之前清澈了不少，看向苏轩的眼神也没有了之前的样子，反而有些戒备。可以。苏轩感觉嘴有一些麻，放开了沈清晚。谢谢你治好了我的病，但是你刚刚的手段……沈清晚脸色微红，欲言又止。他感谢苏轩治好了他的病情，可是对苏轩的治疗方式他有些不好评价。惠妃娘娘，你也知道刚刚那种情况，我也没有办法，还请你不要介意。苏轩笑道。好吧。沈清晚也没有多说什么，亲了就亲了吧，反正也不会少块肉。而且他对苏轩也没有那么的反感。你来这里干什么？这里可是冷宫，你可别告诉我你就是单纯来给我治病的。你帮了我，如果你有什么需要的话，我都会尽我所能的帮你的。在沈清晚的视角里，既然现在皇室已经不行了，那么苏轩来这里肯定不是单纯的来找自己的。苏轩来这里，那就说明冷宫这里肯定藏了什么秘宝，所以苏轩才来找自己。可关键是，这所谓的秘宝，沈清晚也不知道。不过他对冷宫非常了解，如果苏轩有什么需要的话，他可以给苏轩带路。真的吗？苏轩挑了挑眉。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点道理我还是知道的。沈清晚点了点头。想当年教自己这些道理的还是自己的父母，这也是为什么即使被卖了，沈清晚对自己的父母也是毫无怨言。在他的视角里，父母生了自己，养了自己，那么到了自己回报的时候，这也是应该的。想到这里，沈清晚顿时有些想自己的爸妈了，也不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怎么样了？也许早就变成地上的尘埃了吧。那你跟我走吧，我想你做我的女人。苏轩非常的直白。好，我可以带路。哎，你说什么？沈清晚有些没回过神来，自己刚刚是不是听错了什么东西？我说你跟我走吧，我要你做我的女人。苏轩重复了一遍。你疯了。沈清晚第一反应就是苏轩疯了，绝对疯了，而且还有病，病得不轻那种。哪里疯了？娘娘，自从我在这里看见你的第一眼，我就爱上你了。苏轩深情地说道。你来这里不是寻找什么秘宝的吗？跟我有什么关系？沈清晚的大脑有些转不过来了，他本能地以为苏轩是来这里找秘宝的，谁知道苏轩本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自己。什么秘宝？难不成这里还有什么秘宝不成？苏轩也是有些懵，什么秘宝？他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娘娘，你不会还没好吗？看来你还需要我帮你医治一下。我来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你的啊。什么秘宝？在我眼里都不如你重要。苏轩带着侵略性的目光审视着沈清晚，不愧是颜值和身材都在95分以上的女人，尽管年纪大了，依旧是女神级人物。再加上沈清晚来到皇宫之后，什么护肤品药、玉之类的东西估计没少弄。在这样的年纪，沈清晚的皮肤弹性依然很好，肌肤也是那么的雪白，像牛奶一样。
更让苏轩无法抗拒的是沈清婉那傲然的身材，妥妥的极品尤物。苏轩，我看你真是疯了，我的年纪都能够当你妈了，你想清楚没有？沈清婉怒视着苏轩。得知自己的猜测是错误的之后，沈清婉对苏轩的态度也是发生了改变。之前苏轩亲自己之所以不反感，除了因为苏轩是个帅哥之外，还是因为苏轩是为了给他治病，所以他才原谅苏轩。可是现在苏轩对他的目的发生了改变，那么沈清婉对苏轩的态度自然也是发生了改变。当然想清楚了，年龄什么的在我们修道之人面前算什么？况且娘娘你这么漂亮，你就忍心在这里待上一辈子吗？我知道的，一个女人的天性是克制不住的，这么长的时间里你也期待过吧？苏轩的话如同魔音贯耳，在沈清婉的内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沈清婉沉默了，因为苏轩说的确实没错，那个老家伙居然把这么漂亮的你关在这里足足10年不闻不问，如果是我就不会这样。你知道吗？当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有多么的心痛吗？那个不懂怜香惜玉的家伙。苏轩愤怒无比，好像自己暗恋了沈清婉很久了一样。那这和你有什么关系？苏轩的话让沈清婉有些异动，老皇帝把他关在这里这么久，说没有怨气那是不可能的。怎么没有关系？我喜欢你啊，娘娘，我看见了我心痛啊。苏轩捂着心脏的位置说道。难道你不想报复他吗？难道你不想离开这里吗？离开这里跟我在一起，然后在他面前好好展示一下。难道你不期待他看见这一幕的表情吗？难道你不期望看见他后悔的表情吗？苏轩振振有词地说道。我听见苏轩的话，沈清婉的眼神当中顿时闪过了当初的回忆。沈清婉的眼神渐渐暗淡，思绪飘回到了那个改变她一生的夜晚。御书房内烛光摇曳，老皇帝坐在龙椅上，神色冷漠。沈清婉跪在地上，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个不停。皇上，臣妾不知犯了何错，您为何要如此对臣妾？沈清婉哽咽着问道。得知老皇帝要将自己打入冷宫的消息，沈清婉整个人都惊呆了。1个月前她跟老皇帝还是恩恩爱爱的，可这眨眼之间自己就要被打进冷宫了。男人的心怎么说变就变的？沈清婉不懂这些，她只知道自己要被抛弃了，但又不知道如何挽留，只能一个劲地问看着只知道问东问西的沈清婉。老皇帝无奈地摇了摇头。沈清婉对他来说就是个花瓶，如果不是生了一个儿子，恐怕他的地位还会更低。然而三皇子那个废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再加上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妃子进入皇宫之中，老皇帝对沈清婉也渐渐地失去了兴致。再加上还有传闻，沈清婉为了培养三皇子，暗中拿了不少宫中的东西。老皇帝知道沈清婉的性子做不出这些事情，但是这无疑是给了他一个理由。为什么这么做还不清楚吗？你私自拿了宫里的东西，如今还问我为什么？老皇帝怒目圆瞪地说道。对方如此陌生的样子让沈清婉愣了神，以前老皇帝可不会对他这样。不，皇上，我没有做这些事情啊。沈清婉大声地说道。够了，还在狡辩，若不是念在你我夫妻一场的份上，我早处死你了。来人啊，给我打入冷宫，终生不得出入。老皇帝怒喝道。随着老皇帝一声令下，沈清婉便被一群宫女们给拉了出去。不要啊，皇上！沈清婉好不容易挣脱开，结果老皇帝一甩衣袖，直接转身不再看他。最终沈清婉在绝望之中被人拖了出去，她的哭声在空旷的宫殿中回荡，却无人在意。不过好在沈清婉的侍女小冉对她不离不弃的，也跟着沈清婉进了祭冷殿，俩人互相开导，抱团取暖，这才没有彻底变疯。娘娘，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多想了，人都应该向前看，对不对？苏轩温柔地摸了摸沈清婉的秀发。苏轩的声音将沈清婉拉回了现实，回想起之前那些回忆，沈清婉觉得苏轩说的有道理。老皇帝对他不仁，那就别怪他不义。既然你当初将我打入冷宫，那我就狠狠地报复你。你说的不错，那个薄情的男人如此对我，我一定要报复回来。沈清婉眼神坚定地说道。我跟你走，从此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了，日后你若是也对我不好，那么我也会像今天这样报复回来。沈清婉盯着苏轩的眼睛说道。放心吧，苏某不是那种薄情寡义之人，这一点你大可放心好了。眼见沈清婉同意了，苏轩可谓是大喜，自己真是当爹当上瘾了。叮，恭喜宿主成功改变剧情，奖励反派值5万，凝妆气运值下降5000。居然这么多反派值，看来沈清婉在剧情当中占据了不小的地位啊。苏轩心想，这还是自己第一次通过改变剧情得到这么多的反派值，同时这也告诉了苏轩，
宁庄大概就是新的天命主角了。主角有天命光环保护，在气运值没有削弱或者主角没有黑化之前，苏轩拿他们一点办法没有。既然如此，苏轩只好对着他们的亲人重拳。哦，不对，重炮出击了。夫君，听见苏轩的话，沈清婉虽然没有完全相信，不过还是很快进入了角色。结，夫人。苏轩情不自禁地靠近沈清婉。等一下，难道要在这里？沈清婉有些惊讶，苏轩居然这么猴急的吗？那不然呢？苏轩疑惑道。这里可是冷宫啊。我知道，所以我这不是给你送温暖来了吗？唉，你真是，败给你了。另一边，宁庄在茶楼当中突然感到心如刀绞的感觉，仿佛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失去了一样。这是什么感觉？好痛苦，好痛苦。宁庄捂着心脏的位置，痛，实在是太痛了，仿佛有10000把刀同时扎在他的心窝子一样。那种感觉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因为有过这种感觉的人肯定都死了。徒儿，你怎么了？你没事吧？王老看见宁庄突然变得脸色苍白，冷汗直冒，仿佛大限将至的样子，这可一下子吓坏了王老。他活了那么久，还是第一次看见有人突然出现这种情况。是中毒了吗？不对，在这齐国之中，没有人能够在我的眼皮底下下毒。王老可是圣人层次的强者，整个齐国都没有人比他强的存在。其次，若是真有那种存在，为了灭杀一个神通境的宁庄，不过是一个眼神的事情，怎么可能会用下毒这种如此低级的手段？徒儿，快吃点东西。快！王老一时之间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只好让宁庄吃一些东西。哎，他这可不是胡吃的哈！宁庄身上觉醒了一种名为饕餮圣体的特殊体质，只要吃各种带有灵力的东西，都可以迅速增强自己的实力。宁庄也正是凭借这一体质，所以才能如此迅速地从一个废物崛起。这种体质想要觉醒，可谓是十分的麻烦，哪怕掏空了整个皇室的宝库，都不一定能够让宁庄的体质觉醒。这也是当初为什么宁庄会被认为是一个废物的原因。只因地方偏僻的齐国根本无力培养宁庄的特殊体质。后来宁庄在路上不小心摔了一跤，意外滚到一处农田里的时候，意外发现了埋在农田里面的王老。王老一眼看出宁庄是拥有大气运者，于是便将自己的所有珍藏都给了宁庄，这才让宁庄的饕餮圣体彻底的觉醒了过来。然而哪怕是王老的所有底蕴，也只是让宁庄的饕餮圣体觉醒了一半而已。宁庄的特殊体质应该叫饕餮神体才对，那可是吃屎都能变强的存在，简单来说就是不管吃什么都能变强。而变成饕餮圣体之后，就必须吃附带灵力的东西。饕餮圣体可以最大化将里面的灵力给全部吸收，不用炼化，也是极强的存在的徒儿，现在感觉怎么样了？王老关切地问道。宁庄可是他重塑肉身，重返巅峰的大腿，只要自己不死，付出什么他都愿意。师傅，我现在感觉好多了。宁庄大口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刚刚那种的感觉差点没有让他窒息过去。没事就好。这是怎么回事？王老也忍不住好奇地问道。我也不知道。宁庄眺望着皇宫的方向，心里陷入了沉思。印象里面这样的情况也不是没有过先例，那便是得知沈清婉被打入冷宫的时候。那个时候宁庄的心里也出现过这种心如刀绞的窒息感，不会是娘亲那边出了什么问题吧？宁庄喃喃自语，随后又放弃了这个想法。皇宫可是有国运加持的，虽然齐国现在国力已经不如之前，但是没有个准胜的实力，不可能出什么问题。是我想多了，看来。不过这也告诉我，我得快点变强，然后把娘亲救出来。宁庄心想。叮，沈清婉好感度提升20点，获得反派值5000。宁庄气运值下降500。恭喜宿主获得天命之父称号。天命之父，你才是主角亲爹。佩戴此称号对主角攻击力提高10。好，居然是百分比加成称号，这可是一个好东西啊。苏轩心想。姓名苏轩，境界封王境，后期反派值271666。系统背包替身娃娃，无极剑，天玄护符，5阶极品疗伤丹药 X10 神行靴。特殊高级剑意。技能反降至光环，无被楷模，中级鉴定技能，中级恢复技能，初级精神抗性。称号天命之父。功法苏家心法，地级无极剑法，天级。系统商城已开启。这是一夜之间回到解放啊。看着眼前的反派值，苏轩笑了笑。想当初他从天武秘境出来的时候，也是大概这么多的反派值，如今这都过去一段时间了，居然只是回到了之前的水平。这说明什么？说明苏轩还得努力啊。夫君，
沈清婉含情脉脉地看向苏轩，在苏轩的无被楷模技能加持之下，沈清婉可谓是苦不堪言，没过多久就对苏轩佩服得五体投地起来。只因苏轩拥有着强大的人格魅力，沈清婉自愿俯首，甘为孺子牛。夫人，我在呢。苏轩抱住沈清婉，后者顿时依偎在苏轩温暖的怀抱之中，他有些享受这种感觉，这种感觉他已经快10年没有感受到了。问你个问题，我和他谁厉害？苏轩的恶趣味来了。当然是你厉害了。沈清婉毫不吝啬地夸奖道。别闹，我是说修为方面，我和老皇帝谁更厉害一些？苏轩笑道，那也是夫君你厉害。虽然不知道苏轩的具体境界是多少，但是此时此刻的苏轩可比年轻时候的老皇帝厉害多了。嘴巴真甜，回去我可得好好奖励你一下。苏轩夸奖道。对了，夫君，问你个问题，珠儿他现在过得怎么样了？沈清婉忍不住问道。他记得自己是有一个儿子的，只不过在他被打入冷宫之后也没了消息。他非常担心宁庄，因为宁庄的修炼天赋不怎么样，一直不被人待见。不管怎么说，他也是自己的亲骨肉。他已经死了，很久之前就死了。苏轩十分认真地说道。宁庄？我是不是人？我他妈是不是人啊？什么？怎么会这样？听见这个消息，沈清婉宛如晴天霹雳一般，呆愣在了原地。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婉儿。苏轩开始了胡说八道。在他的描述中，在沈清婉被打入冷宫之后没多久，宁庄就因为修炼天赋不行，被驱逐出了皇宫当中。从此，宁庄就在新罗城的一处偏僻的大宅子里面居住了下来。虽然修炼天赋不行，但是毕竟是皇子，该有的保障还是少不了的。宁庄的小日子过得还算不错。可是因为一次意外，宁庄被几个贼人偷袭，在睡梦中死去了。听完苏轩的胡说八道，沈清婉眼神黯淡，仿佛失去了光一样。虽然他知道过去了10多年，宁庄的情况肯定不会有多好，但是从来没有想到过会宁庄会死。都是老皇帝的错，都是他的错。如果不是他的话，宁庄怎么可能会死？沈清婉握紧拳头，心中想要报复老皇帝的想法变得更加强烈了。他情不自禁地对着一旁的苏轩亲吻了上去。又是3个小时过去，在这期间，小冉也醒了过来。苏轩顺手帮他完成了一直以来的梦想。婉儿，小冉，你们这段时间先在苏府里面待着吧。最近皇城不太太平，等我把事情解决完之后，再带你们去一个好地方。苏轩叮嘱道。沈清婉跟小冉都羞涩地点了点头，他们想开口说话，但是实力却不允许。整理好着装以后，苏轩也是带着沈清楚还有小冉离开了祭冷殿。回到苏府之后，众人看着眼前貌美如花的沈清婉还有小冉，都有些惊讶。苏轩这是从哪里拐来了2个美女？而且沈清婉的颜值更是说的上是倾国倾城，比宁怡轩还要好看3分。莫老和林老看见沈清婉，更是惊讶的不得了，毕竟这张脸他们有些熟悉。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不是10年前被老皇帝打入冷宫的惠妃娘娘吗？苏轩居然这样牛逼，直接把沈清婉从冷宫里面带回苏家了。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沈清婉就算被打入了冷宫，那也是现在老皇帝的老婆啊。苏轩这是把老皇帝的媳妇给抢走了。少爷，这位不会是……莫老和林老欲言又止，不错，就是你记忆中的那位。苏轩没有否认，反而是十分大方的承认了。参见惠妃娘娘。莫老跟林老恭敬的说道。免礼了，我现在也不是什么娘娘了，我只是你们少爷的人而已。沈清婉脸色通红的说道。厉害啊，少爷。看着沈清婉害羞低头的样子，莫老和林老情不自禁在心中给苏轩竖起了一个大拇指。少爷果然有本事，连老皇帝的老婆都给弄来了，将来当皇帝还远吗？嗨嗨，给他们安排一处房间吧。苏轩说道。遵命，少爷。莫老、林老恭敬地说道。就这样，沈清婉和小冉2人就这么住在了苏府当中。姓名：苏轩，境界：封王境，后期，反派值271666，系统背包：替身娃娃、无极剑、天玄护符、5阶极品疗伤丹药 X10 神行靴，特殊高级剑意，技能：反降至光环、无被楷模、中级鉴定技能、中级恢复技能、初级精神抗性，称号：天命之父，功法：苏家心法，地级，无极剑法，天级，系统商城已开启，系统加点境界，定，从封王境后期提升至封王巅峰需花费反派值5万，是否花费？花费。苏轩大手一挥，5万反派值就这么砸了下去。没过多久，苏轩就感觉自己的力量变得更加的强了。封王巅峰了啊，离封皇境也不远了。苏轩心想，在他这个年纪达到封皇境修为，
不管是在那个圣地里面，都算得上是天才了。如今他的实力已经达到了先前李秋月的强度，去了天武圣地，那些圣地里面的大佬看见自己，想必也不会多说什么。要知道，当初的林凡可是以神通境修为去的天武圣地，那可是受尽了白眼和针对。到后面也是依靠一句30年河东，30年河西，敢不敢跟我来一个3年之约，在3年的时间里战胜了自己的最强对手，从而坐稳了圣子的位置，然后一飞冲天。主角就是主角，别人突破境界的时候都是慢吞吞的，而主角突破起来则完全是两码事。不过苏轩并不着急花费反派值突破，因为此时此刻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系统熟悉凝妆的剧情需要多少反派值？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相比无脑突破境界，苏轩还是打算先熟悉凝妆的剧情再说。毕竟虽然剧情会发生改变，但是总体上来看还是可以当做参考的。现在苏轩对这个凝妆除了以前的一些传闻，对他完全就没有了解的存在。想要去问沈清婉那也是不现实的，沈清婉都在冷宫里面待了10年了，更何况自己还跟沈清婉说凝妆已经死了。叮，本次操作需花费反派值5万，宿主是否花费？这个价格还可以，大概也就半个灵凡的价格，自己现在有22个灵凡，用了半个灵凡之后还剩下7个灵凡，绰绰有余，花费吧。苏轩大手一挥，价值半个灵凡的反派值就这么被苏轩花费了出去。苏轩不免有些心疼，抱歉了，我的凡子，为了达到为父的目的，只好将半个你卖给系统了，你可千万不要怪为父啊！哦。随后苏轩闭目养神，开始接受系统对自己的记忆灌输。很快一段记忆便进入自己的脑海当中，苏轩也对凝妆这个天命主角有了一定的了解，尤其是他的金手指。好家伙，这家伙居然拥有2个金手指，一个是名为王老的老爷爷，生前居然是个圣人强者。圣人强者那可是觉醒了法则之力的存在，在天玄大陆里面也是顶尖的存在了。这可比林凡的金手指洛红衣强的不要太多了，洛红衣也不过是个至尊强者而已。最关键是这王老居然也是被皓月宗给灭杀逃跑来的齐国的，这皓月宗不愧是魔门中的魔门啊，这特么是量产天命主角的金手指吗？苏轩心想，这皓月宗里面不会也有一个跟我一样穿越而来的超级大反派吧，所以才那么吸引别人的仇恨吧。苏轩心中顿时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不过这也是苏轩的猜测而已。皓月宗在天玄大陆虽然臭名昭著，但是实力也是相当于10大圣地的存在，一般的万年大宗、万年世家对上皓月宗也只有被碾压的份。除此之外，最让苏轩在意的是凝妆的另外一个金手指饕餮神体，这玩意可真是逆天存在，完全觉醒之后吃饭喝水都能变强，这可比什么金手指老爷爷强多了。有这个神体在，就算没有王老这个老爷爷金手指，凝妆也一样能够崛起。当然了，没有遇见王老，凝妆恐怕这辈子都没有机会觉醒自己的体质了。事已至此，凝妆的基本剧情已经了解完了，是时候展开对策了。苏轩睁开眼睛，深夜，星罗城万宝玄商会浴室里，楚灵溪从浴桶中展现了一道出水芙蓉般的风姿，刹那间水汽氤氲，如梦似幻地缭绕在他身侧，仿佛为他披上了一层薄纱。他的皮肤很白，白到能够反光，如墨的长发湿漉漉地披散在白皙的肩头，水珠顺着发梢滑落，滴在地上，溅起细微的水花。楚灵溪刚准备擦拭头发，突然他隐约之间听到了房檐之上传来了动静。何方宵小，胆敢偷窥本小姐？楚灵溪眼神瞬间凌厉，纤手一挥，一件长袍便自动飞来，裹住了他玲珑有致的身躯。随着楚灵溪话音落下，一道帅气的身影顿时出现在了楚灵溪的面前。看着对方的面容，楚灵溪不由得脸色一红。眼前的男子身姿挺拔如松，剑眉星目，绝对是楚灵溪见过的最好看的男人。呸！我在想什么呢？楚灵溪摇了摇头，眼前这个变态刚刚可是偷窥了自己，总不能因为他长得有点帅就这么的放过了他吧。登徒子，真是瞎了你这副好面孔，顶着这么一张脸，什么好姑娘找不到，居然敢来偷窥本小姐，我看你真是活腻了，真以为自己长得帅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楚灵溪暴怒无比，提剑就朝着对方冲了过去。楚小姐，莫生气，我只是来跟你谈事情的。苏轩淡淡一笑，不错，楚灵溪口中的变态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玉树临风的苏大官人。谈事情，我看还是先把你下面给切了再说。楚灵溪二话不说，出手十分凌厉，若不是苏轩实力过人，还真被他得逞了。不愧是天命女主啊，对上我这个大反派还真是不跟我客气的。我不就是偷看了他洗澡1个多小时吗？至于这么生气吗？苏轩无奈地摇了摇头。早在2个小时之前，
苏轩就已经潜入了万宝玄商会当中了。虽然这里有封黄金的强者坐镇，但是苏轩有系统啊，直接花费1000反派值开个小挂，轻轻松松的就潜入了进去。这不，刚想跟楚灵溪谈点事情，结果就撞见了我们的楚大小姐正在沐浴。这不，善良的苏轩不忍心忙碌了一天的楚灵溪此刻用沐浴缓解疲惫的心情，所以这才没有打扰她。并且为了楚灵溪的人身安全，苏轩还贴心的给楚灵溪当了2个小时的保镖。就这2个小时目不转睛的保护，苏轩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结果呢，就因为自己是反派，楚灵溪就要对自己拔剑相向，过分，实在是太过分了。苏轩决定给楚灵溪一点厉害瞧瞧。坐下吧你。楚灵溪的动作和速度在苏轩眼里慢得跟个蜗牛一样，苏轩只是略微出手就将楚灵溪给摁在了地上。放开我，放开我，你变态啊你！楚灵溪挣扎着大喊大叫了起来。可是早就预料这一幕的苏轩自然是做足了万全的准备，他早就在这里花费5000反派值让系统设置了一个屏蔽阵法了。现在除非是圣人以上的修士出手，或者苏轩自己解除，否则的话出楚灵溪哪怕在这里喊破了喉咙也没人理他的。畜生，放开我啊，放开我，人渣，变态，你真是个 XXXXX。 任凭楚灵溪怎么喊叫，苏轩始终不为所动，只是仗着自己的境界优势，一只手将楚灵溪摁在了地上，任由楚灵溪骂骂咧咧的。楚灵溪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喊了那么久，始终没有人理会自己。喊着喊着，楚灵溪似乎意识到了什么，绝望地哭了起来。呜，畜生，真没想到你居然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了。楚灵溪绝望地哭了起来，面对哭哭啼啼的楚灵溪，苏轩顿时产生了一股恶趣味。哭起来的楚灵溪在苏轩看来竟然别有一番风味。然而苏轩依然不为所动，依旧死死地将楚灵溪压制在地上不放，就这么静静地看着楚灵溪在那里哇哇大哭。时间很快过去，半个小时的时间就这么过去了，楚灵溪眼泪都哭干了，没了力气。哭够了吧，闹够了吧，现在可以好好的听我说话了吧。见楚灵溪停止的哭闹，苏轩这才开口道。眼睛都哭肿的楚灵溪委屈巴巴地看着苏轩，无奈地点了点头。苏轩这才满意地将其放开。在给楚灵溪的灵力上了一道封印之后，苏轩这才进入了正题。说吧，你来找我干什么？楚灵溪两眼泪汪汪地看着苏轩，撇着嘴，满脸不服输的样子。你看你，真的是，我都说了，我没有什么恶意，只是想跟你谈点事情，你怎么就不能好好的听我说话呢？苏轩心疼地将楚灵溪的眼泪给擦干净。毕竟楚灵溪可是凝妆剧情里面的天命女主之一，是前期给予了凝妆巨大帮助的人。两人结识的过程也是非常的经典。万宝玄商会是齐国的第2大商会，仅次于苏家商会的存在，分会遍布周围各国，由齐国的几个大家族合并而成。而楚灵溪就是万宝玄商会如今的掌舵者楚荣的亲闺女。在一次拍卖会上，凝妆通过王老的炼丹术炼制了一批好丹药，再加上一些不同寻常人的举动，成功吸引了楚灵溪的注意。后来楚灵溪得知了凝妆的身份，随后便开始了支持凝妆起来。作为前期给予凝妆最大帮助的天命女主，楚灵溪在其中可是占据了重要剧情。若是能够将其拿下或者杀死的话，对于凝妆的崛起肯定起到了削弱效果。谈事情，有哪个人谈事情是在女孩子的浴室里面谈的？你还说你不是变态？楚灵溪瞪了一眼苏轩，他怎么都没有想到，眼前看起来帅气无比的苏轩居然有这副面孔。他家里人知道他平时在外面是这个样子的吗？哎，现在你不就见到了吗？我就喜欢在女孩子的浴室里面谈事情，有什么问题吗？在哪里谈不是谈吗？苏轩开始了诡辩。你算了，说吧，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情要谈？你到底是谁？楚灵溪说。不过苏轩只好随他而去。现在当务之急还是弄清楚苏轩的身份。苏轩大半夜来这里找，不惜做了那么多的准备，肯定有大事。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苏轩，你虽然没有见过我，但是应该听过这个名字吧？苏轩开始了自报家门。苏轩，居然是你！听见这个熟悉的名字，楚灵溪惊讶无比。苏轩这段时间在齐国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存在。作为齐国开国以来的第1位异姓王，还分走了齐国的3州之地，再加上最近3位皇子的争斗，可谓是进入了白热化阶段。苏家的态度又是不明不白的。最近可是有不少人盯上了苏轩。堂堂苏家少主，苏王爷在这大半夜的来寒舍找小女子，有什么事情吗？楚灵溪眯了眯眼睛，主要是哭累了，眼睛干了，不得不这么做。我想跟你谈一谈合作的事情。我知道的，你支持的人是凝妆对吧？苏轩说道。不错，苏少，你有什么想法吗？楚灵溪眼前一亮，他还以为苏轩来找自己是想跟万宝玄商会一样一起支持凝妆。
这对他们来说可是好事啊！有了苏家的入场，凭借苏家的势力，外加那几十万大军，另外2个皇子算个屁啊！当然有了，我要你支持我。苏轩开口道。什么？短短几个字，直接惊呆了楚灵溪。恕我直言，苏少，你可知道你刚刚说的那番话是什么意思吗？楚灵溪脸色凝重地说道。在眼下这个时期，以苏轩的身份说出这样的话来，那跟谋反有什么区别呢？我什么也没说，这里的刘饮石早就被我处理干净了，就算你说出去，也不会有人信的。苏轩表情平静地说道，甚至喝了一口乌龙茶。我去，这是乌龙茶？这是酒吧？玄幻世界特么也有碧蓝之海的玩意？苏轩有些懵，这是他偷翻楚灵溪的浴室翻出来的东西，还以为是茶呢。看来这个万宝玄商会也不简单啊，只能说不愧是天命女主嘛。苏轩心中有了一个别的想法。你，好吧，你想让我怎么做？如今楚灵溪被苏轩压制，只能顺着苏轩的意思来做。你答应的那么快，我很难相信你啊。楚小姐，谁不知道你跟宁皇子有不清不楚的关系呢？苏轩淡淡的说道。什么不清不楚的关系？我跟宁皇子是纯友谊的关系，是合作对象而已。楚灵溪应激的说道。急了急了，说中了就急了，眼前的女人还真是有趣。苏轩心想，还他妈纯友谊呢，谁信呢？不过虽然楚灵溪有这个想法，但是以现在的剧情发展来看，宁庄可没有碰过他。这是一个太监主角，一直到很后期的时候才能得吃。现在楚灵溪跟宁庄的关系有点相互利用的样子，俩人还没真正的擦出火花来。那你想怎么样？现在我的小命在你手上，我说什么你都不会信的吧？楚灵溪开口道。你说的对，所以说我才需要一些实质性的东西嘛。苏轩邪魅一笑。实质性的东西？什么叫实质性的东西？楚灵溪皱眉，不知道苏轩口中说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很简单，只要你做了我的女人，那我们就是一家人了，这不就是实质性的东西吗？苏轩的嘴角微微上扬，脸上露出得意的表情。闻言，楚灵溪瞪大眼睛，脸上顿时露出了羞愤和错愕的表情。你做梦！告诉你，不可能！楚灵溪做梦都没有想到，苏轩居然敢在这种趁人之危。楚小姐，你没得选择，要么你就答应我，你可以得到最温柔的对待，要么你就拒绝我，你会得到我粗暴的对待。到底要选择哪个？你仔细想想吧。苏轩冷笑道。我一个都不算，我不要。楚灵溪十分抗拒的回答。有什么关系呢？人生啊，就像被企鹅蛻，既然不能反抗，那就学会享受吧。虽然楚灵溪拒绝了苏轩，但是苏轩已经替他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叮！恭喜宿主成功改变剧情，奖励反派值5万，宁庄气运值下降5000。叮！恭喜宿主成功拿下天命女主楚灵溪，奖励反派值10万，宁庄气运值下降1万。经过1个小时的努力，苏轩也是顺利的拿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不得不说，楚灵溪还是别有一番韵味的。他还是第一次遇见如此抗拒自己的女人，倒是给他带来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正所谓礼尚往来，苏轩自然也是给楚灵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姓名：楚灵溪，境界：真元境，后期，颜值98，身材98，好感度1，畜生，无耻，王八蛋，你不得好死，我一定要杀了你！楚灵溪恶狠狠地盯着苏轩，如果眼神能够杀人的话，那么苏轩此时此刻已经死了千百遍了。听见楚灵溪的话，苏轩的目光顿时看向了楚灵溪的方向。眼看着苏轩看向自己，楚灵溪本能地捂住了自己的身体，身子也微微颤抖。不要害怕嘛，我又不会对你干什么。我说了，我需要一些实质性的东西，这样才能让我们两家更好的合作。苏轩笑道。既然如此，现在东西也拿到了吧？那么你可以走了吧？楚灵溪开口道。不，这还不够。以楚小姐你现在对我的态度，我很难保证我出去之后你不会杀了我，所以说我还需要一些更加实质性的东西保证才行。苏轩邪魅一笑，看见苏轩脸上的笑容，楚灵溪感到一阵恶寒，这个王八蛋不会又想来一次吧？刚刚那一次已经让楚灵溪痛不欲生了，这要是再来一次，那自己恐怕会直接死掉的。就在楚灵溪想入非非，开始觉得自己已经死到临头的时候，苏轩却是拿出一张白纸放在了自己的面前，签下这个东西，那么就算我们两家正式达成了合作关系了。苏轩淡淡的说道。楚灵溪接过白纸，上面写了有关万宝玄商会和苏家合作的内容，这让楚灵溪有些惊讶。一开始他还以为苏轩来这里单纯的就是想来拿捏自己而已，没想到这家伙居然是真的想来合作的。不就是合作吗？早点跟自己说清楚不就好了，至于强行的对自己。没想到你这家伙居然真的是来合作的。楚灵溪眼神冰冷的说道。
虽然刚刚经历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不过楚灵溪的业务能力还是在线的，他用最快的速度审视上面的内容。楚灵溪惊讶地发现，上面大多数内容对楚家都很有利，如果签下这份合约，那么楚家的势力势必会得到巨大的提升。楚灵溪说实话还是有些心动的。接着他又重新看了一遍，确认苏轩在里面没有掺和什么小写文字之后，楚灵溪这才彻底的放下心来。既然你是来合作的，那你说清楚不就行了吗？刚刚至于……楚灵溪微微颤抖着身子说道：我说了，这不是你自己没听吗？没办法，我只好采用一些特殊手段了。苏轩淡定的回答：好好，到头来还是自己的错了。楚灵溪说，不过苏轩只是瞪了他一眼。我承认，刚刚对你的行为确实构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我会对你负责的。苏轩拍着胸口保证道：谁要你负责了？你这个行为是犯法的。犯法的知道不？楚灵溪愤怒地说道。那你报官吧。苏轩笑道。你……楚灵溪无语了，他差点忘了眼前之人的身份，那可是齐国现在唯一的异姓王。报官抓他，他就是最大的官。除非老皇帝重返巅峰，否则的话，整个齐国上下有谁敢对苏轩怎么样？好了，楚小姐，你也不用那么生气，你年纪也老大不小了，早点找个人嫁了，不也是挺好的事情吗？况且苏某人哪里差的，我的身份和背景都远超于你，算起来还是你高攀了呢。苏轩无耻地说道。楚灵溪没想到这个人居然这么不要脸，这种话也说得出来。不过苏轩确实说的没错，以他现在的身份还有背景，确实是他高攀了。你对这次皇位争夺有信心吗？楚国、鲁国还有燕国都参与进来了。楚灵溪开口道。楚、燕、鲁的实力原本就跟齐国不相上下，如今老皇帝快要驾崩，他们自然也想瓜分齐国这份羹。苏家虽然很强，但是也不可能同时对抗3个拥有尊者势力的国家，当然有信心了。楚、燕、鲁算个屁，就他们下来10个我也不怕。苏轩自信地说道。楚灵溪疑惑地看了苏轩一眼，他严重怀疑苏轩是不是被封王之后飘了，已经忘记了自己到底有几斤几两了。眼下自己跟苏轩合作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就算自己不同意，那么苏轩也会强行让自己签下这份合约。合约都是有规则限定的，是由圣王级别的强者制定的，里面加入了类似天道誓言的东西，一旦有一方违反，就会受到惩罚，轻则终身瘫痪，重则灰飞烟灭，像林凡那样骨灰都被扬了那种。这玩意在天玄大陆里面可是卖得很贵的，不是像苏家这种势力根本买不起。同时他也担忧了起来，自己跟苏轩合作，对方真的靠谱吗？你是不相信我的能力吗？苏轩笑道。对，我很想知道你到底有什么底气，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楚灵溪点了点头。随后在楚灵溪惊讶的目光当中，苏轩展现出了自己封王境巅峰的实力。这是封王境巅峰？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会有这种实力？楚灵溪难以置信。苏轩什么时候这么强了？印象里面苏轩在齐国虽然也是个天才，但是实力算不上特别的强悍的那种，甚至连自己都不如。如果没有点实力，你觉得你能在我手中过不了一招吗？苏轩淡淡的说道。听见苏轩的话，楚灵溪似乎想起了什么不好的回忆。确实，他刚刚直接被苏轩秒杀了，还是各个方面都秒杀的那种。你什么时候这么强了？女人都是慕强的生物，在发现苏轩的逆天实力之后，楚灵溪对苏轩的态度明显发生了改变。叮，楚灵溪好感度提升10点。对此，苏轩也并没有感到意外。楚灵溪当初关注宁庄，也是因为宁庄展现了非凡的潜力。如今自己想潜力可是远在宁庄之上，楚灵溪对自己的态度转变也是正常的。这个你就不用管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反正我背后的势力很强。苏轩自信地说道。楚灵溪乖巧地点了点头，随后主动在合约上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且将自己的一滴血滴在了上面。见状，苏轩在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同时也滴了一滴血。随着合约签署完毕，冥冥之中，苏轩和楚灵溪都感觉到了有一道枷锁束缚住了自己。一旦枷锁被打破，那么他们就会遭受非常严重的后果。叮，恭喜宿主成功改变剧情，奖励反派值5万，宁庄气运值下降5000，大丰收啊！听着脑海中的系统提示声，苏轩顿时感到了心情愉悦。失去了楚灵溪前期这个重大助力，苏轩倒想看看宁庄还怎么发育起来。毕竟楚灵溪可是宁庄的大财主啊。宁庄实力前期之所以提升那么快，就是因为楚灵溪利用万宝玄商会一直低价卖给宁庄不少好东西，甚至有些东西楚灵溪直接就是白送的，让宁庄白嫖了不少。既然合同已经签下，那我们从今以后就是自己人了，祝我们2个合作愉快。苏轩开口道。合作愉快。楚灵溪瞥了瞥自己的发丝，
看向苏轩的眼光也是多了一丝暧昧。事已至此，苏轩再不做点表示，那可就不是真男人了。丁，楚灵溪好感度提升10点。丁，楚灵溪好感度达到20，奖励反派值2万，请宿主再接再厉。第二天清晨，苏轩离开了楚灵溪的浴室当中，只留下脸色通红的楚灵溪一人待在原处。小姐，你昨天晚上怎么了？怎么你一个待在浴室那么久？楚家的下人都快被吓傻了。昨天晚上楚灵溪不知道干嘛去了，一个晚上都不见人，下人都快找疯了。要不是有人说楚灵溪去了浴室，恐怕下人都得以死谢罪了。然而楚灵溪在里面待了一个晚上也没有出来，这让下人更加的担心了。他想进去查看，但是一想到楚灵溪很有可能还在里面沐浴，顿时打消了这个想法。不好意思，小红，让你担心了，我昨天泡着太舒服了，所以在浴室里面睡着了。楚灵溪脸色通红，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原来是这样子，真是吓死我了，我还以为小姐你出了什么事情呢，要真是那样的话，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老爷交代了。小红顿时松了一口气，还好目前看来一切都是自己想多了，若是楚灵溪真的出了什么事，那自己只好以死谢罪了。我能有什么事？有冯老坐镇，除非尊者来了，谁能伤我？楚灵溪微微一笑，然而似乎是想到了什么，楚灵溪顿时皱起了眉头。那苏轩又是怎么进来的？看来自己得让父亲好好教育一下冯老了。还好来的人是苏轩，若是换了别人，就这么肆无忌惮的进来，那自己岂不是？说的也是，那看来是我想多了。小红笑了笑，不过很快小红就收起了笑容，因为她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只见楚灵溪的裙角被水弄湿了，居然还在滴水，实在是太冒失了。小姐，你下次可不要这样了，你看看你，连衣服都弄湿了，你都不知道。小红来到楚灵溪身边，用手帕将楚灵溪的裙角给擦了个干干净净。见状，楚灵溪刚想阻止，可惜已经来不及了。好在小红没有什么经验，并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什么，她还以为是楚灵溪昨天睡昏了过去，导致裙角被溅到了。哈哈哈哈，我下次会注意的。楚灵溪尴尬地说道。对了，小姐，那个宁公子来了，他说有些东西要卖给我们万宝轩商会。提到宁公子3个字，小红的脸顿时红扑扑的。宁公子？哪个宁公子？楚灵溪微微皱眉。就是宁庄宁公子啊。小姐，你是不是睡糊涂了？你和宁公子不是好朋友吗？小红有些疑惑。谁说我跟他是好朋友了？我现在可讨厌死他了。你去通知他一下，以后他的任何东西我们万宝玄商会都不要。不仅如此，你让他以后也不要再来找我了，我们万宝玄商会和他不熟。楚灵溪斩钉截铁地说道。小红被楚灵溪这突如其来的态度转变吓了一跳，满是惊讶。小姐，你这是怎么了？你之前不是还跟宁公子好好的吗？怎么突然就……小红心想，楚灵溪是不是昨天睡多了，给自己整懵了？之前楚灵溪跟宁庄可是好好的，而且楚灵溪还说了，像宁庄这样的青年俊才实在是少见，必须多结交才行。这才过去了多久，楚灵溪的态度就发生了这么大的改变了。真是女人心，海底针啊！谁跟她好了？我妈？我跟她很熟吗？楚灵溪有些嗤之以鼻。自从昨天遇到了苏轩之后，楚灵溪才明白了什么叫真正的强大，什么叫一个真正的 man。 像宁庄那样的人跟苏轩比起来，那根本就是狗屁不如的东西。可是小姐，你之前不是说过自己很欣赏宁公子这种青年俊杰吗？青年俊杰？他也配？楚灵溪冷笑道。真正的青年俊杰应该是像苏轩、苏公子那样的人物才对。小红，你给我仔细听清楚了，以后不许跟那个宁庄有什么来往。我们万宝玄商会从此以后跟宁庄没有关系，也不会跟宁庄做任何的一个交易，明白了吗？楚灵溪叮嘱道。好吧。小红叹了口气，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楚灵溪会这么做，但是看着楚灵溪那毋庸置疑的态度，小红也不好多说什么了。苏轩，苏公子，不会是那个苏公子吧？小红心中疑惑了起来。什么？小红，这是怎么回事？另一边，得知情况的宁庄也是一脸懵逼，怎么昨天还好好的，楚灵溪怎么突然今天对自己就变了一个态度？难道说是我做错了什么吗？宁庄扪心自问，他仔细地想了想最近自己的所作所为，他发誓自己绝对没有得罪过楚灵溪，楚灵溪怎么叫就要跟自己撇清关系了。宁公子，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具体的事情你就不要问我了，反正小姐说了，从今以后万宝玄商会就跟你断绝关系了，而且万宝玄商会也不会接受有关你的任何交易，所以从今往后宁公子就不要再来这里了。小红语气冰冷地说道。他对宁庄还是有些好感度的，但是既然楚灵溪已经要跟对方断绝关系了，那么自己自然也是跟着楚灵溪的，这到底是为什么？
能不能让我见见你们家小姐？我想问问怎么回事。宁庄不依不饶地说道。一是他不想放弃万宝玄商会这个香饽饽，二是楚灵溪长得是真好看，眼看最近自己跟楚灵溪的关系有了改善，可是结果突然楚灵溪跟自己说要断绝关系了，这特么算个什么东西啊？宁庄一定要找楚灵溪问个明白才行。宁公子，你还是放弃吧，我们小姐闭关去了，你就不要再想别的东西了。还有，我们家小姐也说了，以后在路上见到她的时候不要叫她，不然的话见你一次打你一次。小红淡淡的说道。我操！听见这样的话，宁庄很想爆粗口，但是还依靠自己练习2年半的忍耐力给忍耐住了。小红，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是我做错了什么吗？宁庄不死心的问道。宁公子，你没有做错什么，这都是我们小姐吩咐的。小红开口道。好一个楚灵溪，好一个万宝玄商会。听见小红的话，宁庄愤怒的笑了出来。人在极度生气的情况下，真的会忍不住笑。你们真是一群杂种啊！当初拿了我那么多的好处，可真是说翻脸就翻脸啊！你们还真以为我没了你们不行了吗？行，既然你们万宝玄商会不仁，那就别怪我不义了。从今以后，我们老死不相往来。宁庄说完，头也不回的走了。宁公子，小红追了上去，想解释什么？滚开！贱女人，你跟那个楚灵溪一样。宁庄一把推开了小红。宁公子。小红始料不及，那个宁公子居然如此粗暴的对自己，这还是自己认识的宁公子吗？宁庄有些错愕，看见跌倒在地的小红，表情顿时发生了一些变化。不过他似乎想到了什么，并没有将小红给搀扶起来，只是望了小红一眼，便转身离开了。唉，宁公子，这到底怎么了？小红看着宁庄远去的背影，无奈的摇了摇头。他好像有些明白楚灵溪说的话了。宁公子变了，变得不像一个好人了。以前宁庄可不会露出那样的表情。不过小红也没有多想，起身离开了。毕竟自打今天起，宁庄也不会来万宝玄商会了，从此断绝了关系，双方已经是2个世界的人了。小红，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楚灵溪问道。放心吧，小姐，都按照你的吩咐说了。小红回答道。听见小红的回答，楚灵溪非常满意，还拿出了一瓶极品聚气丹给小红。小姐，这是……小红有些受宠若惊，聚气丹，这可正是她现在需要的东西，而且还是极品的。极品丹药不管几阶，在市面上都是炙手可热的存在，因为这种丹药没有单独。这是苏公子赏赐给你的。楚灵溪笑道。小红闻言顿时感激不已，心中对苏轩的想法顿时也发生了改变。苏公子绝对是个好人啊，极品丹药说给就给，比宁庄好多了。他跟宁庄认识那么久，也没有得到过这样的好东西，而且刚刚宁庄对自己还发脾气了。定，恭喜宿主成功打压天命主角，奖励反派值5000，宁庄气运值下降500。定，宿主导致天命女主楚灵溪与天命主角宁庄断绝关系，奖励反派值3万，宁庄气运值下降3000。定，宿主成功破坏天命主角的人际关系，奖励反派值1000，宁庄气运值下降100。回到苏府，刚躺下不久的苏轩突然就收到了系统的提示声，看来楚灵溪已经跟宁庄彻底的断绝了关系了。这下子宁庄想要发育起来，那可就没有那么容易了。苏轩邪魅一笑，万宝玄商会是齐国第2大的商会，失去了万宝玄商会的支持，宁庄的发育速度自然减慢了。而其他的商会都在苏家还有其他2个皇子的手底下，宁庄想要来买东西，虽然他们不会拒绝，但是宁庄要付出的东西绝对更多。夫君，怎么了？什么事情这么高兴？正在给苏轩按摩的赵柔看见苏轩眉开眼笑的，也是好奇了起来。当然高兴了，我一想到再有那么8、9个月，我就有一个小宝宝了，我能不高兴吗？苏轩摸了摸赵柔的肚子，满脸的笑意。赵柔脸色微红，情不自禁地跟苏轩打情骂俏了起来。夫君真是坏，这才多久呢，就想着有一个小宝宝了呢？赵柔嗔怪的同时，也摸了摸自己的肚子。虽然嘴上这么说着，赵柔内心对这个孩子也是无比的期待，毕竟这是苏轩的第1个孩子。仔细想想，在苏轩的女人当中，自己好像是第1个怀孕的。若是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了，那自己在苏轩身边的位置岂不是巩固的死死的？怎么不想？毕竟这可是我的第1个孩子啊！你说我能不想吗？苏轩笑道。前世别说是结婚了，身为屌丝的他连个女孩子的手都没怎么摸过，眨眼间自己就来到了异世界，特么现在居然都要当爹了。哦，不对，仔细想想，自己已经当了3次爹了。第1次是林凡，第2次是眼前的孩子，第3次是沈清婉。可惜啊，林凡我的好大儿夭折的实在是太早了，
不然的话，再过几个月，他就有2个孩子了。这赵柔生的若是还是个女儿，那自己岂不是年纪轻轻就儿女双全了？宁庄啊，你可一定要活得久一点，我可是希望你能够活到年底，这样我就儿女双全了。苏轩心想，宁庄，阿秋，谁他妈在 Q 我？夫人，你可得养好身子了。之前莫老林老给你安排的东西，你都服用了吗？苏轩关心地问道。放心吧，夫君，我有乖乖听话的。莫老和林老给我安排的药语，还有丹药，我都按照上面的流程去做了。赵柔乖巧地点了点头。夫人真乖，那你感觉身体有什么变化吗？苏轩问道。有，目前来看，我的身体状况比以前好多了，最近睡眠质量也好了很多，人也精神气也多了不少。赵柔点了点头。这样子吗？那我可得好好检查一下了。苏轩一脸的坏笑。哎呦，夫君真讨厌，我看你就是想了。赵柔抓住了苏轩的咸猪手。嘿嘿，什么想了？我可没想，我可是堂堂的正人君子，怎么可能满脑子那个？苏轩狡辩道。切，我才不信呢。你就是坏。略，我就是坏，那怎么了？在一阵嬉笑打闹中，前阳玉气坤英纳灵诀开始运转了起来。在苏轩和赵柔对口诀的时间当中，俩人的状态也发生了变化，最终俩人变成了一道光，升到了天堂。该死的，楚灵溪那个女人到底在发什么癫？怎么突然就跟我断绝关系了？回到书房的宁庄怒不可言，直接化身桌面清洁大师，一把将桌子上的东西给全部清空。这样的动静很快就惊扰了福伯。福伯是宁家的管事，在宁庄还小的时候，福伯就一直跟随在宁庄的身边了。虽然实力只有大能境，但是对宁庄可谓是忠心耿耿的存在。只因当年沈清婉给了快要濒死的他一碗饭吃。少爷，怎么了？福伯关切地问道。不关你的事，给我滚！暴怒的宁庄一改往日的温和，对着福伯就是一顿怒吼。看见暴怒的宁庄吼自己，福伯顿时一愣，一言不发地离开了。很快，冷静下来的宁庄就意识到了什么。对不起，福伯，我刚刚只是太生气了，我不是故意的。宁庄连忙追了上去，给福伯道歉。没关系，少爷，有什么事情我们慢慢处理就好了，老夫不介意的。福伯摆了摆手。福伯，你真是个好人啊，谢谢你。看见福伯原谅了自己，宁庄顿时也是松了一口气。最近他的脾气也变得越来越暴躁了，这就是饕餮神体的副作用，以后自己必须控制自己的脾气才行。徒儿，饕餮圣体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了，最近你得控制一下自己了，切莫过多的使用圣体，我会想办法帮你稳定下来的。王老开口道。我明白了，师尊。宁庄叹了口气，最近真是诸事不顺啊。先是万宝玄商会莫名的跟自己断绝了关系，如今自己的圣体又暂时不能用了。罢了，春去冬来，我乃天命之人，定可以逢凶化吉的。娘亲，你要等着我，我一定会将你救出来的。宁庄的目光情不自禁地看向了皇宫的方向，眼神更是十分冰冷。阿秋，谁在说我？正在书房里的沈清婉突然打了个喷嚏，本能的以为有人在骂他。夫人，这是怎么了？是不是着凉了？房门被人推开，来人正是刚刚将赵柔哄睡的苏轩是也。将赵柔哄睡过后，苏轩第一时间就来找沈清婉，准备增进一下感情。夫君，看见来人是苏轩，沈清婉的表情顿时变得有些红润起来。这里的环境还不错吧？适应的怎么样？有没有感觉什么特别不舒服的？苏轩关心地问道。这里环境相当好，适应的还不错，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夫君没有来陪我。沈清婉有些抱怨地说道。我这不是来陪你了吗？苏轩笑着将沈清婉揽入了怀中。不愧是上了年纪的女人，说出的话就是那么的讨人欢心。如果是一般的小姑娘，大多数想必都会说没有关系的，有苦自己硬吃着。像沈清婉这样的，无疑是在跟自己撒娇，想要自己关心嘛，那自己自然是要给予对方一定的关怀的了。这就跟以前上学的时候一样，老师往往都喜欢你下课直接来找他问问题，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是高兴的。哼，谁叫你没有第一时间来陪我？沈清婉撇了撇嘴，虽然她不懂如何在后宫与人争斗，但是如何讨一个男人的欢心她还是清楚的。喜欢撒娇的女人最好命，以前在皇宫里的时候，她正是靠着这一本事吃得香。可是奈何宁庄当时不给力，撒娇的时间多了，别人也是会腻的，渐渐的撒娇就会变成了厌恶。好了，夫人，消消气，这天气变凉了，你得多穿点衣服才行。苏轩一边说着，一边却做着相反的事情。夫君，你不是让我多穿衣服吗？怎么？沈清婉满脸的害羞。男人如衣服，姐妹如手足，难道我就不能当你的衣服了吗？苏轩一脸坏笑。气氛都到这里，沈清婉自然也是懂事了起来。
你真是坏。夫君。沈清婉抱住了苏轩。就这样，苏轩在两头跑的过程中，成功的结束了这美好的一天。第二天，万宝玄商会公开提出自己已经跟宁庄断绝了来往，并且不再跟宁庄有任何的贸易往来。同时，万宝玄商会跟苏家进行了合作，楚灵溪甚至公开表示，日后肯定苏楚两家可能还会进行一定程度的联姻。不仅如此，楚灵溪还背刺了宁庄，发出了一大堆的东西，指控宁庄在合作过程当中试图对他图谋不轨，外加恶意压价等操作。万宝玄商会跟宁庄断绝来往的消息震惊了整个星罗城，尤其是楚灵溪后面爆出来的东西，其影响之大，甚至导致了之前追随宁庄的一些势力也离他而去。毕竟在楚灵溪的口中，宁庄已经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了。虽然宁庄极力的否认，但是架不住楚灵溪是个女人，别人嘴巴多啊。在这期间，大皇子和二皇子也是趁机落井下石，给了宁庄不少的麻烦。这一连串的打压和背刺，让苏轩收获了大量的反派值。苏轩笑得差点合不拢嘴。姓名：苏轩，境界：封王境，巅峰，反派值50万，系统背包：替身娃娃、无极剑、天玄护符、5阶极品疗伤丹药 X10、神行靴，特殊高级剑意，技能：反降至光环、无背楷模、终极鉴定技能、终极恢复技能、初级精神抗性称号，天命之父。功法：苏家心法，地级，无极剑法，天级。系统商城已开启，50万反派值了，大丰收啊！苏轩十分满意的看了一眼自己的属性面板。这2天时间，宁庄受到不少人的背刺和打压，处境不能说很好，只能说大事不妙。该死的贱人，居然还被刺我！你最好祈祷有朝一日，你不要落在我的手中。宁庄看着四下传来的消息，外加对方有些异样的眼神，顿时暴怒无比。刚刚整理好的桌面又被他给清洁掉了。手下看见这一幕，顿时找了个借口离开了。再不跑的话，要被清洁的可能是自己了。徒儿，不要生气，千万不要陷入了自证陷阱当中。楚灵溪再怎么说，哪怕说开了话，那也是没有证据的事情，不过是他自己的一面之词罢了。你不用急于证明，既然事情是对方提出来的，那就让他自己拿出证据得了。如果拿不出证据，那不就是在胡说八道吗？谣言自然也就不攻自破了。作为主角的师傅，王老还是很有眼见的。师傅说的对，我不必理会这些。听完王老的话，宁庄也是冷静了下来。这些流言蜚语对他影响不大，顶多就是对自己的名声造成了不好影响而已。对此，宁庄也是做出了一定的回击。不过，真正的重头戏还得是接下来的2位皇子的进攻。万宝玄商会跟自己断了联系，宁庄这边的资金链顿时出了问题，他的2位好哥哥也是趁此机会落井下石。不过，宁庄到底是天命主角，逢凶化吉的能力还是非常可以的。即使没有了万宝玄商会的资助，依然有不少人追随宁庄。在2位皇子的围攻之下，宁庄硬生生的扛住了不说，甚至还发起了一些反击。随着3方势力的不断搅和，齐国也变得越来越冷，各方势力纷纷下台，形势渐渐变得有些微妙起来。很快，接近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宁庄依然还坚挺着，甚至还有浴火重生的迹象。就在今天，一名不速之客来到了苏府当中。你好，我找苏轩，苏轩在吗？开口说话的是一名肤白貌美，让人看了一眼就回味无比的美女。在美女的背后，还有一名白发苍苍的老者，看起来十分的慈祥。在的，少爷现在就在书房里。下人看见美女不敢怠慢，尤其是眼前的美女还是来找苏轩的。在下人羡慕的目光当中，美女和老者走进了苏府当中。真没想到夫君居然住在这样的地方，实在是太寒酸了。李秋月扫了一眼苏府，摇了摇头。不错，眼前美女不是别人，正是姗姗来迟的圣女李秋月。当日，李秋月说了，最多半个月的时间就会来找苏轩，但无奈天武圣地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李秋月处理完之后，第一时间就带着天武圣地的强者前往了齐国。想到苏轩居然住在这么差的环境，李秋月就不由自主地感到心疼起来。他心里也是自责无比，恨自己没有第一时间将苏轩逃离苦海。这里灵力浓郁程度虽然比外面好，但是跟天武圣地相比，那可是差远了。苏轩居然能在这样的条件下练就了一身的本事，实在是让人佩服啊。这话也就李秋月说得出来了，这要是一般人看见苏府这规模，谁敢说寒酸的啊？火老也是点了点头，对李秋月所说的话表示了赞同。作为圣王强者，他自小的环境也比苏轩现在的环境要好上不少。可是苏轩在如此差的环境，居然表现出了比李秋月还强悍的天赋，实在是恐怖。想到这里，火老对这名素未谋面的圣子候选产生了不小的好感。夫君，我来了。李秋月依靠自身的感知力，
成功的找到了苏轩的书房所在地。刚进门就看见苏轩悠哉悠哉的躺在赵柔的怀中，一旁的小翠还在给苏轩喂着水果。李秋月打开门的那一刻，苏轩傻眼了，赵柔和小翠也是傻眼了。夫君，终于见到你了，我好想你，你知不知道啊？看见苏轩，李秋月不管3721，直接一把扑向了苏轩的怀中。秋月，你怎么来了？那么突然，也不提前通知我一下。看见来人是李秋月，苏轩一开始惊讶无比，毕竟自己现在的处境不是很好。不过看见李秋月对自己的好感度已经来到了90%，苏轩也就肆无忌惮了一点。嘿嘿，人家这不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吗？而且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人家怎么会知道夫君私下里居然还有这一面呢？李秋月满脸笑意的看了一眼赵柔还有小翠，赵柔跟小翠都情不自禁的羞红了脸。看见李秋月和苏轩如此熟络是样子，他们两个有种当小三被抓包了的感觉。本以为没事，没想到李秋月还是点了出来。苏轩想要解释一下，毕竟根据林凡的剧情里面，李秋月貌似不是很喜欢这样的。放心吧，夫君，我不会怪你什么的。我从他们身上并没有感受到悲伤的情绪，反而是高兴的情感。这说明夫君你不是一个始乱终弃的人，反而对他们十分的负责。这样的男人我不讨厌，而且夫君能够被那么多人喜欢，不就说明你越优秀吗？好感度已经90以上的李秋月完全就是各恋爱脑，直接就自己说服了自己。苏轩刚想解释什么，看见这一幕也是识相的住嘴了。李秋月都那么懂事了，自己要是再不懂事一点，那可就是不懂事了。夫君对我们很好的。赵柔和小翠也是附和道。那我就放心了。各位姐妹，如果夫君若是对你们不好，尽管跟我说，我会帮你收拾他的。李秋月笑道。见状，赵柔跟小翠也是笑了起来，三女情不自禁地看向了苏轩。三女其乐融融的场面直接看傻了火老，本来火老都准备看一场好戏了，没想到李秋月的话直接震惊了他一整年了。圣女大人，你要不看看你在说什么？这是能从您嘴里冒出来的东西吗？印象里面蔡坤也做了跟苏轩差不多的事情，可是李秋月对待二人的态度完全不一样啊！佩服啊，佩服啊，不愧是圣子大人，老夫今天又学到了一点东西。火老感叹不已，果然女人不是不懂，不是不能接受一个东西，只是看那个人是谁罢了。如果那个人是你，那就不一定了，但是要是换了别人，那情况可能就反着来了。现在的情况，火老愿意称呼苏轩为吾辈楷模，甚至火老本人都有种想向苏轩取经的说法，毕竟他家里的那位管他还是蛮严的。笑个屁啊，不就是仗着现在实力比我厉害一点吗？等过段时间我把挂开了起来，我看是谁收拾谁。苏轩暗自发誓。差点忘记做个自我介绍了，姐妹们，我叫李秋月，旁边这位叫火老，是我的护道者。李秋月介绍道。火老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秋月姑娘你好，我叫赵柔。是夫君的女人，旁边的这位是小翠，是夫君的侍女。赵柔开口道。李秋月点了点头，仔细打量了一下赵柔，不知为何他总感觉赵柔身上有种熟悉的感觉，好像他之前在哪里感受到过。我来自天武圣地，这次来找夫君主要是想将夫君带到天武圣地当中。李秋月开口道。天武圣地是我了解的那个天武圣地吗？说这话的时候，小翠的手都有些颤抖了，一脸的难以置信。不错，就是你认为的那个天武圣地。李秋月点了点头。小翠，怎么了？天武圣地怎么了？赵柔不了解什么圣地不圣地的，看小翠的反应还以为是一个不好的组织呢。柔儿姐，是天武圣地啊，秋月姑娘她是天武圣地的人啊。小翠激动无比，随后跟赵柔解释了一番。明白了圣地概念的赵柔顿时也变得惶恐起来，眼前的李秋月背景居然那么大，这样的女人还一口一口夫君叫着苏轩，苏轩也太有本事了吧，居然把圣地的人给泡到手了，还是一个美女。夫君要发达了，要加入圣地了。这可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东西啊。小翠激动地抱住了苏轩，岂止是发达了，夫君以后可是圣地的圣子。李秋月有些得意地说道。圣子？小翠更加惊讶了，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有传闻天武圣地要重新立一个圣子，可是小翠做梦都没有想到那个传说中的圣子居然会是苏轩跟天武圣地，这两者不应该是八竿子都打不着边的东西吗？不错，夫君以后就是我们天武圣地的圣子了，你不用担心，我作为圣地的圣女是不会骗你们的。李秋月笑了笑。听见这话，小翠身形一晃，整个人都差点没有晕过去。天哪，又是圣地又是圣女圣子的，小翠短短时间哪里接受得了那么多的东西。这个时候她是真的羡慕赵柔，果然知道的东西越少，
在这个世界上也就越快乐。一番劝说之下，小翠才恢复了正常。圣女大人，我去给你泡杯茶。小翠一脸的紧张，知道了李秋月的身份之后，之前李秋月一口一个夫君的，小翠还以为李秋月只是一个普通的圣地成员呢，本以为可以好好的跟李秋月平等相处，结果你跟我说你是圣女，这下子哪怕是小翠也不敢说什么以平等的身份去跟对方相处了。小翠不用那么生说，我们大家都是姐妹，那样什么圣女不圣女的，你叫我姐妹就行了。李秋月也没什么架子，她对眼前的两女都有些好感，毕竟美女总是相互吸引的。好吧，秋月姐姐，我去给你倒茶。见李秋月这么说，小翠自然也是不好推辞。闻言，李秋月顿时满脸高兴，这一声姐姐可把她喊爽了。作为李家现在点独苗，李秋月何尝不想有一个弟弟或者妹妹？谢谢小翠妹妹。嘿嘿，李秋月笑了起来。苏轩看着眼前的三女，有些无奈，自己完全插入不了这些女人的话题，只能静静地看着。想吃个东西，结果发现除了豆腐之外，没有什么好吃的了。柔儿姐，小翠妹妹，我和夫君有些事情需要私人商量一下，你们可以给我和夫君一个私人相处的空间吗？聊了一会儿，李秋月突然开口道：好，没有问题，你跟夫君也那么久不见了。赵柔跟小翠都识趣的点了点头。至于火篓，那更加不用说了，早就隐藏在了虚空之中了。夫君，真是好久不见了啊，这段时间你有没有想我啊？李秋月温柔地摸了摸苏轩身上的肌肉，满脸的妩媚。真是个妖精啊！苏轩突然有种生化危机的感觉。当然想了，我怎么可能不想你呢？苏轩也用同样的动作回敬了李秋月。李秋月顿时脸红了，他没有想到苏轩居然反其道而行之。正常情况来说，苏轩不应该脸红然后害羞起来吗？娘亲教我的这一招好像没有什么用啊。李秋月顿时有些不知所措起来。苏轩一脸坏笑，这一招对付以前的自己还有用，可是如今自己早就今非昔比了，妥妥的老司机角色。李秋月还是太嫩了啊，各种方面上的。切，我才不信呢！我看你跟赵柔还有小翠玩的那是不亦乐乎啊，居然还是躺在床上的那种。怎么？难道你自己没有手没有脚了吗？李秋月佯装有些不满地说道。嘿嘿嘿，老婆，我这不是知道错了吗？苏轩笑着抱住了李秋月，在李秋月的唇上轻轻一吻。李秋月的脸顿时像开了特效一样，唰的一下就红了起来。切，算了，这一次我就原谅你了，再有下一次可不会这么简单了。李秋月嘟起了小嘴。嘿嘿嘿，放心吧，不会有下次了。苏轩笑道。对了，夫君，这么长时间没有修炼，也不知道夫君你还记不记得当初的口诀？李秋月将苏轩压在了身上，脸色通红。当然记得了，我怎么可能会忘记呢？苏轩笑道。呵呵，我可不信，夫君可是渣男，说不定早就已经忘记了，我得检查一下才行。李秋月说着说着就直接开始扒起了苏轩。苏轩见状顿时开始反抗了起来。我去，我没说谎啊，不要突然就这么脱我的东西啊。呵呵，我可不管你那么多，拿来把你。一个晚上过去，李秋月心满意足地伸了一个懒腰，随后开始整理衣物。经过一个晚上的时间，李秋月的境界也开始了一些松动。在这半个月的时间，她服用了不少灵丹妙药，在这么多灵丹妙药的辅助之下，她的境界才提升了那么一个小境界。如今一个晚上的时间过去，她刚刚提升不久的境界居然又有了松动，不愧是圣级功法，竟如此恐怖如斯。不过这还要多亏了苏轩，如果不是苏轩的实力强大，他也不会突破的那么快。其实这已经算慢了。李秋月不知道的是，按照当初苏轩展现出来的天赋，他们修炼了那么久，应该直接突破才行。不过毕竟当初苏轩开了外挂，跟现实情况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夫君还真是宝刀未老啊，越来越厉害了。李秋月害羞地说道。谢谢夫人夸奖。苏轩嘴上笑着，心里却是另外一个想法。李秋月着实有些恐怖，这就是高级修士对低级修士的降维打击吗？不行，我日后一定得尽快超越他才行。苏轩心想，越级挑战压力还是太大了，只有那些传说中的天命主角才能做到，自己做一个大反派，还是老老实实的进行境界碾压算了。夫君，你什么时候跟我回天武圣地？我娘亲还有圣地的一众长老都想见你，而且在圣地那边修炼也比在这里修炼速度要快得多。李秋月开口道。除此之外，李秋月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跟苏轩一直在一块了。我这里还有些事情要处理，等事情处理完之后我就跟你回去。苏轩开口道。大概需要多久？要我帮忙吗？李秋月说道。在你没来之前，我可能还得花上1-2个月的时间，不过在你来了之后，最多3天就行了。
苏轩自信地说道。闻言，李秋月大喜，不过是3天时间而已，自己完全等得起。放心吧，夫君，我会全力帮你的，火老也会替你调遣的。李秋月开口道。圣子大人，请您尽管开口，只要老夫办得到的事情，老夫定会全力以赴。火老点头道。多谢火老。苏轩笑道。有了火老帮忙，自己就拥有了碾压宁庄还有整个齐国的实力了。宁庄有王老这个底牌，苏轩之前不敢贸然对其动手，毕竟王老已经是圣人级别的存在了。虽然现在只是灵魂体，可是他依然能够爆发出尊者巅峰，堪比准圣的实力。这种实力在齐国无疑是无敌的存在，若不是不能持续太久，恐怕齐国现在早就是宁庄的天下了。不过如今有了李秋月帮忙，现在反倒是苏轩的天下了。齐国皇宫内，大批的太监宫女相互奔走，脸上的表情愁眉苦脸的，就连平日里高高在上的一些妃子也是愁眉苦脸的。现在齐国内忧外患的老皇帝的情况日渐日下，一天不如一天，谁知道他什么时候就一命呜呼了。大家都在为自己的未来发愁，也不知道该站哪个阵营。聪明的妃子早就已经栖身在了几位皇子当中，又开始了享福。对他们来说，不过就是换个对象而已，只要能够享受荣华富贵，是谁都行。而一些太监和宫女就不一样了，他们修为低下，去到哪里都只是当个下人，别人根本不缺这种人，而且说不定去了之后还得被当成炮灰去用。一些长得漂亮的宫女还好，其他的可就不一定了。景明殿内，老皇帝躺在病床上，身旁有几名太监宫女正在悉心照顾。整个大殿死气沉沉的，仿佛预示着什么。老皇帝的眼神空洞而暗淡，往昔的威严早已消散殆尽，现在的他就跟咸鱼没有什么区别。嗨！老皇帝突然剧烈的咳嗽起来，一旁的太监急忙递上丝帕，那丝帕瞬间被咳出的鲜血染红。陛下，好久不见啊！苏轩突然出现在大殿之中，吓了身旁的太监还有宫女一跳。大胆！你是何人？竟然私闯陛下寝宫！你该当何罪？一名太监呵斥道。连本王都不认识。没有多说什么，苏轩直接一脚踹了过去，那名太监当场就飞到一旁，双眼泛白，死得不能再死了。来！有人想呼救，结果却被老皇帝拦住了。放肆！这位是苏王爷，是自己人，一群有眼无珠的东西，你们赶紧滚！看见有人居然问罪苏轩，老皇帝差点没有气死过去。这些新招的太监和宫女真是一点规矩都不懂，连苏轩都不认识。闻言，在场的太监和宫女纷纷滚了出去。苏爱卿，好久不见啊，忽然来找朕，有什么事情吗？老皇帝开口道。苏轩扫了一眼老皇帝，发现对方气色苍白，毫无血色，一副大限将至的样子。在林凡的剧情里面，老皇帝最后是被林凡救了下来的，而在宁庄的剧情里面，老皇帝的头都被宁庄给砍了下来。如今林凡死了，宁庄成为了新的天命之子，那么老皇帝的死自然是板上钉钉的。所以苏轩决定以女婿的身份送自己的岳父最后一程。微臣关心陛下的健康，特意来看望一下陛下罢了。苏轩嘴上这么说着，却是丝毫没有把老皇帝当成一回事。苏爱卿有心了，老夫已经时日无多了。老皇帝笑道。是啊，陛下已经时日无多了，不如退位让贤，让我当个皇帝爽爽如何？苏轩突然开口道。什么？老皇帝震惊不已，怎么事情的展开跟他想象中的有些不一样？陛下，老儿不死是为贼，你不死，后面的人怎么上位呢？因为治疗你的伤势，整个宝库的东西都差不多给你挥霍空了，我心疼啊，所以你还是快点去死吧。苏轩语气冰冷的开口道。大胆！苏轩，你是想要谋反吗？老皇帝怒目圆睁，恨不得把苏轩给吃了。对，就是谋反，那又怎么样？苏轩淡淡的说道。我看你真是疯了。老皇帝暴怒之下，直接动用了传国玉玺。传国玉玺里面蕴含了整个齐国的国运，虽然现在已经微乎其微，但是仍然能够让老皇帝发挥出至尊级别的实力。相对的，在使用这股力量的时候，老皇帝本就不多的寿命也会快速消耗。使用传国玉玺之后，老皇帝苍老的面容顿时变得年轻了起来，浑身上下也是充满了力量。好久没有体会到这种感觉了。苏爱卿，这可都是多亏了你啊。老皇帝开口道。这就是传国玉玺的力量吗？居然让一个垂死的老人拥有这等实力，难怪那么多人都想当皇帝啊。苏轩有些羡慕。火老，麻烦你了。至尊，苏轩打不过，可是有人打得过，有这么一个免费打手不用，那是傻子。遵命。圣子大人。火老话音落下，下一秒，刚刚还一副无敌于世间的老皇帝气息迅速衰弱了下来。这不可能。苏轩，你动用了什么诡计？老皇帝震惊不已，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力量不断衰落，
却又无可奈何。圣境，居然是圣境强者，这就是你的底气吗？看着一旁的火老，老皇帝顿时明白了一切。前辈，你堂堂圣境强者，在我们这片犄角旮旯地带出手，你就不怕引发大战吗？老皇帝不死心地说道。在天玄大陆，一些超越当地实力的强者，在一般情况下是不能随便出手的，这是大家共同遵守的约定。不然的话，整个天玄大陆就乱套了你意图谋杀我圣帝圣子。老夫作为圣子的护道者，怎么不能对你出手？火老振振有词地说道。圣子？什么？老皇帝震惊无比，圣子这个名号可不是谁都能拥有的，那可是圣帝才有的产物。苏爱卿，你隐藏的好深啊，真没想到你居然还有这么一层身份。老皇帝闻言顿时失去了反抗的念头，他根本不用怀疑对方话中的真假，眼前的圣境强者就已经说明了一切。陛下，你享受了那么久了，早就该退位让贤了。苏轩悠哉悠哉地说道。圣子大人，求求你救救我吧，我可以让整个齐国臣服于你。哦对，不仅如此，我的那些后宫也可以全部给你，你喜欢哪个你随便挑。老皇帝直接给苏轩磕头了。瞧瞧你，这话说的，杀了你，这些东西不一样是我的吗？苏轩笑道。我可是你的岳父啊。苏轩，求求你了，看在轩儿的面子上，救救我吧，我真的不想死。老皇帝搬出了宁宜轩，可惜的是苏轩压根就不买对方的账。废话少说，把传国玉玺交出来，然后发布退位诏书，我可以不杀你。苏轩命令道。弑君那可是会遭天谴的，哪怕强如宁庄这样的天命主角，也不敢直接杀了老皇帝。苏轩身为齐国的一份子，以下犯上，势必会引起天道的不满。苏轩现在可没有能力去抵挡。不要，除非你把我的伤治好，我可以把我的东西都给你。老皇帝拼命的拒绝。既然如此，那可就怪不得我了。小太监，给我过来。苏轩将隐藏在暗中的小太监给抓了过来，随后把手中的长剑递了过去。杀了他，你以后就是护国大将军。苏轩拍了拍小太监的肩膀，满脸的笑意。小太监被迫接过剑，双手不住地颤抖，脸色惨白如纸。他望着苏轩，眼中满是惊恐与哀求。大人，小的不敢，那可是陛下。小太监快要哭了。你不杀他，我就杀你，你自己选吧。苏轩冷笑道。闻言，小太监咬着嘴唇，内心天人交战。他在这宫中多年，受尽欺凌，本以为一生就这样碌碌无为，如今好不容易有了这么一个逆天改命的机会，不就是一个快死的老东西吗？我跟你拼了！小太监心一横，拿起长剑，朝着老皇帝的心头刺了过去。狗奴才，你若敢动朕一根手指头，朕做鬼也不会放过你。老皇帝看着朝自己冲来的小太监，既绝望又愤怒，却无可奈何。老壁灯，去死吧！小太监一把将长剑刺入了老皇帝胸口左边的位置，刹那间鲜血直流。哈哈哈哈！我做到了，我做到了！看着疯狂飙血的老皇帝，小太监哈哈大笑起来。然而还没等他开心多久，一道天雷落下，小太监直接被劈成了灰，真恐怖！这可是天谴吗？苏轩震惊无比，这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自己都来不及反应，这雷就劈了下来。还好，动手的人不是我。苏轩松了一口气，痛死我了，痛死我了，要死了！畜生啊！老皇帝捂着心口，骂声不断。若不是他心脏在右边，他现在已经死了。这次是你运气好，下一次可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这退位诏书，你写不写？苏轩开口道。我写还不行吗？老皇帝是彻底怂了，在死亡的恐惧面前，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没过多久，一份退位诏书就已经写好了。苏轩满意的接过退位诏书，目光在那上面扫视了一圈，确认无误后，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弧度。陛下，识时务者为俊杰，您放心，只要您乖乖配合，我保证您余生衣食无忧。当然，前提是您不再有什么不该有的念头。苏轩一脸坏笑。老太监，给我过来。苏轩随手将一名老太监给拉了过来。这名老太监可不是什么普通人，他跟在老皇帝身边已经很久了，可以说是老皇帝身边的大红人，老皇帝的代表。这封退位诏书，明天你找个机会昭告天下，具体怎么做，不用我多说了吧？苏轩开口道。明白了。老太监哆哆嗦嗦地说道。哈哈哈哈，不错不错，你的态度我非常的喜欢，该赏。苏轩随意将几块零食塞到了老太监的袖子里，随后大笑着离开了。陛下，你没事吧？苏轩走后，老太监连忙将老皇帝扶了起来，喂下一颗疗伤丹药后，老皇帝这才缓过来。此时此刻，老皇帝瘫坐在地上，眼神空洞而绝望，
曾经的帝王之威早已荡然无存。大齐要变天了啊！老皇帝有些绝望地望着苏轩远去的方向。有苏轩这个怪物入场，宁家的基业算是全毁了。大人，接下来我们去哪里？火老开口道：麻烦火老帮我把皇宫之中锋王境以上的强者全部抓来，若是有臣服的，那就放过；不臣服的，全部杀了即可。苏轩淡淡的说道：遵命，大人。火老恭敬的说道。路上，苏轩像游山玩水一样行走在皇宫当中，偶尔还调戏一下路过的漂亮宫女。苏轩，你怎么来了？也不通知我一下。路上，苏轩偶遇了宁怡轩。哟，这不是我老婆吗？好巧啊！苏轩笑道。听见苏轩这么称呼自己，宁怡轩顿时红了脸。瞎说什么呢？我们都没结婚呢。宁怡轩害羞的说道。嘿嘿，那有什么，都差不多的。苏轩一脸坏笑。对了，你还没说你来这里干什么呢？是来找父皇的吗？宁怡轩好奇的问道。你父皇我已经找过了，现在我来找你娘亲商量一点事情。苏轩笑道。找我娘亲？闻言，宁怡轩顿时有些失望，他还以为苏轩是来找自己的呢。放心吧，等我处理完事情，我会来找你的。苏轩说完便离开了这里。好吧。宁怡轩望着苏轩远去的方向，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有些不舒服。养心殿，这是宁怡轩的母亲叶凝芷所在的大殿。苏轩步入养心殿，殿内弥漫着淡雅的檀香。大殿之中有一个跟宁怡轩长相有7分相似的女人端坐于上位。叶凝芷端坐于上位，眼神清冷，仪态万千，见苏轩进来，目光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讶异。皇后娘娘，好久不见啊！苏轩嬉皮笑脸的走了进来。苏轩，你怎么会在这里？对于苏轩擅自闯入的事情，叶凝芷有些诧异，不过她并没有生气，毕竟就算生气也没有用，现在的苏轩如日中天，不知道多少人想巴结呢。而且宁怡轩跟苏轩还有婚约在手，叶凝芷不觉得苏轩会对自己做出什么事情来。这声音真好听啊！苏轩闭目感受了一下，叶凝芷的声音是那种柔和的，却又不经意间带着一丝疏离的感觉。我是来找娘娘商量一些事情的。苏轩一脸认真的说道。是关于轩儿的事情吧？你说吧。叶凝芷以为苏轩是来找自己商量有关宁怡轩的事情的。不，你误会了，皇后娘娘，我此番前来是想和你谈谈有关你的事情。苏轩嘴角微微上扬。有关我的事情？叶凝芷有些惊讶，这倒是有些出乎了她的意料。不错，娘娘你也知道，如今齐国可不是很太平，老皇帝要不了多久就要驾鹤西去了。像您这样的美人，难道不应该考虑一下你日后的去向吗？苏轩也不拐弯抹角，直接切入了主题。苏轩，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叶凝芷微微皱眉，苏轩的话已经让她有些生气了，这不是赤裸裸的调戏自己吗？没什么意思，就是我觉得皇后娘娘你应该有一个更好的去向而已，就比如说跟随我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结。苏轩嘴角微微上扬，一脸坏笑。放肆！苏轩，你可知道你在说什么吗？叶凝芷暴怒无比，她万万没想到苏轩居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自己可是宁怡轩的娘亲，也是一国之母。苏轩他一个臣子，怎么敢的？我当然知道我在说什么了，不过我看娘娘你倒是有点不清楚。既然如此，那我便再重复一遍就好了。我要你做我的女人。苏轩重复了一遍。不可能，你做梦！来人啊！叶凝芷果断的拒绝，顺便开始喊人。然而硕大的养心殿居然无人回应叶凝芷的要求，连个太监都不成见。人呢？叶凝芷顿时有些慌了。别喊了，娘娘，哪怕你喊破喉咙也没有人搭理你的。现在整个皇宫都已经在我的掌控之中了，你口中的那些护卫要么已经死了，要么已经臣服我苏家了。苏轩哈哈大笑，仔细欣赏着叶凝芷那有些慌张不知所措的脸。不得不说，叶凝芷的颜值还是非常逆天的，不愧是能够做皇后的人。相比宁怡轩，叶凝芷多了一番成熟的韵味，还有慈爱。身材方面，叶凝芷也比宁怡轩要更加的丰满，肤白貌美，前凸后翘。苏轩，你这是在谋反了吗？叶凝芷惊讶无比，她万万没想到苏轩的动作居然这么快，这才多久，整个皇宫居然就已经在苏轩的掌控之中了。最重要的是，身为皇后的她居然一点消息都没有收到。苏轩她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势力在扶持啊？不错，娘娘果然聪明，我就是在谋反。不仅如此，皇位是我的，就连你也是我的。苏轩哈哈大笑。不，我不信，你一定是设置了什么手段。凭你苏家的本事，怎么可能悄无声息的就完成了如此大规模的动作？我在这里更是一点消息都没有得到。
你休想骗我！要不了多久，就会有人识破你的阴谋诡计的。叶凝止不相信，也不敢相信，他认为这都是苏轩的阴谋诡计罢了。这都是苏轩骗自己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自己，好让自己上当。自己一定要坚持住，只要等到那个时候，那么一切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冥顽不灵，看来我只好拿出我的杀手锏了。叶凝止接旨。苏轩直接掏出了圣旨。闻言，叶凝止顿时本能地跪了下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本帝无能，即今日起，本帝自愿与叶凝止解除婚约，令叶凝止嫁给苏家苏轩为妾，违令者斩。钦此。不可能，这不可能，陛下怎么会？叶凝止满脸错愕，身子止不住颤抖起来。老皇帝居然自愿跟自己解除婚约，还要自己嫁给了苏轩为妾。我的发，真的假的？要知道，宜轩她可是苏轩的妻，自己一个当妈的，居然是妾。接旨吧。苏轩直接将圣旨交到了叶凝止的手中。叶凝止难以置信地接过圣旨，他很确定眼前的圣旨是真的，不是假的。那就意味着苏轩刚刚所说的也都是真的。大齐王了，老皇帝退位让贤了，还把自己送给了苏轩当小妾。叶凝止接旨。叶凝止哆嗦着身子，手颤颤巍巍地接过苏轩手中的圣旨。娘娘，现在你还有什么话可说的呢？就连你丈夫都自愿把你许配给我了。苏轩端起叶凝止的下巴，满脸得意。我无话可说。叶凝止认栽了，苏轩圣旨都拿出来了，自己还有话能说的呢。至于抗旨不接，叶凝止更是没有想过，自己就算抗旨不接，苏轩也会强行与其让自己活受罪，不如趁此机会给苏轩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呢。你是一个聪明的女人，我就喜欢跟聪明的女人做任何事情。苏轩笑道。为什么是我？皇宫当中还有不少的女人吧，为什么偏偏选择了我？叶凝止忍不住问道。叶凝止觉得自己身上并没有什么值得苏轩看重的东西，一是自己的年纪已经算大了，二是自己的身材和容貌也不是最好的，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自己跟宁宜轩的关系摆在那里，苏轩他多多少少有点丧心病狂了吧。姐，娘娘，我知道你心中在思考一些什么东西，你心里想的那些东西对于别人来说也许是减分的，可是对于我来说那可是妥妥的加分项啊。娘娘，我就喜欢你这种女人。苏轩一边说着，一边将叶凝止拥入了自己的怀抱当中。听见苏轩的话，叶凝止有些错愕，她倒是没有想到苏轩居然还有这种爱好。虽然叶凝止对苏轩的这种爱好不赞同，但是对自己现在的处境来说，苏轩这种爱好反而还帮助了自己。毕竟苏轩都这么说了，那么以后他对自己也不会差到哪里去。那轩儿知道这件事情吗？叶凝止忍不住问道。放心吧，他暂时还不知道，以后那可就说不定了。苏轩笑道。如果可以的话，我不想被轩儿知道，这算是我最后的一点请求了。我不想让自己最后的形象在轩儿面前给完全的破坏掉。求求你了，苏少，只要你答应我这个要求，不管你接下来对我做什么，我都不会拒绝你的。叶凝止楚楚可怜地看着苏轩。在宁宜轩面前，叶凝止的形象一直是高端的、儒雅的，无形之中还有威严。若是这件事情被宁宜轩知道了，那么自己长久以来在宁宜轩树立起的形象不就全毁了吗？苏轩看着叶凝止这般楚楚可怜的样子，内心不由自主地升起了一丝涟漪。可以，我答应你。这件事情，你知我知，天知地知，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的。苏轩笑道。夫人啊，你还是太嫩了，你的心智就跟你的皮肤一样。虽然苏轩保证了不会让第三个人知道，可是没有说过不会有第四个人、第五个人知道啊。那我就放心了。说完，叶凝止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刚刚还有些抗拒的表情瞬间变了一个模样。很难想象，眼前含情脉脉看着自己的女人，在不久前还是自己为仇人一般。果然，论表演这方面，还得是我们老一辈的艺术家从容一些啊。苏轩忍不住哈哈大笑。叮，恭喜宿主成功改变剧情，奖励反派值5万，凝妆气运值下降5000。我与那老皇帝相比，谁更厉害？苏轩笑道。自然是你更厉害一些，人家都被你给完全的征服了。叶凝止含情脉脉地看向苏轩。我是说，在修为方面，老皇帝年轻的时候与我现在的修为相比，谁更厉害？苏轩拍了拍叶凝止的脑袋，让他别瞎想。那当然还是夫君你更厉害。叶凝止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刚刚苏轩展现了自己的修为，叶凝止这才发现苏轩年纪轻轻居然就封王巅峰了。这种天赋整个齐国历史上都不曾见过，难怪苏轩有能力推翻大齐。哈哈哈哈，不错不错，你的回答我很满意。苏轩在叶凝止的后面拍了一下，叶凝止顿时忍不住轻哼了一声。好了，不逗你了，你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战，在这里好好休息一下吧。
我还有点事情需要处理一下，晚上我再来找你。说完，苏轩穿起裤子，一溜烟的跑没影了。看着苏轩离去的背影，叶凝芷的心止不住扑通扑通的跳。如此的青年俊杰，居然看上了自己，自己可还真是捡到宝了啊！离开养心殿，苏轩便前去找火老。火老，先前麻烦您的事情怎么样了？苏轩问道。大人，按照你的吩咐，整个皇宫之中，修为在封王境以上的人都在这里了。有一些不听话的，我已经杀了，骨灰都给他们扬了，这些都是听话的。火老指了指被自己五花大绑，坐在地上瑟瑟发抖的一大堆人。苏大人饶命啊！不要杀我啊！你知道的，我自小就对苏家忠心耿耿，之所以在这里，只不过是卧底罢了。苏大人，饶命啊！从今以后，我王家愿俯首称臣，世代为奴。苏大人，我家中还有医美燕娇妻，大人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只求大人能够饶我一命啊！苏轩看着这些平日里养尊处优，此刻却丑态百出的王公贵族，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哭什么？谁说我要杀你们了？苏轩笑道。闻言，在场的众人顿时大喜。不过，想让我不杀你们，那你们也得答应我一个条件才行。苏轩嘴角微微上扬。大人，只要不杀我们，什么条件你都尽管提，我们通通答应。有了人开头，其余的众人也是纷纷附和，生怕开口慢了就被苏轩宰了。既然如此，那你们便把神识放开吧。听见苏轩的话，众人没有办法，只好按照苏轩的要求去做。苏轩在众人的神魂当中依次种下奴隶印记，方便他们日后为其所用。之所以留着他们，自然也是想给自己留下一个完全听命于自己的班底。去到天武圣地那边，虽然有李秋月支持，但是借助外人的力量终究还是有限的。这群人虽然说不上有多强，但是必要的时候能拉来几个当替死的，或者拿去跑腿也不错。大人，这是……众人面面相觑，有些不明所以。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我的奴隶了，若是日后胆敢背叛我，后果你们是知道的。苏轩说完，很快就让在场的众人吃到了苦头。一开始还有人想要开口反驳，但知道了苏轩到了厉害之后，他们都怂了。苏轩扫了一圈，这里的尊敬强者居然有7个，2位至尊，5位准至尊，看来皇室的底蕴还是有一点的。苏轩心想，你们也不用担心什么，跟了我，日后的好处自然是少不了你们的。你们恐怕还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之间变得这么强吧？那是因为，如今我已经是天武圣地的圣子，日后你们跟着我在圣地混，还怕少得了你们的好处？区区一个奴隶印记而已，算得了什么？这进入圣地的机会可不多得。苏轩开始了扑大法。听完苏轩的话，众人顿时眼前一亮。本来以为从今日后就要给苏轩做牛做马了，没想到居然有进入圣地的机会。尤其是听见苏轩说自己已经是圣子的时候，这他们的身份那可一下子就上来了啊！有了圣地作为靠山，哪怕是给苏轩当狗，那也是圣子的狗，那也不知道比多少人高级。至于怀疑苏轩口中所说的真假，开玩笑，他们敢质疑吗？根本不敢好吧。看见大家伙都这么老实，苏轩满意无比，眼前这批人就是自己进入天武圣地之前的第一批狗腿子了。身为大反派，身边的小弟不多一点怎么行呢？等去到天武圣地，他也得多拉拢一些人马。印象里面，李秋月的娘亲堂妹还有堂妹的好闺蜜苏瑶，那可都是极品美女。不仅如此，他们在天武圣地的地位也是极其之高，一个是上一代圣女，一个是圣地长老。行了，你们收拾一下家中的事情，再把所有的产业都融合到苏家。苏轩命令道。遵命，大人。滚吧。苏轩随手一挥，在场的众人顿时滚了出去。等众人走后，苏轩的目光顿时看向火老。火老，谢谢你，多亏了你我才能这么快的处理完这些事情。这是我们齐国的特产，名为七里香，据说能在7里之外闻到它的酒香味，所以取名叫做七里香。苏轩一边介绍着这款名为七里香的美酒，一边观察火老的表情。此时的火老光是听见苏轩的介绍，就已经情不自禁地吞了口水了。熟悉林凡剧情的苏轩知道，火老作为李秋月的护道者之一，生平最爱喝的就是美酒，尤其是齐国的特产七里香。在林凡的剧情里面，林凡正是借助七里香忽悠了火老，帮他做不少事情。苏轩自然也是有样学样，通过七里香来给火老刷一波好感度。听说火老爱美酒，不如尝尝我们的特产如何？苏轩笑道。圣子大人，这真的是给我的吗？火老闻着眼前酒坛子散发出来的香气，口水都不知道吞了多少了，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自然是给火老您的，我早就在秋月那边听闻了火老的喜爱，火老又帮了我那么多忙，我自然是要知恩图报的。苏轩笑道。圣子大人有心了，那老夫就不客气了。
火老迫不及待接过酒坛子，狠狠地喝了一大口下去。美味，真是绝世美味！我从未品尝过如此美味的酒。只是喝了一口，火老便对其赞不绝口。叮！恭喜宿主成功改变剧情，奖励反派值1万。看着火老一脸满足的样子，苏轩只是笑了笑，没有说什么。他要回去陪他的皇后娘娘去了，毕竟是刚加入不久的后宫，苏轩必须花点时间好好的陪一陪对方才行。第二天，苏轩搂着叶凝芷来到了景明殿。此时此刻的老皇帝已经彻底的丧失了志气，虽然还活着，但是已经宛如行尸走肉。正所谓，有的人还活着，但是他已经死了。苏大人，看见来人是苏轩，老皇帝连忙起身，满脸谄媚的朝着苏轩走去。他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一开始，叶凝芷还有些不自然，甚至连抬头看老皇帝的勇气都没有。毕竟，他做了这样的事情，在老皇帝面前自然是抬不起头来的。然而，出乎叶凝芷意料的是，老皇帝压根就没有把他放在心上，反而是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了苏轩身上。他对我就一点都不关心，一点都不在意的吗？叶凝芷莫名有些恼火。宁无用！叶凝芷喊出了老皇帝的真名。听见叶凝芷的声音，宁无用这才注意到了一旁的叶凝芷。苏大人，皇后娘娘的滋味还是不错的吧？您还满意吗？宁无用语出惊人，将苏轩还有叶凝芷给震撼了一整年。满意，自然是满意的，这都是多亏了你啊！苏轩满脸笑意的拍了拍宁无用的肩膀。大人满意就好，满意就好。听见苏轩的答复，宁无用顿时松了一口气。他还以为叶凝芷让苏轩不开心了，如果是那样子的话，自己连活下去的机会那可都没有了。你……叶凝芷握了握拳头，想要说些什么，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行了，废话少说吧，你应该知道我今天来找你是干什么的吧？苏轩催促道。我明白了，大人。宁无用颤颤巍巍地说道。随着宁无用话音落下，一旁的老太监也是拿起了早已准备好的圣旨。在传国玉玺的帮助下，一封昭告齐国天下的圣旨就此发出。不管是新罗城的人，还是远在千里之外的边境，凡是齐国的地界，都响起了老太监鸡嗓子一样的声音。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老太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震撼了齐国所有人的心神，他们的第一反应都是哈哈哈哈，苏公子果然有本事，居然这么快就让那个老家伙退位让贤了。万宝玄商会内，听见苏轩登基的消息，楚灵溪忍不住哈哈一笑，看来当初选择苏轩这个决定完全是没错的。齐国边境，苏家军营正在布置战术的苏龙突然听见这个消息，也是满脸错愕。卧槽，我儿子是皇帝了！三皇子府内，宁庄也是满脸的错愕。苏轩，哪里冒出来的家伙？不管了，趁现在大乱，我得赶紧带人冲进皇宫，把娘亲救出来再说。宁庄不在乎谁是皇帝，他只关心自己那待在冷宫多年的娘亲的安危。如今这正是一个好机会，他必须马上行动起来才对。在新罗城的街巷之中，百姓们也在纷纷议论着这一惊人的消息。茶馆里，一位身着粗布麻衣的老者放下手中的茶杯，长叹一声：这天下怕是又要不太平了。旁边的年轻后生却不以为然，管他谁当皇帝呢，只要咱们还能活着，有啥关系？一时间，众人你一言我一语，或担忧，或漠然，或激动。苏轩坐在那冰冷的龙椅之上，俯瞰着台下对自己敬畏不已的大臣们。如今整个新罗城的王公贵族基本都被苏轩给完全收服了，除了那3个皇子。这就是当皇帝的感觉吗？难怪我总感觉自己高人一等，原来是因为我是坐着的，他们都是跪着的啊。苏轩心想，叫一声万岁听听。苏轩开口道：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众人异口同声地喊道：哈哈哈哈，不错不错。苏轩忍不住哈哈大笑。叮！恭喜宿主成功改变剧情，奖励反派值10万，宁庄气运值下降1万。怪胎，真是个怪胎。这个3弟到底是什么东西？怎么跟个打不死的小强一样？大皇子府内，2名长相极为相似的青年分别落在了一旁，在他们周围都站着朝中的一些大臣以及一些将领。仔细观看还会发现，甚至连周围国家的一些势力也站在里面。这2名青年不是别人，正是大皇子宁安、2皇子宁平。宁安有些破防，上面那一番话就是他说的。这段时间他跟宁平轮流对付宁庄，就是想将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家伙给联手干死。结果非但没有把宁庄干死，宁庄的势力还变得越来越强大起来，不少之前追随他们的势力都跟了宁庄。若不是中途万宝玄商会退出了宁庄的队伍，甚至背刺了对方，他们2人现在的处境说不定只会变得更惨。大哥，不用多说了，3弟那个人实在是太怪了，就跟传说中的气运之子一样。我看我们2个不如冰释前嫌，
先把三弟给干下去再说吧。宁平也不多说别的了，直接开门见山。可以，那我们先联手把三弟干下去，然后我们两个再公平竞争，没问题吧？宁安也是这么想的。可以，没有问题。宁平答应的很爽快。可是问题来了，苏家那边怎么说呢？他们观望了很久了，前段时间更是跟父皇那边搞在了一块。宁安有些好奇起来。我派人接触过苏家了，他们最近似乎不打算管这些事情了，好像还在观望。宁平开口道。苏家如今的势力越来越大了，不仅占据了3州之地，还跟万宝玄商会有了合作，如今的势力已经是越来越大了。观望？那可由不得他们。李老，你再派人去接触一下苏家，若是他们再不站队的话，那么我们就只能逼迫他们站队了。宁安脸色阴沉地说道。苏家虽强，但是在他们2人联手之下，肯定不是对手，更何况他们背后还有别的势力也参与在其中。然而他们还在商量的时候，一则消息突然传到了他们的耳边。两兄弟皆是一惊。卧槽！互相对视了一眼，兄弟2人顿时同时做出了一个决定：发兵讨贼。2位皇子，好久不见啊！就在宁安还有宁平准备下命令的时候，一道声音突然进入了兄弟2人的耳膜中。苏轩，居然是你！宁安有些惊讶地看着眼前之人，来人不是别人，正是他们刚刚讨论的苏轩。真是说苏轩，苏轩就到。宁安2兄弟刚刚还在说要发兵讨伐苏轩这个反贼呢，结果下一秒苏轩就到了这里。怎么了？2位皇子，苏某来这里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吗？苏轩淡淡的开口道。没什么。不知道为什么，宁安本能的害怕了起来。不过宁安很快回过神来，这他妈是自己的地盘啊，真是自己吓自己。苏轩既然主动送上门来，那岂不是正好给了他们活抓苏轩的机会吗？2兄弟互相对视了一眼，手中的茶杯纷纷举了起来。等他们摔杯的时候，就是他们决定动手的信号。就在2兄弟准备摔杯为号的时候，苏轩开口了。既然如此，那么剑道阵为何不跪？苏轩声音冷硬如冰，带着不可抗拒的威严。宁安和宁平听见之后，情不自禁，居然有了想要下跪的冲动。跪你妈逼！不准跪！宁安和宁平互相给了对方一巴掌，强行让自己的意志清醒了过来。回过神来之后，宁安2兄弟皆是大汗淋漓，开始汗流浃背起来了。他们没有想到，苏轩这才登基多久，居然就有了帝威。帝威，那可是只有臣服者达到一个层次的时候才会形成。苏轩他这么短的时间里，到底是收服了多少势力啊？恐怕除了他们，整个星罗城的各大势力都臣服他了吧？事实也正如他们所想，在苏轩收服星罗城的势力之后，他就命令他们通知了手底下的人，无条件的臣服苏家。就这样，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扣，苏轩没用多久就收服了齐国的大部分势力。看不出来吗？2位皇子居然拥有如此意志。苏轩有些意外，没想到宁安、宁平2人居然会通过打对方大嘴巴子的方式摆脱自己的地位。登基之后，苏轩发现自己又多了2个能力，一是这个地位，只要是在自己的领地之内，听见自己的话都会有种忍不住想要臣服自己下跪的冲动。第二就是传国玉玺，如今传国玉玺已经跟自己签订了契约，自己可以使用齐国的国运增强自己的实力，只要是在齐国境内都可以。不过这也是有距离限制的，在皇宫之中，传国玉玺的威力最大，这是因为齐国的龙脉就在皇宫下面。除此之外，传国玉玺的功能还能升级，不过以目前齐国的国力还做不到。乱臣贼子苏轩，今天我就替天行道，将你斩落于此。说完，宁安就爆发出了自己的全力，朝着苏轩攻了过去。神通境修为，大皇子殿下真是深藏不露啊！苏轩有些意外，印象里面宁安的修为只有真元境后期，没想到他居然已经突破神通境了。也不是什么深藏不露，对付你一个小小的真元境足够了。眨眼间，宁安已经到了苏轩面前。就在宁安以为自己要拿下对方的时候，下一秒自己顿时感觉到了一股剧烈的疼痛，整个人直接倒飞了出去。轰隆一声，宁安直接将地面都砸了一个大洞出来，四肢更是失去了行动能力。若不是他身上有一道护身符，恐怕他现在已经死无全尸了。居然没死！苏轩有些意外，自己刚刚可是没有隐藏实力的，作为一名武士，使出全力自然是对对手的最大尊重。然而自己封王巅峰的修为加上传国玉玺的加成，居然没有一招将宁安拿下。到底还是皇帝的儿子啊，身上保命的东西肯定不少。苏轩喃喃自语，这不可能，你不是真元境吗？你怎么可能会这么强？宁安难以置信，他身上的这枚护身符可以抵挡尊者层次的攻击，虽然在之前的争斗中没有来得及补充能量，但也不是苏轩一个真元境可以破开的。谁说我是真元境了？苏轩展现出了封王巅峰的修为，顿时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怎么可能？封王巅峰这么年轻，
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了。苏轩年纪轻轻就有了如此境界，他背后到底有什么势力？陛下年轻有为，实乃国之利器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一名朝中老臣直接跪了下来，高声呼喊：吾皇万岁万万岁！一名将领也是跪了下来。明眼人都知道到底该怎么站队，可是毕竟宁安是大皇子，还是有不少死忠的跪你麻痹，不准跪！两位皇子才是我们齐国的正统，苏轩不过一个乱臣贼子，跪什么？苏轩他肯定用了什么阴谋诡计，逼迫陛下让位给他。诸位，随我诛杀眼前的乱臣贼子！3名准至尊死忠当即跳了出来，势必要给宁安清理门户。其中还有1名准至尊8重的存在，这样的存在在场的所有人里面无疑是碾压的。宁平本来也想出手的，可是看见苏轩展露的修为之后，他顿时改变了主意。他可不像宁安那么蠢，直接上去就是动手。苏轩敢这么说，肯定有他的底气，所以他并没有让自己的手下跳出来清理门户，只是在观望。他想看看苏轩到底有什么底气，能够对抗他们这么多的准至尊，甚至还有更强的至尊。光凭苏家那几位老祖还有苏龙，很明显是不够的，所以他想看看苏轩到底有什么底牌，居然敢这么嚣张，起脸输出。准至尊怎么办啊？我好像打不过。苏轩有些慌，以他目前的实力，想要跟准至尊抗衡，还是有点浮游汉术的，更别说是同时对付3名准至尊强者了。那不是送菜吗？若是在皇宫之中，苏轩自然是不怕的，有传国玉玺加持，他自然是能抗衡的。不过苏轩表示，我慌了，但是我真慌了吗？他之所以敢这么嚣张，自然也是做足了准备的。老婆救我！随着苏轩一声呐喊，一道亮丽的身影顿时出现在了苏轩背后。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李秋月。李秋月的出现顿时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好看有气质的女人。我倒要看看是谁敢动我夫君！李秋月霸气地挡在苏轩身前，给了苏轩满满的安全感。哈哈哈哈！苏家公子真是落伍了。想当年你父亲苏龙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如今你觉得要躲在一个女人身后吗？一名准至尊强者看见苏轩这副样子，顿时哈哈大笑起来，满脸的不屑。呵呵，区准至尊也敢这么嚣张？李秋月冷笑道。准至尊就是嚣张啊！对方哈哈大笑，李秋月也跟着笑。你笑什么？那名准至尊有些疑惑。我笑你快死了还不自知。李秋月哈哈大笑。下一秒，一股极其恐怖的威压传来，直接将那名准至尊强者压得喘不过气来。圣境强者！那名准至尊满脸惊恐地望着出现在李秋月背后的那名老者。错不了，这个气息绝对是圣境的强者，而且还不是准圣那么简单。在齐国这处犄角旮旯地，准至尊已经是最巅峰的存在了，只有老皇帝以及一些家族的老祖级别的人物才达到了至尊的层次。其中拥有国运加成的老皇帝是最强的，巅峰时期哪怕一般的准圣都不是他的对手。而且李秋月这次带来的可不是什么准圣，而是妥妥的圣王级别的强者。这等修为在整个齐国乃至周边地域，无疑是犹如神明降世。饶命啊！大佬，我们知道错了，不要杀我们。3名准至尊强者说跪就跪，完全没有了刚刚不可一世的样子。胆敢威胁圣女大人，我看你们真是找死！白发苍苍的火老怒视着眼前这几名准至尊，这犄角旮旯地的强者还真是不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道理。区准至尊就这么嚣张了，他堂堂圣王都不敢如此的嚣张。多谢火老出手。李秋月感激道。不用客气，圣女大人，这都是老夫应该做的事情。火老恭敬地说道。结，你们刚刚不是还嚣张的吗？怎么现在不嚣张了？刚刚不是还说要清理门户吗？现在我就站在你们面前，怎么不继续说了？面对苏轩这种起脸输出的样子，眼前的几人纵使再不爽，也只能忍着。夫君莫生气，几只小苍蝇罢了，不用理会。李秋月含情脉脉地看向苏轩。火老，麻烦你了，还有10几只小苍蝇没有处理完毕，拜托你了。李秋月开口道。遵命，圣女大人。说完，火老对着虚空一抓，一下子就将10几名隐藏在暗中的强者给抓了过来。这些强者便是大皇子还有二皇子的所有底牌。前辈，这是我们齐国的家事，你身为圣境强者，这么参与进来不好吧？有人开口道。在天玄大陆，有些规定是大家默认遵守的，像火老这种超然的存在，不应该出现在齐国这种地方。怎么不好了？苏公子乃我天武圣地圣子，你们胆敢对我们圣子出手？老夫出手教育一下，你们怎么了？火老冷笑道。什么？听见火老的话，
在场的众人无一不目瞪口呆，尤其是宁平已经吓瘫在了地上。苏轩是圣子，他们不知道，但是天武圣地他们还是知道的清清楚楚的。作为10大圣地之一，天武圣地的名号可谓是威震整个天玄大陆，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天武圣地已经几十年没有立圣子了，有传闻新的圣子会在这段时间出来，可是也没人说这个圣子是苏轩啊。苏轩跟圣子这两个明明应该是8辈子打不着边的关系，怎么可能同时出现？怎么？你们敢质疑老夫的话？火老一个眼神下去，对方顿时不敢吱声了。宁平心中庆幸无比，还好自己刚刚没有对苏轩出手，不然的话，躺在地上的人那可就又多了一个了。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到了这个时候，宁平自然是知道该怎么做了。看着一脸谄媚的宁平，苏轩差点没笑出声来。宁平看向他的眼神仿佛在说，陛下，你打了我哥哥，可就不能再打我了。随着宁平臣服，在场的所有人顿时也没了脾气，毕竟他们的主子都高喊万岁了，那他们再做挣扎又有什么用呢？随后苏轩给他们每个人都打上了奴隶印记，又将宁安给火化，甚至连骨灰都给扬了。做完这一切，苏轩这才心满意足。我没记错的话，几位不是我们齐国的人吧？苏轩看着眼前的几名准至尊强者，因为苏轩在传国玉玺身上并没有体会到齐国本源的信息，这就是传国玉玺的另外一个作用了，它可以识别对方是否属于这个国家。陛下饶命啊，我等愿意臣服，并且还会告知手底下的势力并入齐国。看见苏轩望向自己，几人差点没有吓尿。这还差不多，回去通知你们背后的势力，不臣服那就死。苏轩开口道，臣服自己的势力越多越好，这样子齐国的国运也会蒸蒸日上，这样自己能够使用的力量也就越大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有人突然传音过来，陛下，不好了，宁庄他带着大队人马杀入皇宫之中了。这么快吗？苏轩有些意外，不过倒也无所谓，毕竟就宁庄一个人也翻不起什么风浪。走吧，让我们去回回我的好蛋儿。苏轩邪魅一笑。皇宫之中，宁庄已经杀红了眼，手中长剑挥舞的密不透风，所到之处血花四溅，他的身旁堆满了守卫的尸体。毕竟是天命主角，这些守卫在他的凌厉攻击下毫无还手之力，如同蝼蚁般被轻易屠戮。宁庄身边的帮手也有不少，居然有足足8名至尊级别的强者，他们负责拖住留守在这里至尊强者，而宁庄则是趁机杀出了一条血路。不愧是天命主角，即便是周围人杀的血都染红了衣袍，宁庄的身上依然干干净净的，仿佛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一样。娘亲，你等着我，我很快救救你了。宁庄兴奋地看着眼前熟悉的宫殿，他跟自己的娘亲已经10多年不见了，也不知道娘亲还记不记得自己。大人，这里就交给我们拖住了，谢谢你们了。宁庄马不停蹄地杀入了后宫当中，朝着冷宫的方向冲去，一路上可谓是神挡杀神，佛挡杀佛，整个皇宫都陷入了莫大的恐慌当中。住手，你不能再前进了。就在这个时候，老太监站了出来。别看老太监在苏轩面前表现得唯唯诺诺的，可是老太监可是实打实的疯狂强者，哪里来的鸭子，还不快滚！宁庄拔剑冲了过去，居然敢骂我，我要你不得好死！老太监这几天可谓是憋了一肚子火，如今居然被宁庄这般挑衅，他势必要在宁庄的身上找回自己的场子才行。滚一边去！宁庄没有过多久废话，在王老的加持下，宁庄只是一剑便砍下了老太监的头颅。怎么可能？老太监难以置信地看着宁庄，一个神通镜居然瞬秒了自己一个疯狂强者。在所有人惊愕的目光当中，宁庄一手抓起了老太监的头颅。还有谁想死的，就尽管上来试试吧。宁庄的声音在皇宫的上空回荡，带着无尽的杀意与嚣张。众人望着他手中那还在滴血的头颅，皆面露惊恐之色，一时间竟无人敢上前一步。既然如此，还不快点滚！随着宁庄一声呵斥，在场的守卫纷纷四散而逃，很快没了踪影。我们走。宁庄带着大批人马闯入了冷宫当中，推开厚重的大门，一股幽凉破败的气息随着传了过来。看见如此凄凉的场景，宁庄悲痛不已。10年啊，这10年的时间，沈清婉就住在这种地方吗？这要是换成一个正常人来，恐怕现在早就已经疯掉了吧。娘亲，我来找你了，我来接你回家。宁庄强行忍住了想要掉下的眼泪，旁边还有这么多人看着呢，他不想丢脸。给我搜，把一个叫沈清婉的女人给我找出来。宁庄一声令下，一旁的手下纷纷开始搜寻了起来，宁庄也加入了其中。扫了一眼院子，发现没人，他便依次打开有着生活痕迹的房门。打开一个房门的时候，一个疯女子突然冲了出来，死死地抱着宁庄不松手，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嘿嘿，孩子，我的孩子，
我是你娘啊，你还记得我吗？滚开啊！宁庄用力一甩，将那疯女子挣脱开来，脸上满是嫌恶与愤怒。哪里来的疯婆子，真是逆了天了！宁庄感到一阵恶心。那疯女子被甩倒在地，却还是痴痴地笑着，眼神空洞地望着宁庄，嘴里依旧喃喃着孩子。看见这一幕，宁庄莫名有些心痛。在这个地方生活久了，人真的会疯的。他的娘亲在这里生活了10年之久，不会也变得跟眼前这个疯女人一样吧？来人，把这里还活着的人都一块带出去吧，给他们安顿一下。宁庄终究还是心善的，毕竟作为一个天命主角，该有的品质还是少不了。宁庄定了定神，继续了搜寻。娘亲，你在哪里？快出来啊！我是你的庄儿啊，我来接你回家了。娘亲，别躲了，快出来啊！我是庄儿啊，你的孩子啊。然而让宁庄有些绝望的是，哪怕宁庄把整个祭冷殿搜寻了个底朝天，他也始终没有发现那个熟悉的女子。到底在哪里？到底在哪里？我娘亲呢？宁庄有些崩溃，这10年时间过去了，他的娘亲不会因为承受不住死了吧？他不敢相信，也不想相信，只能发疯了一般的将周围的东西砸了个稀巴烂。娘亲，你到底在哪里啊？求求你了，快出来吧，不要再跟我玩捉迷藏了。宁庄的情绪有些崩溃，时而担忧，时而暴虐。少主，不要急，夫人她很有可能被带走了，我们去抓些人问问不就知道了。对，说的有道理，一定是苏轩那个家伙，我这就去找苏轩。想到这里，宁庄的眼神顿时变得坚定了起来。他让手下的人兵分2路，一路去抓沿途遇上的太监宫女，另外一路则是跟着他去找苏轩。皇位什么的他不在乎，有神体加持的他目光不会局限在这里，他只想找到自己的娘亲，跟自己的娘亲团聚罢了。不过出乎宁庄意外的是，苏轩他还没有找到，居然发现了老皇帝。此刻的宁吴用穿着太监的衣服，试图在混乱之中逃出升天。没了传国玉玺的加持，现在的宁吴用撑死也就比一般的修士厉害一点。妈的，苏轩那个家伙怎么突然不见了？宁庄都杀过来了，也不管我的安危吗？宁吴用一边蛐蛐着苏轩，一边试图混入太监和宫女逃出升天。然而虽然宁吴用作了伪装，但是血脉上的熟悉，宁庄还是不会认错。他只是一眼便认出了眼前穿着太监衣服的人就是他那个10年未曾谋面的亲爹宁无用。宁无用，拿命来！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宁庄自从被赶出皇宫之后，做梦都想杀回来，然后把宁无用给踩在脚下。如今终于是有机会了。什么人？宁无用刚回过神来，下一秒宁庄就将宁无用给踩在了脚下。10年了，你他妈的知道这10年我是怎么过的吗？宁庄大吼道。这个声音，你是庄儿？宁无用惊讶无比，他没有想到自己如此聪明的伪装居然还是被宁庄给识破了。这就是所谓的血浓于水吗？早知道他当初就不生那么多的孩子了。去你妈的，别他妈叫我庄儿，我没有你这样的父亲。宁庄一边抽着大嘴巴子，一边发泄般的大吼，差点没把宁无用给打得昏死过去。别打了，少爷，你把他打死了还怎么知道夫人的去向？少爷，听我一句劝，先留他一命，说不定他知道夫人的下落呢。福伯在一旁劝解道。有道理。听见福伯的话，宁庄也是冷静了下来，刚刚一时冲动，差点就没把宁无用给打死。老东西，快说，我娘亲到底被你藏到哪里了去了？为什么我翻遍整个冷宫都不见她的踪影？宁庄揪住宁无用的衣领，大声地质问道。我不知道啊，你娘不就在冷宫里面吗？这么多年来我也没找过她。宁无用也不知道沈清婉去了哪里了，自从沈清婉被打入冷宫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去找过沈清婉了。不说是吧？不说我杀了你！说完，宁庄拔剑就要刺向宁无用。别找了，我的好蛋儿，你娘亲在我这里。就在宁庄准备动手的时候，一道声音突然传入了宁庄的耳中，此人不是别人，正是苏轩。在苏轩旁边，火老还有李秋月依次跟在身后。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宁庄朝思暮想、做梦都想找到的人——沈清婉。娘亲，是你吗？娘亲！看见那张熟悉的脸，宁庄激动无比，想要上前拥抱对方。喂，小子，你想干什么呢？老子的女人也是你能觊觎的。苏轩冷笑的同时，一把将沈清婉拥入了怀中。姓名：宁庄，颜值85，境界神通境，体质饕餮神体，觉醒1半，剩余气运值3万。这小子身上倒是还剩下不少气运值，不过也差不多了。苏轩心想，你是谁？快放开我娘！看见苏轩抱住沈清婉，宁庄顿时暴跳如雷，恨不得马上把苏轩杀了。
你说我是谁？我是你爹啊！我是谁？除了你爹，还有谁能抱你娘？苏轩哈哈大笑。苏大人，救命啊！这小子要杀我，我要死了，救救我啊！一旁的宁无用看见苏轩，仿佛看见了救命稻草一样，连忙呼救。放心吧，岳父大人，我可是答应过了要保护你的，不会让你那么轻松的死的。苏轩邪魅一笑，原来你就是苏轩，我找你找得好辛苦啊。听见宁无用对苏轩的称呼，宁庄也是明白了，眼前之人就是自己想要找寻的苏轩。这个苏轩，宁庄可是对他恨得不行，虽然没有证据，不过他还是严重怀疑万宝玄商会之所以会背刺自己，就是苏轩搞的鬼。不然的话，万宝玄商会好好的，怎么可能突然就背刺自己，然后反手跟苏家合作？不错不错，鄙人正是苏轩，你这个逆子，见到朕还不快点跪下！苏轩的言语之中带着一丝不可抗拒的地威，在场的齐国人都有种忍不住想要臣服对方的冲动。然而主角毕竟是主角，宁庄怎么可能是周围的凡人能比的？苏轩的地威虽强，但我若掏出主角光环，地威又能奈我何呢？这小子不愧是主角啊！区区神通境，居然在我的地威影响下不为所动。苏轩有些惊讶，不过也并不在意。去你妈的！你以为你是哪根葱，还想让我跪下？不过一个乱臣贼子罢了。不过我真没想到，我娘亲居然落入了你的手中。赶快把我娘亲还我，不然的话就不要怪我对你不客气了。宁庄冷声说道。还你？凭什么还你？你根本就不是宁庄，我为什么要还你？苏轩冷笑道。庄儿。沈清婉看见自己多年未见的儿子，内心也是激动无比。可是他不会忘记苏轩曾经说过，自己的孩子早就已经死了，如今的宁庄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罢了。放你妈的屁！我不是宁庄，那我是谁？宁庄惊讶无比，他没有想到苏轩居然睁着眼睛说瞎话，自己明明就在他面前，他居然还有胆子说自己不是宁庄在庄儿身上的人。算我求你了，庄儿他那么小就死了，你就发发善心，放过庄儿吧，至少你让他死得安心行不行？沈清婉泪流满面，眼中满是哀求地看着宁庄，她瘦弱的身躯微微颤抖着。看见这一幕，苏轩趁机抱得更紧了，好生安慰着沈清婉。老婆，没事的，我们不求他。苏轩安慰沈清婉的样子，让一旁的李秋月顿时吃了大醋，但是他又不好发作。娘亲，你不要听他胡说八道啊，我就是我啊，什么行尸走肉啊，我根本没死。宁庄有些崩溃，这个苏轩到底动用了什么花言巧语，把沈清婉给骗得那么深？自己明明还在这里活得好好的，可是苏轩说自己死了，自己就是死了。我懂了，妖术，一定是苏轩用了什么妖术，不然的话我娘亲不可能这样。宁庄安慰自己。王老，一会儿拜托你了，眼前的苏轩看起来不太好对付，一会儿还得麻烦你出手。宁庄开口道。徒儿，眼前的苏轩不好惹，我劝你还是不要招惹对方，他身边的那个老者实力深不可测，连我都不知道他的深浅。王老看着火老那妇人畜无害的东西，差点没有给他吓死。他完全看不出火老的具体实力，要么火老就是个普通人，要么那就是火老的实力远超过他。王老更加倾向于后者，毕竟如果火老只是一个普通人的话，怎么可能有资格跟在苏轩的旁边呢？师父，我娘亲她如今就在我面前，还被一个无耻小人这么欺骗。师父，你觉得我的良心过得去吗？今日不杀苏轩，我誓不为人。宁庄可不管那么多，今天说什么他也要把苏轩给宰了，然后把沈清婉给抢过来。唉，多依你的吧。王老有些无奈，毕竟自己现在跟宁庄可是一条船上的了，要是宁庄死了，自己也跑不了。你这个妖孽，还不快点给我现出原形，还想在这里骗我们？苏轩冷笑道。去你的，你才是妖孽，我今日必杀你。宁庄说完，提剑朝着苏轩冲了过去，还说你不是妖孽。世人皆知三皇子宁庄是个废物，如果不是被妖孽附体，怎么可能拥有如此强大的实力？这个年纪就有了神通境修为，你是说你他妈的不是妖孽？苏轩大声地说道。好家伙，以前怎么没有发现这个苏轩居然这么的不要脸？如果宁庄这个修为是妖孽的话，那他封王境的修为岂不是？宁无用心想，我才不是废物。宁庄暴怒无比，他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有人将他称呼为废物，都是因为这个称呼，自己的娘亲才会被打入冷宫，自己也被驱逐出去。所以苏轩对他说这句话，在他心中无疑是已经有了取死之道。火老，交给你了，这妖孽有些古怪。苏轩开口道。他才不会自己动手了，他知道宁庄之所以有底气干自己，不就是靠老爷爷在背后扶持吗？
对方可是圣人境，哪怕自己现在在皇宫之中，也不一定是对方对手。区区一个圣人残魂，老夫随手可灭。火老周身气息流转，原本看似平凡无奇的身影，瞬间散发出一股令人心悸的压迫感，周围的空气仿佛都为之凝固。刹那间，宁庄带来的手下纷纷如同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禁锢，动弹不得。他们惊恐地瞪大双眼，脸上写满了绝望与无助，张嘴欲呼，却发现喉咙像是被堵住，发不出半点声音。火老只是轻轻挥舞衣袖，下一秒，宁庄的手下纷纷化为了空气中的尘埃，随风而去，连一声惨叫都来不及发出，死的一点痛苦没有，而且骨灰都给你扬了。到了这个圣境境界，已经可以领悟自己的天地大道，一言一行都带有大道之力，对大道的领悟越深，实力也就越强。一般的圣境强者都能领悟出自己的一条天地大道，而火老足足领悟出了3条，这也让火老在面对自己相同等级的强者时，依然能够占据上风，更别说对付王老这个区区残魂了。这是什么东西？怎么会这么强？宁庄难以置信，自己那么多手下，怎么说也有个上千人呢，只是刹那间就化成了灰，连一声惨叫都不曾发出。眼前这个老者到底是个什么怪物？圣王，是圣王强者。宁庄，我们快跑！王老此刻用尽自己的最后的力量强撑着，这才让宁庄没有被大道磨灭。然而火老怎么可能给他这个机会呢？只见火老伸手一抓，一声惨叫声随之传来。火老之所以叫火老，就是因为他在火之大道的领悟已经到了一个炉火纯青的地步。刚刚火老那一击差点没有让王老变成一串烤肉，不过也快耗尽了自己的所有力量。夫人，你看，就是这个妖孽上了你儿子的身，我现在已经把他给抓出来了。火老恭敬地将已经灵魂体形态的王老给展现在了沈清婉的面前。而王老被抓出来之后，宁庄居然真的一动不动地站在了那里，眼神空洞。当然了，这都是因为火老的圣境威压，直接把宁庄给弄成了傻子。这还是他很大收敛的情况下，要不是为了配合苏轩的计划，不然的话，宁庄早就跟着他的那一群手下随风而去。李秋月看着眼前这一幕，也是有些惊讶。他没有想到，在这个小小的齐国，居然还有一尊圣人级别的残魂。这个境界，在天武圣地也是属于中流砥柱一般的存在了。不过相比之下，李秋月还是更加佩服苏轩，这种忽悠人的话也说得出口，也就欺负沈清婉不懂修炼意图了。这要是让沈清婉知道了其中的真相，李秋月都无法想象沈清婉会怎么去想。不过我倒是想到了一个更有意思的玩法。李秋月看了一眼苏轩如雪花般的脖子，情不自禁地舔了舔嘴唇。就是你占据了庄儿的身体，让他到死都不瞑目吗？沈清婉看着眼前的王老，顿时愤怒无比，他一拳又一拳地打在王老身上，可是以他的境界根本伤不到王老。不错，夫人，就是眼前这个家伙占据了宁庄身体。你看，我把他抓出来之后，宁庄已经没了反应，这就是证据啊。火老开口道。听见这话，沈清婉更加生气了，但是不管他怎么攻击，都不能对王老造成有效伤害。此刻的王老那是百口莫辩，尽管他拼命地给自己辩解，让沈清婉不要相信他们的说辞，可是沈清婉哪里听得进去？夫人，你不要信他们说的，苏轩还有眼前这个老头都是在骗你吗？王老拼命地给自己辩解。你还在狡辩？证据都摆在面前了，你居然还不承认，你真是个畜生！沈清婉恶狠狠地盯着王老，满脸杀气。庄儿都已经死了10年了，这10年的时间居然还不得安息，沈清婉心中的愤怒都不能用语言去形容。大胆妖孽，死到临头了还在嘴硬，我今天就替天行道，奉天承运，斩妖除魔。苏轩说完就要将王老给劈成2半，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沈清婉却阻止了苏轩。夫君，能不能给我5分钟的时间，我想最后再听一下庄儿的声音。沈清婉祈求道。为什么，夫人？苏轩疑惑道。虽然他占据了庄儿的身体，但是他发出的声音跟以前的庄儿差不多，所以我想在最后听一下庄儿的声音，就当是我这个做母亲的最后一个念想了吧。说着说着，沈清婉就要哭了出来。看见这一幕，苏轩顿时有些心疼，这让他想起了以前看过的一个视频，一个骗子的声音跟一位妈妈死去的儿子非常像。有一天，骗子给那位妈妈打去了电话。好吧，没问题，反正大局已经尽在掌控，宁庄最大的底牌都捏在了自己手里，他也翻不起什么风浪。随后，苏轩跟火老对视了一眼，后者顿时明白了苏轩的意思。只见火老佯装将王老放回了宁庄体内，然而实际上是偷偷把他给捏死，最后再将自己的圣境威压释放，让宁庄重新拥有了行动和说话的能力。叮，宿主成功斩杀天命主角老爷爷，破灭天命主角重大机缘，获得反派值30万，宁庄气运值下降3万。叮，恭喜宿主成功改变剧情，
奖励反派值20万。叮，凝妆器运值下降为0，已经失去天命主角身份，请宿主尽快斩杀。这天命主角的老爷爷居然这么值钱吗？居然价值50万反派值，这可是相当于5个灵凡了。不愧是圣人级别的老爷爷，就是顶呱呱。听见系统的提示声，苏轩差点没有笑飞。这么多的反派值，恐怕都能够让自己差不多到达尊敬了吧？20多岁的尊敬，苏轩不敢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反正逆天是足够逆天的了。我能动弹了。凝妆汗流浃背，后背都被冷汗打湿了。苏轩旁边的那个老头太恐怖了，自己刚刚突然不能动弹了，连自己的意识都沉睡了。抓儿，是你？沈清婉有些激动地看向凝妆。娘亲，是我啊，我是凝妆。凝妆激动无比，难道沈清婉终于相信自己了？像，太像了，这个声音我知道你不是抓儿，他已经死了10年了。不过我还是谢谢你，如果不是你，恐怕今天我也不会再听见抓儿的声音。沈清婉的话如同钢针一样，不断地刺痛着凝妆的内心。娘亲，我是抓儿啊，我真的是抓儿啊，你不要被苏轩那个王八蛋给骗了啊！凝妆大声地喊道。然而不管他怎么喊怎么叫，都不可能在沈清婉这里取得信任的。苏轩早就把沈清婉给拿捏得死死的了，失去了主角光环的凝妆拿什么跟苏轩斗啊？抓儿啊，不要嘴硬了，死人就应该有一个死人的样子，你安息吧。沈清婉说完，从袖子里取出一道小刀，狠狠地刺向了凝妆的胸口。凝妆瞪大了双眼，满脸不可置信地看着刺向自己胸口的利刃。小刀毫无阻碍地刺入他的胸膛，鲜血瞬间喷涌而出，染红了他的衣衫。凝妆的双腿一软，缓缓地跪了下去，双手无力地垂在身体两侧，眼神空洞地望着前方。为什么？娘亲，我真的是抓儿啊！凝妆的声音微弱而颤抖，每一个字都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从牙缝中艰难地挤出。抓儿已经死了，死了10年了，你还在骗我？沈清婉看向凝妆的眼神已经多了一丝厌恶，之前这么说还能引发沈清婉想起以前的一些事情，可是现在都死到临头了，你他妈还在嘴硬，就不能的好好去死吗？听见这话，凝妆感到绝望又愤怒，但是又无可奈何，自己最亲近的人居然不相信自己，这是凝妆感到最绝望了。与其这样子，还不如去死好了。想到这里，凝妆也是放弃了挣扎，闭上了自己的眼睛。恍惚之中，凝妆还是听见了苏轩跟沈清婉的对话。夫君，这么做真的能够杀死那个妖孽吗？应该不能吧。你现在杀死的只是一副躯体，他的本能就是刚刚那个灵魂体，普通的刀剑是对他造不成伤害的。可是他都流了那么多血了，气息也在渐渐的衰弱，那都是他用神魂之力骗你的，想要彻底将他杀死我，建议火化。好吧，我听你的。夫君。听见俩人的对话，凝妆差点就要忍不住诈尸跳起，然而他已经没有力气了，被刺穿了心脏，以凝妆的修为，无非就是比普通人坚持的时间久一点罢了。最后一幕，凝妆看见沈清婉手里拿起火把朝自己走了过来，然后丢在了自己身上。紧接着凝妆就感觉不到任何东西了，因为他已经彻底的死掉了。叮，恭喜宿主成功斩杀天命主角，奖励反派值50万。叮，宿主斩杀天命主角的过程极其残忍且恶劣，符合大反派标准，额外奖励反派值10万。叮，恭喜宿主获得饕餮神体半觉醒版。叮，恭喜宿主获得饕餮神通。叮，恭喜宿主获得高级恢复技能。一连串的系统提示声差点没把苏轩的耳朵给震聋掉。大丰收，大丰收啊！还是系统给力啊，居然爆出了那么多的东西。苏轩眼馋不已，击杀凝妆的奖励可比林凡丰厚多了，光是饕餮神体就比击杀林凡的所有奖励加起来都值钱。可惜的是，这个只是半觉醒的版本，并不是完全觉醒的饕餮神体，只是拥有圣体的威力罢了。不过这对于苏轩来说压根就不是什么难事，没过多久他就要去天武圣地，以天武圣地资源培养一个神体，那不是绰绰有余的吗？夫君，这样真的能杀死那个妖孽吗？沈清婉看着凝妆的遗体一点一点被火化，不知为何他感到有些心神不宁，心如刀绞。你这么说我都忘了，那个家伙是灵魂体，很有可能会附身到地下的蚯蚓身上，所以我们还得掘地3尺，绝对不放过地下3尺的任何活物才行。苏轩突然想起来，自己还没有给凝妆安排火化一条龙服务呢，怎么可以就这么结束了？说干就干，苏轩直接把皇宫掏了个大洞，连里面的蚯蚓都给火化掉了，就是为了防止凝妆绘图转生。沈清婉见状也是有样学样，学着苏轩的样子，将一条条蚯蚓给劈成2半，然后火化。圣子大人还真是阴险，智慧无比啊！这样的人
以后绝对不能招惹。火老心有余辜地看着眼前这一幕，这个苏轩实在是太老六了，绝对不能招惹，指不定哪天自己的亲人就会自己拔刀相向，助纣为虐，恐怖如斯。不过这样也好，苏轩这个性子，圣地那几个家伙要是敢招惹的话，也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的。火老心想，他是堂妹那一边的，苏轩越牛逼，对他来说就越好。本以为苏轩来自一个偏僻的地方，手段什么的不会太强，可没想到苏轩这几天的表现简直是超出了他的想象，妥妥的吾辈楷模啊！这个苏轩实在是太恶毒了，还好当初我跪得快一点，不然我的下场也好不到哪里去。宁无用心想，看看宁庄的下场就知道了，不仅被扣上了一个妖孽的罪名，还被自己的亲人亲手所杀，骨灰特么的都没留下来。哦，对了，差点忘了，还有你呢，我的岳父大人。苏轩一脸坏笑的来到宁无用的面前。好女婿，你要干嘛？你可是答应过我不会杀我的。看见苏轩向自己走了过来，宁无用顿时感到害怕不已。没有理会宁无用的话，苏轩将目光放在了沈清婉的身上。夫人，你想怎么处置他？苏轩记得自己承诺过，可是要帮沈清婉报复宁无用的。如今报复的机会就在眼前，苏轩自然是不会放弃这个机会的。都是他害死了我的庄儿，既然如此，我就要他偿命。沈清婉恶狠狠地说道。如果不是宁无用将宁庄驱逐出皇宫，宁庄怎么可能会死？闻言，宁无用顿时急了，不是哥们，这特么的关我屁事啊！宁庄不是你自己亲手杀死的吗？骨灰都是你扬的，现在怪我咯？不是。宁无用还想解释，然而在火老的威压之下，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哼，说不出话了吧？既然你那么痛快的承认了，那我也痛快点。沈清婉说完，一剑封喉，这下子宁无用就想再说些什么也说不了了。看着宁无用痛苦的死去，沈清婉的内心顿时得到了莫大的安慰。夫君，我杀人了，我终于给庄报仇了。宁庄，不是哥们，我不是人是吧？我是不是人啊？杀死宁无用之后，沈清婉得到了巨大的解脱，抱着苏轩哭了起来。苏轩也是趁机抱住了沈清婉，好生安慰。别哭了，夫人，现在我们大仇已报，你应该开心一点才对嘛。在苏轩的安慰下，沈清婉的情绪也是得到了缓和，安静了下来。夫君，你说的对，我应该感到开心才是。沈清婉擦了擦眼泪。夫人，好好休息吧。说完，苏轩便命人将沈清婉护送回苏府。苏轩，你没事吧？就在苏轩送走沈清婉不久，一道亮丽的身影此时此刻也是赶了过来。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宁怡轩。今天早上，宁怡轩在皇宫里面睡得好好的，结果突然就听见了让他震惊的消息，苏轩居然当皇帝了。还没等宁怡轩回过神来，宁庄就带着大批人马闯入了皇宫之中。幸好宁怡轩实力过人，这才杀出了一条血路来。逃出宁庄的追兵后不久，宁怡轩突然想起来，苏轩此时此刻应该还在皇宫里面呢，担心苏轩的安危。于是宁怡轩趁着四下无人，又偷偷地潜入了皇宫当中。然而让宁怡轩疑惑的是，这里本来已经被宁庄的大军给占领了，结果宁怡轩却发现这里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在四处搜寻之下，宁怡轩最终遇见了苏轩。苏轩，你没事吧？我听说宁庄那个家伙造反了，居然带人杀入了皇宫之中。宁怡轩有很多问题想问苏轩。放心吧，我没事。至于你说宁庄，此时此刻他已经挥都不剩了吧？苏轩指了指刚刚的大洞，原来已经被你解决了，那我白担心了。宁怡轩有些意外，没想到这场危机居然被苏轩这么轻描淡写的解决了。对了，我娘亲没事吧？宁怡轩有些担忧的问道。你不关心一下你父亲吗？苏轩有些意外。呵，谁关心他啊？他死没死跟我的关系都不大。宁怡轩跟宁无用的关系本来就不好，尤其是强行将自己许配给苏轩之后，虽然自己现在跟苏轩的关系有所改善，可不代表他跟宁无用的关系也有所改善。这样子，不过有一个不好的消息告诉你，宁庄把他给杀了。苏轩直接把这个罪名栽赃在了宁庄身上。闻言，宁怡轩有些错愕，好歹是自己亲爹，这说死就死了。宁怡轩虽然对他无感，不过还是情不自禁地掉了几滴眼泪。不过也就这样了，宁怡轩很快就平复了自己的情绪，转头关心起了自己娘亲的下落。那我娘亲呢？我娘亲没事吧？宁怡轩十分担忧叶宁芷的安全。放心吧，你娘亲我早就派人把她接走了，她现在很安全。苏轩笑道。那就好，谢谢你，苏轩。宁怡轩感激道。自己的娘亲没事，这才是最重要的。对了，这两位是？宁怡轩好奇地看向李秋月和火老，这两人对他来说十分的陌生，他从来没有在星罗城见过。我叫李秋月，这位是火老，是我的护道者。李秋月做了一个自我介绍。你好，
我叫宁怡轩，是苏轩的未婚妻。宁怡轩直接宣誓了主权，因为他发现李秋月看向苏轩的眼神很暧昧。好好好，原来是宁小姐啊，幸会幸会。虽然李秋月表面笑嘻嘻的，不过苏轩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自己好像就要大难临头了。幸会幸会，秋月小姐长得真是漂亮啊，不知道你是哪里人，怎么我从来没有见过你？我来自天武圣地，是圣地的圣女，这一次我来找苏轩，主要是把她接过去。苏轩已经是我们天武圣地的人了，因为他出色的天赋，圣地那边已经把他当圣子培养了。李秋月解释道。什么？圣地？圣子？圣女？跟所有人一样，知道这个消息的宁怡轩也是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圣子、圣地、苏轩，这三样东西单独拿一个出来都不奇怪，可是连在一起，那可就刚刚他还信誓旦旦的要在李秋月面前宣示自己的主权呢。结果两个人好像不是一个级别的，跟圣女抢东西，自己有那个本事和实力吗？而且眼前的李秋月不管是容貌上还是背景天赋都吊打自己，自己拿头抢啊。你放心，你跟苏轩的关系怎么样我不管，反正他现在已经是天武圣地的人了，同时也是我的人。你们这些其他的女人想要动他，就得经过我的同意才行，不然就等着挨揍吧。李秋月抱住了苏轩的胳膊说道。宁怡轩虽然憋屈，但是心中也是无可奈何，毕竟李秋月的身份摆在那里。擦，什么狗屁的圣女，居然还要跟我一个亡国的公主抢东西，这也太没道德了。宁怡轩心想。不过李秋月没道德归没道德，硬实力摆在那里，自己哪怕再有气也只能受着了。好了好了，你们不要吵了，我们还是打扫一下战场，布置一下后续吧。眼看气氛不对劲，苏轩连忙开口，不然的话一会儿遭殃的可就是自己了。李秋月见状也没多说什么，只是吩咐了一下火老帮忙。火老不愧是圣王强者，不仅打架厉害，打扫战场的速度也是快到离谱。没多久的时间，这里就恢复了原样，先前宁庄等人留下的储物戒、储物袋也全被火老一个不剩的收集了起来。让堂堂圣王强者去做这些，也就圣女大人做得出来了。火老心里吐槽了一句，大人，东西都在这里了。火老将收集好的东西全部交给了李秋月，而李秋月反手就给了苏轩。夫君，这些东西你收好，你想怎么分配，全听你自己的。李秋月笑道。宁怡轩见状，内心顿时感到了挫败，这么多的东西，如果换作是他，绝对做不到就这么的全部交了出去。可是李秋月就做到了，这就是圣女跟自己的差距吗？李秋月这一波操作下去，倒是让宁怡轩服气了不少，看来自己这个未婚妻的身份，恐怕以后要到李秋月手中了。谢谢你，老婆。苏轩有些感动，想当初自己离开秘境的时候，李秋月也是把自己身上的东西都给了自己。处理完皇宫的事情，苏轩带着众人回到了苏府当中。娘亲，你没事，真的太好了。宁怡轩看见叶凝芷完好无损，顿时激动地跟他抱在了一起。轩儿，叶凝芷也是有些激动，可是当他看见苏轩之后，脸色顿时有些不对劲起来。娘亲，你怎么了？宁怡轩有些疑惑。没事没事，叶凝芷连忙否认了。趁着大家开开心心的时候，李秋月却是将苏轩拉到了书房当中。夫君，你打算什么时候跟我回天武圣地？这里的事情你也处理得差不多了吧？李秋月将苏轩按在身下，四目相对。就后天吧，明天给我一点时间，让我通知一下我的父母。你也想见见他们吧？毕竟以我们两个现在的关系，迟早也得见一下家长。听见苏轩这么说，李秋月顿时红了脸。想什么呢？八字没一撇就想着带我去家长了。李秋月害羞地说道。趁着这个机会，苏轩反手将李秋月给压制了回去，拿回了自己的主动权。那不是吗？怎么就八字没一撇了？咱们两个那可是多过命的关系了。苏轩一脸坏笑。呵呵，你这个坏男人。李秋月笑道。我哪里坏了？我可是铁好人好吧？你还不坏啊？表面一套背面一套，你今天可是当着我面撒谎好几次了。李秋月有些不满地说道。别人在自己女人面前都是不会撒谎的，你可倒好，当着我面胡编乱造，以后你对我不会也这样吧？李秋月严肃地说道。那怎么会呢？老婆，我跟你最好了，我就算骗谁也不会骗你的。苏轩哄道。听见苏轩这话，李秋月心里也是舒服了不少，谅苏轩也不敢。不过你这么说，没有一点实质性的东西可是不行的啊，你得表示表示。李秋月再次将主动权拿回。好家伙，居然反客为主了。苏轩直呼牛逼。就在苏轩想要拿回主动权的时候，李秋月接下来的话让他震惊了10年。还想拿回主动权？结，夫君，你也不想我把你今天撒谎的事情告诉他们吧？李秋月邪魅一笑。苏轩，完蛋了。第二天，
苏轩的父母都回到了苏府当中，苏轩也是在异世界里面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这对便宜爹妈。苏龙跟自己想象的差不多，是一个魁梧的中年男子形象，母亲英面也是一个超级大美女，丝毫不输给天命女主的存在。跟苏龙二人说明了天武圣地的事情之后，夫妻俩都震惊了。哈哈哈哈，我苏家真的出笼了。苏龙高兴无比，当即就宴请了齐国各地有名有姓的势力给苏轩庆贺。这可是太上皇的邀请，有哪个赶不来的？来往的人差点没把苏家的台阶给踏破。苏家收礼也是收到手麻，这辈子都没有得到过那么多的东西。李秋月跟苏轩也是玩得开心了，本来说好的第二天就回天武圣地的，硬生生的拖多了几天。很快3天时间过去了，这3天的时间里，苏轩也是收服了齐国周围其他的势力，解决了外患问题。至于内患，那根本不存在好吧。如今齐国上下大大小小的势力都被自己种下了奴隶印记，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掌握在自己手里，想要反抗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处理完了这些事情，苏轩便带着一帮人踏上了前往天武圣地的归途当中，其中包括了赵柔等人，还有一些实力在准至尊以上的强者。本来李秋月是不想让苏轩把赵柔他们带上的，但是在苏轩的软磨硬泡之下，李秋月最终还是答应了苏轩把众女带到圣地的请求。至于苏轩父母，本来苏轩也是想把他们带过去的，可是夫妻二人都不想离这里太远，毕竟苏家的家业都在这里，交给外人来治理，他们也不是很放心。见状，苏轩也不好多说什么，反正如今齐国周围的势力已经臣服了，再加上有天武圣地罩着，也不会有什么势力敢来招惹。苏龙和英面的能力也很强，让他们代替自己治理齐国，齐国的国力也会蒸蒸日上。姓名：苏轩，境界：封王境，巅峰，反派值1705000，系统背包：替身娃娃、无极剑、天玄护符、5阶极品疗伤丹药 X10 神行靴。特殊：高级剑意，神通5行神通，灵隐幻步、心眼通、饕餮神通。体质5行之体，饕餮神体，半觉醒。技能：反降至光环、无背楷模、中级鉴定技能、高级恢复技能、初级精神抗性。称号：天命之父。功法：苏家心法，地级，无极剑法，天级，乾阳玉气坤阴纳灵诀，圣级。系统商城已开启。不知不觉间，我已经有这么多反派值了，这都快够我突破尊者境了吧。苏轩十分的满意，从这里前往天武圣地大概需要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够自己突破了。趁着这个时间先来一波境界加点，不然的话别人还以为自己开不起挂了。夫君，趁着四下无人，不如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李秋月突然对苏轩提出了组队邀请。不是，哥们，你这么狂野的吗？这特么的可是在飞剑上面啊！苏轩震惊了，没想到李秋月这妖牛的，在这种情况下也依然有着这么执着的想法。早知道自己就不做李秋月的飞剑了，没想到这娘们这么野。不了，秋月，我突然有些顿悟，我好像要破境了，恐怕是来不了了。苏轩婉拒了李秋月，这种情况日后多了去了，不如先提升一下自己的境界再说。好吧，那夫君我给你护法，你专心突破吧。见状，李秋月虽然有些失望，不过日后这种机会多了去了，他也不在意。苏轩越强，来到天武圣地之后，就越能打那些反对派的脸。系统加点，定。由于宿主当前距离封皇境只有1步之遥，本次加点只需10万反派值即可，宿主是否突破？这给我打了个5折啊，还不错，加点吧。随着苏轩话音落下，磅礴的灵气瞬间涌入他的体内。苏轩只觉得周身经脉被一股雄浑之力不断拓宽、强化，身体的每一寸肌肤都像是在被重塑一般，疼痛中又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畅快。随着灵海不断扩大，苏轩体内的灵气也是愈发的充足起来，他的气息节节攀升，周围的空气也因他的突破而产生肉眼可见的波动，形成一圈圈的涟漪向外扩散。夫君他会觉醒什么领域呢？李秋月的目光看向苏轩，他能清晰地感受到苏轩身上散发出来的越来越强大的压迫感。到了封皇境就可以觉醒自己的领域了，在领域之中自己的实力会得到极大加强。像李秋月，他觉醒的是重力领域和火之领域、速度领域，在自己的领域范围内，他的这些力量都将得到巨大的提升。一般的封皇强者最多拥有1个领域，厉害点的有1个半，而拥有2个领域的无疑不是可以称之为天才，拥有3个的那无疑是天才中的天才了。以夫君的金色天赋，怎么说也至少觉醒了3个领域吧，不，甚至是4个。李秋月心想。时间1分1秒过去，很快1个星期的时间过去了，苏轩依然没有突破成功的迹象。李秋月也不着急，
而是拿起了一本龙显仙的小说开始翻阅起来。随着苏轩的灵海开辟到了一个极限，苏轩的体内总算是拥有了能够容纳凤凰境强者所需要的灵气。怪不得那灵境和灵海境是基础境界呢，只有达到那灵境之后，才能感受到灵气的存在，从而让自身拥有灵力。而灵海境则是决定了你的灵气上限，你的灵海越大，你能容纳的灵气越多，日后突破遇到的瓶颈也就越少。所以说凡事都得从基础学起，你的基础越好，你日后突破瓶颈的速度也就越快。苏轩不是天命主角，这两个基础境界因为元神的疏忽导致根基有点差，不过这并没有多大影响，反正苏轩可以开挂，不过是花费的时间多了点罢了。叮，温馨提醒宿主，突破凤凰境后，宿主可觉醒一样领域。由于宿主的原本领域太过平平无奇，现在给宿主一个开挂的机会，只需要宿主花费100万反派值即可获得最强领域，宿主是否花费？卧槽，狗系统，你让我开挂就开挂吧，咋还带羞辱我一下的？我的领域为什么会平平无奇？难道你没有责任吗？但凡你在我出生的时候就来了，我怎么可能会平平无奇？经过一番激烈的吐槽之后，苏轩最终还是花费了这100万的反派值。叮，恭喜宿主成功觉醒最强领域自我领域。自我领域，在你的领域范围内，你可以做任何的事情。牛逼，这个厉害。虽然简介只有一行，但是众所周知，简介越少，战力越强。这个自我领域正是如此。一般来说，一个领域只有一个效果，而这个自我领域简直就是所有领域的结合，不愧是你啊！系统，这挂开的，我喜欢。苏轩十分满意。很快，又是3天时间过去，随着苏轩彻底地掌握了自我领域，苏轩身上的气息也恢复了正常。只见苏轩身上的气势陡然一收，整个人看上去更加深邃而内敛，仿佛一把被收入鞘中的绝世宝剑，虽锋芒暂隐，但却让人不敢小觑。夫君，你突破了！李秋月惊喜地说道。不错，如今我已经是凤凰强者了。苏轩缓缓睁开双眼，眼中金芒一闪而过，他感受着体内汹涌澎湃的力量，嘴角微微上扬。恭喜夫君突破！你以这个修为来到天武圣地，一定会让他们大吃一惊的。李秋月高兴地说道。苏轩越强，那些反对派的脸就会被打得越肿，到时候他倒想看看还有谁敢不服。对了，夫君，你觉醒了几个领域？李秋月忍不住好奇地问道。怎么突然问这个？苏轩有些纳闷。嘿嘿嘿，夫君，这你可就不知道了。在凤凰境界，一般来说，你觉醒的领域数量越多，也就越强。像我就觉醒了3个领域，并且我的3个领域都已经到了大成的地步，哪怕是凤凰巅峰来了，也不一定是我的对手。李秋月骄傲地说道。不愧是圣女和天命女主啊，这等天赋恐怕已经比一般的主角要厉害了吧。苏轩有些羡慕，自己明明需要开挂躺平才能到达的层次，李秋月居然通过自己努力就达到了。我就觉醒了1个领域，会不会太菜了？苏轩笑道。什么？那怎么可能？李秋月有些意外，他以为以苏轩天赋至少也能觉醒3个领域呢，没想到就只有1个。没事的，夫君，领域并不是数量越多越好，还得看掌握的层次。如果你觉醒了3个领域都只不过才入门，那也未必有人家单个领域巅峰的人厉害。李秋月拥有灵活的道德标准，连忙换了一个说法。嘿嘿嘿，夫人不必担心，虽然我只觉醒了1个领域，但是我的领域可是最强领域。不信的话，要不我们2个切磋一下？苏轩邪魅一笑。最强领域？李秋月有些惊讶，他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所谓的最强领域。那我可要尝试一下夫君你口中的最强领域是什么了，我倒要看看是不是最强。结，既然是最强领域，那夫君你待会儿要是输给我了，那你可得答应我几个要求了。李秋月一脸坏笑。好，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要是再拒绝的话，那可就没道理了。要是我赢了的话，那你也得答应我几个要求才行。苏轩邪魅一笑。行，没有问题，前提是你赢了再说。说干就干，李秋月直接停止驾驶飞剑，找到了一个无人的地方。火老等人虽然疑惑，不过看见李秋月停了下来之后，也跟着停了下来。圣女大人，怎么了？火老传音道。夫君有所突破，要跟我切磋几番，要不了多久时间的。你们把方圆几公里内的人都给清理一下，不要打扰我和夫君。李秋月吩咐道。遵命，大人。很快10几名尊敬强者就将周围几公里的活物给稍微清理了一下，直接给了李秋月和苏轩一个无人之地。嘿嘿嘿，夫君，这下子可就没有人来影响我们2个了。李秋月一脸坏笑。然而就在李秋月一脸坏笑的时候，苏轩早就已经出手，直接将李秋月拉入了自己的领域当中。卧槽，夫君，你怎么不讲武德？我都还没有说开始呢，
你怎么就出手了？李秋月大惊失色，没想到苏轩这个老六居然这么快就动手了。是吗？我还以为开始了呢。那我可不管，既然夫人你那么自信，那么在我的领域范围内肯定也没问题的吧？苏轩一脸坏笑。好好好，这么我是吧？那我倒要看看你的领域到底有多强。李秋月还是十分自信的，自己3个领域都是大成，虽然在对方的领域里面自己的实力会有所下降，但是只要实力够强，哪怕下降了也能比对方强的地步，那就不怕。自我领域开。自我领域别名为所欲为，在这里苏轩简直是无敌的存在，他可以全方面的提升自己的属性，还可以做任何事情，比如现在这样。流氓啊！李秋月捂住自己的胸口，在苏轩的领域当中，李秋月没过多久就已经无处遁形了。不玩了，不玩了！你这个是什么流氓领域？也太变态了吧！李秋月哪里受得了这种屈辱？苏轩这个领域实在是变态了一些，自己都还没来得及动手呢，就直接全部曝光了。他还是第一次见识到这样的领域，不愧是被称为最强的存在。夫君，你也太厉害了！你这个到底是什么领域？我居然毫无还手之力！李秋月震惊无比。虽然苏轩占了偷袭的便宜，不过他的领域确实强的有些夸张了，至少李秋月觉醒的3个领域完全无法媲美。我这个叫自我领域，主打的就是一个为所欲为，你打不过我正常。苏轩得意地说道。好吧，真是败给你了。既然你这么厉害，那么我也不能说话不算数。李秋月一边妩媚的靠近，一边还稍微的挑衅了一下苏轩。等一下，我还没说我有什么要求呢。苏轩也是醉了，自己还没说话呢，李秋月直接就靠了过来。面对这种情况，但凡是一个正常的人都忍受不了的好吧，何况是苏轩这种强大又可怕又有意志力的男人。既然如此，那可怪不得我了。苏轩也想到了一个好玩的东西，那就是自己现在拥有了凝装的饕餮神体，虽然只是个半觉醒版，但是即使是半觉醒版，那也能通过吸收带有灵气的东西就可以变强。自己有了纳灵诀，已经可以初步提升自己的实力了，但是在纳灵诀的帮助下，苏轩可以在李秋月身上得到第2种提升实力的办法。我倒是想看看，这样是不是真的可以？苏轩邪魅一笑，在李秋月错愕的目光当中，他遭遇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姓名：苏轩，境界：凤凰境，初期，反派值605000，系统背包：替身娃娃、无极剑、天玄护符、5阶极品疗伤丹药 X10、神行靴。特殊：高级剑意。神通：五行神通、灵隐幻步、心眼通、饕餮神通。领域：真我领域。体质：五行之体，饕餮神体，半觉醒。技能：反降至光环、无背楷模、终极鉴定技能、高级恢复技能、初级精神抗性。称号：天命之父。功法：苏家心法，地级，无极剑法，天级，乾阳玉气坤阴纳灵诀，圣级。系统商城已开启。果然，我的想法得到了印证，这样修炼居然可以得到双倍速度。苏轩有些回味。夫君，你……李秋月害羞无比，他实在是没有想过苏轩居然会这样对自己。不好意思，秋月，我也只是想试一试而已。苏轩不好意思地说道。真是坏死了，难道你就不会觉得恶心吗？李秋月实在是没想明白。怎么会呢？我的老婆有哪一个地方不是干干净净的？怎么会恶心呢？苏轩一脸坏笑。唉，真是败给你了。算了，这次我就不追究了，下一次你必须经过我的同意才行。李秋月叹了口气。好，我都听你的，老婆大人。反正苏轩已经得逞了，而且有一就有二，这种东西只有0次和无数次的。不过话说回来，这种操作居然也能增加饕餮神体的觉醒进度，这倒是出乎我的意外。苏轩心想，虽然提升的进度微乎其微，不过也是说明了这是绝对有用的。况且李秋月现在的境界还很低，也许更高级修饰的东西或许能够更快的提升自己的修炼进度。不慌，我身边还有个洛红衣这样的高级修士，到时候试一下他的效果怎么样？苏轩心想。俩人切磋完就继续踏上了前往天武圣地的飞剑当中。时间流逝很快，5天时间过去了，苏轩一行人也是到达了天武圣地。天武圣地云雾缭绕，仿若仙境，宏伟的山门矗立在前方，散发着古朴而威严的气息。远处山峦起伏，云雾缭绕其间，山峦之上错落分布着一座座亭台楼阁，仿佛是仙人的居所。山腰间一道瀑布奔腾而下，如银河倒挂，其声如雷，震耳欲聋。溅起的水花在阳光的折射下形成一道道绚丽的彩虹，如梦如幻。瀑布之下是一泓清泉，泉水清澈见底，
由于细时，清晰可见，水面上波光粼粼，灵气氤氲。这是圣地吗？这简直是仙境吧！苏轩忍不住吸了一口空气中的灵气，这里的灵气比齐国好的不是一星半点。苏轩只是呼吸一口，便觉得自己的修为就已经有了不小的提升。在这里，就算我没有系统，依靠原主的天赋，也能取得不小的成就吧。苏轩心想。夫君，我有些害怕。赵柔扯了扯苏轩的衣角，他感觉自己在这里有些格格不入的。赵柔姐姐，害怕什么？这里是我的地盘，没有人能欺负你的。况且夫君也是圣子，在整个圣地里面，除了那些大长老，还有圣主和老祖，没几个比他地位高的。所以说，你不用担心。李秋月安慰道。好吧。见状，赵柔顿时也放心了不少。不过话说回来，为什么我娘亲也在这里？宁怡轩微微皱眉。直到现在，宁怡轩才发现叶凝芷居然也来到了天武圣地当中，这让宁怡轩有些疑惑。带赵柔还有小翠、沈清婉他们，宁怡轩可以理解，毕竟这些都是苏轩的女人。可是为什么叶凝芷也在这里啊？轩儿，苏少怕你一个人离家太远，会想娘亲了，所以把娘亲也带了过来。而且这里是圣地，也总比在齐国那边要安全的多了吧？叶凝芷差点说漏嘴了，不过还是依靠她的那张3寸不烂之舌给圆了回来。好吧，原来是这样子。闻言，宁怡轩心里美滋滋的，没想到苏轩居然这么的关心自己，连自己都照顾到了。不过话说回来，为什么你也在这里？宁怡轩看向楚灵溪。楚灵溪在星罗城里面跟自己都是数一数二的美女，两个人经常被相提并论，久而久之，两个人也就杠上了。哼，我跟苏少可是有合作条款的，苏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有什么意见吗？楚灵溪冷笑道。他做梦都没有想到苏轩居然这么快就把齐国给通关了，而且楚灵溪更加没想到苏轩背后的势力居然是天武圣地。如此逆天的背景，也难怪苏轩当初会那么的自信来找他了。就算是合作伙伴，那也不用一直跟着吧。宁怡轩开口道。你管我呢？这是我们楚家提供的特殊服务，你这种胸大无脑的人怎么可能懂？哦，不对，我差点忘了，你的也没多大，但是也没多少脑子。嘻嘻嘻。楚灵溪一脸的坏笑。你真是找死啊你！宁怡轩气坏了，他居然被楚灵溪进行了人身攻击，最关键是这还不能算人身攻击，因为楚灵溪说的都是事实，他要是急了，那就是真的急了。行了，你们别吵了。苏轩有些无奈，这后宫多了就是会这样子，女人们总是喜欢吵吵闹闹的。嘿嘿嘿，这有什么不好的？夫君，热热闹闹的总比死气沉沉的好吧？李秋月倒是不怎么在意。来者何人？很快，两名神色警惕的守卫手中长枪一横，拦住了去路。然而当他们看见李秋月的时候，顿时换了一个态度。原来是圣女大人。小的有眼不识泰山，还望圣女大人恕罪。两名守卫急忙收起长枪，单膝跪地，神色惶恐地说道。这就是天武圣地的底蕴吗？这两个看大门的弟子居然都是准至尊。苏轩有些惊讶，在齐国准至尊都是一流强者了，哪怕传承100年也不会衰落。可是在天武圣地，这里居然只是看大门的，不愧是圣地啊。不过虽然这俩人的样子比较年轻，不过苏轩也感受到这俩人实际的年龄都已经快要超过200岁了，都快能当自己爷爷了。起来吧，这些人都是我的朋友，还有你们的圣子大人，你们马上通知一下上面，让他们安排好住所。李秋月开口道。两名守卫看了看苏轩的队伍，好家伙，这是把整个家族里的人都带来了吗？这他妈差不多的有100人了吧？等等，圣女大人，你说圣子也在其中？守卫小心翼翼地问道。不错，这位就是你们的圣子大人，同时也是我的夫君。李秋月指了指苏轩。圣子大人果然一表人才啊。两名守卫不敢怠慢，连忙给苏轩献起了殷勤。他们早就听说过了，新的圣子大人就快来到天武圣地当中了，没想到居然让他们给撞上了，这不得趁着这个机会好好的讨好一下苏轩。于是二人直接快把自己压箱底的东西都给拿了出来，直接塞到了苏轩手中。圣子大人，这些都是我们的小小心意，还请您日后关照一下。二人谄媚的笑道。两位客气了。苏轩倒也不客气，直接接过了俩人的好处。夫君你真的是……李秋月有些好笑，这才刚来到天武圣地多久，苏轩就这么迅速的融入了。不过这倒是也让他省了点心，他还以为苏轩一开始会有些不适应呢。可是现在来看，苏轩哪里有半点不适应的，明明适应的很好吧。多谢圣子大人，我们这就通知上面。见苏轩收下，两人大喜。好了，夫君，我们先进去吧。火老，你一会儿带领他们去安排好的住所，我跟夫君去见一下我娘亲。
李秋月吩咐道：“遵命。”火老点了点头。随后，苏轩一行人兵分两路，一边先去安排好的住所，一边则去找堂妹。一路上，李秋月一直给苏轩介绍天武圣地的各种东西。夫君，你看，那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练武场，每天都有弟子在那里练习，足足能够容纳数万人。顺手望去，练武场广阔无垠，地面由坚硬的青石铺就，平整光滑。场上众多弟子正在修炼，拳风呼啸，剑气纵横，刀光闪耀，每一招一式都蕴含着强大的力量，场面颇为壮观。那边是我们天武圣地的药园，根据娘亲所说，除了一些珍贵的灵药，基本上是面上流通的灵药，我们都已经种植好了。苏轩顺着李秋月所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一片被烟雾笼罩的地方散发着浓烈的灵气，在那里的灵力浓郁程度，甚至比这里的还要高上了不少。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名为凌云峰，我娘亲是那里的峰主。根据李秋月所说，在天武圣地，凡是修为达到了圣王级别的存在，都可以开辟一座主峰。这里足足有高达200多座主峰，这便是天武圣地的底蕴所在。不过凌云峰开辟的时间比较短，只有几十年的历史，底蕴方面相对其他来说也较差一些。不过凌云峰的弟子可不少，因为峰主堂妹可是一名远近闻名的超级大美女，更何况堂妹之前也是圣女，尤其是现在还处在单身状态，这也让凌云峰男弟子的数量远超其他。堂妹吗？苏轩喃喃自语。印象里面，林凡剧情对堂妹的描写可是极为美丽的，甚至比李秋月还要好看。若不是林凡是天命主角，以他的身份不敢吃这碗昂贵的焦饭，不然的话，堂妹恐怕也进入了林凡的后宫当中了。但是苏轩是谁？苏轩是反派啊！身为反派的苏轩可没有那么多顾虑。说话间，二人已临近凌云峰。山峰秀丽挺拔，山间云雾缭绕，仿若轻纱披拂，给人一种空灵清幽之感。山上绿树成荫，繁花似锦，隐隐有灵鸟啼鸣，宛如世外桃源。沿着蜿蜒的山路前行，不时能看到一些凌云峰的弟子在修炼或忙碌。他们看到李秋月，纷纷行礼问好。圣女大人旁边的那个男人是谁啊？他为什么能够跟圣女大人在一块？我也好奇，能够跟在圣女大人旁边的，身份无疑不是尊贵无比。然而圣地里面有头有脸的人我基本都认识，但是此人从未在圣地里面见到过。早有传闻，圣女大人出了远门，就是将流落在外的圣子带回，此人不会就是传说中的圣子大人吧？凌云峰的弟子议论纷纷，他们都对初来乍到的苏轩强烈的好奇。当然了，这都是原因，苏轩跟李秋月的关系十分的亲密，这让众人有些嫉妒。暗中2名凌云峰弟子看见这一幕，连忙催动了传音符。蔡坤大人，不好了，圣女大人回来了，他还带着一个男人回来了，疑似是新来的圣子。艾坤峰内正在修炼的蔡坤听见这个消息，顿时暴怒无比。什么？李秋月那个贱人拒绝我就算了，居然还光明正大的带着男人回来，你们2个给我调查一下，那个男人的身份到底是什么？蔡坤说完，直接捏碎了传音符。臭小子，敢跟我抢女人，我看你真是活得不耐烦了啊！蔡坤心想。不多时，一座小木屋出现在2人的面前。夫君，前面就是娘亲的住所，你一会儿可得表现得好一点，知道了吗？李秋月提醒道。放心吧，我知道了。苏轩点了点头。不过堂妹居住的地方倒是让他有些意外，堂堂圣王强者居然就住在一个小木屋里面，这让他有些好奇，那些强者都是有着这样的怪癖的吗？等你进去了你就知道了。李秋月笑了笑，随后2人踏入了小木屋当中。这不进不去不知道，原来里面大有乾坤，所谓的小木屋不过是装饰。小木屋里面可是金碧堂皇，散发着极其浓郁的灵气，跟宫殿差不多。在这硕大的宫殿里面，一道亮丽的身影躺在侧卧在床板上。不过在窗帘的装饰下，苏轩并没有看清对方的面容。娘亲，我回来了。李秋月对着床上的身影喊了一句。原来是秋月回来了。堂妹有些懒散的声音从床上传来。旁边这位是？堂妹带有审视的目光放在了苏轩身上，虽然苏轩看不见对方的眼神，但是被这样的强者盯上，苏轩难免有些不自觉。我叫苏轩。苏轩回答道。自己的身份和名字李秋月早就告诉了堂妹了，这次只不过是见个面而已。原来你就是苏轩啊，不错不错。下一秒，那道身影顿时来到了苏轩面前。此时此刻，苏轩才见到了堂妹的真面目，面容绝美，肌肤白皙如羊脂玉，双眸犹如夜空中的星辰般明亮动人。虽已为人母，但身上却依旧散发着一种青春与成熟交织的独特魅力。最重要的是，堂妹的身材极好，身材比例完美，还有着一双大雷，再加上某些 buff 加成，这也难怪在这天武圣地里面，
堂妹尽管已经不再年轻了，依然有着那么高的人气。晚辈苏萱，见过前辈。苏萱微微躬身行礼。娘亲，苏萱她可厉害了呢，一路上帮了我不少忙。李秋月走到堂妹身边，挽着她的手臂，撒娇道：不错，倒是仪表堂堂，气质不凡，跟你那个死鬼老爹倒是有几分相似。堂妹上下打量了苏萱一番。苏萱身姿挺拔，长得又帅，再加上李秋月又在一旁说好话，倒是给堂妹留下了不错的印象。我相信你的眼光，既然你们都已经通过了秘境的考验，那么就说明你们是真心相爱的。不过这个圣子的位置也不是那么容易做的，虽然苏萱现在有了圣子的底气，不过还是有人管不住自己的小动作。堂妹的目光望向了门外这步，堂妹话音刚落下，就有弟子前来汇报。封主大人，爱坤峰峰主蔡虚带着一帮人来了，他们点名了要见圣女大人，还有刚刚和圣女大人在一块的人。听见蔡虚这个名字，李秋月顿时眉头紧皱，他对这个蔡虚一点好感都没有，明明已经几百上千的年纪了，还对自己的娘亲念念不忘的。最关键是这个蔡虚有好几次也对自己露出过不好的目光，还有他的那个儿子蔡坤更是一个超级渣男，不知道多少女弟子遭了他的魔爪。这个时候堂妹的目光看向了苏萱，察觉到堂妹的目光，苏萱也是开口：无妨，既然对方想见见我，那就见见吧。刚好我来这里人生地不熟的，有人想要主动认识我，那也是一件好事。苏萱笑道：不错，倒是有几分胆识。堂妹点了点头。凌云峰外，蔡虚带着一群人气势汹汹地站在那里，他一身黑袍，眼神阴鸷，在他旁边还有一个容貌相似7分的青年男子，此人就是蔡坤。很快李秋月、苏萱、堂妹三人就走了出来。蔡虚见到堂妹和李秋月，眼神顿时有些贪婪，不过很快就收敛了起来。现在可不是胡思乱想的时候。蔡峰主，今日光临寒舍，有什么指教吗？还带了那么多人。堂妹从空中落下，随手坐在了一处椅子上，一脸娇媚地看向在场的众人。今天堂妹可是穿了一条好看的裙子的，坐在椅子的那么一瞬间，堂妹情不自禁地翘了起一个二郎腿。看见这一幕，蔡虚等人顿时瞪大了眼睛，然而啥也看不见。不过就是这么一个举动，让蔡虚等人一时之间居然忘记了说什么。爹，别看了，别忘了正事。蔡坤倒是没被堂妹迷惑，他在意的人只有李秋月而已。堂妹对他来说就是个大妈，虽然长得漂亮，但不是他的菜。哦，我差点忘了，妈的，这个骚年们，早晚有一天给你办了。听见蔡坤的提醒，蔡虚这才想起来自己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唐峰主，好久不见，你又变漂亮了啊。蔡虚笑道：客气话就不用多说了，我跟你的关系可没有这么好，有什么目的你就直接说的吧。堂妹冷笑道：好，既然如此，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我今日前来是想见见传说中的圣子的。我听闻恋爱今日带了一个男人回来，据说就是新的圣子，不知可否出来让蔡某人见识一下圣子的风采。蔡虚开口道：蔡峰主，你管的也太多了，我家秋月带自己的夫君来见家长，什么时候也轮得到你管了？你又不是秋月的家长，你在这里叫什么？堂妹不屑地说道：少废话，少在那里装，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那么一点小伎俩。今天这个面不见也得见，我倒想看看这小子有什么本事，居然能比得上我家坤儿。要是连我家坤儿都比不上，那这个圣子的位置他也配。蔡虚说完，不知为何在场的众人都用一股疑惑的目光看着蔡虚，毕竟蔡虚的话莫名的有些出圈，就连蔡坤本人都有些尴尬。爹，说过很多次了，不要在外人面前直接叫我的名字。这有什么？你是爹的儿子，你的名字还是你爹我起的，我有什么不能叫的？爹，你还是算了，你开心就好。蔡坤有些无语，既然如此，那就见一下吧。堂妹也没有多说什么，反正苏萱迟早是要在众人露面的，如今有人主动上门给打脸，那堂妹自然是不会放过这么一个机会的。随着堂妹话音落下，苏萱拉着李秋月的手出现在了众人面前。秋月看见李秋月出现，蔡坤的哈喇子都快要流出来了。然而当他看见苏萱拉着李秋月的手的时候，他顿时暴怒无比。忍，我得忍，现在还不是动手的时候。蔡坤虽然年轻，但不气盛，这个时候要是发火，那可就是冒犯圣子圣女，堂妹绝对会借题发挥。这就是圣子吗？果然是一表人才啊！圣子大人好帅，好想给他生猴子。苏萱的出场让整个凌云峰都陷入了疯狂之中，不管是男弟子还是女弟子，都对苏萱投以热情的目光。苏萱表示喜欢吗？花了5000反派值，让系统在自己身上加了一层滤镜而已。蔡虚看到苏萱这般受众人追捧，
脸色越发阴沉，心里冷哼一声：哼，不过是徒有其表罢了。这圣子之位可不能只看长相，你就是圣子，果然是个山村野夫，看起来也不怎么样嘛。蔡坤违心地说道。刚刚苏轩出场的那一刻，他也震惊了。他活了那么多年，还是第一次不得不承认有一个男的长相在自己之上。但是他可不会忘记，苏轩现在是自己的情敌，是自己的敌人。所以哪怕再怎么违背自己的本心，蔡坤也要硬着头皮说下去。你就是蔡坤，看起来素质也不怎么样嘛。难怪秋月不喜欢你。苏轩毫不客气地回怼了过去。听见苏轩戳自己的痛处，蔡坤虽然内心十分的不爽，但还是忍了下来。呵呵，不过是嘴硬罢了。有这斗嘴的本事，不如在3天之后跟我比试一番。你若是赢了我，那我就认可你的圣子位置。如果你输了，那你就乖乖的把圣子的位置让出来，然后把令牌交给我。蔡坤挑衅的说道。不好意思，我拒绝。苏轩冷笑道。好，那就3天。什么？蔡坤没有听错吧？苏轩居然拒绝了自己的挑战。我的发，你还有没有圣子的风范？连别人的挑战都不敢接受，你凭什么当圣子？蔡坤万万没想到苏轩居然拒绝了自己，这岂不是说明他怂了？这不抓着一点疯狂的攻击苏轩，那可就不符合他的人设了。开什么玩笑？你以为你是谁？你叫我跟你比试，我就要跟你比试。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生活不满吗？我作为一国之主，又是圣地圣子，还有一堆老婆，我失心疯了去跟你比试。苏轩回怼道。噗呲，堂妹听见这话忍不住笑了出来。苏轩这一番话可谓是攻击性极强。你他妈说谁生活不满呢？不要给你的怂找借口。蔡坤恼羞成怒，他还是第一次被人攻击生活不满。呵呵，生活不满？他堂堂封主之子，爱坤封的你弟子，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要钱有钱，要权有权，要天赋也有天赋，不知道多少人羡慕自己的生活呢。就这还生活不满？这都算生活不满，那天底下多少人都生活不满了，你还不生活不满？我知道的，你追求圣女很久了，结果被我截胡了，你很不爽是吧？你想不通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一个外来者能够抢走你认定的女人，所以你生活不满，因为你被人 NTR 了，知道了不？哈哈，苏轩哈哈大笑。李秋月听见这话也是跟着笑了起来，这小娃子嘴巴倒是挺毒辣的，秋月以后跟了他不会吵架吵不过吧？听见苏轩怒怼蔡坤，堂妹内心自然是高兴无比的，可是一想到了李秋月日后若是跟苏轩有了什么矛盾，那岂不是吃亏了？不行，看来日后我也得出面打压一下这个小子了，不然的话秋月可不就吃亏了。堂妹心想，我要杀了你。苏轩听见这话，蔡坤暴怒无比，本来他就对这件事情非常的不爽了，没想到他居然还说出来。坤儿，住手！你要以下犯上吗？蔡须及时的制止住了蔡坤。听见父亲的话，蔡坤也是冷静了下来。这小子这么厉害，本来我想激将他的，没想到被他反将了一军。蔡坤细思极恐，感觉到了苏轩的可怕。坤哥，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别急，既然你想要挑战我，那我便给你这个机会。不过挑战的地点还有时间还有比试的内容都由我来选，你没意见吧？苏轩直接将主动权掌握在了自己手中。不行，这样子的话，那我岂不是一点优势都没有了吗？万一你坑我怎么办？蔡坤直接选择了拒绝。去你妈的，爱比不比？你他妈以为老子很愿意跟你比吗？你他妈给老子记住了，现在是你要挑战我，而不是我要挑战你。你要是不服，那就给我老老实实的滚一边去。苏轩也是怒了。好，比就比，真当我怕了你不成？蔡坤听罢也是没有办法，只好答应了苏轩的要求。没办法，自己若是不答应的话，那苏轩可就直接不搭理他了。行，等我想好了内容还有时间和地点，我自然是会通知你的。苏轩笑道。这下子主动权可就在自己身上了，自己想怎么整这个蔡坤就怎么整。好，那我等你。蔡坤说完便带着爱坤峰的众人离开了这里。小娃娃，你还挺厉害的嘛，三言两语就把主动权掌握在了自己手里，我倒是越来越欣赏你了啊。堂妹夸奖道。多谢峰主夸奖。苏轩笑道。叫峰主就太生疏了，你跟秋月这种关系，以后直接叫我岳母或者娘亲都可以的。堂妹笑了笑，算是对苏轩身份的认可。夫君，娘亲认可你了，你快叫啊。李秋月兴奋不已。叮，恭喜宿主成功改变剧情，奖励反派值5万。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多谢岳母。苏轩开口道。听见苏轩这一声岳母，堂妹心里顿时产生了一股异样的感觉，
有点爽，不知道为什么。夫君，你可得小心点。那个蔡坤虽然讨厌是讨厌了点，不过他的天赋真不是盖的。如果没记错的话，他现在的修为已经是凤凰巅峰了，距离准至尊也就一步之遥。你可千万要做好万全的准备。李秋月担忧地说道。想啥呢？你夫君会做没有准备的账吗？别忘了，现在比试的内容还有地点时间可都是由我一个人操控的，我还不是想怎么整他就怎么整，你就等着看好戏吧。苏轩笑道。李秋月一听觉得也是，顿时高兴不已。夫君，你真是太厉害了，等你把蔡坤打败了，那么圣地里面估计就没人反对你了。李秋月开心不已。好了，先不说这个了，秋月你回去修炼吧，我带苏轩去见一下圣主，顺便再确认一下苏轩的天赋，再给他选一个主峰。堂妹开口道。好吧。李秋月虽然有些失望，但也没办法。好了，你们这些人也不要再看了，还不快点给我滚去修炼。这个月的修炼标准达标了吗？就一直看。被堂妹这么一骂，凌云峰的弟子顿时一哄而散，要是完不成指标，那可就要被踹了。好了，苏轩，上来吧，坐稳了，我带你去圣殿。堂妹开口道。苏轩也不客气，直接坐在了堂妹的飞剑当中。坐好了，我要起飞了。堂妹提醒了一句。好的，岳母。苏轩点了点头。很快，飞剑一飞冲天，在这个过程当中，苏轩不由自主地抱住了堂妹的细腰。苏轩惊讶无比。苏轩也是见好就收。没关系，下次我慢一点。听罢，堂妹顿时松了一口气，原来这一切都不过是意外罢了，是自己想多了。很快，二人就到了圣殿当中。由于先前就有人通知了圣主，所以圣殿当中不少的圣地高层已经聚集在了这里，他们都纷纷好奇苏轩，毕竟天武圣地已经几十年没有出过一名圣子了。到了，下来吧。堂妹刚说完，苏轩就率先走了下去，随后顺手牵着堂妹的手扶塌下来。指尖的碰撞让堂妹内心有些异动，不过一想到苏轩都是在关心自己，也没多想。进入圣殿之前，苏轩也是识趣的把手松开。参见圣主，还有各位长老。堂妹微微躬身行礼。免礼。唐峰主，这就是秋月在秘境里面遇见的圣子吗？圣殿之中，圣主的目光落在苏轩身上，上下打量着他，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审视与好奇。是的。堂妹点了点头。参见圣主大人。苏轩微微躬身说道。不错，看起来倒是一表人才。你是怎么得到我们圣地的令牌的？圣主审视着苏轩开口道。一次意外，偶然捡到的。苏轩随口编了一个故事，反正原本剧情里面林凡也是意外捡到的，自己又没撒谎。圣主扫了一眼苏轩，确认了对方没有撒谎。看来你和我们天武圣地还真是有着不小的缘分，在秘境当中也展现了极强的天赋。不过为了避免徇私舞弊，我们还需要对你的天赋进行2次测试，你没有意见吧？圣主开口道。真金不怕火炼，圣主大人所言极是。苏轩点头道。好，既然如此，那就开始吧。圣主也没有废话，直接让人拿出了测试天赋的水晶球。苏轩也没有废话，直接用系统开了个挂，将自己在秘境的表现重新展现了出来。我的妈呀，真的是金色天赋！卧槽，这天赋，咱们天武圣地历代所有的圣子圣女都不如他啊！老鬼，你可别跟我抢，如此强悍的弟子理应由我教导才对。放你妈的屁！凭什么是你？你除了打架厉害，你教的明白不？见识到苏轩的天赋，圣殿之中顿时炸开了锅，各位长老争得面红耳赤，都想将苏轩收入自己门下，那场面一度十分混乱，就连天武圣地的老祖都惊动了。一时之间，苏轩感觉到了足足数百道目光看向自己，这要是一般人估计早就崩溃了，可是他有系统，所以他也只是感到有些不舒服罢了。圣主见状，眉头微微一皱，沉声道：都给我安静！这般争抢成何体统？长老们这才渐渐收了声，不过看向苏轩的眼神依旧炽热，满是渴望。随后圣主看向苏轩，眉开眼笑。苏轩，你的天赋没有问题，甚至打破了我们天武圣地有史以来的记录，圣子的身份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初来乍到，虽然是圣子，但是按照圣地的规矩，你得选一座主峰的峰主拜入门下，我看不如就选择我如何？此言一出，众长老皆是一愣，不过他们很快就反应了过来。好家伙，你个老小子，叫我们安静下来，合着你打着这个主意呢？圣主，这不妥吧？您平日里事务繁忙，哪有时间悉心教导？不如交给老夫算了。薛长老，你这话就不对了，就算是事务繁忙，也总有休息的时候，平日里的事务完全可以推辞一下的。我看不如这样，
薛长老，你帮我处理平日里的事务，我来教导圣子，利益最大化如何？不妥不妥，我又没当过圣主，怎么知道处理这些事情？不如让我教导算了。大家吵得七嘴八舌，谁也不服谁，甚至有的都快要干起来了。就在这个时候，一道清脆的声音传到了众人的耳边，吵吵闹闹的，成何体统？随之而来的还有一道亮丽的身影。众人循声望去，只见一位身着白色长裙的女子缓缓走来，她面容清冷，眼神中透着一股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疏离感，却又有着让人无法忽视的高贵气质。拜见刘祖。众长老纷纷行礼，就连圣主也行礼。免礼。柳若离微微颔首，目光在众人身上扫过，最后落在苏轩身上，眼神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惊讶，似乎也对苏轩的天赋感到意外。不愧是修道者啊，这圣地老祖恐怕都已经几千上万岁了吧？可是眼前这名女人依然如同一个小姑娘一样。苏轩，这位是我们圣地的老祖之一，刘祖，有着幽皇尊者的称号。这里的尊者可不是尊敬强者，那是因为柳若离的实力过于强大，被人尊称为尊者。你就是苏轩？柳若离看向苏轩，拜见刘祖。苏轩微微躬身，免礼了。柳若离露出一个好看的笑容，很显然他对眼前的苏轩也十分满意。你可愿拜入我的门下？柳若离开口道。此言一出，在场的众人顿时看向了苏轩，连老祖都出来抢人了。他们还有机会吗？老祖，这样不妥吧？我们不如尊重一下苏轩的意见，他想选谁就谁，如何？有人硬着头皮开口道。见状，在场的众人也是纷纷附和。呵呵，你们刚刚抢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现在见我来了，知道团结了。柳若离笑道。啊，这怎么会呢？我们刚刚只是太激动了，所以没有想到这一点罢了。圣主打着，哈哈。好吧，我觉得你们说的不错，一切还是由苏轩自己做决定吧。柳若离的目光顿时看向苏轩。苏轩顿时有些为难起来，其实由谁教导他还真不太在意，毕竟他有系统修炼什么的，加点就行了。不过他是绝对不会选柳若离的，因为柳若离自己不熟悉，看着就很严厉的样子，所以苏轩打算选堂妹。那我选堂妹长老吧。苏轩不假思索地说道。什么？听见这话，众人顿时炸开了锅，就连堂妹本人都没有料想到这个结果。苏小子，你想清楚了，凌云峰成立不过才几十年，资源还有底蕴什么的都不足，你可得考虑清楚了。有人忍不住开口道。你认真的吗？堂妹也忍不住开口。苏轩明明有着更好的选择，就连老祖都亲自下场了，可是为什么偏偏就选中了自己？因为这个选择，在场的众人看向自己的目光都有些不对劲了。记得在早些时候，堂妹在天武圣地里面可是有着魅魔的称号的，不少男弟子都被吸引去了凌云峰，如今就连新来的圣子也是如此吗？堂妹她到底有什么魔力啊？众人实在是搞不清楚。苏轩，你可考虑好了？这件事情可不是儿戏，你可得考虑清楚了。柳若离听见这话也有些不满意，他还以为苏轩会选自己呢，没想到居然是堂妹。圣主、诸位长老、刘祖、苏某心意已决，选择堂妹长老也是有自己的顾虑的。一是这样子，我可以跟秋月更好的培养关系；二是这样子，我跟秋月就不会离得太远。你们也知道的，我们现在处于热恋期，要是分开得太久，难免会影响修炼。苏轩的一番话让众长老放下了心来，原来都是为了照顾到李秋月的情绪才这么做的啊。这么说来的话，等热恋期过了，苏轩岂不是有可能会投入他们门下？原来是这样子。堂妹顿时松了一口气，她倒是真怕苏轩就这么无脑的选了自己，毕竟苏轩这么好的苗子，他一个初入圣王境的人去教导，恐怕会耽误了人家。好吧，小子，我尊重你的选择，若是你遇到了什么困难，随时找我。柳若离说完，下一秒便不见了踪影。既然如此，那就先这样吧，我们尊重你的选择，若是你反悔了，可以随时来找我们。当然了，在这期间，若是你在修炼上或者别的什么地方遇到了问题，也是可以来找我们的，我们保证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圣主开口道。圣主他没毛病，苏小子，以后有事情随时可以来找老夫。不错，我们平时可能没什么空，但是如果是你的话，那我们肯定有空。在场的众人也是纷纷给苏轩献起了殷勤，这就是天命反派和主角的不同之处啊。苏轩感叹，原剧情里面林凡可没有自己的这番待遇，还被蔡旭一派的长老嘲讽了。叮，恭喜宿主成功改变剧情，奖励反派值5万。好了，那么就先这样吧。唐峰主，你带圣子熟悉圣地的环境的，圣子的册封大典就定在1个月之后开始。这1个月时间，我要宴请整个天玄大陆有头有脸的势力，
从今天开始，凌云峰的资源加倍，希望唐峰主可以合理运用。圣主开口道：“多谢圣主。”闻言，堂妹大喜，这样子凌云峰的发展很快就可以超过其他峰了。这都是因为苏轩啊。尽管堂妹也知道，这多出来的资源是要花在苏轩的身上的。那今天就先这样吧。说罢，在场的众人都纷纷起身离开了。苏轩，今天可是多亏了你啊，我可得谢谢你。离开圣殿之后，堂妹情不自禁的单手将苏轩锁入了自己的怀中。嗨嗨，岳母不用客气。被堂妹的洗面奶一顿摩擦，苏轩的心情也是变好了不少。不过很快，堂妹就意识到了自己这番的举动有些不妥，便放开了苏轩。嗨嗨，既然你现在已经拜入了我的门下，那么以后你就叫我师尊吧。堂妹缓解了一下尴尬。遵命，师尊。看见苏轩这么听话，堂妹也是十分满意。师尊嘛，可惜我是个冲师逆徒。苏轩邪魅一笑。接下来的时间，堂妹带苏轩熟悉了一下圣地的基本环境，因为天武圣地实在是太大了，一天的时间根本逛不完。不然，苏轩还是了解到了天武圣地的基本运转方式。这些功法都是我们凌云峰的天级功法了。圣级功法，整个圣地也没有多少，以你目前的修为，还是先修炼天级功法为好。堂妹开口道：“不是所有的圣级功法都像纳灵诀一样没有门槛的，圣级功法那可是涉及到了规则之力，没有至尊境都不能修炼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纳灵诀会是天武圣地的核心功法，因为没有门槛。”苏轩看着眼前的功法，顿时两眼发光，不愧是圣地的底蕴，这里面的功法各种类型都有，苏轩完全可以给自己打造成6边形战士。遵命，师尊。苏轩恭敬的点头，脑海中却是有了别的想法。有什么修炼上的问题，你尽管来找我。那我先回去了。堂妹说完，瞬间消失在了原地。好的，师尊。望向堂妹离去的方向，苏轩若有所思。送走堂妹，苏轩便去找赵柔等人。夫君，你终于回来了，我们想死你了。苏轩刚来到这里，赵柔、楚灵溪、宁怡轩、沈清婉、小翠、小冉就纷纷扑了上来。叶宁只因为宁怡轩的关系，所以他并没有暴露自己跟苏轩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他不在这里的原因。跟苏轩同在一个屋檐下的，那可都是苏轩的后宫，这是天武圣地特意安排的。不过叶宁芷的位置也不错，跟苏轩的住所也就差了那么一点距离，说是苏轩的邻居其实也不为过。怎么样，这里的环境还算不错吧？有没有人为难你们？苏轩左拥右抱的，手上也开始发力。那倒没有人为难，而且这里的修炼环境明显比之前的更好了。宁怡轩说道。说起这个，确实如此。我在这里吸上几口灵气，比之前吃的补药效果还要好。赵柔摸了摸自己的肚子，满脸的慈爱。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那就是我们居住的地方是不是有些太小了？这么多人跟夫君挤在一块，那么夫君的时间怎么分配都是问题。楚灵溪说道。其实苏轩目前居住的地方也不算小了，甚至算得上是宫殿一般的存在。然而这么多女人住在这里呢，其实说小也算得上。我也觉得夫君的时间怎么安排，那确实是一个问题。沈清婉认同了楚灵溪的话。至于小翠还有小冉，他们没有开口，以他们的身份和地位，那就是附赠的，他们只需要听从自家主子的话就行了。值得一提的是，小翠现在服侍的主要对象从宁怡轩变成了赵柔。我看不如就这样子吧，我们抽签决定夫君的时间去向如何。宁怡轩开口道。这个不错，我觉得没有问题。楚灵溪开口附和，其余人也表示了同意。喂，倒是考虑一下我啊，难道我的意见就不重要了吗？苏轩终于插进话题当中。不行，必须得听我们的，这种事情还是我们女人安排的明明白白。宁怡轩开口道。我看你们真是皮痒了啊，3天不打上房，揭瓦了还，不给你们一点教训，我看你们是不知道夫君我的厉害了。苏轩邪魅一笑，随后开启了自我领域。唉，怎么会变成这样？躲在门外的叶宁芷听见苏轩跟众女的对话，心里顿时感到有些异样。说不清道不明，本来以他跟苏轩的关系，不应该有这种感觉的。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叶宁芷发现自己渐渐的有些离不开苏轩了。尤其是上次之后，苏轩也没有来找过自己，这让他作为一个女人不由感到有些寂寞。他已经憋了很久了，不过宁怡轩和苏轩的身份摆在那里，自己跟苏轩心烦啊。叶宁芷摸了摸自己的心，心烦意乱的。夫人为何发愁？就在这时，一道熟悉的声音传到了叶宁芷的耳边，给他吓了一激灵。苏轩，是你？你怎么会在这里？叶宁芷有些惊讶，苏轩在这里，那岂不是说明苏轩全部知道了吗？这里是我家，我不在这里，我在哪里？苏轩笑道。倒是你，
夫人，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又为何会感到心烦呢？苏轩拉住叶凝芷的小手，叶凝芷本能的想挣开，可是又舍不得。我能有什么心烦的？就是想来看看轩而已。我在这个世界上就他这么一个亲人了，眼下看见他平平安安的跟大家伙相处的平安无事，那我就放心了。好了，我要走了。叶凝芷说着说着便摆脱了苏轩的束缚，径直的朝着自己的住所走去。见状，苏轩也不挽留，只是背过手，就这么静静的看着叶凝芷的背影。我都说了我要走了，也不知道要挽留我一下的吗？叶凝芷走了几步，发现苏轩并没有追上来的意思，更加心烦了。随后叶凝芷又走了近步，依然没有听见后面传来的动静。这一刻，叶凝芷破防了，眼泪情不自禁的流了下来。夫人，你哭什么啊？苏轩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原来苏轩一直跟在了叶凝芷的后面，只是他走路没声音的。你走路怎么没有声音的？叶凝芷哇哇大哭，她还以为苏轩对她没有一点感觉了呢。别哭了，夫人，我这不是在这里呢吗？苏轩感到有些好笑，女人真是一种奇怪的生物，喜怒哀乐无常的。这段时间你都不来找我，我还以为你已经把我给忘了呢。叶凝芷嘟着嘴，还不是你之前说的，不要让什么轩儿知道，我这不是听你的话吗？要我说，这有什么好怕的？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苏轩笑道，不行，不可以的，绝对不可以让轩儿知道，至少现在还不行，我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听见这话，叶凝芷连忙拒绝，她还没有做好跟宁怡轩坦诚相对的准备。好吗，我都听你的，夫人，你也不要太伤心，我每天晚上忙完了事情之后，自然会去找你的。苏轩笑道，为什么一定要晚上？叶凝芷有些不解，难道晚上不好吗？你不觉得有点刺激吗？苏轩邪魅一笑，真是坏。叶凝芷捶了一下苏轩，不过苏轩说的不错，这大晚上的确实有种异样的感觉。好了，时候不早了，该睡觉了。苏轩抱起叶凝芷，来到了叶凝芷的家中。主人，主人，醒醒！睡梦中，苏轩疑似听见有人在叫自己，睁眼一看，原来是骆红衣，不知道什么时候从戒指里面跑了出来。怎么了，红衣小姐，找我有事吗？苏轩打了个哈欠，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情了？骆红衣有些不好意思地开口道。什么事情？听见这话，苏轩这才想起来，自己可是答应过要给骆红衣来到天武圣地之后，要给骆红衣重塑肉身的，结果自己给忘了。我差点忘了，你把需要的材料写出来，我明天去找秋月要，没有问题吧？苏轩开口道。闻言，骆红衣顿时大喜，连连点头，在纸上写下需要的材料之后，便心满意足地回到了戒指当中。这么着急吗？刚好，我也有一些迫不及待了。苏轩一脸坏笑，刚好，他也想尝试一下骆红衣这个准至尊强者对他的提升有多大。秋月，我需要这些材料，你能帮我准备一下吗？苏轩很快找来李秋月。这些材料自然是有的，只不过这些东西可是用来重塑肉身的，夫君是不是你什么亲朋好友出了什么事情了？李秋月关切地问道。那倒不是，你还记得那日的林帆布？他的师尊就是这么一具残魂，只不过他的师傅已经被我策反了，我答应过他的，等来到圣地之后会帮他重塑肉身的。苏轩开口道。夫君，不是我说你，这种因为自己利益就能背叛的人，你还是不要轻易相信为好。李秋月提醒道。放心吧，老婆，我已经在他身上种下了奴隶印记，他不敢背叛我的。苏轩开口道。好吧，既然如此，那我就放心了。李秋月见状也没多说什么，只是命人在库房里面给了苏轩相应的材料。夫君，这是你要的材料。不愧是圣女，只是一句话的功夫，对方就老老实实的将东西给了送了过来。对了，娘亲说了，今天前给你的功法，你记得要好好修炼，千万不可耽误了。他到时候是要来检查的。李秋月开口道。放心吧，我知道的。苏轩点了点头。你知道个屁，你可要给我好好修炼，娘亲她可是很严厉的，到时候被罚你就知道错了，不要整天想着那种事情。李秋月越说越害羞，最后直接跑开了。异世界的人都这么保守的吗？记得前世在蓝星的时候，这些开场戏不都是基本的吗？苏轩有些纳闷，不过他也没有多说什么，这种事情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慢慢的李秋月就习惯了，毕竟连赵柔都习惯了，李秋月有什么是不能习惯的。回到自己的住所，苏轩才突然想起来，自己现在虽然有了材料，但是他不会用啊，还好哥有系统。苏轩大手一挥，直接砸了10万反派值进去，没过多久，一具极其漂亮的肉身就呈现在了苏轩的面前。系统出品，必属精品。这具肉身不仅完美的继承了骆红衣本来的面貌，就连修为也是达到了准至尊巅峰。准至尊巅峰
这可比洛弘一原本的修为还要强势不少。主人，你是怎么做到的？洛弘一看着眼前的这一幕，感到难以置信，这具身体简直就是1比1还原，而且修为还强势不少。他愣愣地待在原地，情不自禁地抚摸了一下自己许久未见的肉身，感受到那熟悉的触感，洛弘一差点忍不住哭了出来。他原本的肉身早就崩溃，不知道苏轩用了什么方法，居然完美地复刻了出来，简直神了！答应你的事情，我自然是会做到的。你看，我这不比林凡那个家伙厉害多了。靠着系统装13，苏轩就是这么的为所欲为。主人，你对我真是太好了。洛弘一忍不住哭了出来。与此同时，他对苏轩的好感度也是直线攀升。叮，洛弘一好感度达到20，奖励反派值1万。叮，洛弘一好感度达到40，奖励反派值2万。叮，洛弘一好感度达到60，奖励反派值5万。叮，洛弘一好感度达到80，奖励反派值10万。炼丹宗师技能，阵法宗师技能。叮，恭喜宿主成功改变剧情，奖励反派值10万。这波投资还真是赚了啊！区10万反派值，居然就赚了那么多。苏轩高兴坏了，此刻的他可比洛弘一还要高兴不少。很快，1个小时的时间过去了，夺舍式过程很顺利，因为这具肉身本来就没有神魂，所以洛弘一夺舍的过程很快，也很顺利。没过多久，洛弘一也是基本熟悉了这具肉身。醒来之后的第一眼，他便抱住了苏轩。卧槽，教练，他带球撞人！苏轩有些吃痛，还是灵魂体的时候，苏轩没觉得洛弘一有多猛，可是有了肉身之后，这两者之间的强度不是一个级别的。结，弘一，我帮你重塑了肉身，你该拿什么东西回报我呢？苏轩邪魅一笑。闻言，洛弘一顿时脸色通红。主人，此番大恩，弘一无以回报，只好以身相许了。说罢，洛弘一便褪去了衣物。不对，因为是重塑的肉身，所以洛弘一此时此刻本来就是衣不蔽体的状态。女人，你这是在玩火啊！如此强度，苏轩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怎么可能承受得住？2个小时过后，苏轩将自己的衣服披在了洛弘一的肩上。不哭，刚开始的时候都是这样的，你重塑了肉身，对身体的不适应也是正常。苏轩好生安慰着哭哭啼啼的洛弘一。刚刚苏轩以凤凰境修为越级挑战，并且战胜了准至尊巅峰境界的洛弘一，这让洛弘一备受打击。本以为苏轩不过一个小小的凤凰境，洛弘一能够轻松的战胜对方，可谁曾想苏轩他妈的居然是一个挂笔，这谁跟你玩啊？妈的，开挂还来打架，这种人就应该抓去坐牢好吧？对不起，主人，我是个废物，连这点事情都没有做好。洛弘一自责不已，他又不是没有偷听过，知道苏轩到底有多么强大。可是如此强大的苏轩在自己身上花费的时间甚至不如其他人，这让洛弘一有些怀疑自己的人生起来。毕竟自己可是准至尊巅峰啊，可不是一般的修士能够媲美的。不哭，没事的，我又没怪你。苏轩感到有些好笑。在苏轩的一番安慰下，洛弘一这才渐渐的冷静了下去。我还不够强，我会努力的。洛弘一擦干了眼泪。林凡啊，林凡，不知道你知道了这件事情，你会作何感想呢？结。哦，对了，我忘了，你现在已经是一个死人了。苏轩邪魅一笑。不过话说回来，自己的猜测果然是不错的，修为越高的女人，饕餮神体得到的灵力也就越大。洛弘一作为准至尊巅峰，给自己提供的加成可比李秋月要强了不少。虽然李秋月的硬实力可能要比洛弘一强，但是这个玩意是看你的境界的。先别哭了，我带大家认识一下你。洛弘一点了点头。随后苏轩便将洛弘一介绍给了赵柔还有李秋月他们。好美的女人！宁怡轩看着眼前洛弘一惊讶无比，眼前的女人比自己还要好看，而且身材方面也是比自己占优，这让宁怡轩也有了些挫败感。夫君，你这是从哪里找来的美女啊？楚灵溪有些好奇。最重要的是，洛弘一还是一个准至尊巅峰，这样的强者怎么会轻易臣服？哦，苏轩是圣子啊，那没事了。偶然遇到的，他说我玉树临风，英俊潇洒，所以就跟我了。苏轩随口敷衍道。切，不说算了。见苏轩不愿意说，他们也没多问，而是对着洛弘一开始问东问西起来。一开始洛弘一还有些紧张和害羞，不过很快洛弘一就跟众女打成了一片。看见这一幕，苏轩也就放心了。随后苏轩又带着洛弘一在李秋月的那边露了个脸。真羡慕圣子大人啊，居然当着老婆的面带着小三过来都没事，我也要做像圣子大人那样厉害的男人。凌云峰的弟子对苏轩羡慕无比，修炼的比平时更加卖力了。时间很快过去，接下来的几天时间，苏轩都是3点一线般的生活。
每天早上从女人堆里苏醒，然后去找李秋月修炼那灵诀，晚上就去安慰哭哭啼啼的叶凝止。那个苏轩近几天有做什么事情吗？艾坤峰里，蔡坤忍不住好奇地询问手下。自从那天苏轩答应了要跟自己比试之后，蔡坤就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修炼，还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毒药、爆气丹、小型阵法、护具等等，他都准备得十分充分，就等苏轩跟他发起挑战了。然而等了半天，苏轩依然没有找他挑战，这让蔡坤有些郁闷。随后蔡坤便安排人去观察一下苏轩每天都在干什么。结果蔡坤发现这个家伙不是在找妹子，就是在找妹子的路上，还是3点1线的，这让蔡坤有些二账摸不着头脑。这是什么战术吗？我怎么看不透？蔡坤越想越细思极恐，觉得这都是苏轩为了麻痹自己做出的假象罢了。蔡坤大人，苏轩还是跟往常一样。听见手下的汇报，蔡坤愈发的肯定苏轩肯定在藏着什么东西。要不这个比试就这么算了？蔡坤有些后怕，可是就这么怂了，又感觉有些不太好算了，还是再观察2天吧。要是他还这样，我就投降。蔡坤心想。叮，恭喜宿主成功改变剧情，奖励反派值5万。正在修炼的苏轩有些懵，自己也没干什么事情啊，怎么突然就有钱入账了呢？就当是意外惊喜吧。苏轩心想。姓名苏轩，境界凤凰境中期，反派值25万。系统背包替身娃娃、无极剑、天玄护符、5阶极品疗伤丹药 X10 神行靴。特殊高级剑意神通5行神通灵隐幻步、心眼通、饕餮神通。领域真我领域。体质5行之体、饕餮神体、半觉醒。技能反将至光环、无背楷模、终极鉴定技能、高级恢复技能、初级精神抗性、炼丹宗师、阵法宗师。称号天命之父。功法苏家心法地级、无极剑法天级极品、前阳玉气坤英纳灵诀圣级、疾风幻影诀天级极品、玄武诀天级极品。系统商城已开启。在饕餮神体和那灵诀的帮助下，苏轩不过花费了几天的时间就突破了一个小境界。疾风幻影诀、玄武诀是堂妹给的功法，一本是速度型的功法，一本是防御功法。因为堂妹是要检测自己的修行成果的，所以苏轩这几天时间便花费了一点反派值，稍微的开了点小挂。疾风幻影诀共有9层，每修炼1层可以增加10的速度，到第3层的时候甚至可以感受到周边气流的变化。苏轩花费了30万反派值加点到了第3层，也就是小成阶段。玄武诀也是如此，在花费了60万反派值之后，苏轩的天才人设倒是保持住了。做完这一切，苏轩便前往堂妹的住所，准备汇报一下自己的情况。路上苏轩迎面撞上到了一道柔弱的身影。哎呦！苏轩定睛一看，眼前的女子面容姣好，身材也是完美，属于黄金比例。对此苏轩恨不得给自己2巴掌，这么好看的小姐姐，自己居然差点把人家的车灯给撞坏了，真是罪该万死。姑娘，你没事吧？苏轩连忙将对方扶起。我没事，是我自己不小心。对方拍了拍身上的灰尘，看见苏轩的那一刻有些惊讶。你是苏轩？女人露出一道好看的笑容。姑娘，你认识我？苏轩有些惊讶。圣子大人，我怎么可能会不认识你呢？跟我来一趟，刚好我有些事情找你。说完，没等苏轩回应，女人就一把抓住苏轩，单手将苏轩挂在自己身前，飞入了云霄当中。此时此刻，苏轩才注意到眼前的女人哪里是个普通人，这分明是一尊圣境强者，而且还是一尊大圣。她的腰间也挂着天武圣地的长老令牌，很明显女人在这里的地位可不低。苏轩只觉耳边风声呼啸，眨眼间便被带到了一处云雾缭绕的宫殿之前。这给我干哪里去了？这还是凌云峰吗？苏轩有些懵圈。圣子大人不必惊慌，我乃天武圣地的内门长老苏瑶，刚刚多有得罪了。苏瑶做了一个自我介绍。姓名苏瑶，境界大圣初期，颜值98，好感度10。原来是苏长老。苏轩恍然大悟，难怪眼前的女人那么好看，居然是苏瑶，这可是堂妹的好闺蜜，妥妥的极品美女啊。苏长老找我何事？苏轩问道。闻言，苏瑶的神色顿时有些变得不自然起来，不过很快便恢复了原状。是这样的，我想拜托你帮我去买一个东西，事成之后我可以答应你一个要求。说完这话，苏瑶的脸色有些红润。苏轩一听，顿时觉得十分有12分的不对劲。买东西这种事情，明明苏瑶自己就可以做到，或者说随便让个人来也行，怎么偏偏就选择了自己？苏轩下意识的想要拒绝。求求你了，帮帮我吧，真的是很重要的东西，我跟你师尊是好朋友，
是出于对你的信任才选择你的，而且那个东西对我很重要，我出于个人原因又不方便出手，所以才拜托你的。苏瑶可怜兮兮地看向苏轩，这般娇滴滴的模样让苏轩有些异动。不过苏轩很快便清醒了过来，眼前的女人可是一尊大圣，可不能被他给迷惑了。好吧，苏长老，说说你的要求吧。苏轩实行缓兵之计，先答应下来，一会儿找李秋月问问具体是个什么情况，再过去也不迟。你答应了？苏瑶有些激动。你跟我师尊是好朋友，在会议上又力挺了我师尊一把，我自然要帮你的。苏轩笑道，果然是个知恩图报的好孩子，这一点倒是跟你师父学的还不错。苏瑶笑道，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事，就是我想让你去圣地附近的黑市帮我买一个东西。苏瑶一边说着，一边开始比划起来。根据苏瑶所说，他需要的是一个带有星号的流影石，上面还有一串神秘的数字。那串神秘数字苏瑶不知道是什么，反正随便买一块就好了。这苏轩怎么越听越觉得不对劲，这怎么跟前世自己一直听说过的学习资料有关？不对，这里是异世界，总不可能有学习资料这种东西出现吧？苏轩摇了摇头，将自己脑海当中那荒唐的想法给甩了出去。好吧，我答应你，苏长老。苏轩也没多问。闻言，苏瑶大喜，眉开眼笑的。太好了，谢谢你，圣子大人。苏瑶有些激动地说道。这些东西你拿着，我想要10块，买完之后剩下的就是你的了。苏瑶将10块上品灵石交到苏轩的手中。苏轩有些惊讶，什么流影石居然这么贵？这玩意不是一块下品灵石能买好几个吗？这可是足足10块上品灵石啊！要是换算成前世的 RMB 的话，那可是差不多是100万了。对了，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苏瑶神神秘秘地说道。好的，苏长老。拿完灵石，苏轩便离开了苏瑶的住所。临走的时候，苏瑶看着苏轩的背影，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东西。哎，如果是苏轩亲自出手的话，也不知道能不能达到想象中的效果，他应该很擅长这些东西的吧。想到这里，苏瑶顿时脸色通红，自己特么的在想些什么东西啊。很快苏轩便回到了凌云峰当中。不得不说，俩人确实是好闺蜜。苏瑶所在的峰离凌云峰没有多远，一会儿的功夫就到了。徒儿，你今天怎么这么晚？来到堂妹的小木屋当中，堂妹的语气明显有些生气。自己可是说了要让苏轩在这个时间点找他去检验一下修炼成果的，结果这才是第一次，苏轩就迟到了。这般懒散的态度可不是一个圣子应该做的。身为圣子，圣地的灵魂人物之一，苏轩必须做好一个榜样才行。不好意思，师尊，路上我遇到了一个突发情况，便耽误了。苏轩将苏瑶的事情告诉了堂妹，不过没有告诉两个人之间是交易。堂妹一开始还半信半疑，可是收到了苏瑶的传音之后，也打消了疑惑。原来是这样，那确实是我误会你了。堂妹略感歉意。罢了，那我们便开始检验一下你的修炼成果吧。这段时间你应该有好好练习吧。堂妹开口道。放心吧，师尊，我可是有在好好努力的。说完，苏轩凝神静气，体内的灵气开始运转起来，一道玄龟纹印顿时呈现。这是玄武诀小成的表现，修炼至小成之后，可以形成一道纹印防御自身。不错。堂妹嘴上轻描淡写的，可是内心已经惊讶到了极致。这特么的，苏轩是人啊！这才几天时间，就把一本天级极品功法修炼至小成了。这就是金色天赋吗？果然恐怖如斯。随后，苏轩又将另外一门身法也施展了一遍，将堂妹带来了小小的2次震撼。行了行了，你过关了，以后有什么修炼上的问题，不懂的话，尽管来找我。不过，你也不要因为取得了一些成就就沾沾自喜。想当年你师父，我花费的时间可比你快多了。堂妹十分嘴硬地说道。师父也是金色天赋吗？堂妹有些无语，这个苏轩明明是在提问题，怎么说的话自己听起来就那么的刺耳呢？果然天才会被人嫉妒是有理由的，毕竟人比人直接气死人，那自然。区区金色天赋，谁不是一样？堂妹强行装13，而苏轩一直在憋笑。行了，出去吧，有时间在这里说这些，还不如多花点时间去修炼。说完，堂妹也没等苏轩反应，直接将苏轩给丢了出去。师尊还真是开不起玩笑啊。苏轩微微一笑，不过有一说一，堂妹刚刚有些恼羞成怒的样子，倒是显得有些可爱。这就是任气的魅力吗？来到李秋月的住所，此刻李秋月正在修炼。苏轩悄无声息地来到李秋月背后，一个锁喉，哦不对，一个拥抱。苏轩直接把李秋月从背后抱起，给了李秋月一个大大的惊喜。真是的，夫君，你吓死我了！被这突如其来的动静吓了一跳，李秋月嗔怪了一句，但是并没有真的生气，反而将苏轩的咸猪手放在了更合适的位置。下次来的时候能不能通知一下？
不然的话我要是应激了，伤到你可就不好了。李秋月提醒了一句。嘿嘿嘿，不好意思，夫人，这不是想着给你一个惊喜吗？苏轩笑道。没记错的话，今天娘亲要找你检验修炼成果，你通过了吗？李秋月问道。放心吧，这不是轻轻松松的吗？如果没有通过的话，我还能完好无损地站在这里吗？苏轩笑道。说的也是。李秋月点了点头。苏轩并没有着急说出自己的目的，因为他知道在求别人的时候需要拿出自己的诚意，而苏轩这次的诚意很大，很满足，李秋月绝对会喜欢的。不知过了多久，等李秋月稍微缓过劲之后，苏轩这才说出了自己的目的。秋月，你知道圣地附近有个黑市的消息吗？苏轩开口道。黑市？你需要什么东西，居然要去那种地方？李秋月有些疑惑。黑市顾名思义就是上不了台面的东西，里面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而且还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管理，不少圣地的弟子都在里面吃过亏。苏长老托我去黑市帮他买个东西，所以我便来问问这黑市有没有什么危险。苏轩开口道。原来是这样子，危险倒是说不上什么危险，你是圣地弟子的身份，对方不敢为难你的。李秋月回答道。这样子，那我就放心了。苏轩点了点头。跑腿的事情不需要你亲自出马的吧？要不要找个人去帮一下？李秋月问道。不用了，苏长老点名了要我亲自过去，可能是不想被人知道吧。苏轩说道。他自己也是好奇，这个所谓的流影石到底有着什么奥秘，如果真的是自己所预想的那样，那么说不定自己又能遇到一位天命主角了。他很肯定的，如果这种东西真的是自己预想的那种东西，那么这片地区肯定有一位穿越者老乡在这里。这种东西也就咱们穿越者老乡的脑洞才能做得出来，好吧？你注意安全就行了。不过你也不用太担心有强者盯上你，以你现在的身份，圣地暗地里肯定已经派了护道者保护你的。李秋月开口道。两个人又腻歪了一下，随后苏轩稍微的整理了一下衣衫便出门了。不多时，苏轩按照李秋月口中的地址来到了一处小镇当中。这里表面上是一处小镇，甚至还有不少寻常百姓在这里，而一旦到了晚上，这里可就变了一处样子。苏轩也不着急，在这里享受了一下属于异世界的娱乐方式之后，天色很快就暗了下来。到了晚上，随着一处迷雾笼罩，整个小镇的场景很快发生了变化。原本的街道两旁突然多出了许多神秘的摊位，摊主们个个神色各异，售卖的物品也稀奇古怪，散发着或明或暗的光芒。这位帅哥，你是第一次来黑市吧？还没等苏轩开口，就有人过来搭话。不错，你怎么知道？苏轩反问了一句。这里的大多数人都戴着隐藏身份的面具，就你是属于个例的。苏轩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脸，再看了看四周，果然自己属于是个例的存在。多少钱？开个价吧。不用多说，苏轩已经知道了，对方是找自己推销面具的。闻言，对方微微一愣，自己还没想好说辞呢，苏轩怎么就直入主题了？童叟无欺，1块中品灵石就可以了。对方开口道。苏轩扫了一眼，刚好自己有个鉴定技能，可以鉴定面具的品相如何。发现确实价值这个数目之后，苏轩便将1块中品灵石交给了对方。多谢兄弟照顾，祝你生活愉快。丢下这句话之后，对方便匆匆离开了。戴上面具，苏轩也算是融入了人群当中，那种氛围感也是有了。他穿梭在各个摊位之间，目光始终留意着有没有带着编号和神秘数字的流影石。然而找了一圈，苏轩都没有找到想要的东西，这让他有些郁闷。兄弟，你知不知道这附近有一种带有星号的神秘数字的流影石？没办法，苏轩只好询问起一位摊主。对方见苏轩不是来买东西的，一开始还有些热情，随后变冷冰冰的了。这些还有这些我都要了。见状，苏轩也是发动了超能力，将这处摊位稍微有价值的东西给买了下来。对方这才愿意开口说话。就在那边那条小巷子里面，摊主指了一个方向，苏轩顺着他所指之处望去，只见那是一条狭窄昏暗的小巷。谢谢了。苏轩道了声谢，没有注意到摊主看向他的奇怪的眼神。唉，年轻人还是需要节制啊，有这么多的灵石，去宜春楼里面找一个不好吗？摊主摇了摇头。来到摊主所指的方向，里面并不是苏轩想象中的景象，反而有些热闹，不少人都聚集在了一处摊位当中，大家不要抢，人人有份。代号9527，某春楼88号及时出品，出价10块中品灵石。代号12345，里面富含了声音还有剧情讲解，出价1块上品灵石。摊主不停地叫卖，苏轩挤过人群，只见那摊位上依次摆放着一颗颗的流影石，上面有着星号标志，还有那一串神秘的数字代码。星号，数字代码，我可算是找到你了。
苏轩有些激动地看着眼前的流影石，上面可都明码标价好了。卧槽！不过这玩意卖的也太贵了吧？这真的能卖出去吗？苏轩扫了一眼价格，发现这价格有些夸张起来了。一块流影石的价格也就3至5块下品灵石左右，这里起步价就是10块中品灵石，这卖的也太贵了吧？这里面特么的到底是什么玩意？苏轩也是有些好奇起来。随后他按照苏瑶的吩咐买了10块之后，自己也花了点小钱买了1块。随后苏轩找了一个四下无人的地方，开始欣赏起来里面的内容。第一，随着流影石微微抖动了一番，里面的内容也开始呈现在苏轩面前。画面中是一处卧室，甚至还有人物之间的对话。剧情里面，一个男人因为得罪了上司，女人为了替男人给上司赔罪，孤身一人来到了上司的家中。这剧情我怎么看着莫名是有些熟悉，不对劲，10分有12分不对劲。我再看看。苏轩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姿势，他决定了要坐起来看才对。太太，你也不想丈夫失去工作吧？当听见这句熟悉的台词出现的时候，苏轩十分的确定，这个玩意就是前世他有幸观摩过一些的学习资料。尤其是当看见二人步入正题的时候，苏轩更加的确信了。天才，简直是天才！这是哪个天才穿越过来了，竟然想到卖这么个玩意？苏轩莫名的感到好笑，他可以很肯定的是，这肯定是自己的穿越者老乡才能弄出来的东西。然而，就当苏轩想要回去刚刚的摊位找老板询问一番的时候，对方已经不见了。生意这么火爆的吗？这才过去多久，居然就直接卖爆了吗？苏轩忍不住在心里给对方鼓了个掌，这个想法实在是太天才了，直接给了这些异世界的土著们一些小小的文化震撼。最关键是，这种东西他居然还真的卖出去了，而且其中利润还十分的巨大。看来我得找人调查一下了，苏轩心想。不过话说回来，苏瑶要这种东西干什么？难不成他？苏轩的内心顿时升起了一股不好的想法。算了，先别想这些，我还是先回去复命再说吧。说完，苏轩便离开了黑市当中。外面依然还是那熟悉的小镇子，这里依然灯火通明的，只不过跟黑市里面是另外一种景象。这一次苏轩还是有些收获的。购买完苏瑶的需要的东西之后，苏轩还剩下8块上品灵石。对于跑腿的费用来说，这无疑是一笔巨款了。谁家跑个腿能赚8块上品灵石啊？有意思，明明是一处地方，居然有2个不同的场景，这起码是圣境强者的手笔吧？苏轩心想。很快，苏轩按照苏瑶留下的地址来到了俩人约定好的地方。刚来到门口，苏轩就听见了一道奇怪的声音。是我听错了吗？苏轩微微一愣，不仅如此，他还嗅到了空气中多出来的一股异味，好像在哪里闻到过。是我想多了吧？苏瑶可是大圣强者，若是真的遇到了什么危险，我也帮不上忙。想了想，苏轩随后敲响了大门。谁？苏瑶的声音从里面传来。苏长老，是我，苏轩啊，我把你想要的东西买回来了。苏轩开口道。这样子，你把东西放门口那里吧，我一会儿出来拿，我现在有些事情要处理。苏瑶开口道。好吧。苏轩微微点头，随后他在系统商城里面花费了1万反派值购买了一颗超级流影石，将其安装在苏瑶的房间里面之后，苏轩便一跃而起，消失在了夜色之中。等苏轩走后，鬼鬼祟祟的苏瑶这才从推门而出，她的衣服和发丝有些凌乱，后背已经被冷汗打湿了。终于拿到了这个传说中的东西了，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那么传神。这个东西是苏瑶偶然从一些弟子里面的谈话当中得知了，大概是在1个星期之前，周围突然流行起了一种神秘的流影石，据说看过的人都会忍不住看第2遍，甚至收藏起来。而且这种流影石卖的也贵，最便宜的也是要1块中品灵石起步，甚至还有上品灵石的。听闻这些弟子的谈话，苏瑶也是忍不住好奇了起来，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然而花费那么多钱去买几块流影石，苏瑶觉得还是有些太丢脸了。但是吧，他又不好意思拜托自己的弟子，于是他就找到了苏轩。正好苏轩才来到圣地没多久，对这里也不怎么熟悉，所以苏瑶便找上了他。他觉得苏轩初来乍到，不至于会把自己的事情给随意说出去。到底是什么东西？有些期待。苏瑶心想。据说看过的人无一不是变得面红耳赤起来，苏瑶倒想见识一下到底有什么魔力。随着滴的一声，流影石也开始播放了起来里面的内容。很快，画面清晰地呈现在了苏瑶面前，甚至还是4K 版本的。画面中，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出现在了苏瑶的眼前。这个姿势，他们是要开始修炼吗？苏瑶有些懵，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怎么他有些看不懂了？苏瑶微眯眼睛，不打算放过里面的任何一个细节。
就在他以为俩人要开始修炼的时候，下一秒，他们互相帮对方宽衣起来，微眯的眼睛不断瞪大起来。而当二人正式步入正题的时候，苏瑶的大脑轰隆一声，一片空白。这给我干哪来了？我是谁？我在哪里？我在干什么？现在几点了？这……苏瑶四处张望，眼睛一时之间不知道该看去哪里。突然，他感觉到了空气中有股血腥味。这是……苏瑶摸了摸自己的鼻子，发现鼻血正潺潺流出，他又羞又急，慌乱地寻找东西擦拭。他怎么也没想到，这流饮石中的内容会如此冲击，让他方寸大乱到流鼻血的地步。不行，不能再看下去了。苏瑶的内心十分的挣扎，理智告诉他，他不能再看下去了。可是，这可是自己花费了10块上品灵石才买来的东西，自己不看完岂不是亏麻了？我只是为了让自己的钱花的有价值罢了。这里的流饮石都是经过特殊处理的，在播放完之后便自动销毁了，想要再度欣赏，只能看新的。不愧是价值10块上品灵石的东西，这等好物必须珍藏起来。里面的画面不仅清晰可见，就连那些稀奇古怪的姿势，他也是从未见过。苏瑶活了上百年了，每天不是修炼就是在修炼的路上。别说是那啥了，她活了这么多年，还是一个黄花大闺女呢。对了，可以把这东西也分享给堂妹看看，她肯定比我更需要这个。苏瑶心想。想到这里，苏瑶便闭上了眼睛，准备好好的休息一下。不过，仅仅过了片刻，苏瑶的眼睛再度睁开，又拿出一块流饮石。有点上头，还是把这里的东西全部看完了再说吧。苏瑶再度打开了流饮石，滴，画面也随之中断了。苏轩的超级流饮石只有差不多1个时辰的效果，苏轩也就只能看到这里了。真没想到，作为圣地的长老，苏瑶居然有着如此的癖好。苏轩嘴角微微上扬，随后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不知道第二天，苏长老看见画面中的自己会是作何感想呢？苏轩邪魅一笑。第二天，苏瑶一夜未眠，发丝有些凌乱，衣服散发着汗酸味。我这是怎么了？苏瑶旁边只剩下了一堆流饮石破损后留下的残渣，整整10块流饮石，他只用了1个晚上的时间就全部欣赏完了。此等实力，可谓恐怖如斯。造孽啊，造孽啊！看着留下的残骸，苏瑶摇了摇头。他并不是为了自己犯下的错误而感到悔过，而是因为昨天他说过的要给堂妹送去1块的，结果自己一时上头给全部看完了。算了，下次让苏轩再买多几份就行了。苏瑶心想说什么来什么。就在这个时候，门外响起了敲门声和苏轩的声音。苏长老在吗？听见苏轩的声音，苏瑶连忙起身，稍微的整理一下自己的头发和衣物之后，这才开门。是你啊，圣子大人。苏瑶努力让自己看起来镇定，可微红的脸颊还有2个黑眼圈，还出卖了她昨晚的疯狂。这女人昨天不会1个晚上都没睡吧？苏轩有些惊讶，眼前的苏瑶打着哈欠，还有2个黑眼圈，发丝凌乱，跟昨天的女神形象完全是2个人。不过苏瑶的神情倒是有些亢奋。苏长老，你昨天晚上这是干了什么了？苏轩开口道。闻言，苏瑶心里一惊，不过还是强装镇定。昨天彻底处理圣地事务，一夜无眠。苏瑶随便编了个借口。苏长老为了圣地如此努力，圣地能够有苏长老这样的人才，实在是圣地的荣幸啊。苏轩恭维地说道。闻言，苏瑶变得更加的不好意思起来了，同时还有些心虚。多谢圣子大人夸奖，不知圣子大人找我所为何事？苏瑶开口道。没什么，就是想来关心一下苏长老。昨天时间匆忙，我给苏长老购去的东西，是苏长老想要东西吗？苏轩关心地问道。苏轩的话让苏瑶心里一惊，怎么这人说话每次都让自己心里小鹿乱撞的？多谢圣子大人关心，昨日圣子大人购来的东西正是我想要的。苏瑶回答道。那就好，不过有一个问题，我想问问苏长老，不知苏长老方便回答不？苏轩嘴角微微上扬。闻言，苏瑶的神情顿时有些不自在。苏轩他不会发现了什么吧？圣子大人请问。苏轩也不废话，直接切入正题。我很好奇，苏长老昨天购买的流饮石到底有什么内容，居然敢卖得那么贵？是里面记录了什么功法的修炼方式吗？还是什么东西，居然敢卖这么贵？苏轩好奇地问道。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苏瑶刚想到这个方面，苏轩就马上说了。没错，就是这样子，圣子大人真是聪慧，这都瞒不过你的眼睛。苏瑶镇定地撒谎。是这样子修炼的吗？苏轩一边说着，一边将昨天超级流饮石的内容播放在苏瑶面前。看着画面中的2个小人，一个大人，苏瑶的身子忍不住微微颤抖。神，什么时候？你什么时候在我住所里面安装了这样的东西？看见流饮石点内容，苏瑶大惊失色。苏轩不过一个凤凰境，
就算有什么小动作，自己不可能不察觉。你不知道那就对了，要是被你知道了，那我这个圣子不是白当了？苏轩冷笑，圣子大人真是好手段，难怪你是圣子。苏瑶叹了口气，他是真没想到苏轩居然还有这么一张底牌。先跟你说一声抱歉，苏长老，本圣子也是好奇才稍微用了点手段，可谁知道苏长老你居然做这种事情，堂堂大圣强者居然一夜未眠，就是为了看这些东西，你不觉得有失风范吗？这要是被其他弟子知道了，别人会怎么看你？你还能在圣地里面抬起头来吗？你也不想这件事情被你的对手看见吧？苏轩一脸坏笑，眼神开始不断的在苏瑶身上上下游走着。听见苏轩的话，苏瑶感到一阵恶寒，他万万没想到苏轩居然这么卑鄙。说罢，圣子大人，你有什么要求？如果没记错的话，昨天我可是答应过你会满足你一个要求的，现在是2个了。苏瑶镇定地说道，我的要求其实也很简单，只要苏长老你愿意做我的女人就行了。苏轩邪魅一笑，什么？苏瑶没想到苏轩居然会对他提出这样的要求，他还以为要把自己抓去炼丹之类的。不对，我在想什么呢？就算是这样的要求，那我也不能答应。区区一个凤凰镜，就算你是圣子，那我也绝对不能答应下来的。苏瑶端正了自己的思想，如果是这样的要求话，圣子大人你还是请回吧，我是绝对不可能答应你的。苏瑶斩钉截铁地说道，别那么快就急着拒绝我啊，苏长老，难道你就不想体验一下画面里的内容吗？苏轩的脸不知不觉间已经贴到了苏瑶的身后，回想起昨晚的情节，苏瑶顿时瞪大眼睛，身体产生了异样的感觉。体验一下。苏瑶的手微微颤抖，她不是没有想过体验一下里面的内容，甚至昨天她还脑补了一下和苏轩的可是，想归想，实际去做又是另外一回事了。眼见苏瑶有些动摇，苏轩继续游说起来，苏长老，你有这方面的需求，完全可以来找我的啊。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何必苦了自己去追求这些看不见又摸不着的东西呢？只要你答应我做我的女人，我会让你体会到什么才是真正的女人的。苏轩坏笑道，我。苏瑶心中飘忽不定，一方面她被苏轩说的有些心动，另外一方面苏轩又是威胁她的，她有些不爽。然而苏轩可不管你3七21的，直接趁机抱住苏瑶一口啃了上去。苏瑶震惊的瞪大眼睛，他是大圣强者，想要推开苏轩轻而易举，可是不知为何他不想推开对方。别动！苏轩有些霸道。听见这话，苏瑶身子微微一颤，竟然真的听从苏轩的话。原来如此，苏瑶喜欢这样子的啊，早说啊！苏轩心想。不知过了多久，苏瑶整个人如同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瘫软在了苏轩的身上。真没想到苏长老你连亲吻都是第一次，你也太没用了吧，这么多年你都活到哪里去了？面对苏轩的呵斥，苏瑶莫名的有种异样。我才不是没用呢，只是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忙于修炼，所以才没有时间去思考这些事情罢了。苏瑶反驳道。不准反驳，说你没用就是没用，修炼你就知道修炼，脑子里只有修炼了吗？苏轩抬手就打，苏瑶顿时脸颊泛红，眼中却闪烁着一种从未有过的光芒。他被苏轩这突如其来的强势与霸道所触动，内心深处那些被压抑多年的情感与欲望，在这一刻如决堤的洪水般汹涌而出，让他无力抵抗。我错了，圣子大人，我知道错了，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苏瑶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像是在询问，又像是在示弱，全然没了平日里作为长老的威严与强势。苏轩嘴角上扬，露出一抹得意的笑容，双手紧紧环抱住苏瑶，在他耳边轻声说道，从现在起你得完全听我的，忘掉那些枯燥的修炼，尽情享受作为一个女人该有的快乐。我会带你见识这世间更多的精彩，让你体验到前所未有的感觉。苏轩的话如同魔影贯耳，而苏瑶的大脑产生了巨大的情绪波动。苏瑶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她的理智告诉她这样做是不对的，但身体的本能反应和内心深处对情感的渴望却让她不由自主地沉沦下去。可是这样子会不会不太好？苏瑶试图找回自己的理智，然而现实只会让她更加的欲罢不能。蠢货，你就不能想一下吗？与我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尽管享受就好了，我不在的时候你好好修炼不就行了？苏轩骂道。听见这话，苏瑶恍然大悟，仿佛打开了什么开关一样，一发不可收拾。叮！苏瑶好感度达到80，恭喜宿主获得反派值20万，恭喜宿主获得极品养胎丹 X10， 极品运神丹 X10， 极品灵液 X3。 不错，这系统还怪好的嘞，给我和赵柔的小宝宝安排了这么些东西。苏轩夸奖了一下系统，这系统总算是当了一回人，
极品养胎丹可以缓解早孕症状，增加顺产概率。极品孕神丹可以滋润胎儿的神魂，对天地灵气的感悟大增。而极品灵液可以口服，也可以药浴，对胎儿还有母体都有巨大提升。这几样东西加起来，不知道要花费多少灵石才能买到。就算是用反派值，那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一番腥风血雨之后，苏瑶的意识也变得清醒了过来。回想起自己刚刚跟苏轩的荒唐事，苏瑶的脸色就变得不对劲起来。出去！苏瑶语气冰冷地说道。怎么会这样？你对我做了什么？苏瑶难以置信。苏长老，你放心，我不会亏待你的。你做了我的女人，又不亏。我那么帅，天赋又好，又是圣子，日后我的成就还能差到哪里去？说不定等到了那个时候，你都会觉得自己是高攀了才对。在苏轩的一顿扑爱之下，苏瑶也是放弃了反抗。毕竟苏轩的身份在他之上，自己又有把柄掌握在苏轩的手中。你不会把这件事情说出去的吧？苏瑶小心翼翼地问道。想什么呢？当然不会了。不过如果你想的话，那也不是不行，我不介意。苏轩一脸的坦然。不行，绝对不能说出去。你要是敢说出去的话，就算拼了我这条命，我也会杀了你的。苏瑶羞愤地说道。行，我不会说出去的。不过你想堵住我的嘴，总得付出一点东西吧？苏轩邪魅一笑。闻言，苏瑶脸色通红。你疯了？我刚刚才，现在再来的话，我会受不了了的。苏瑶有些害怕地说道。管你呢，既然你堵不住我的嘴，那我可就要堵住你的嘴了。苏轩邪魅一笑。几个小时后，苏瑶再也没有了反抗的念头。现在的他已经被苏轩完完全全的给征服了。姓名：苏轩，境界：凤凰境，后期，反派值45万，系统背包：替身娃娃、无极剑、天玄护符、5阶极品疗伤丹药 X10，神行靴、极品养胎丹 X10，极品孕神丹 X10，极品灵液 X3，特殊高级剑意，神通五行神通，灵隐幻步，心眼通，饕餮神通，领域真我领域，体质五行之体，饕餮神体，半觉醒，技能反降至光环，无背楷模，中级鉴定技能，高级恢复技能，初级精神抗性，炼丹宗师，阵法宗师，称号天命之父，功法苏家心法，地级无极剑法，天级极品，前阳玉气坤英纳灵诀，圣级极风幻影诀，天级极品，玄武诀，天级极品。系统商城已开启。不愧是大圣强者，我都没有品尝几次呢，居然就突破了一个小境界。苏轩感叹不已，这饕餮神体的恐怖程度可远比那灵诀还要强啊。不过一个是神体，一个是圣级功法，两者之间有着重大差距也是正常。夫君，你在想什么呢？此刻的苏瑶已经被苏轩完完全全的征服了，就连对苏轩的称呼也从圣子变成了夫君。夫人，我只是想起了高兴的事情罢了。苏轩笑道。什么高兴的事情？苏瑶在苏轩身上画着圈圈。我在想，什么时候跟你生一个小宝宝？苏轩笑道。你真是坏，人家好歹是一尊大圣，想让我怀孕的话，可没有那么容易。苏瑶脸红道。我当然知道了，所以这不是才要加倍努力的吗？苏轩一脸坏笑。直到深夜，苏轩才回到了自己的住所。刚回来，苏轩就发现众女的气氛有些不对。夫君，你今天一整天都干嘛去了？怎么这么长的时间都不回来？赵柔率先开口道。就是啊，夫君，你今天一天不在，人家想死了你都。楚灵溪骚里骚气的走了过来。你不会又去找了别的女人吧？宁怡轩在苏轩身上闻了闻，果然他发现了一道从来没有闻过的味道。沈清婉倒是没有说什么，不过从他的眼神当中，苏轩还看出了对方有些不满。至于洛红衣，他为苏轩世尊，哪里敢说什么？吵什么吵？你们都忘了这个家谁才是主人了吗？苏轩抬手就打，直接给闹事的几人打得屁股开花，因为赵柔怀孕的原因才逃过一劫。嘤，我错了。夫君，别打了。主人我啥也没说啊，为什么打我？挨了一顿揍，众女也是老实了不少。我看以后谁还敢逼逼赖赖。苏轩一脸坏笑。今晚轮到谁了？自己主动过来。尽管有些慌，但是身为一家之主的尊严还是摆在这里的。第二天，苏轩给自己从齐国带来的小弟发了一道传音，让他们去调查一下黑市里面的刘饮石到底是谁弄出来的。收到命令的众人顿时倾巢而出。有小弟就是好啊，接下来就等好消息了。几十个尊境强者去调查，他相信要不了多久自己就能知道对方的身份。穿越者老乡嘛，你他妈可真是个人才。苏轩邪魅一笑，
如果老乡愿意合作的话，那自己就好好合作；若是不愿意，那可就别怪自己薅他羊毛了。夫君，你能过来一下吗？说话的人是赵柔。此刻的赵柔脸上有些伤感，不知道她又想到了什么事情。女人有时候是真的挺麻烦的，虽然心里是这么想的，不过苏轩还是一个很负责的男人的。怎么了，夫人？苏轩来到赵柔的房间，赵柔有些悲伤地看向苏轩，开口道：夫君，这段时间我总是心神不宁的，会不会是凡儿出了什么事情了？我已经好几天没有收到凡儿的消息了，不知道凡儿她……赵柔越说越伤心，就快要哭了出来。苏轩轻轻将赵柔拥入怀中，拍了拍赵柔的后背，表示安慰，感觉也是时候了，差不多可以向她透露林凡的死讯了。有了系统奖励的丹药，就算赵柔再怎么伤心，也能通过丹药给挽救回来。而且林凡的死迟早是要告诉赵柔的，现在说也一样。最主要是苏轩累了，懒得编造那么多的谎言去骗赵柔了。夫人，既然你已经猜到了，那我也不打算再瞒下去了。苏轩开始酝酿自己的情绪，让自己看起来很悲伤的样子，甚至为了看起来跟真的一样，苏轩还在系统那里白嫖了一瓶眼药水给自己滴下去。苏轩深吸一口气，缓缓开口：林凡他已经不在了。闻言，赵柔的身体猛地一僵，眼神中满是不可置信。她死死地揪住苏轩的衣角，嘴唇颤抖，想要说些什么，但是不管赵柔怎么开口，嘴巴都发不出一点声音。到了最后，赵柔浑身一软，整个人竟然直接晕倒了过去。苏轩眼疾手快，一把抱住晕倒的赵柔，将她轻轻放在床上。苏轩也没有想到赵柔的反应会有这么大，如果不是她的脉象还在，苏轩都以为她已经死掉了。唉，何苦啊！林凡也是我的孩子，我亲手把他杀了，我都没有这样吗？你不是还有夫君我吗？难道跟我的快乐还不能让你忘记林凡的忧伤吗？苏轩叹了口气，随后从储物戒里取出一枚丹药给赵柔服下。服下丹药没多久，赵柔缓缓苏醒，可是当他看见苏轩的脸之后，又晕了过去。苏轩没办法，只好再取出一枚丹药给赵柔服下，然而赵柔又晕了过去。就这样重复了几次，赵柔才有所好转。夫人，你吓死我了，我还以为……苏轩抓住赵柔的手，心疼无比。夫君，凡儿他是不是真的？赵柔眼中带泪，有些难以接受。是真的，夫人，千真万确。前几天我手下跟我说，凡儿所在的秘境崩塌了，无人生还。苏轩开口道。唉，听见这话，赵柔长长的叹了口气，随后并没有再说话。都是我不好，我不该把这个消息告诉你的。过了会儿，苏轩自责无比的说道：不要这样说，夫君，我不怪你，这都是命年。如果凡儿当初听我的话，不去修炼，好好的做个普通人，也许就不会这样了。赵柔的声音逐渐哽咽，泪水不受控制的涌出，打湿了枕巾。苏轩轻轻地将赵柔拥入怀中，轻声安慰：不怪你，夫人，你不要这么自责，修炼一途本就逆天而行，要怪就怪这老天不开眼，凡儿明明还那么年轻，他还有更多的机会。夫人，你也不要太伤心了，你还有我呢，以后我会一直陪你的。苏轩一边安慰赵柔，一边亲吻赵柔的脸颊。夫君，在苏轩的一顿安慰下，赵柔的情绪也是缓和了不少。夫人，事情已经发生了，你不能再过度悲伤了，不然的话，肚子里的孩子可就……听见这话，赵柔也是振作了不少。苏轩说的不错，自己还有肚子里的孩子要照顾呢，可千万不能因为自己苦了孩子。想到这里，赵柔突然发现自己的肚子有些异样，她感到有些痛苦。夫人，把这枚丹药吃了。苏轩拿出一枚极品养胎丹给赵柔服下，后者服下之后轻轻地躺了下来。舒服点了吗？苏轩关切地问道。好了很多了，夫君，你给我吃了什么东西啊？这么神奇。赵柔不是没有怀孕过，当初怀上林凡的时候也有过类似的情况，那个时候她也吃了不少东西，也没有很好的缓解这种症状。可是现在苏轩一枚丹药下去就直接好了，还是肉眼可见的那种。这是极品养胎丹，我可是花了大价钱弄来的。苏轩也没有隐瞒，不告诉赵柔这枚丹药的价值，赵柔又怎么知道他的付出呢？极品丹药。听见这话，赵柔心里一惊。经过这段时间对修炼界的了解，赵柔也是知道这种丹药可都是有价无市的存在，哪怕在圣地里面也不是什么人都能拥有的。可是苏轩为了自己居然这么舍得花费如此珍贵的东西。夫君，谢谢你，你对我真好，幸好有你，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赵柔感动不已，好感度也开始飙升。叮，赵柔好感度达到满分，奖励反派值10万，抽奖功能已解锁。好感度满分之后，宿主可对赵柔属性面板进行调整。姓名赵柔，颜值97，可加点；身材99，
可加点境界，真元境后期可加点好感度100，永不下降。哦，居然解锁了2个新功能。苏轩有些开心，系统又被他开发出新玩意了。这个抽奖功能顾名思义就是拿来抽奖用的，只要丢进一定的反派值，就可以随机爆出一些东西来。抽奖也是分为了初级抽奖、中级抽奖、高级抽奖、史诗抽奖，里面的奖励和需要的反派值是根据字幕自己的境界来设定的。除此之外，好感度满分之后的角色，苏轩可以在他们身上进行加点，真是神奇啊！这不就跟打游戏一样，开发了第2个角色吗？苏轩小试牛刀一番，决定在赵柔的身材方面做一些功夫。夫人，你先起来一下。听见这话，赵柔虽然有些疑惑，不过还是按照苏轩的吩咐站了起来。你先不要动。赵柔听话的点了点头。叮，本次加点需花费5万反派值，宿主是否花费？花费。苏轩直接点了，他倒想看看这满分的身材到底有什么神奇的功能。随着5万反派值随风而逝，赵柔的身体也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的胸脯变得更加丰满挺拔，那起伏的曲线恰似熟透的蜜桃，饱满而富有弹性，散发着诱人的光泽，每一次轻微的呼吸都带动着微妙的颤动，让人挪不开眼。系统牛逼，千言万语化作一句。夫君，怎么样？是不是真的变大了？赵柔惊讶地说道。嘿嘿嘿，夫人，夫君给你的一点小惊喜，你还满意不？苏轩邪魅一笑。你是怎么做到的？夫君，这也太神奇了吧！直到现在，赵柔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毕竟这种东西哪怕发生在修炼界也是十分罕见的。这都是因为我们2个之间的爱啊，因为爱，所以它才发生了变化。爱这种东西，可是拥有了你无法想象的力量。苏轩笑道。就你嘴贫，不说就不说嘛，还说这么肉麻的情话，讨厌死了。赵柔嘴上这么说着，内心并未生气。既然苏轩不说，那自己也不多问。苏轩微微一笑，自己明明实话实说了，可奈何赵柔不信有什么办法。唉，我堂堂大反派，偶尔说句实话，怎么就没有人相信了呢？苏轩自嘲了几句。此刻的赵柔满心欢喜地欣赏着自己的身材，全然忘记了刚刚的丧子之痛。看见这一幕，苏轩十分的满意。夫君，我美吗？赵柔含情脉脉、骚里骚气地看向苏轩，眼中的情意尽在不言之中。看见这一幕，苏轩顿时有些克制不住自己。妈的，这骚娘们不过一点小变化就变成了这样，必须给点教训才行。苏轩心想。第2天清晨，苏轩伸了个懒腰，一脸笑意地望着已经熟睡的赵柔。这下子应该忘记了林凡死去的悲痛了吧？苏轩心想。主人，你命令我们调查的事情，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就在这个时候，苏轩的奴仆们也是传来了一则信息。哦，说来听听。不愧是自己收的小弟，这效率果然可以，才1个晚上就出结果了。根据自己的奴仆们所说，售卖这种流饮石的是一个名为萧千羽的人。让苏轩惊讶的是，这个萧千羽居然是一个女人。不是哥们，你一个穿越者，还是个妹子，咋穿越来异世界之后还变成骗姐了呢？苏轩有些想笑。萧千羽是一流势力玉霄宗宗主的闺女，长相极美不说，一双大雷更是傲然示人，是无数弟子的梦中情人，深夜睡不着时的入眠角色。然而这样的美女，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她有未婚夫了。坏消息，她有未婚夫了。好消息是，你的竞争对手只剩下了1个。萧千羽的未婚夫是某个犄角旮旯镇里的少年，名字叫做楚尘。因为早年的时候，玉霄宗宗主萧千玄被楚尘的父亲救过一命，为了报答楚家，萧千玄脑子一热就跟楚家定下了婚约。咱也不知道为什么一流宗门宗主会被楚家这种犄角旮旯的家族给救下，反正事情就是这么一个事情，它就是发生了，不讲一点道理。很快10几年的时间过去了，楚家也是得知了当初救下的人是何方人物。萧千羽也是知道了自己有这么一条婚约，那萧千羽肯定不愿意啊，自己跟那个楚尘面都没见过，怎么可能愿意跟他结婚？何况萧千羽本身还是一个天之娇女，以她的天赋和实力，自然是看不上楚尘。而萧千玄也是懊悔不已，痛恨自己当初为什么脑子一热定下了这么一门婚约。想要悔婚，可是毕竟玉霄宗是一流宗门，要是悔婚，那岂不是成了别人眼中的笑柄了？可是萧千羽可不管你那么多，在3年前登门上访楚家，不仅聘礼全部退还，还给了楚家一大笔资源补偿。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萧千羽那高傲的态度刺痛了楚尘幼小可怜的心灵。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3年之后，我当面休你。撂下这么一句狠话之后，楚尘将聘礼还有补偿全部摔在了地上。于是3年之约成立，楚尘也在近段时间突飞猛进。卧槽，
这是萧火火，还有嫣然的模板啊！这台词也太经典了吧！苏轩惊讶无比。这件事情吧，你要说谁对谁错，还真不好说。不过萧千羽的做法，如果跟现在的一些女性相比，那无疑是人类群星闪耀时刻了。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态度高傲了一些，可是这对于那一大笔赔偿来说算个屁啊！态度能换钱不？不过这次调查倒是给了我一个意外惊喜，本以为揪出了一个老乡，没想到居然还附带一个天命主角，简直一箭双雕。苏轩心想，不过这个萧千羽脑洞也是大，居然想到用这种方式去赚这些土著的钱，然后再拿来提升自己的实力。因为售卖这些东西，萧千羽的女神形象可谓是一落千丈。不过萧千羽估计是要失败了，那楚尘的天赋可谓恐怖如斯，短短3年时间就从一个普通人变成了封王强者。萧千羽修炼了那么多年，也不过是大能境巅峰而已，谁强谁弱一目了然。结，这个时候就需要我出马了。苏轩邪魅一笑，眼下3年之约将至，估计萧千羽已经急得焦头烂额了，自己一个大反派，呸，一个乐善好施的好人家，自然要去雪中送炭了。柔儿，我有事情要出一趟远门，可能过几天我才回来，你跟其他人说一下。说完，苏轩也不管那么多，直接离开了。虽然现在我是圣子，但是毕竟我还没有进行正式册封，大多数人都不认得我，保险起见，我还是把苏瑶带去。略加思考过后，下一秒苏轩已经来到了苏瑶的家门口。苏轩直接推门而出，由于之前的关系，这里已经被苏轩当成了自己家，想什么时候进去就什么时候进去。起床了，苏长老。苏轩直接一掌拍在了还在熟睡中的苏瑶的屁股上面。苏瑶瞪大眼睛，顿时从睡梦中惊醒，整个人瞬间弹起，手忙脚乱地拉过被子裹住自己，满脸通红。看清来人是苏轩之后，苏瑶顿时有些恼羞成怒，眼前这个男人真是越来越肆无忌惮了，这里可是自己家。苏轩倒好，把这里当成是自己家了，进门都不跟自己打一声招呼的。苏轩，你来找我干什么？这大早上的，你不用睡觉的吗？苏瑶有些生气，如果不是苏轩之前那样对自己，以自己平时的睡眠质量，至于现在还在补眠吗？我来找你当然是来办事的，还能干什么？苏轩一脸坏笑，你是牲口吧？苏瑶震惊无比，他是万万没想到苏轩居然这么夸张，都不用休息的吗？不过苏瑶嘴上是这么说，不过手上的动作已经情不自禁地顺从了苏轩。没办法，潜意识这个东西一旦形成了，想要改变那可就很难了。苏轩一看苏瑶都上手了，那自己再不表示的话，那可就不好了。2个小时后，呼，在这2个小时的时间里，两个人发生了一些口角，苏轩费了好大的劲才把苏瑶说服。说吧，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情？这一大清早的，总不能是为了这些吧？苏瑶开口道。嘿嘿嘿，娘子果然聪明，我这次找你自然是有别的事情的。听见这话，苏瑶莫名脸红。谁是你娘子？我可没承认。饭可以乱吃，但是话可不能乱说。苏瑶嘟着嘴说道。谁管你啊？我说你是，那你就是。哪里来的那么多废话？苏轩一掌拍在苏瑶的尾灯上面，惹到后者惊呼不已。你跟我去一趟玉霄宗，我有些事情要跟玉霄宗的人探讨一下。你知道的，我现在没有册封，别人压根不认识我，所以得找你帮个忙。苏轩解释道。找我帮忙可是很贵的哦，你不付出一点代价的话恐怕不行。苏瑶满脸妩媚地看向苏轩。小妖精，我看你今天真是皮痒了啊。苏瑶像是被打开了什么开关一样，一时之间变得恐怖如斯。苏轩没有办法，为了取得苏瑶的帮助，苏轩只好出此下策。至于为什么不找堂妹，很简单，堂妹是自己岳母，自己去玉霄宗是去泡妹，呸，雪中送炭的。这要是让堂妹知道了，那自己的皮不得被堂妹给扒了下来。又是2个小时过去，拿到报酬之后的苏瑶心满意足地带着苏轩坐到了自己飞剑当中。搂着我，不然掉下去了我可不管。苏瑶开口道。好嘞。苏轩也没客气，二话不说搂了上去。你。苏瑶没想到苏轩搂的位置这么奇怪，绝对是这小子故意的。不过苏瑶也没什么损失，毕竟这样子对他也有一些好处，所以他也就没管。苏轩和苏瑶脚踏飞剑，划破长空，不多时便稳稳落在玉霄宗那巍峨耸立的山门前。这里就是玉霄宗了吗？跟天武圣地比起来，那可真是差远了，还没凌云峰大。苏轩吐槽了一句。那能一样吗？玉霄宗虽然是一流势力，但是实际上他们最强的老祖连圣地的封主水平都没有。苏瑶白了苏轩一眼。守卫山门的弟子看见苏瑶和苏轩2人仪表堂堂，面容尊贵，顿时不敢怠慢阁下来我玉霄宗，所为何事？
弟子小心翼翼地问道：“我乃天武圣地长老苏瑶，我找你们宗主有些事情商谈，麻烦你们通知一下。”苏瑶亮出长老令。听见圣地二字，俩人不敢怠慢，连忙连滚带爬地跑了过去。看不出来，你的名声还挺响亮的。苏轩笑道：“就知道调侃我，我的哪有你的响亮？”苏瑶白了苏轩一眼。没过多久，一名衣袂飘飘、气势不凡的中年男子带着一帮人脚踏飞剑来到了山门前。看见苏瑶的那一刻，中年男人顿时收敛起了刚刚的神情，满脸谄媚地来到苏瑶面前。此人不是别人，正是玉霄宗宗主萧千玄。得知天武圣地来人，萧千玄第一反应就是不会哪个人招惹了对方，毕竟天武圣地跟他玉霄宗可是一直没有什么联系的。于是萧千玄便急忙召集了宗门里面的所有高层，如果有得罪，那就当面惩治此人，给对方一个交代。拜见苏长老。萧千玄微微躬身，给苏瑶、苏轩行了个礼，身后的玉霄宗高层也是同样如此。守卫山门的弟子已经快吓晕了，萧千玄还有一众长老，那可都是宗门里面的大人物，结果在对方面前谄媚的跟条狗一样。免礼了。说话的是苏轩。机智的萧千玄很快便看出，二人当中好像是苏轩做主，苏瑶只不过是陪衬。那可就好办了，像苏轩这样的年轻人最好打发了，如果真得罪了对方，只要送几个美女，对方就差不多消气了。想到这里，萧千玄顿时松了口气。这位公子，不知我们哪位弟子得罪了您？萧千玄小心翼翼地问道。萧宗主，你误会了，此番拜访贵宗并非兴师问罪。苏轩笑道。听见这话，萧千玄以及一众高层心中的那块石头总算是放下了。原来不是来问罪的，吓死我了。萧千玄擦了擦额头的汗水。那不知公子与苏长老亲临，所谓何事？我玉霄宗上下定当全力配合。虽然苏轩不是来兴师问罪的，不过萧千玄脸上紧绷的神情并没有消散。毕竟鬼知道苏轩打的到底是什么鬼主意。是这样的，我听闻宗主你膝下有一女，名为萧千羽，不知可否待我认识一二？苏轩笑道。听见这话，萧千玄心中一惊。好家伙，这是冲着自己女儿来的。对此，萧千玄也不是很意外，因为萧千羽确实长得漂亮，不知道多少人上门提亲。然而因为自己的疏忽，萧千羽早早就定亲了，为此俩人还大吵了一架。因为这件事情，玉霄宗还得罪了一些一流势力，这让萧千玄苦恼不已。眼下连天武圣地的人都来找萧千羽了，自己的女儿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魅力了？不过这未必不是一个机会。有天武圣地撑腰，之前得罪的一流势力想必也不敢在我们面前造次了。至于楚尘那个小子，我想在知道圣地这个名头之后，也会知难而退吧。只要楚尘主动解除婚约，那么我们玉霄宗也不会落下一个不守约的骂名了。公子既然想见小女，那自是没问题，只是小女此刻正在闭关修炼，还需3日才能出关。若公子不介意，可在我玉霄宗暂且住下，待她出关，我便让她前来拜见公子您。萧千玄在心中权衡利弊之后，脸上堆起了更加热情的笑容。这可是攀附天武圣地的好机会，虽然他并不知道眼前的苏轩到底是谁，不过能够让一尊大圣作为护道者，对方的背景起码也是封主级别的。好，既然如此，那我便等宗主你的好消息。说完，苏轩大摇大摆地走进了玉霄宗，完全把这里当成了自己家一样。见状，萧千玄等人也不气恼，反而觉得十分的合适。毕竟苏轩这样做，那不是把咱们都当成了是一家人了是吧？在玉霄宗的安排下，很快苏轩和苏瑶就在这里住了下来。虽然安排的住所不如天武圣地，但是已经是玉霄宗能够拿得出来最好的东西了。苏轩，你老实交代，你找那个萧千羽到底是为何事？你不会真的看上他了吧？苏瑶有些吃醋地问道。这换谁来谁不吃醋啊？自己的姘头居然带着自己找别的女人，而且他还借助了自己的力量，这不是相当于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对手吗？什么话？说的什么话？难道在你眼中我就是这样庸俗的人吗？苏轩在苏瑶头上弹了一个脑瓜子崩。呵呵，我可不信。苏瑶捂着脑门说道。你难道忘了那日你看的流影石是什么东西了吗？苏轩笑道。闻言，苏瑶似乎想起了什么不好的回忆，顿时脸色通红起来。你突然说这个干什么？苏瑶有些急了。蠢，萧千羽就是这些流影石的制作者，我是来跟他谈这价值几个亿的生意的。苏轩一本正经地说道。原来是这样子。苏瑶顿时恍然大悟，难怪苏轩会千里迢迢的来玉霄宗，原来是为了这个。那你的态度就不能好一点吗？真的是。苏瑶直接转移了话题。哟呵，我看你真是欠抽了，马上给我过来，我要给你一点教训。过来干什么啊？很快
3天的时间过去了，这3天时间，苏轩和苏瑶在玉霄宗除了吃喝玩乐就是吃喝玩乐，啥也不干。当然了，这些都是花了钱的。苏轩可不想败坏天武圣地那神圣的印象，毕竟自己可是圣子，又不是什么土匪。这一番操作下去，让玉霄宗的众人顿时觉得苏轩那是一个十足的好人。没过多久，萧千羽出关了，终于突破了封王境。萧千羽满脸的惊喜，这段时间他花费了大量的灵石，购买了各种各样的天地灵宝，还找人打造了各种各样的装备武装自己。这大量的出资，哪怕是自己的宗主老爹，一时之间都有些承担不起。幸好自己灵机一动，想起了在穿越之前在某个岛国大卖的某样东西，依靠自己在便宜老爹那里学来的易容术，再加上自己的一些威逼利诱，直接暴利了一波，这才解决了这波经济问题。眼下通过这么多宝物的堆积，自己也可算是突破到了封王境。眼下距离3年之约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了，我还得加油修炼才行。萧千羽心想。千羽，你出关了。就在这时，萧千羽的脑海中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这异界之人每次都能吓我一跳。每一次萧千羽都会被这千里传音吓到。爹，我出关了，现在已经突破到了封王境了。不错不错，不愧是我的女儿，就是天资聪慧。萧千羽吹嘘了一番，随后说明了自己的真实目的。什么？天武圣地的人来找我？萧千羽有些懵，圣地这个词他自然是不陌生的，只是这样的庞然大物跟玉霄宗应该没有什么关系才对。爹，你不会要失业了吧？萧千羽的脑子情不自禁想到了某个情节。你想什么呢？都说了叫你不要老是制作那些东西，虽然赚钱，可是你一个女孩子家家的。萧千玄老脸一红，直接开始了对萧千羽的说教。这些东西萧千玄自然是偷偷拿来看过的，他也是佩服自己女儿的脑洞，居然能做出如此精美的东西出来。可惜的就是没有用到正道上。知道了，爹，不就是去见一面吗？我现在收拾一下，马上过去。萧千羽不想听萧千玄逼逼赖赖，只能先答应了下来。听见萧千羽这么说，萧千玄也是停止了唠叨。不过我得提醒你一句，你可千万不能惹恼了对方，对方的背景很大，我从未听说过有这号人物，可能是什么隐士弟子，所以你待会儿态度的客气一点，千万不能因为一些小事惹怒了对方。萧千玄叮嘱道。爹，我怎么感觉你把我卖了一样？瞎说，爹不是那样的人，你赶快过去吧。没过多久，正准备修炼的苏轩还有苏瑶二人突然听见了一阵敲门声。谁啊？这个时候过来。苏瑶的眼神有些哀怨，苏轩也同样如此。苏公子，我是萧千玄，鱼儿闭关出来了，我带他来见见公子你。萧千玄的声音从门外传来。不过嘛，话又说了回来，既然来人是萧千羽，那么苏轩也没那么生气了。进来吧。苏轩大手一挥，大门随之打开了。率先映入眼帘的是2盏明晃晃的车灯。卧槽，这就是传说中的人未到，灯先到吗？仅仅是第一眼，苏轩就已经被对方吸引住了。苏瑶双手端了颠，作为大圣强者的他，第一次在一个小辈面前有了挫败感。萧千羽一袭白衣，身姿婀娜，气质空灵，宛如仙子下凡，身材和容貌都是极品中的极品。公子，这就是小女了。萧千玄满脸谄媚地说道。不错不错，令爱果然气质非凡啊。苏轩十分满意。公子满意就好，那老夫就先走了。说完，萧千玄屁颠屁颠地走了。苏公子，你找我？萧千羽的声音糯糯的，激活了苏轩隐藏许久的声控属性，也让他对萧千羽多了几分好感。定，检测到天命主角萧千羽，是否花费5万反派值熟知剧情？不用了，萧千羽自己已经志在必得，苏轩当然是不会浪费自己的反派值。不过系统的提示声也告诉了自己，眼前的萧千羽真的是穿越者，至少也是个天命主角。你也出去吧。苏轩将苏瑶打发了出去。哎，苏瑶有些意外，怎么自己也要被赶出去了？让你出去就出去，妨碍我谈几个亿的生意，你担当得起不？后者虽然有些不爽，不过还是走了出去。临走的时候，苏瑶忍不住又瞄了一眼，这天下怎么会有如此巨物？苏瑶一脸哀怨地走了出去。坐下吧。苏轩招呼道。随后萧千羽坐了下来。早就听闻玉霄宗有一仙女下凡，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苏轩开口道。苏公子过奖了。萧千羽笑了笑。我看苏公子你也是仪表堂堂，玉树临风。这句话萧千羽可没有说谎，眼下的苏轩确实很帅，很符合他的审美标准。放在小说里面，那就是霸道总裁一般的存在，女孩子都做过类似的梦。我这个人不喜欢说废话，既然我千里迢迢的来到了这里，自然不是为了夸你那么简单的，我就直截了当的说了，我看上你了，我要你做我的女人。
苏轩直截了当地说道。这样直接的态度，直接给萧千羽整得不会了。两世为人，他也不是没有过追求者，可是像苏轩这么直接的，还是第一个。这直接打乱了萧千羽的想法，刚刚想好的一些说辞也全都忘记了。我，萧千羽一时语塞，竟然不知道回答。我知道，雨儿你一时之间有些无法接受，可是感情这种东西完全可以慢慢培养。培养感情这种东西，我可是很擅长的。苏轩一脸的坏笑，随后握住了萧千羽的手。苏公子，这也太快了。这个时候，萧千羽才缓过神来，不过已经来不及了。苏轩那双强有力的大手，以萧千羽的实力已经是挣脱不开了。快吗？一点也不快。在这个世界，你也知道的吧？强者为尊，既然我看上你了，我比你强，你觉得你能逃到哪里去？苏轩笑道。况且我可是知道你的秘密的，萧姑娘。苏轩突然邪魅一笑，随后凑近萧千羽的耳边缓缓开口。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人吧？萧千羽闻言，脸色瞬间变得煞白，瞳孔急剧收缩，下意识的想要挣脱苏轩的手，却发现那双手仿佛铁钳一般纹丝不动。看见这一幕，苏轩嘴角微微上扬起来，他知道自己这对王炸加上4个2已经完全把萧千羽炸懵了，现在主动权已经牢牢地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苏公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萧千羽强装镇定地说道。穿越这个东西是他最大的秘密，也是他最大的底牌。在没有穿越之前，他就是一个喜欢玩游戏、看小说、追番的宅女。然而在撞大运之后，他就来到这里，一个普通人，没有系统，也没有什么金手指，还被疑似小说的主人公定下了3年之约。在那一刻，萧千羽都以为自己要死掉了，幸好老头还是给了他几个月的时间去逆天改命的。可是眼下一个楚尘还没有解决，又来了一个苏轩，就是字面意思啊。小姑娘，你售卖的东西，此前我从未在天玄大陆见过，这不就说明了你是异世界之人吗？苏轩笑道。这些不过是我的创新罢了，以前没有，现在被我发明出来了。仅凭这个，你凭什么断定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萧千羽好似抓住了一丝漏洞。呵，那你之前的性情大变是怎么回事？一个人不可能短时间内变成这样，唯一的解释就是你被人夺舍了。至于是真是假，只要搜魂一下便可知晓。苏轩冷笑着。你……萧千羽想要反驳，可是门外已经有一道强势的气息锁定了自己，只要自己稍有异样，那么自己就会落入一个万劫不复的下场。说吧，你想怎么样？萧千羽做梦都没想到，自己堂堂一个穿越者，小说里面主人公一般的存在，居然会被一个异世界的土著威胁了。最关键是，这异世界的土著还特么有点帅。搜魂肯定是不能搜魂的，一旦被搜魂了，那么这辈子差不多也就那样了。虽然不知道苏轩从哪里知道了自己是穿越者的消息，但是萧千羽对苏轩无可奈何。我想怎么样，我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我要你做我的女人。苏轩重复了一遍。不行，萧千羽斩钉截铁地拒绝了。他这辈子都没有谈过恋爱呢，哪怕两世为人也是如此。可是眼前的苏轩上来就让自己做他的女人，这也太霸道了一些，完全不讲道理的。你可以拒绝，可是你想想，如果我把你穿越者的身份散布出去，你会怎么样呢？先不说其他人会对你这么看，光是你的便宜老爹恐怕都会迁怒吧。萧千羽可是他的宝贝女儿，如今你占据了他的身体，你觉得他会这么做？虽然他的实力不算强，不过捏死一名蜂王境也就一个眼神的事。苏轩冷笑道。你在威胁我吗？活了那么久，萧千羽还是第一次被人威胁。不，我只是提醒你一下。萧姑娘，我没有在威胁你，我只是提醒你罢了。我这样乐善好施的好人，怎么可能会做那种事情呢？苏轩的笑容让萧千羽感到恶心，明明那么帅气的一个人，为什么却做着这样的事情？果然，全天下的男人都没有一个好东西，只有2次元的男人才是最完美的。眼见萧千羽还在沉默，苏轩也是失去了最后的耐心，他直接开始威胁。萧姑娘，你也不想你的秘密被别人知道吧？你也不想你的秘密被人知道吧？苏轩的话如同魔鬼一般环绕在萧千羽的耳边，他紧握拳头，很想一拳打死苏轩，可是他做不到。刚刚跟苏轩在一起的女人实在是太恐怖了，自己根本生不起反抗的念头。难道说我今天就要栽在这里了吗？我守护了那么久的贞洁。萧千羽眼角带泪，有些绝望，他想要自杀，可是他发现他现在连自杀都做不到。眼前这个男人早就已经把所有的后路都给他堵死了。你看看这孩子，不就是要跟我结婚吗？怎么还高兴的哭了呢？苏轩心疼的给萧千羽擦了擦眼泪，他这个人啊，最看不得女孩子哭哭啼啼的了，就算要哭哭啼啼，那也得在别的地方。你这个王八蛋，你这话说的倒是轻巧。
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被苏轩这么一说，萧千羽直接哭了。如此绝望的事情，早就将萧千羽的心理防线给击溃了。因为他发现自己不管做什么，都逃脱不了苏轩的魔爪，哪怕是死也不行。更何况他现在连死也做不到，而且自己一旦死了，也会连累到玉霄宗的人。虽然他对玉霄宗的人感情不是很深，可是也实实在在的生活了一段时间的。叮，宿主弄哭天命主角，实在是罪大恶极，奖励反派值5万。乖乖乖，乖孩子，摸摸头，不哭不哭。苏轩满脸笑意的将萧千羽拥入怀中，像哄小孩子一样温柔的摸了摸萧千羽的脑袋。不知过了多久，萧千羽也是冷静了下来。他是这么想的，反正自己已经逃不掉了，那还不如直接享受呢。反正他看过很多小说还有动漫什么的，里面对这方面也不是没说过，就跟被狗咬了一样罢了。虽然一开始是很痛，后面打完疫苗就不会痛了。想到这里，萧千羽的眼神逐渐坚定起来，对着苏轩的嘴唇就是深情一吻。萧姑娘，你这是……苏轩有些意外，这萧千羽是想开了。别他妈废话，快亲我，趁我还没有把你的舌头咬下来之前。萧千羽有些生气，自己都这样子了，苏轩还特么愣着干什么？行，那可是你说的。见状，苏轩也是不客气了，这可是主动送上门的菜，自己不吃那可真是傻波一了。哼，你现在就高兴吧，等日后楚尘找上门来，我倒要看看你拿什么对付传说中的天命主角。萧千羽心想。1个小时过后，萧千羽还在哭，苏轩依然还在安慰着对方。姓名：萧千羽，颜值99，身材99，境界封王境初期，好感度10。行了，别哭了，要求也是你提的，哭也是你先哭，怎么你这么玩不起吗？苏轩笑道。闭嘴吧你，你不要得了便宜还卖乖。闻言，萧千羽顿时大怒，这人真特么出声啊，哪有这样的得了便宜还卖乖？这种人放在现实里面早一拳打死了。怎么不服啊？那你来打我吧。苏轩笑道。我打不过你。萧千羽顿时怂了，他也就是嘴上说说而已，真打起来不管在哪里他都干不过苏轩啊。行了，你也不用太伤心了，跟了我你又不吃亏，我长得帅不说，背景也好，那可是妥妥的优质对象，你上哪里找这样的夫君？苏轩冷笑道。真不要脸，你是我见过最不要脸的。本以为自己卖那种东西已经天下无敌了，没想到眼前的苏轩更加溜。这是谁的部将？你叫什么名字？说起来，萧千羽到现在还不知道苏轩的名字呢，就这么稀里糊涂被撞穿了。我叫苏轩，你可以叫我苏公子，也可以叫我夫君，反正都差不多。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是天武圣地的圣子。苏轩回答道。什么？萧千羽有些惊讶，没想到苏轩的背景居然那么大，居然是圣子。你为什么会盯上我？以你的身份，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况且你还有圣女吧？圣女那么漂亮，还有你旁边那个女人，哪样不比我好？为什么要盯上我？萧千羽不解道。怎么，你吃醋了？自卑了？苏轩调侃道。萧千羽脸色微红，连忙反驳。谁吃醋了？我现在恨不得把你杀了。当然是因为爱了，我只是听见你的名字就已经爱上你了。苏轩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起来。萧千羽无语了，还是第一次见到像苏轩这么奇葩的人。你应该也是穿越者吧？不然的话，你怎么可能会知道这些东西？萧千羽突然开口道。你说的不错，我确实是穿越者。苏轩没有否认，这让萧千羽有些意外，苏轩就这么承认了。这么水灵灵的，你就不怕我说出去吗？萧千羽仿佛抓住了什么把柄，想说你就说呗，我怕啥？苏轩一脸的无所谓。就算萧千羽说破了天，那也没用。第一就是不会有人相信，第二就是苏瑶会在他说出这些话之前把他杀掉。除此之外，自己真的是穿越者又怎么样？又没影响到谁的利益，顶多就是有可能吸引别的穿越者过来。所以苏轩压根有恃无恐，他又不像萧千羽那样占据了别人的身体，又打不过原神多父母，而自己这具身体的父母实力早就不是自己的对手了，就算萧千羽说出去了那也没用。萧千羽有被气到，他发现自己真的说出去了好像也没啥用，而且外面还有一尊大神在，自己能不能说出去还是一个问题呢。既然你也是穿越者，而且你也找到我了，那么你也知道那个楚尘的事情了吧？萧千羽开口道。楚尘？什么楚尘？很厉害吗？苏轩冷笑道。他是不厉害，可是他是天命主角，那可是有着主角光环的存在。萧千羽语气严肃地说道。主角光环？这么厉害的吗？苏轩佯装惊讶地说道。
怎么，怕了吧？我跟他可是有婚约的，你现在把我弄了，你就不怕他报复你吗？要知道，主角这种东西可是不讲道理的，哪怕我不喜欢他，可是在他眼里，我已经是他的女人了。你动了我，他肯定是不会放过你的。萧千羽冷笑道，仿佛抓住了苏轩的什么把柄。所以，这就是你卖 M 片的理由吗？苏轩笑道，你特么的，说什么呢？萧千羽顿时破防了，那是自己迫不得已的举动好吧？如果是做正经生意的话，指不定什么时候才能赚到大量的零食。正如前世的律法一样，能够赚大钱的买卖，那都写进了刑法里面了。这里是异世界，又没有法律这种东西，只有拳头够大才是硬道理。所以萧千羽才会出此下策好吧？急了急了。苏轩看着萧千羽破防的样子，顿时笑了。行了，不说这个了，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如今我也算是抱上你这个圣子的大腿了。你有什么好办法去对付天命主角吗？萧千羽开口道。还能怎么办？直接干死他不就得了？苏轩淡淡的说道。那怎么可能？那可是天命主角，我尝试过很多办法了，就是弄不死。萧千羽又不是没有尝试过，可是不管怎么打，楚尘总能起死回生。无奈之下，萧千羽这才选择了提升自己的实力，独自面对楚尘。愚蠢，你是不是一个派人挨个上的？苏轩骂道。你怎么知道？你开挂了吧？萧千羽有些惊讶，这苏轩怎么跟个先知一样，什么事情都清楚的，不用想都知道。不然的话，一个天命主角哪有那么难对付的？苏轩嘲笑道。除了这些之外，萧千羽之所以干不掉楚尘，跟自己的身份也有关系。你一个天命女主，又是天命主角，跑去对付天命主角，那能行吗？只有反派才能对付主角好吧？好好好，你行你上，你最聪明了。看见苏轩嘲笑自己，萧千羽也是被气到了。这个苏轩真是贱，不安慰自己就算了，居然还嘲讽自己，有这么当队友的吗？既然你不信我，那就打个赌如何？如果我干掉了楚尘，你怎么说？苏轩开口道。如果你真干掉了楚尘，那我以后就是你的女人了。萧千羽不假思索地说道。说什么屁话，你现在不就是我的人了？换一个。苏轩开口道。你……萧千羽一时语塞，可是苏轩说的又没错。既然如此，如果你真的干掉了楚尘，那你以后想怎么对我就怎么对我，行了吧？萧千羽开口道。行，这可是你说的。苏轩邪魅一笑。看见苏轩这抹笑容，萧千羽莫名有种危机感，他怎么感觉苏轩好像真的可以？错觉吧？这么自大的人，在小说里面那不就是一个炮灰反派吗？想到这里的时候，萧千羽心中顿时愉悦了不少。他已经想到了苏轩对上楚尘吃瘪的形象了。对了，从今天开始，你就跟着我吧，我带你进入天武圣地当中修炼。苏轩开口道，把萧千羽待在自己身边，也是为了方便自己能够随时攻略对方。况且加入天武圣地，不知道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苏轩觉得萧千羽应该不会不答应自己的。加入个屁，我才不要呢！萧千羽直接果断拒绝，让自己一直待在苏轩身边，那自己不是变成了他嘴边的肥肉吗？他才不要呢！说完，萧千羽还没等苏轩反应过来，直接摔门而出。苏轩刚想追上去，可是苏瑶紧随其后的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没办法，苏轩只好先解决苏瑶的事情，反正萧千羽也跑不到哪里去。聊完了，看见萧千羽走了出去，苏瑶有些生气地说道。苏轩实在是太不老实了，明明说好了是跟萧千羽谈生意，结果谈的是这种生意。怪不得呢，苏轩还口口声声说是几个亿的大生意，原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对啊，怎么了？苏轩笑道。你说的几个亿的生意，就是这个生意吗？亏我还那么的相信你。苏瑶有些生气，合着自己傻乎乎的信了苏轩的话，跟他来玉霄宗谈生意，结果呢，谈的居然是这种生意，自己真是太傻了，这不是白白的给自己找了一个竞争对手过去吗？你就说是不是几个亿的生意吧？苏轩嘴硬道。你……苏瑶眼眶泛红，每个人都是有占有欲的，经过这么一段时间的相处，苏瑶对苏轩也是渐渐的有了好感。他也知道苏轩已经有了李秋月了，还有那么多的女人，可是他觉得这已经够了，但是万万没想到苏轩如今居然又跟这个萧千羽扯上了关系。最关键的是萧千羽那么的年轻，那么的漂亮，自己虽然也不差，可是与之相比，年龄上面的差距还是成了最大的问题。你实在是太过分了，苏轩。苏瑶越说越气，直接给自己气哭了。虽然他是大圣强者，可是这么多年了，他从来没有谈过恋爱，这还是他第一次吃到了名为爱情的苦。真的是，你怎么哭了呢？苏轩也是懵了。不是哥们，你好歹也是一尊大圣，怎么说哭就哭的？你管我
我想哭就哭，关你什么事？你还不如去关心关心你的萧千羽。苏瑶嘴硬地说道。此时此刻，苏轩才发现苏瑶对他的好感度已经开始飙升了，都快达到90了。难道说这就是所谓的日久生情吗？苏轩有些震惊，他一直以为苏瑶跟自己不过是跑友的关系，充其量自己最多抓住了对方的把柄，可以让对方做一些别的事情。然而苏轩是真的没想到，苏瑶居然对自己日久生情了。我一个牛头人战士，你跟我纯爱起来了？不妥不妥。不过话又说了回来，苏瑶毕竟是一尊大圣强者，自己日后还是有大用的。不过就是个纯情人设嘛，在没有被分手之前，谁还不是一个深情的人了？苏轩心想，我关心他干嘛？他就是我的一个合作对象，你才是我的真爱啊！你也不想想，如果我的心里没有你，我为什么要把你带在身边？为什么要对你做那样的事情呢？还不是因为我爱你。苏轩开始了胡说八道起来。反正苏瑶的好感度已经很高了，就算自己说的东西再扯，那也没事。最关键的是态度，这才是最要的。哪怕你说的不是真的，但是你首先态度要好。你胡说八道，你不就是喜欢我的身体吗？你根本就不是喜欢我这个人。苏瑶带着哭腔说道。愚蠢！爱上一个人的前提就是先爱上他的身体。我的语言可以骗人，但是身体绝对是不会欺骗你的。你将心比心的想一下，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愿意跟一个讨厌的人做那样的事情吗？你肯定也不会愿意的吧。苏轩的一手反问将苏瑶问得哑口无言。他仔细想想之后，发现苏轩说的还真有道理。再说了，我跟萧千羽那是谈正经生意的，你之前听见的声音不过是我们两个在观看流饮食的内容罢了。你也知道的，他是哪个玩意的售卖者，我这次找他就是来验验货的，你能理解的吧？苏轩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起来。你说的是真的吗？苏瑶一脸的狐疑，不过在听见苏轩说喜欢自己之后，他还是有些开心的。这些东西是真是假也就无所谓了，最重要的是苏轩心里有自己当然是真的了，我还能骗你不成？苏轩笑道。书上说男人的嘴骗人的鬼，你最会骗人了，那你直接不当人就行了。我这个人不会骗鬼，只会骗人，就你嘴贫。苏瑶忍不住捶了苏轩一下，幸好这是收了力的，不然苏轩恐怕当场就要魂飞魄散了。那你说一句我爱你听听。我们在一块那么久了，我都没有听你说过呢。苏瑶说道。我爱你。苏轩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听见这话，苏瑶顿时脸红起来，心里也是美滋滋的。你是不是对很多女孩子说过？苏瑶突然问道。当然了，你又不是我第一个女人，只要我的心里有你不就行了。苏轩开口道。你倒是挺诚实的。苏瑶没想到苏轩居然这么坦诚，他还以为苏轩会哄骗自己一下呢，看来是自己想多了。我诚不诚实，你试一下不就知道了。苏轩邪魅一笑，一把将苏瑶抱起。刚刚苏瑶问罪的样子可是让他的心中积累了不少的火气，他现在要全部释放出来。叮！苏瑶好感度达到100，奖励反派值10万，恭喜宿主获得魅魔称号。叮！恭喜宿主成功拿下天命主角萧千羽，奖励反派值20万。叮！恭喜宿主成功改变剧情，奖励反派值10万。叮！恭喜宿主获得高级鉴定技能。叮！恭喜宿主获得高级精神抗性。叮！恭喜宿主获得高级学习资料连续剧 X 100份。姓名：苏瑶。境界：大圣初期。颜值：98。身材：99。好感度：100。苏瑶的好感度也是来到了100，不过毕竟她不是天命女主什么的，狗系统狗嘴里也吐不出几个象牙来。至于给苏瑶加点身材和颜值之类的，苏轩暂时不考虑，等自己日后反派值多了再说。另外再提一句，自己现在只是得到了萧千羽的人，还没有得到萧千羽的心。若是萧千羽的好感度达到100，那么自己日后还能获得更多奖励，并且萧千羽又是天命主角，又是天命女主，这要是彻底拿下，苏轩都不敢想象自己会得到什么样的奖励。姓名：苏轩。境界：凤凰境巅峰。反派值95万。系统背包：替身娃娃、无极剑、天玄护符、5阶极品疗伤丹药 X10、神行靴、极品养胎丹 X10、极品运神丹 X10、极品灵液 X3、学习资料连续剧 X100。特殊：高级剑意。神通：五行神通、灵隐幻步、心眼通、饕餮神通。领域：真我领域。体质：五行之体、饕餮神体、半觉醒。技能：反降至光环、无背楷模、高级鉴定技能、高级恢复技能、高级精神抗性、炼丹宗师、阵法宗师称号。
天命之父，魅魔。功法：苏家心法，地级，无极剑法，天级极品，前阳玉气坤阴纳灵诀，圣级，极风幻影诀，天级极品，玄武诀，天级极品。系统商城已开启，系统抽奖已开启。这段时间苏轩也不是没有收获的，在饕餮神体的帮助下，自己在苏瑶身上也是成功的炸到了分黄境巅峰。除此之外，自己还得到了一个魅魔称号。魅魔佩戴此称号，宿主在女性角色面前魅力值额外提升20%，男性角色减半。卧槽，狗系统，你这是要让我变得男女通吃啊？我喜欢。当然了，苏轩是开玩笑的，不过这个称号还是有点作用的，至少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自己在别人面前的好感度。不过话说回来，学习资料是什么鬼？你觉得我需要这东西吗？我真是醉了。苏轩无奈扶额，自己身边那么多美女，可都是真材实料的，结果系统还给自己这些玩意，也真是搞笑了。加点修为。定。从分黄境突破至准至尊需消耗反派值100万，宿主是否花费？这么多，还是算了。苏轩暂时没钱，只好先算了。夫君，你在想什么呢？苏瑶骚里骚气的靠了过来。别闹，你好好休息一下，这段时间你已经够辛苦的了。苏轩笑道。嘤，夫君你是嫌弃我了吗？那倒没有，怎么，你还想再来一下吗？眼看苏轩就要冲过来，苏瑶连忙认怂了，他就是过嘴瘾而已，刚刚那么2下就差点让自己没有缓过神来，这要是再来上那么一会儿，自己恐怕好几天都要下不来床了。又菜又爱玩，菜就多练吧你。苏轩狠狠地捏了苏瑶一把，差点没把他给捏得泄气。随后苏轩便推门而出，准备去找萧千羽继续聊聊人生。苏公子，你跟小女聊得怎么样？刚走出门没多久，苏轩就迎面撞上了萧千玄，他在外面已经等候多时了，可是因为有苏瑶的在，他不敢窥测，只好在一旁躲起来。这不，看见萧千羽在里面待了那么久，又是一脸怨气的出来，萧千玄生怕惹恼了苏轩，便屁颠屁颠的跑了过来。还不错，很润。呸！从今以后，留饮食的生意就由我们天武圣地接管了。对了，我要把千羽带回天武圣地修炼，你没有意见吧？苏轩笑道。闻言，萧千玄顿时大喜，这可是加入天武圣地的好机会，他自然不会放过的。哪里，苏公子，小女能够得到圣地的指导，那是小女三生有幸，我恨不得现在就把她给绑过去呢。萧千玄激动地说道。既然如此，那就麻烦萧宗主你了，我刚刚跟千羽说了这件事情，他好像有些不愿意。苏轩开口道。什么？岂有此理，我现在就把他给你绑过来。听见这话，萧千玄的表情都变了，圣地给自己投出橄榄枝，怎么萧千羽还这么不识好歹呢？说罢，萧千玄身影一闪，下一秒就消失在了苏轩的视线当中。这个萧千玄倒是有点意思。苏轩淡淡一笑。没过多久，萧千羽便被五花大绑的带到了苏轩的面前。放开我，你这个老王八蛋，有你这么当爹的吗？居然卖女儿！萧千羽愤怒的挣扎着，恶狠狠地瞪着萧千玄与苏轩，眼中仿佛要喷出火来。他是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的便宜老爹居然会绑架自己，亏他之前还怕苏轩会对他们下手呢。现在看来，这纯粹是自己想多了。萧千玄为了加入天武圣地，把自己卖了都行。什么叫卖女儿？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啊！加入圣地的机会可不多的，你可得把握住啊！而且苏公子仪表堂堂的，在圣地里面地位肯定不低，你得把握住机会。萧千玄苦口婆心的劝解道。萧千羽想要反驳些什么，可是萧千玄压根不给他这个机会，甩下这句话之后，直接一溜烟的就跑没影了。王八蛋！萧千羽只能骂了一句。哈喽，小姑娘，我们又见面了。苏轩笑嘻嘻的跟萧千羽打起了招呼。见状，萧千羽也是放弃了抵抗，自己那便宜老爹都决定把自己交出去了，自己再挣扎下去那也没什么用了。我跟你回天武圣地，快放了我！萧千羽认命了。行，没问题，你听话就行。苏轩给萧千羽松了绑。松绑之后，萧千羽直接苏轩手上咬了一口，留下了一个大大的牙印。不是哥们，你属狗的啊，咋还咬人呢？苏轩惊呼。谁叫你惹我？活该！萧千羽生气地说道。两个人又闹腾了一会儿，稍微的处理一下玉霄宗的事项之后，萧千羽便跟着苏轩还有苏瑶踏上了前往天武圣地的飞剑。苏公子，这是我们玉霄宗的一点小心意，小女到了那边之后，还请你多多关照一番。萧千玄将一枚储物戒交到了苏轩手中，里面有着堆成小山一般的机缘，连苏轩看了都忍不住心动。放心吧，萧宗主，千羽跟我关系那么好，我自然是会好好照顾的，你不用担心。苏轩将储物戒揣进了自己兜里。这样子，那我就放心了。不过有一点，我得提醒一下苏公子你，那就是
小女身上其实还有一条婚约在身，都是老夫当时一时糊涂定下的。如今对方就要找上门了，我们玉霄宗不想背上背信弃义的名声，可是小女又不愿意，还希望苏公子帮忙几分。萧千玄开口道：好家伙，你不想背信弃义，合着我背信弃义就行了是吧？好好好。不过苏轩对此也无所谓，毕竟自己可是反派，不干这种事情谁来干？放心吧，这件事情我也听千羽说了，到时候我会解决的。苏轩开口道：那就多谢苏公子了。闻言，萧千玄大喜，他相信楚尘在知道萧千羽加入圣地的消息之后，肯定会知难而退的，毕竟那可是圣地啊，天武大陆正派里面最强的10个势力。唉，这个楚尘也是真的逆天，短短3年时间就发展到了如此地步，背后还有那么多势力支持他。萧千玄叹了口气：你们唧唧歪歪的聊什么呢？不会又想着怎么去坑害我吧？萧千羽满脸狐疑的看着苏轩，他总觉得二人在密谋什么。想什么呢？我跟伯父，一个是你爹，一个是你老公，怎么可能害你？你爹不放心你，给了我一大笔资源，让我好好的照顾你。苏轩一边说着，一边将储物借交到了萧千羽的手中。当然了，他从中挑选了一些对自己目前有用的东西留了下来，毕竟没有保护费，怎么保护别人对吧？萧千羽闻言心中一动，看来自己的便宜老爹对自己还是不错的，就是刚刚绑自己的事情让他有些不爽就是了。萧千羽又瞄了一眼里面的资源，这里面的修炼资源都足够自己修炼到圣人境了。行了，快上来吧，再不走那可就晚了。苏轩拍了一下萧千羽的翘臀，惹得后者顿时龇牙咧嘴的看着苏轩。就这样，苏轩和萧千羽坐上了苏瑶的飞剑，踏上了前往天武圣地的道路。在这期间，苏轩可谓是左拥右抱，前仆后继，前有苏瑶搂腰，后有萧千羽在背后贴贴，可谓是度过了一次快乐的旅途。不多时，3人回到了天武圣地当中，因为害怕被别人撞见自己跟苏轩在一块，所以苏瑶早早的救下了飞剑。随后苏轩便带着萧千羽回到了自己的住所当中。夫君，你终于回来了，我们想死你了。刚进门，听见苏轩声音，众女顿时冲了出来，抱着苏轩就是贴贴和亲亲。看见这一幕，萧千羽震惊不已，这苏轩生活的也太好了吧，居然金屋藏娇了那么多的美女，个个都是极品。这家伙不会不是什么反派，实际上是什么天命主角吧？这样的待遇，萧千羽只在前世看过的那些无脑龙傲天爽文的主角见到过。好了好了，我这不是回来了吗？让你们的新姐妹看见了，有些不好。苏轩开口道。听见这话，众女这才发现，原来苏轩这次回来居然还带了一个极品美女回来。夫君，她是谁啊？赵柔好奇地看向萧千羽，随后又情不自禁地看向了自己的某个地方。大，实在是太大了。哪怕苏轩之前给自己用了什么神秘的魔法，自己也没有萧千羽的那么的壮观。剩下的几人看见萧千羽，也是面露苦涩，甚至产生了一些自卑感。他们的规模本就一般，还不如先前的赵柔，如今看见萧千羽这个庞然大物，更是愈发嫉妒。姐姐们好，我叫萧千羽。望着众人的目光，萧千羽莫名的有些紧张，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总有一种被人抓奸在床的感觉。你好你好，我叫赵柔。赵柔等人也是跟萧千羽打起了招呼，随后空气中顿时进入了沉默的氛围当中。喂，现在该怎么办？你可没跟我说你有这么多的女人啊。萧千羽跟苏轩说起了悄悄话，她莫名有些的紧张，就好像是第一次跟男朋友来到了她父母家一样。可是问题是，她从来没有谈过恋爱啊，压根不知道此时此刻居然要做什么。什么怎么办？就聊聊天呗。你们女生不是很快就能打成一片的吗？苏轩笑道。赵柔率先打破了沉默。千羽妹妹不用紧张，既然来了，那么大家以后就是姐妹了，以后咱们一起伺候夫君。谁要伺候她啊？哼！听见这话，萧千羽忍不住嘟囔了一句。对了，还没问千羽妹妹，你是怎么跟夫君认识的呢？楚灵溪好奇地问道。还能怎么认识的？他上来就跟我说要我做他的女人，不然的话我就……萧千羽在众女面前狠狠地诋毁了苏轩一番，本以为能够得到姐妹们的帮助，不料想众人却是微微一笑。哈哈哈，你还真别说，夫君倒是有当初那位啦。楚灵溪笑道。想当初苏轩也是差不多这样，突然闯入了自己的浴室，对着自己一阵威胁。现在想想，当初的场景或许还可以重复一次，总有种莫名的刺激感。你们在说是你啊？他威胁我啊？他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蛋啊，这有什么好笑的？萧千羽急了，这些女人都疯了吗？自己在说苏轩的恶行，怎么他们不会嫌弃的吗？这有什么啊？我们大部分人当初都是这么过来的，早就习惯了。楚灵溪笑道。是啊，我们早就已经习惯了，
而且你不觉得这样子有种情趣吗？沈清婉笑道。疯了，疯了，你们真是疯了，难怪你们会跟苏轩在一块。萧千羽觉得自己的世界观都已经崩塌了，苏轩到底给他们灌了什么迷魂汤啊？这特么的都能强行洗脑的吗？哎呦，千羽妹妹，不要想那么多了，夫君他是好人，不会亏待我们任何一个人的，你就放心吧。宁怡轩说道。不错，以后大家都是姐妹的，我相信等你以后再想起这些事情，你只会觉得这是一件多么浪漫的事情。楚灵溪笑道。哎，我真的是。萧千羽觉得自己不能再跟这些人聊下去，再这样下去，自己日后恐怕也会被洗脑。再一看苏轩，此时此刻居然已经不见了踪影，萧千羽想骂人都找不到地方骂。另一边，苏轩悄咪咪地来到叶凝芷的住所。此时此刻，叶凝芷正在洗澡，在哗啦啦的流水声中，丝毫不知有一个变态的身影正朝着自己的方向缓缓靠近。苏轩轻手轻脚地靠近浴室，水汽从半掩的门扉中溢出，带着丝丝温热。浴桶里面，一道曼妙的身影若隐若现，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叶凝芷。都说若隐若现才能真正的让人欲罢不能，今日一见，果然是见识到了。苏轩若有所思，女人其实也就那样子，什么都不穿的时候，其实也就那样，看多了索然无味。可是这种若隐若现的让人欲罢不能的感觉，那才是少见的。苏轩就这么静静的欣赏着，也不打扰叶凝芷，他又不猴急，起码也得让人家把正事办完了之后再动手吧。不知过了多久，叶凝芷站起身，开始擦拭自己的身子。等到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叶凝芷拿起倒挂的浴巾准备披上。也就是在这个瞬间，苏轩突然出击，直接拿捏住了叶凝芷的软肋，让她动弹不得。不许动，我是警察。苏轩邪魅一笑，压着嗓子说道。什么警察？你知道我是谁吗？叶凝芷暴怒无比，对方居然能够悄无声息地来到自己旁边，守卫都是干什么吃的？我当然知道你是谁了，我正是因为知道你的身份，所以才冲你来的。苏轩的语气充满了威胁之意，叶凝芷顿时汗流浃背起来。对方知道了自己的身份，居然还敢来找自己，实在是胆大包天。我夫君可是天武圣地圣子，你要是敢动我，他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叶凝芷大声地说道。狗屁的圣子，他算哪根葱？老子打的就是圣子，抢的也就是他的女人。结，你就乖乖的束手就擒吧。不！叶凝芷大喊着就要自爆，他哪怕是死也不会让对方碰自己的。乖夫人，哎呦，不闹了，是我。眼看叶凝芷就要自爆，苏轩连忙恢复了自己本来的声音。夫君，是你。看见苏轩的那一刻，叶凝芷又惊又喜，她还以为自己就要幸好自己收手的及时。你真是坏死了，为什么要干这样的事情？叶凝芷忍不住捶了苏轩一下。你知不知道，你刚刚差点就要失去你的夫人了，你知道不？坏死了。叶凝芷越想越气，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哎呦，对不起，我这不是刚回来，想要给你一个惊喜吗？对不起，我下次再也不敢这样子了。苏轩十分的抱歉，他也没想到叶凝芷那么大反应，不过这也说明了叶凝芷对自己的情感还是很强烈的。哼，看在你态度诚恳的份上，这一次我就原谅你了。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叶凝芷嘟着嘴说道。大概是从你刚刚开始沐浴的时候开始吧。苏轩一脸坏笑。我真的是真没想到，你居然还有这种癖好，我身上什么地方你没看见过？叶凝芷也是醉了。嘿嘿嘿，你不明白，这种感觉跟那种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苏轩辩解道。切，懒得听你鬼话，你这么多天不见人，都干嘛去了？叶凝芷开口道。还能干嘛？找女人去了呗。苏轩也不瞒着，直接把自己跟萧千羽的事情说了出来。你可真是个色中恶鬼，这才出去没多久，居然又找了一个女人。叶凝芷用怪异的表情看着苏轩。人生在世，不就是为了享受吗？我不多找几个女人，万一以后我对你腻了怎么办？苏轩满口渣男发言。你敢？叶凝芷急了。所以说我这不是才多找几个女人吗？你们轮流来，我怎么样都不会腻。苏轩的诡辩让叶凝芷有些无法反驳。确实，新鲜感这个东西很难说的，不然怎么会有人说爱到最后全凭良心？我说不过你，我也没有权利去管你，只要你的心里有我，那就够了。叶凝芷趴在苏轩的怀里。你明白就好。叶凝芷懂事的样子，苏轩十分满意，果然还是大姐姐好啊。对了，话说回来，认识你那么久了，我们好像还没有洗过鸳鸯浴呢，要不要试一下？苏轩突然说道。2个小时后，叶凝芷有些疲惫地睡了过去，脸上还有几滴汗水没有擦干净。刚洗完澡是这样子的，人的身心会放松到一个极致的状态，让人忍不住想要睡觉。姓名：苏轩。
境界：疯狂境，巅峰。反派值95万。系统背包：替身娃娃、无极剑、天玄护符、5阶极品疗伤丹药 X10、神行靴、极品养胎丹 X10、极品运神丹 X10、极品灵液 X3。学习资料连续剧 X100。特殊：高级剑意。神通：五行神通、灵隐幻步、心眼通、饕餮神通。领域：真我领域。体质：五行之体，饕餮神体，半觉醒。技能：反降至光环、无背楷模、高级鉴定技能、高级恢复技能、高级精神抗性、炼丹宗师、阵法宗师。称号：天命之父、魅魔。功法：苏家心法，地级，无极剑法，天级极品，前阳玉气坤英纳灵诀，圣级，疾风幻影诀，天级极品，玄武诀，天级极品。系统商城已开启。系统抽奖已开启。说起来，这个抽奖功能我好像还没有用过呢，不如试试如何？苏轩莫名的有些手痒。系统来5次初级抽奖。苏轩大手一挥，叮！本次抽奖需花费反派值5万，宿主是否花费？卧槽，狗系统你抢钱吧！初级抽奖特么的都那么贵。苏轩骂道：本系统明码标价，宿主爱抽不抽，请不要辱骂本系统。你说的好有道理，我无法反驳。苏轩摇了摇头，随后选择了抽奖。叮！恭喜宿主获得洁柔抽纸1包。叮！恭喜宿主抽到谢谢惠顾。叮！恭喜宿主抽到3上老师写真集1套。叮！恭喜宿主获得初级弹琴技能。叮！恭喜宿主获得皓月宗长老令。去你妈的，狗系统！5万反派值就特么给我报了这么一些玩意。苏轩直接裂开，特么的，谢谢惠顾都来了，还特么给自己送纸巾。这5个东西里面，也就那个皓月宗长老令能够稍微有些用处。皓月宗长老令，拥有此令牌等于拥有长老地位和权力。皓月宗，那不是魔门吗？洛弘毅的仇人好像就是皓月宗的。苏轩突然想到，不过皓月宗可是大魔王，相当于圣地一般的存在，哪怕是天武圣地也不敢随意招惹，还是以后再想想怎么帮他报仇吧。苏轩心想，答应了别人的事情自然是要做到的，灭杀皓月宗可是林凡剧情里面的重要过渡，肯定能够获得不少反派值。事已至此，先睡觉吧。随后苏轩便蹑手蹑脚地离开了叶凝芷的住所，再次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当中。第二天清晨，苏轩是被一阵叫骂声响起的。苏轩，你个怂逼，说好了要跟我单挑，过了这么久了还没安排好，你是不是在耍我？蔡坤骂骂咧咧的声音从外面传来。听见蔡坤的叫骂声，苏轩情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哈欠，随后将赵柔还有楚灵溪搭在自己肚子上的手给扒拉开。这不是坤哥吗？一大早的火气那么大干什么？苏轩换好衣服，穿上裤子，满脸笑意。看见苏轩出来，蔡坤眼中的怒火差点没有直接展现出来。该死的苏轩，说好了要跟自己单挑，结果每天不是玩女人就是在玩女人的路上。一开始蔡坤还以为苏轩在搞什么战术，为了迷惑自己，结果后面他惊讶地发现哪有什么狗屁的战术，苏轩这个家伙纯粹就是个色中恶鬼罢了。亏自己一开始还那么认真对待，准备了那么多的东西，结果苏轩呢，这也太不尊重自己了。蔡坤越想越气，于是就带着人来到了苏轩的住所。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别急，能不能等我吃个早餐再说？苏轩笑道。少他妈废话，今天你必须跟我一战，否则的话你就乖乖的把圣子之位让出来。还有，你也别想着敷衍我，今天我可是带了刘颖石过来的，如果你拒绝应战的话，那么你怯战的消息就会传遍整个天武圣地。姐，你也不想我传播出去吧？蔡坤邪魅一笑，这一次他可是做足了准备，不管苏轩说什么都别想拒绝。行，既然如此，那就来打吧。眼看着蔡坤铁了心要跟自己单挑，那么苏轩也不介意给他一个教训。很快俩人就来到了比试场地，听说蔡坤要跟苏轩单挑，天武圣地的不少弟子都聚集了过来看这一场好戏。李秋月和堂妹也是知晓了这一消息，匆匆忙忙地赶了过来。夫君，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又跟蔡坤这个小人杠上了？李秋月听闻苏轩回来的消息，本来想着去找苏轩修炼一番，没想到苏轩刚回来就给他整了一波大的。别人都打上家门口了，我再不应战，那岂不是显得我怂了？苏轩笑道。这样子，那夫君你多加小心，以蔡坤的性格，很有可能用什么下三滥的手段，夫君你小心一点。李秋月叮嘱道。放心吧，娘子，我有分寸。苏轩揉了揉李秋月的头发，看见苏轩跟李秋月秀恩爱，蔡坤有些破防，这本来应该是他才对。该死的，
他也好想摸一摸李秋月的头发，好想变成苏轩那双手。苏轩，你他妈到底打不打啊？蔡坤大声地说道。当然打了，不过先前我们已经说好了，比试的内容还有规则都由我来定，你没有意见吧？苏轩笑道。自然是记得的，比试什么内容还有什么规则，你说吧。蔡坤开口道。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什么正人君子呢。行，那你把衣服脱了吧。蔡坤，为官的弟子。李秋月，你说什么？你让我把衣服脱了？这特么算哪门子比试？听见苏轩的话，蔡坤脸涨得通红，暴跳如雷。苏轩这个要求实在是荒谬，哪有人在比试的时候让对方脱衣服的？更何况还是一个男人叫另外一个男人，这不管放在哪里都会有人浮想联翩的好吧？让你脱了衣服是为了防止你身上藏着什么暗器，以及是为了跟你公平对决。不仅如此，你的储物戒还有储物袋也得拿下来。苏轩开口道。你……蔡坤欲言又止，让自己当众把衣服脱下来，这实在是有些难以启齿，更何况还有那么多人在旁边看着呢。苏轩倒是无所谓，他的魅力值本来就爆表，何况还有魅魔称号。把衣服脱了，众人只会惊呼，你不会怂了吧？苏轩挑衅地说道。谁他妈怂你了？脱就脱。蔡坤本来想拒绝的，但是自己留影时都已经开始录了，这要是拒绝的话，那自己岂不是变成一个笑话了吗？不过光凭我一个人脱还不行，你也得陪跟我一块，没问题吧？蔡坤意识到苏轩的话里有漏洞，他可没说自己也要脱了衣服。行，没问题。苏轩自然是答应了下来。很快两人光着膀子站在场地中央，全身上下除了哪一块都是干干净净的。苏公子好帅啊，身材怎么那么好？是啊，连我一个男的看了都心跳加速了。一惹，哪里来的变态，不许你歪歪苏公子。周围的弟子窃窃私语，交头接耳。他身材这么好的吗？堂妹看见苏轩的上身，脸色微红。不得不说，苏轩的身材确实完美，线条分明，甚至还有完美的人鱼线。堂妹有些异动，他已经几十年没有那个啥了，何况他身上也修炼了那灵诀。若是和苏轩荒唐，实在是荒唐。苏轩是我徒儿，又是我的好女婿，我怎么可以有这种想法？堂妹连忙将心中的想法甩掉。就你这鸟样，还想追求我娘子，真是搞笑。苏轩哈哈大笑起来。蔡坤听罢顿时暴跳如雷，他刚刚之所以有些犹豫，就是因为这个。本以为大家都是男人，应该都是差不多的，可谁曾想苏轩居然那么的特别。在场的女弟子看见这一幕，也是纷纷捂住眼睛，只敢留出一条小缝。苏轩，你休要挑衅，手底下见真章。还有什么规则，你尽管说吧。蔡坤大声地说道。苏轩这个规则倒是给他精心准备了那么多天的东西给废掉了，不过他并不担心，毕竟自己在境界上还是有优势的。没记错的话，苏轩当初不过凤凰境，就算他天赋异禀，现在顶多凤凰中期，自己可是凤凰巅峰，修炼的功法也是顶级功法。苏轩没有理由是自己的对手。剩下的规则嘛，自然是没有规则。说罢，苏轩不讲武德，直接发动了偷袭。真我领域。苏轩直接将蔡坤拉入了自己的领域当中。妈的，苏轩，你特么的不讲武德！蔡坤气急败坏，他万万没有想到苏轩居然如此的不讲武德。诸位，他是在作弊，他不讲武德还偷袭。蔡坤暴跳如雷。蠢货，生死搏杀之际，谁他妈还跟你讲武德？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而且我那条规矩说了，不能偷袭了，不能不讲武德了，是你自己没有听清楚。就你这个逼脑子，还他妈跟人单挑呢，真是笑死人了。苏公子说的不错，生死搏杀的时候，谁还会尊重你？哪个不玩阴招？就是啊。而且苏公子也没说不能偷袭，是蔡坤自己没有听明白。周围的弟子也是纷纷开口，在魅魔称号的作用下，苏轩很快收获了一大帮迷弟迷妹。你们！蔡坤气得直接喷出一口鲜血，他是万万没想到自己居然会被万人唾弃。明明苏轩才是最该被唾弃的那个。既然如此，那就用实力说话。蔡坤懒得动嘴炮，虽然在苏轩的领域之内，自己的某个实力会受到限制，可是境界差距摆在那里，我倒要看看你的领域是什么。蔡坤冷笑。如你所见。说完，苏轩居然消失不见了。这是什么鬼？隐身吗？蔡坤有些纳闷。下一秒钟，一个大嘴巴子出现在了蔡坤的脸上，直接给他打懵了。什么东西？这是什么领域？蔡坤闻所未闻，刚刚那个大嘴巴子完全就是毫无征兆的出现在自己的脸上，就算苏轩是隐身了，以他的实力不可能感应不到苏轩靠近自己才对。然而这还没完呢，下一秒又是一个大嘴巴子
出现在了自己另外一边脸上，而自己连苏轩的影子都没见。滚出来，给我滚出来！蔡坤发动功法，在苏轩的领域之内乱轰，而且让蔡坤惊讶的是，自己发起的攻击在打出去之后全部变成了小鸡仔，甚至还有一只母鸡当场给自己下了个蛋。什么鬼？这特么是什么东西？蔡坤闻所未闻，他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东西。这一刻蔡坤是真的慌了，他万万没有想到苏轩居然这么强。大沙比，大沙比，我打死你个大沙比！苏轩边骂边打，在真我领域之内，苏轩简直如同神明一样。在场的弟子看见这一幕，纷纷震惊不已。本以为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对决，没想到居然是苏轩单方面的暴打。苏轩的领域实在是太奇怪了，什么东西都有，好像所有的领域结合在了一起一样。甚至此时此刻，蔡坤还当场给众人表演了一段铁山靠，并且像挤地铁一样，用铁山靠强行把自己挤出了比试场地。那个场面直接将在场的弟子逗得哈哈大笑，他们还是第一次看见如此怪异的舞蹈。看见这一幕，蔡坤的手下连忙将蔡坤扶起。我们认输了，我们认输了，实在是太丢人了。蔡坤的手下还没等蔡坤开口，就已经替蔡坤认输了。蔡坤见状想要反驳什么，可是一想到苏轩那诡异无比的领域，他就感到恶寒。怪物，简直是个怪物！蔡坤严重怀疑自己哪怕把苏轩拉进了自己的领域，也不会是苏轩的对手。你们替他认输不算，蔡坤，我听你的意见。苏轩邪魅一笑，他还没玩够呢，怎么那么快就认输了呢？我投降，以后我再也不招惹你了。蔡坤是真的被玩怕了，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在天武圣地都变成了笑柄。好吧，那你滚蛋吧。对了，你的储物戒还有储物袋什么的都归我了，你没意见吧？苏轩一脸坏笑，没意见，没意见，都是你的了。蔡坤只想快点离开这个让他丢人的地方，他已经听见周围弟子的窃笑声了。滚吧！苏轩大手一挥，直接让蔡坤滚蛋。听罢，蔡坤如获大赦，连滚带爬的逃也似的离开了这里。叮！恭喜宿主成功改变剧情，奖励反派值10万。这下子突破准至尊的反派值也算是积累够了啊！听见系统的提示声，苏轩心想。随着这场比试结束，周围的弟子也是纷纷离开了。在这期间，有几个苏轩的小迷妹想要上前跟苏轩聊聊天，深入交流一下。可是李秋月像根柱子一般板着脸站在那里，看见这一幕，他们顿时打起了退堂鼓。夫君，看不出来吗？你居然这么厉害，连那个蔡坤都不是你的对手。李秋月扑在苏轩怀里，一般般啊。苏轩谦虚地说道。这时堂妹也是神情复杂地走了过来，一方面她为苏轩的强大实力感到欣喜，毕竟苏轩是她的徒弟；另一方面，之前那一丝难以言说的情愫又在心底泛起涟漪。拜见师父娘亲。看见堂妹，苏轩和李秋月微微躬身。苏轩，没想到你进步那么快，这才多久你就已经疯狂巅峰了，再这样下去我可就教不了你了啊！堂妹感叹道。这都是多亏了师父的教导。苏轩谦虚地说道。听见苏轩这话，堂妹心里美滋滋的，苏轩再怎么天才，还不是得叫自己师父。对了，师父，我给你带了一点好东西，不知道你喜欢不？苏轩拿出一串精美的手链，外加几壶美酒。堂妹爱喝酒，这个在天武圣地里面很少知道，可是熟悉林凡剧情的苏轩可是知道堂妹的这一个小秘密的。至于手链，那是从萧千羽那边顺的，作为自己的老乡，自己拿他的东西去泡妞没有问题吧？这是给我的吗？堂妹有些惊讶，这么多年了还是第一次有人送自己这些东西，尤其是这串手链更像是情人才会送的。可是苏轩他是自己的徒弟啊，又是自己的女婿，这个东西他该不该收啊？他不会对我……堂妹有些意乱，刚刚看见苏轩的上身，他就已经有些意乱了，如今苏轩又这样对他，他很难不浮想联翩。尤其是堂妹愈发觉得苏轩好像变得越来越帅了，无形之中给人一种忍不住想要靠近的感觉。苏轩，这个东西……堂妹刚想拒绝，却被李打断了。夫君，这也太不公平了，为什么我没有？李秋月有些吃醋地说道。放心吧，都安排好了，你也有。苏轩又拿出一条不一样的手链，顺手给李秋月戴上。原来不是单独给我的，那我就放心了。看见这一幕，堂妹顿时松了一口气。如果这是单独给自己的，目的那也太明显了。师尊，我来帮你戴上吧。见堂妹迟迟没有反应，苏轩便主动请缨。啊，不，还是……然而苏轩并没有给堂妹拒绝的机会，他拿起手链，缓缓牵起堂妹的手。堂妹只觉一股温热的触感从手腕处传来，心脏不受控制的加速跳动。她下意识想抽回手，可是又怕
坏了苏轩的一片心意，只能强装镇定，脸颊却悄然泛起一抹红晕。只是戴个手链而已，堂妹，你在激动什么？能不能不要瞎想？我看你真是寂寞疯了。什么戴个手链？正常人哪有这样的？这不就是情人之间干的事情吗？要我说，快点把苏轩拿下，这么帅的男人，让别人抢去了可不好。堂妹只觉得自己的脑子里好像有2个小人正在打架，搞得她很是心烦。够了！堂妹突然大喊了一句。苏轩和李秋月顿时满脸疑惑地看着她。师尊，怎么了？是我做的不对吗？苏轩低着头，十分抱歉地说道。娘亲，怎么了？你突然吼那么大声干嘛？李秋月也有些不满。堂妹这才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连忙解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徒儿你已经带得很好了，够了，师尊已经领会到你的心意了。堂妹慌乱的样子让苏轩嘴角忍不住上扬，他知道自己刚刚的一番撩拨已经让堂妹意乱心迷了，接下来就是要不停的诱导了。堂妹跟苏瑶可不一样，林凡的剧情里面，身为主角的林凡不是没有对堂妹这位冷艳的岳母表达过自己的心意，然而直到最后的结局，林凡也依然没有将堂妹给拿下，这就说明用一般的手段想要拿下堂妹是不可能的，哪怕是强的也不行，所以只能让堂妹主动上门，只要等到堂妹忍无可忍的那一刻，那就可以了。原来是这个意思，是我误会师尊你了。苏轩也是顺势给了堂妹一个台阶下。对，就是这样，徒儿你不要想多了，师尊刚刚并不是冲着你来的。堂妹微微一笑，只要师尊没有生气就好。这手链戴上真的很衬您。她微微用力将手链的扣环系紧，指尖在堂妹的腕间轻轻摩挲了一瞬，才缓缓松开。堂妹只觉那轻微的触碰像是一道电流，瞬间传遍全身。她忙不迭地将手藏到身后，眼神有些闪躲。娘亲，你怎么了？反应那么大干什么？李秋月有些疑惑。没什么，就是后背有些痒，想要抓了。堂妹随便编了一个借口。师尊，要我帮忙一下吗？不用了不用了，这点小事为师自己来就可以了。堂妹拒绝道。对了，这里刚好有几壶美酒，不如我们3人好好畅饮一番吧。眼见气氛有些微妙，堂妹也是连忙转移了话题。这个主意不错，说起来我都长那么大了，还没有跟娘亲你喝过酒呢。李秋月答应了下来，最主要的是他想要对苏轩干一些坏事，这要是把苏轩给灌醉了，然后再绑到自己的床上，那岂不是任自己光是想想，李秋月就感觉到了十分刺激，于是便一口答应了下来。结，可恶的夫君，居然消失了好几天不见，还带了个别的女人回来，看我不给你一点教训。李秋月邪魅一笑。我也没意见。苏轩笑道，随后他在系统商城里面购买了一个1000杯不到的技能。作为一名3好青年，苏轩前世可是滴酒不沾也不抽烟的，所以为了不让自己被灌醉，导致自己发生了什么都没有感觉，所以苏轩便买了这么一个技能。好，那今日我们3人就畅饮一番。眼前气氛恢复正常，堂妹顿时也是松了一口气。来到堂妹的住所，堂妹大手一挥，先前的宫殿已然消失，转变成了一片竹林。竹林当中还有一块石桌，这里风景优美，在这里小酌2杯，意境可跟别的地方不一样。这就是圣王级别的存在啊，真是神奇。先前天武秘境的小木屋，想必也是圣王级别的高手做出来的吧。苏轩心想。3人围坐在石桌旁，堂妹轻轻启封苏轩送的酒壶，醇厚的酒香瞬间弥漫开来。好香的酒，徒儿，你这是从哪里弄来的？光是闻着酒香，堂妹已经情不自禁咽了几口口水了。这要是喝上一口，那岂不是？这是玉霄宗宗主送我的，我特意拿来孝敬师傅你。苏轩开口道。好，你是真的有心了。堂妹笑了起来。一旁的李秋月已经给自己倒了一杯，她从来没有喝过酒，很是好奇。一杯酒下肚，李秋月只感觉心里暖洋洋，脸上也散发着红晕。好酒。李秋月已经醉了，很明显她低估了酒精对她的影响力。这丫头，我刚想说让她不要这样，真的是。堂妹叹了口气，她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女儿怎么那么菜，一杯就倒了。现在好了，本来还想着3个人不会那么的尴尬，现在就剩下自己跟苏轩了。师尊，我敬你一杯。苏轩没有多说什么，直接干了一杯酒下去。苏轩面不改色的。好酒量。堂妹露出赞许的目光，自己这个徒儿酒量看起来十分不错的样子。过奖了，师傅。有了1000杯不到这个技能在，苏轩一杯酒下去，感觉就跟是喝开水一样，没有感觉你知道吗？要知道，根据自己的高级鉴定技能所指，萧千玄送自己的酒是名为醉生梦死的高级东西，据说就这么一小杯就价值上百极品灵石，一口下去足够让人醉生梦死，哪怕是圣王喝了也会流连忘返。堂妹见苏轩饮酒，也端起酒杯，
轻抿一口，辛辣的酒液顺着喉咙流下，带来一丝暖意，驱散了他心中的些许紧张。今日，你我师徒二人喝个痛快。堂妹大声说道。喝个痛快。苏轩也跟着喊了一句。随着酒过三巡，堂妹的脸颊渐渐升起一丝红晕，眼神也有些迷离起来。这个酒后劲实在是太大了，刚开始还好，可是后面自己就有些顶不住了。哪怕是自己中途悄悄地用灵力驱散了一些酒力，也依然有些扛不住。反观苏轩，依然面不改色的。我这徒儿到底是什么怪物啊？怎么喝了那么多，连个表情都不变的？苏轩的动作无疑是激起了堂妹的胜负欲，他可不想输给自己的徒弟。就在这个时候，刚刚喝倒的李秋月突然站了起来。只见李秋月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然后一屁股坐到了苏轩的大腿上，双手环抱着苏轩的脖子，嘴里还念念有词：坏夫君，你这几天到处乱跑，都不好好陪我，坏死了。李秋月一边说着，一边情不自禁地亲吻着苏轩的脖子。堂妹看见这一幕，微微一愣，心里顿时也升起了异样的感觉。尤其是当她看见苏轩雪白的脖子，还有那精致无比的锁骨之时，我也想尝尝。堂妹情不自禁地吞了口水。不对，我在想什么啊？堂妹连忙驱散了身上的一些酒气，差点自己就中招了。不好意思，师尊，让你见笑了。苏轩有些尴尬。没什么，我活了那么多年了，什么场面没有见过？这说明你们两个感情好。堂妹也有些尴尬。娘子，你醉了，好好休息一下吧。苏轩说道。不，我没醉，我才没醉呢。李秋月一边说着，一边拿起酒杯，直接一口干了下去。然而没过多久，李秋月又倒了。这孩子真是的，又菜又爱玩。堂妹微微扶额。没事的，师傅，我们继续吧。苏轩笑道。不知过了多久，堂妹已经醉醺醺的了。苏轩见状，也是假装喝醉了，就要躺在地上。堂妹见状，连忙将苏轩扶起，好不容易把苏轩扶到自己肩头，她的重量压下来，让堂妹身形一晃，差点两人一起摔倒。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沉？幸好堂妹怎么说也是个圣王强者，虽然喝醉了，不过这点重量也不算什么。堂妹嘟囔着，一边将李秋月还有苏轩二人朝着一旁的小木屋拖去。一路上，苏轩佯装迷糊，脑袋不时靠在堂妹的脖颈边，温热的气息喷洒在她细腻的皮肤上，惹得堂妹一阵心乱。好不容易到了小木屋，堂妹将苏轩还有李秋月安置在床上，自己也累得气喘吁吁，一屁股坐在床边。她望着苏轩那俊逸的脸庞，平日里冷静理智的她，此刻在酒精的作用下，心中的情愫如野草般疯狂生长。秋月，秋月，醒醒，该修炼了。堂妹喊了李秋月2声，后者已经醉得跟一头死猪一样，怎么样都没反应。见状，堂妹也是松了口气。徒儿，乖徒儿，醒醒，继续喝酒了。堂妹扒拉着苏轩，见苏轩迟迟没有反应，胆子也是大了起来。苏轩闭着眼睛，毕竟是装睡，外面发生了什么动静，他可是知道的一清二楚。他也没有想到堂妹的胆子居然那么大，这给我干哪里来了？这还是自己认识的那个堂妹吗？以前你的高冷形象到哪里去了？苏轩不敢再说下去，只能任由对方。而堂妹此刻已经入魔了，丝毫没有察觉到苏轩有些异样的状态。乖徒。尽管如此，堂妹依然保留着她的最后一丝理智，没有打破那一层禁忌。毕竟堂妹还没有违背自己的原则，若是自己强行出头，只会被堂妹一巴掌扇飞。不过问题不大，有了第一次的尝试，后面她的底线也会慢慢放宽的。苏轩心想。不知过了多久，堂妹洗漱完毕，苏轩也觉得自己是时候醒过来了。苏轩佯装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听见苏轩的声音，堂妹这才想起来，自己刚刚竟然一直忽略了这么重要的事情。你刚刚喝醉了，酒洒了一地，我想着帮你换一下衣物，谁知道你自己醒来了。既然你已经醒来了，那你就自己换吧。堂妹说着，将苏轩的裤子丢给了苏轩。多谢师尊关心。苏轩感激地说道。咦，怎么我的裤子上面有一股怪味？苏轩有些疑惑地问道。你也不看看你，都多久没洗澡了？有异味，那不是很正常的吗？堂妹脸不红气不喘地说道。怎么会？我昨天才洗过澡的。怎么，你连为师的话都不相信了吗？你看看你，整天都在干些什么东西，每天都乐不思蜀的，以后不许这样子，给我好好修炼，有什么不懂的就来问我。堂妹生气地说道。怎么还生气了呢？这女人。堂妹生气的样子让苏轩有些想笑，不过她最终还是忍了下来。我知道了，师尊，一有时间我就喊你过来，师尊你到时候别嫌我烦就行。苏轩心中暗笑，心里已经有了一个主意。我怎么会烦你呢？你快去换身衣服吧，秋月这里交给我就行了。堂妹给苏轩下了逐客令，她怕再这样下去，自己又要忍不住了。
好的，我知道了，师尊，祝你睡好。苏轩笑着离开了。看着苏轩渐渐走远，堂妹这才松了一口气，差点就被发现了，还好我机智。堂妹心想，唉，不过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我明明不想这个样子的。堂妹叹了口气。接下来的几天就十分的平淡了。自从那天之后，苏轩就没怎么见过堂妹了。每次自己去找堂妹，堂妹都会找个借口不见自己，不是这里有事，就是那里有事。就连李秋月去找堂妹也是如此，他能够感觉到堂妹似乎是在刻意的躲避自己，不过苏轩也不在意，毕竟俩人发生了那样的事情，堂妹一直躲着自己也是正常的。不着急，反正日后有的是机会。苏轩邪魅一笑，这段时间他跟萧千羽的关系也有进步，通过系统的力量，他也是了解到了萧千羽的一些小爱好什么的。靠着这些东西，他跟萧千羽的缓和了不少。随着萧千羽对自己好感度是提升，苏轩自然也是收获了不少的反派值姓名。苏轩境界凤凰境巅峰，反派值1200000，系统背包替身娃娃无极剑天玄护符5阶极品疗伤丹药 X10 神行靴极品养胎丹 X10 极品运神丹 X10 极品灵液 X3 学习资料连续剧 X100 皓月宗长老令结柔抽脂某老师写真集特殊高级建议神通五行神通灵隐幻步心眼通饕餮神通领域真我领域体质五行之体饕餮神体半觉醒技能反降至光环无背楷模高级鉴定技能高级恢复技能高级精神抗性炼丹宗师阵法宗师初级钢琴技能称号天命之父魅魔功法苏家心法地级无极剑法天级极品前阳玉气坤英纳灵诀圣级疾风幻影诀天级极品玄武诀天级极品系统商城已开启系统抽奖已开启系统我要加点修为定从凤凰巅峰突破至准至尊境界需花费反派值100万宿主是否加点加点随着苏轩话音落下上百万的反派值顿时变成磅礴的灵力融入苏轩的身体当中这股能量实在是太爆炸了以苏轩的身体一时之间无法瞬间吸收只能细水长流就跟你女朋友那个的时候很快5天的时间过去了当苏轩将这股磅礴动能量全部吸收殆尽之后轰一声巨响整个天地都为之震撼是谁谁突破了怎么那么大动静天武圣地内正在修炼的长老还有圣主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响声给惊动了他们纷纷抬头望去还以为是有什么隐世秘宝突然出世闹出的动静就连堂妹也被突破的动静吸引一身白裙的她也是火急火燎的来然而当他们用神识发现声音的来源居然是在苏轩的住所时他们顿时震惊了这突破的动静居然是圣子大人我的天哪这才过去多久他就突破到准至尊境界了这是什么速度凤凰境到尊者可是一层鸿沟想当初咱们老祖突破这一境界也是花费了不少时间苏轩这么快就突破了这苏轩是没有境界瓶颈的吗他当初来这里的时候也才凤凰境吧这才1个月不到就突破准至尊了很快天武圣地的高层纷纷集中在了凌云峰的方向他们的目光都死死地盯着苏轩的住所随后他们将苏轩的住所给封锁了起来只能出不能进如此大规模的聚集自然也是吸引了其他势力的注意天武圣地干什么怎么突然那么多高层集中在凌云峰干什么查给我查3天之内我要知道在凌云峰发现了什么因为苏轩的突破天玄大陆的各方势力也是被纷纷惊动很快苏轩就将仅存的最后一丝灵力吸收完毕他也是成功突破到了准至尊境界并且根基完全不是虚浮的这就是系统的强大一般来说普通的凤凰境强者突破到准至尊起码也得准备数月的时间还有失败的风险哪怕突破成功了也得花费不少时间去巩固自己的境界可是苏轩就完全没有这个担忧他只需要动动自己的小手指再稍微等上一段时间就是了突破到尊境之后修士就觉醒了名为神识的东西只要神识不灭即是不死苏轩稍微体验了一下神识的力量随后他的意识瞬间扩散开来以他为中心方圆数百米的一切都清晰地呈现在自己感知之中如今的他能够隔墙看见熟睡中的赵柔楚灵溪等人还有不远处正在洗澡的叶凝止甚至就连是地上的蚂蚁他都能够看得一清二楚这几个女人倒是真的心大我这边突破那么大都动静都没有醒甚至还有心情洗澡看着赵柔等人熟睡还有叶凝止沐浴的样子苏轩微微一笑不过
这也是他们对自己的信任，就算真有什么事情，也相信自己能够解决。不对，10分有12分不对劲。正常来说，尊敬强者的神识范围不应该这么小，起码也有1公里才有。狗系统，是不是你又做了什么手脚？苏轩骂道。不过很快他就发现是自己误会系统了，原来是有人将他和周围的地方全部给封锁起来了。这些人不是别人，正是天武圣地的高层。看来我突破的事情被圣主他们知道了啊。随后苏轩便走了出来，也见到了聚集在自己门口的上百位圣地的高层们。拜见圣主、诸位封主、长老、师傅。苏轩微微躬身。徒儿，你这么快就突破了？堂妹火急火燎地来到苏轩面前，四处摸索，生怕苏轩少了块肉。不错，我前几天有所感悟，一不小心就突破了。苏轩十分谦虚地说道。听见这话，天武圣地的高层们差点没有嫉妒死，这说的是人话不？不过苏轩的天赋越高，对他们来说也就越好，毕竟1个月突破一个大境界，还是在凤凰境突破到尊境，这在整个天玄大陆的历史上恐怕也是闻所未闻的存在。你突破还是有些太着急了，下次不要这样子了，否则的话……哎，这是啥情况？堂妹感受了一下苏轩的境界，竟然发现苏轩的气息非常的扎实，完全没有虚浮的迹象。一开始她还以为苏轩是急于求成，在没有准备的情况就直接突破，现在看起来是自己想多了。唐封主，出了什么事情？看见堂妹震惊的样子，圣主坐不住了，他还以为苏轩出了什么问题，也上前感应了一番逆天。这就是传说中的金色天赋吗？圣主抽烟的手都有些微微颤抖，苏轩的变态程度超过了他的想象。他本以为苏轩因为着急突破导致根基不稳，没想到苏轩的根基十分扎实，甚至有些扎实的过于离谱了，而且身上也没有服药的痕迹，这说明苏轩完全是自己突破的啊。苏轩，我改变主意了，过几日的登基大典你就不用参加了，你的天赋太逆天了，圣帝必须将你好好的保护起来，所以过段时间的登基大典我会让蔡坤参加，由他作为我们明面上的圣子，你就隐藏在幕后好好修炼即可，圣帝会给予你最大的资源培养，只要你有什么需要的你直接说就行。圣主说话的声音都有些颤抖。在看见苏轩的天赋之后，圣主隐约觉得苏轩日后有可能会成为大地之上的存在。大地之上没人知道是什么境界，有人说他能长生不死，甚至带人举轿飞升，在天玄大陆历史上也没有出现过几位。然而那几位大地之上的存在在突破之后无一不是鸡犬升天，哪怕当初在对方受到磨难时为了一口水的人都能突破到圣境。圣主全力培养苏轩，自然也是想搞好这其中的因果关系。他卡在大地境界已经很久了，以他的天赋基本已经到头了，想要靠自己突破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所以他打算在苏轩身上投资，等苏轩日后得到飞升之后能够拉自己一把。不过你也得立下天道誓言，不管天武圣地日后发生什么，你都得站在我们这边，这是圣主唯一的要求，他不想养个白眼狼，如果苏轩敢拒绝，那么他就当场镇杀。多谢圣主栽培，圣帝对我有大恩，我怎么可能会不站在这边？这是苏轩的真心话，自己的老婆们还有自己如今能够肆无忌惮的原因，很大程度上都借了天武圣地的力量。不过是立下一个天道誓言，这也没什么，况且就算立下了，日后也能用系统化解，毕竟自己可是挂哥。随后当着众人的面，苏轩立下了天道誓言，圣主顿时放下心来。今天的事情你们都不许说出去，每个人都给我立下天道誓言，否则的话就不要怪我对你们不客气了。圣主开口道。遵命。圣主。在场的高层纷纷立下天道誓言，圣主这才稍微有些放心。这是我给你的一点小礼物，算是庆祝你突破尊者境了。圣主笑着将一枚储物戒交到了苏轩的手中，其余的圣地高层也是如此，都或多或少给了苏轩一些东西。看着如此庞大的资源，苏轩心惊肉跳的，这么多资源都不知道能够买下几个齐国了。不过苏轩看不上这些修炼资源，毕竟他有系统可以用反派值突破，想要自己修炼的话那实在是太慢了，况且自己也没有那方面的天赋。什么金色天赋，那都是自己骗人的，虽然有那灵诀改变了自己的体质，但是自己跟那些真正的天才相比还是有不少差距。不过他是挂笔，天才也只是见他的门槛。苏轩只留下了对自己有用的护具、武器、疗伤丹药，还有适合自己修炼的高级功法，其余的东西他打算整合起来，把这些东西分给自己的女人们，还有自己从齐国带来的一些有修炼天赋的手下。名字：吞天诀，品阶：圣级。描述：修炼之后可以吞噬对方的灵力，转化为自己的力量，修炼至圆满之后
甚至可以吞噬对方的技能、记忆。缺点，容易走火入魔。这是不知道哪个人的储物戒里面得到的圣级功法，虽然很强，但是容易走火入魔。不过这对苏轩来说不算什么，只要他有足够多的反派值，那么就能让自己一直清醒。而且圣级功法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领悟到大道的存在。若是能将圣级功法修炼至圆满，那么到了圣境之后就会自动领悟一条大道。名字：凌霄剑。品阶：圣级。描述：高阶圣兵，可轻易移山填海，威力极大，慎用。这是圣主的手笔打造一件圣兵，那可是不知道花费多少时间和资源。也就圣主这种层次的存在才能拥有多件圣兵，看得出来天武圣主还是很看重自己的，这么宝贵的东西都给了自己。不仅如此，苏轩还得到了一件宝贝，可以隔绝自己身上的气息，哪怕是圣王境的强者也无法用神识感应到自己。这个东西对于日后的苏轩来说，那可是有着大用的。徒儿，你突破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为师感觉都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教你了。送走圣主等人之后，堂妹感叹了一句，苏轩的天赋实在是太过逆天了，堂妹这个做师傅的总有种挫败感。怎么能这么说呢？师傅，我现在实力还弱，很多事情还不懂，还得师傅你指点一番。苏轩谦虚地说道。你这小子倒还真是挺谦虚的。堂妹越想越气，这世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长得又帅，天赋又好的。